你和妻子结婚，请了半个娱乐圈做嘉宾，更是耗尽人脉，把妻子捧成身价过亿的影后，最后换来的是对你长达半年的冷暴力和净身出户。然而你不仅没伤心难过，反而一脸的解脱。6年前，你和苏雪两人奉子成婚，那时你是国内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苏雪还是刚毕业的一位娱乐圈新人。确认关系后，你就公布了与苏雪的恋情，并为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请了大半个娱乐圈做嘉宾，还动用自己圈内人脉为她的演艺事业铺路。很快，苏雪就在圈内冒头，频繁出现在各大综艺，一度成为国内某档真人秀的女一。婚后9个月，苏雪为你生下一女，可苏雪的事业心很强，女儿出生仅1个多月，她就表态要复工拍戏。一方面考虑到女艺人事业寿命较短，一方面为了更好的照顾女儿，你果断暂停了自己的事业，回归家庭，成为了一名全职奶爸。而家庭主妇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简单，光是孩子每天的哭闹和换尿布，就足以让初为人父的你精神崩溃。明明每天都很忙，但一天下来发现好像又什么都没做。这种落差、焦虑、迷茫，再加上长期在家照顾孩子，没有什么正式的交集，导致你抑郁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为了女儿，你依旧咬牙坚持着。而苏雪则靠着你现成的人脉，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可她依旧不满足，甚至为了拓展自己的事业，拉着你上明星婚姻探讨综艺节目。在节目中，苏雪被定位为事业型女王，而你则是以苏雪老公的身份面对观众，还被莫名的贴上了女强男弱、吃软饭等负面标签。对于这些，苏雪没有站出来为你说一句话，反而她越来越觉得你除了长得帅点和有点小才华之外，似乎真没什么用。一位过气的音乐制作人，哪配得上她这身价过亿的女王？从那时开始，苏雪就已经萌生了要和你离婚的念头，但她心里清楚，这么多年对你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经过大半年有预谋的冷暴力后，苏雪在1个月前向你正式提出了离婚。对此你也没多说什么，毕竟当初苏雪怀孕本就是一场意外，在一场庆祝宴会上，你被不靠谱的哥们灌得酩酊大醉。苏雪之前没谈过男朋友，第一次就中了特等奖，你选择承担责任才会跟苏雪结婚，也许离婚了会更好。见你如此爽快的同意了，苏雪也是直接带着你来到民政局，并申请办理离婚手续。在1个月的冷静时期里，你和苏雪向女儿廖恩贝说明了情况，并让她自主决定以后跟着谁生活。廖恩贝斩钉截铁地选择了你，对此苏雪心里很不是滋味。她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不但没有一丁点挽留自己，反而是坚决的要跟在你身边，所以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要是你想要孩子的监护权，那房子、车子以及现存的财产就全都归她一个人所有。如果你不同意，那就上法庭打官司。最后你选择了女儿的抚养权，金钱虽然很重要，但是亲情更加重要，而且你也不想再跟苏雪扯上任何关系。很快你就带着女儿贝贝搬了出去，为了女儿上学方便点，特地在魔都一高档小区租了一套房子。好在你闲暇时候为圈内人写了不少歌，手里还有几10万的存款，一切都准备妥当后，时间转瞬来到离婚这天，在等离婚证制作的间隙，苏雪满脸不屑的道：“女儿1个月学费大几万，你确定能负担得起吗？我的女儿可不能过平民一样的日子，也不知道你非要争贝贝的抚养权干什么？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给你1000万，你把贝贝抚养权给我。”你面无表情的道：“我会照顾好贝贝的，没钱了可以挣，但陪伴和关爱你给不了。”苏雪冷笑一声：“挣钱你怎么挣？就以你现在的知名度，写一首歌也就几万块钱，挣个生活费都够呛的，别死要面子行不行？你这样子真的很可笑。”娱乐圈更新迭代极快，你为照顾女儿隐退5年，现已在圈内沦为半透明的存在，甚至你被贴上软饭男标签后，可以说在大众心中口碑不好，但你仍旧很平静，说到我怎么挣多少钱就不劳你费心了。苏雪无语的叹了口气。很快双方证件上的钢戳盖好，工作人员就把离婚证递给了你和苏雪。你拿到离婚证的那一瞬间，脑海中突兀的响起了一道电子音，检测到宿主面临人生转折，前世记忆觉醒。突然间你感觉脑中无数记忆苏醒，原来你上辈子在地球，这辈子重生到了男性。那些前世的经典音乐、影视作品以及明星人物，在这一世有很多都没有出现。你豁然开朗，难怪以前你在创作词曲时，总会在遇到瓶颈时敢乍现，然后如流水般写完一首歌。原来有重生这层原因在，现在彻底觉醒了。前世纪内不等于随身携带着一个海量作品库吗？对了，离婚的微博我已经写好了，现在发给你，你照着发一下。你思绪被苏雪一句话给拉回，同时你手机收到一条消息，看来他准备的真够充分，连离婚文案都备好了。这一条官宣几乎把所有责任都推得干干净净。你神情平静的点点头，倒可以没问题，谢谢你。苏雪十分意外，她没想到你会这么爽快答应，心里莫名有些刺痛，转身离开，遮眼就上了民政局门口停车位上的一辆保时捷。而你也从民政局出来，拦了一辆出租车，很快便离开。刚坐上车，顿时感觉心情轻松自在。离婚这档子糟心事早就被你抛到了脑后，现在觉醒记忆，你更多想的是如何从幕后转到台前。而你思索还没几分钟，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是你的上司曹金明打来的。喂，老曹，出什么事了吗？先前有跟曹金明提过一嘴今天离婚的事，所以你很清楚，曹金明非万不得已是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你的。曹金明语带焦急：是啊，人难出大事了，那个陆亦凡被爆出，说服人设已经完全崩塌了。你眉头皱了皱，那这也太坑了，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曹金明苦笑声：可不是吗？我打电话给你，就是想跟你确认下，你那边有没有适合的资源，他能够补今晚零距离档期。听到这话，你顿时眼睛亮了起来。老曹，如果今天晚上没有嘉宾，我可以顶替他录制。随着你的话说完，哐当一声，很显然是曹金明的手机掉落在地上的声音。几秒之后，电话被捡起来。陈楠，你可别开玩笑啊！零距离虽然收视率不高，但好歹也是个老牌节目，有好几万的观众，这要是出了问题，影响可就大了。你知道老曹的顾虑，换做以前，你绝对不会如此鲁莽。可是现在，你有这个信心。老曹，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我怎么会拿台里节目当儿戏？我肯定会保证节目风格，原有的节目环节一个不少，还有我懂节目的要求和流程，连对脚本磨合的时间都少了。救场如救火吗？不然你有更好的办法？曹金玲脑子里嗡嗡作响，完全被你给弄糊涂。一位幕后的音乐人要取代顶流旭做互动演出，还宣称保证收视率，这怎么感觉如天方夜谭一般？不过救场如救火这几个字，确实说到了曹金玲的心坎里，那就
咱们试试看吧。4个小时之后，魔都电视台零距离栏目组一处偌大的演播厅内，栏目总导演曹金明正在进行最后的安排。一名留着短发的中年女士面色阴沉地走了进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魔都电视台台长冯清，身边还跟着一个体态有些发福的男子，他便是同台另一栏目寂寞凌晨的总导演黄耀华。曹金明一看到黄耀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娘炮长来了，台长就是为了看他出丑。冯清看到曹金明便径直走了过来，曹导，我听说小廖主动请缨要做零距离的补位嘉宾。曹金明点点头，脸上露出笑容，对，台长，事情是这么回事。曹金明还没来得及解释，冯清却是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他年纪轻，血气方刚，你也还很年轻吗？曹金明神色一暗，黄耀华见此也阴阳怪气，道小廖的妻子苏雪是一线大明星，可小廖就是个普通的幕后音乐人，一个幕后的音乐人能来做嘉宾吗？况且节目后面还有才艺展示，别到时给咱们电视台丢脸。曹金明讪笑声道，我再怎么安排，这也是我栏目的事，用不着你的娘炮来指手画脚。黄耀华一听这话，顿时就慌了，他朝着曹金明伸出了一个兰花指，哎呦，你怎么还骂起人来了？冯清和指了一声，行了，你们都是老员工，这是在台里，注意点影响，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老曹，你可得看好了，别闹出什么大的动静来。就在此时，化妆完毕的你来到演播厅，黄耀华的目光落在了你的身上，瞬间双目睁得如铜铃一般大，只见你浑身上下都在发光。黄耀华一脸的不可置信，一旁冯清也忍不住撩了撩自己的短发，这一刻他仿佛见到了夏日的阳光，若是他再年轻20岁，只怕早就被你迷得神魂颠倒了。曹金明也赞许的拍了下你的肩头，不错，见到几人这夸张的模样，你尴尬的笑笑，我本来就很年轻啊。你心里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魅力，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形象的改变，更多的是因为系统给了你魅力光环这个疤。就在这时，要制片直播要开始了，一旁的工作人员在你身后出声提醒道，你应了声好，就往直播间方向走去。在曹金明一声令下，这一期零距离节目终于开始了。主持人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接下来就是介绍嘉宾的时候，镜头落在你身上，你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弧度，大方地自我介绍到，各位零距离的观众，我叫廖仁南，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你一出现在镜头前，观众们都感觉眼前一亮，弹幕也随之猛增起来，有些观众认出了你，但更多的是被你的颜值倾倒。本期零距离临近情人节，所以是以爱情为题目，观众们通过云端连线说说自己的情感经历，主持人和嘉宾则是在一旁开导安慰，最后做出评价提出意见。你有6年婚姻经历，感情里的一切你都经历过，面对各种问题你都能够娓娓道来，再加上你还有重生的经历，给观众一些关于感情的建议，简直就是小菜一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好，屏幕前的观众也罢，大家都对你的好感又多了几分。节目进行的出奇顺利，不知不觉就到了尾声。节目主持人温柔地道，感谢广大的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有请我们的嘉宾廖仁南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你取出一把早已准备好的吉他，正聚精会神的调音，神情平静而从容。而在指挥室中，曹金明听到你要唱歌，人直接骂儿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啊？对于你的词曲创作能力，曹金明是极为信任并且推崇的，但对于你的唱功，曹金明确实不敢恭维。而演播厅内，你依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做了一个深呼吸，朝摄像师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镜头也开始对准了你。亲爱的观众们，我想告诉你们，如果爱请深爱，若不爱请离开，希望大家的爱情别留遗憾。一首后来送给你们。原本你准备的是另一首歌曲，但听了这么多爱情故事，此时此刻只想唱这首后来，不是唱给你的前妻苏雪，而是唱给屏幕前对爱迷茫的朋友们。你拨动琴弦，旋律响起，忧郁歌神和身临其境技能加成声效，一瞬间你整个人都变了。这一番变化让在场的工作人员以及云端的观众们纷纷都是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久，时间无论是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情不自禁地沉浸了进去，落在你蓝色百褶裙上。爱你我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这几句唱出来，嗓音浑厚饱满，音色婉转出彩。栏目演播厅里的众人，包括冯清和黄耀华，大家纷纷一惊，他们在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对你还是多少有一些了解的，都知道你是有才华的音乐制作人，擅长词曲创作，而因为唱功太过于惨不忍睹，所以一直都是给别人写歌，自己屈身于幕后。可现在这几句唱下来，众人不由得惊讶至极，你管这叫唱功惨不忍睹？曹金玲高兴的眼泪都快飙出来，来不及细想，完全沉浸在音乐中。至于云端屏幕前的观众们，更是完全沉浸其中。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本还在疯狂刷屏的云端聊天室，瞬间悄无声息，所有人都沉浸在这首歌里，根本没时间发信息。直播厅外也爆发出一阵惊呼声，几名工作人员小声议论着，好有感情，听得人想哭啊。台长冯清也情不自禁的鼓起掌，眼睛里闪着点点泪花。这歌真好，廖仁南唱功也好，众人都忍不住跟着歌曲哼唱起来。在那个时候，大家因为不够成熟或者各种现实的原因，不得已而导致感情破裂。时隔多年后，才发现那份情感的可贵。醒悟过来时，什么都不在，有满腔的遗憾和怀念。很快你的演唱也进入了尾声，但情绪不但丝毫没减，反而更加丰富细腻了。你唱完整首歌，依旧一动不动，保持着姿势，足足过了10几秒，你才轻笑一声，将吉他放了下来。原本应该响起的掌声，此时却是一片寂静。足足过了半分钟，终于有人反应过来，开始鼓掌。所有人都如梦初醒，纷纷站了起来，为你鼓起掌来。与此同时，你的这首后来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远在天南地北的人。某条公路上，一位中年人正开着一辆出租车，静静地在城市中穿行，等待着有需要的乘客。无意中车载音响播出这首后来，男人心中一动，将车拐了个弯，朝着一家花店驶去。这些年来，他10天有9天在外面奔波，偶尔休息也在外面跟朋友打牌，陪老婆和孩子的时间是少之又少。对于这些，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抱怨过，一直悉心在家里照顾儿子和公婆，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今天男人不打算再继续拉人，反正接下来
下来的时间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准备买束花送给妻子，今晚早点回去陪陪孩子和老婆。某间商品房里，一对年轻的夫妻争吵得不可开交，妻子埋怨丈夫没有本事，赚的钱不多；丈夫埋怨妻子在网上挥霍无度，不懂得生活，两人差点砸东西大打出。正好智能音箱准点推歌播放了，后来这首歌，两人似乎听懂了歌里所唱，不再吵闹，反而紧紧相拥在了一起。既然相爱，何必等到后来？街角某间大排档，一个男人正在喝闷酒，桌上摆满了空啤酒罐。不久前他跟女友分手了，加上工作不顺心，所以出来发泄下。本来他跟女友关系挺好的，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吵着吵着变成了大事。现在相互已经快1个星期没联系了。正喝着间，听到店里音响传来了这首，后来男人镇住了，拿出了手机给女友发过去一条消息：抱歉，我是真的喜欢你，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很快他就得到了回复：我也错了，你在哪呢？我这就过去找你。男人顿时热泪盈眶。指挥室内，领导，破纪录了！一位统计人员跑了过来，激动地喊道：各项数据多少？没等曹金明开口，冯清抢先问道。统计员喘着粗气道：最高时段收视率 25%， 区间留存率最高 95%， 整体流量同屏时段全网第一。我的天！冯清双眼放光，嘴唇都因为兴奋而颤抖。呵呵，成绩不错，你们这次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冯清如此反应，一点都不夸张。要知道，上一次台里周年庆邀请了4个娱乐圈的一线明星，结果当天创下的记录也才只有收视率 22%， 留存率 90%。而今天，廖仁南单凭一己之力，居然打破了这个记录，区间留存率高达 95%。这证明，但凡听到这个情感栏目，或者说是听到后来这首歌的观众，95%的都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听了下来。表面上这个数据没什么温度，但只有在电台行业工作过的人才知道，要达到这个数据是多么的不容易。廖仁南这是怎么做到的？不过细想也是没毛病，他在节目中可是首发了一首精品情歌呀，真是实至名归。而此时，廖仁南和主持人从直播间走出来，听到破纪录的消息，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冯清见状，顺势上前搭话：小廖，你这次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你有这么好的唱功，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或许你早就火了。不敢当。台长说笑了，廖仁南一脸谦逊：哈哈，这么有才华，还这么谦虚，前途无量啊！冯清心中一动，转过身来，看向了曹金明：台里这一季的先进奖，就归你们零距离组了。另外，我也会跟电视台申请，再给你们一个突破奖，这是你们应得的。曹金明笑道：那麻烦台长了。不麻烦。冯清笑眯眯的，又指着廖仁南说道：另外还有通告费用，必须按要求支付给廖仁南。小廖可是为我们台里避免了一次直播事故，是真真正正的大功臣啊，可不能亏待他了。知道的，台长。曹金明在一旁笑着说道。对了，还有，冯清正要说话，忽然一扭头，像是看到了什么。咦，黄岛人呢？刚刚不是还在这呢？台长，黄岛刚听到这月先进奖归我们组，他就拉着脸走了。旁边的工作人员开玩笑道。原本黄耀华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想要看廖仁南的笑话，眼见直播没有翻车，还成了大型真相现场，他只好悻悻地走了。黄耀华这格局也忒狭隘了点啊。冯清闻言摇了摇头，左右看了看，微笑道：大家别跟黄岛学，节目是我们的，做得好是我们的荣幸，要跟廖仁南学，把电视台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说得好，台长。半个小时之后，廖仁南坐上了曹金明的车。原本零距离这次直播成绩如此好，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欢呼雀跃，甚至有人建议开个爬梯来庆祝一下。曹金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立刻派人下去准备。没过多久，一个小规模的晚宴在会议室内开始，桌子上放着各种美酒佳肴，琳琅满目，所有人都很兴奋，恨不得一醉方休。廖仁南也端着酒杯跟大家碰杯庆祝。不多时，就在一群人其乐融融的时候，廖仁南退了出来，跟曹金明说想回去了。一开始听了廖仁南的话，曹金明100个不同意，可是当他知道廖仁南要回去看女儿的时候，立即就明白了过来，还主动要送廖仁南回去。曹金明有轻微的脂肪肝，平时只点饮料不喝酒，所以开车也不爱，廖仁南也就答应了。另外，廖仁南和曹金明之间的关系可不仅仅是上司那么简单，而是有着不少的交情。6年前，两人都是当红制片人，地位相当，而且因为年龄的关系，廖仁南的潜力更大一些。但廖仁南在最巅峰时选择了隐退，曹金明继续留在圈子里。一晃6年过去，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他们不像一般同行是竞争对手关系，而是处成了忘年交，互相欣赏。
前段时间，廖仁南宣布复出，曹金明立刻向他发出邀请，建议他加盟零距离，完全当自己人对待。这份恩情，廖仁南一直记在心里。此时此刻，车子开动后，曹金明一直在和廖仁南说个不停。仁南，你实话告诉我，你这些年退出娱乐圈，是不是拜师练唱功了？对，廖仁南干脆撒了个小谎。他总不能把自己有系统的事情说出来，毕竟就算说出来，也没有人会相信。你的底子那么差，看来是下了不少苦功啊。对了，你师傅叫什么名字？我认识吗？撒一个谎，必然得用另一个谎来圆。廖仁南只能硬着头皮说道：是啊，师傅是普通圈外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哎呀，你师傅真是太厉害了，竟然能把你的水平调整得这么好。曹金明说着说着就来了兴致。哦，我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在我心里，你就是个大明星。廖仁南笑了笑，放心，曹哥，我不会多想。那就好，你也不早点说明，害我为你白担心一场，这就好办了。有你这样的作曲水平，有你这样的歌喉，那以后找通告不手到擒来。再说了，我觉得要挣大钱，得先打出品牌来。我们可以合伙成立一个工作室，自己包装，自己宣传，然后曹金明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未来3年的发展就这么规划出来了，顺便定下了好几个的小目标。虽然啰嗦了点，但廖仁南知道老曹说的句句在理，而且曹金明之前就跟他提过合开工作室的事，他也挺有意愿的。不过廖仁南现在的关注点不在工作上面，曹哥说的也是，但工作上的问题以后再说吧。他看了一眼手表，马上就要10点了，也不知道贝贝在家怎么样。我现在只想回去看他。哎呀，这事我倒忘了。放心，快到了。曹金明加快了速度。第7，贝贝不是不乖，贝贝只是想爸爸了。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廖仁南和曹金明打了声招呼，就火急火燎地往里走去。爸爸回来了。廖仁南刚用指纹解锁，房门还没完全打开，就有一个穿着幼稚园服装的女孩从门缝里钻了出来，扑到了他的大腿上，直接趴成一个挂件。贝贝，廖仁南揉了揉女儿的脑袋，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廖先生，您可算回来了。贝贝晚饭就吃了一个蛋，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可他非要等您回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话的是梅姨，是廖仁南请来的保姆，他这也是为了既方便工作，又能照顾廖恩贝。梅姨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而且是多年的老熟人，有他帮着照顾女儿，廖仁南很放心。闻言，廖仁南瞪了女儿一眼：贝贝，你不是说要配合爸爸工作吗？怎么我第一天上班你就不乖了？廖恩贝听了这话，顿时委屈的嘟起小嘴：贝贝不是不乖，贝贝只是想爸爸了。噗嗤，廖仁南和梅姨都被逗笑了。好了，梅姨，接下来的就交给我吧，时间不早了，你也赶快回家吧。廖仁南笑着道。其实廖恩贝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有一种过于同龄人的懂事和体贴，自理能力非常的强。他这一次不吃饭，廖仁南觉得是自己去工作了。廖恩贝放学没见到爸爸不适应，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那好，就麻烦廖先生了。梅姨笑呵呵的应了声，然后把厨房收拾一下，就自己回家了。廖仁南把饭菜热了下，又煎了3个荷包蛋，他大口吃了2个荷包蛋，剩下的1个留给廖恩贝吃。廖恩贝就像一只懒猫一般，整个人躺在廖仁南怀里，任由他一口一口的喂进小嘴里。如果是平时，廖恩贝像这样撒娇，廖仁南肯定不会惯着他，这样容易养成他任性的性格。但今天，也许是刚跟苏雪领了离婚证，他觉得有一点对不起廖恩贝，就暂且惯他一回了。廖恩贝咂巴着嘴，吃的那是倍儿香，很快就把碗里的饭菜一扫而光。吃完之后，他摸着肚子，靠着椅子打起了饱嗝。看着廖恩贝的模样，廖仁南一脸欣慰。他把剩下的菜吃完了，本来肚子就不饿，吃几口就当宵夜了。稍稍休息一会，廖仁南便叫廖恩贝去洗澡。他早就教会廖恩贝如何洗澡了，每次只需要放好水，廖恩贝能够自己进去洗。不过孩子毕竟小，每次廖恩贝洗的时候，廖仁南都叮嘱他别关门，而他会全程守在外面，以防万一。趁着廖恩贝在洗澡，廖仁南守在外面看看手机。他发现有2条未读灰信消息，是苏雪1个小时前发过来的。后面房、车过户的事情，我已经委托律师全权代理，希望你积极配合。还有官宣离婚的微博，你怎么还不发呀？稍稍想了想，廖仁南打开微博，进入到苏雪主页，发现她在下午领证后，就立马发布了离婚的消息。
苏雪还在微博文字下附带了一张自己的美颜照，还有一个她公司旗下的直播购物链接。到现在，这条微博下的评论点赞已经很多。好美啊！恭喜女神重回单身，流口水点 JPG。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女神离婚了，我的机会来了。哦耶！购物链接里的东西大家买了吗？好不好用啊？卧槽，怎么娱乐圈的明星夫妻都分了？见此，廖仁男有些无语。这个女人看来是钻进钱眼子里去了，居然连宣布离婚时都不忘记抓流量，能做到这个份上的也属实是奇葩了吧。不过很快，廖仁男就释然了，现在两人已经分开，他跟自己没关系了，费这个心干嘛？翻出离婚官宣文本，廖仁男直接复制粘贴，点击发布，便摁灭了手机。等廖恩贝洗澡完，廖仁男也赶紧冲了个澡，弄完时已经11点钟了。原本廖恩贝还嚷着要看小猪佩奇的，他每天睡觉前都会看个几集，但是被廖仁男给压进了卧室。小孩子还在长身体的阶段，每天最好都要早点睡。廖仁男在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视的。廖仁男想了下，看来以后这种晚于8点的通告最好也不要接了，一切为了廖恩贝好。现在廖恩贝年龄还小，胆子也小，所以廖仁男都是跟他睡一张床。每次在临睡之前，父女俩都会聊会天。贝贝，你想妈妈吗？5岁多的小孩子最容易有心理问题，廖仁男能够放得下，孩子却未必。爸爸，你怎么总没事提他？我想他干嘛呀？我都没见过他几回。廖恩贝人小鬼大，冲着他翻了一个白眼。这些年来，苏雪为了工作总是全国各地飞，很少有时间陪廖恩贝。廖恩贝到现在5岁，过了5次生日，苏雪只有1次到场了，而且当时就算他人到了，但也是拿着手机不放，心思一点都没在女儿身上，所以廖恩贝对苏雪并不亲热。廖仁男哭笑不得，说道：爸爸的意思是，你要是突然想妈妈了，记得要跟爸爸说，爸爸可以带你去见她。爸爸。廖恩贝突然提高音量。廖仁男一愣，我有个更好的建议，你要不要听听？说说看。廖恩贝眨巴眨巴大眼睛，一本正经的说道：要不你再给我找一个妈妈吧，找一个你喜欢也喜欢你的女人。这一句话瞬间让廖仁男破防，原来小孩什么都懂。廖仁男眼中闪过一丝泪光，但嘴上还是开玩笑道：那贝贝你觉得爸爸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廖恩贝一脸认真地道：我想想啊，一定要大眼睛、小嘴巴、大波浪、小蛮腰、大长腿的那种。听了廖恩贝的话，廖仁男尴尬地咳嗽起来。廖恩贝咧嘴一笑，嘻嘻，爸爸，我是不是说到你的心坎里去了？心坎个鬼！廖仁男弹了他的额头一下，从哪里学的这些歪词语？以后少看点网络电视，给我赶紧睡觉。哼好心没好报。廖恩贝撇撇嘴，一头扎进他的怀抱。廖仁男笑笑，很快两人便进入了梦乡。廖仁男睡了，可他不知道，一位 UP 主恋爱达人却因为他还在伏案工作着。恋爱达人是抖音旗下的一位才艺型主播，他经常会给广大的网友分享一些好听的歌，偶尔也会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在抖音收获了近100万的粉丝。可最近平台比较卷，圈里也没什么新歌出来，所以他发布的作品数据都不太好，连破50万点击的作品都没爆出几个。而今天晚上，他在找素材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廖仁男在零距离栏目唱的《后来》，他被感动的那是一塌糊涂，而同时他又激动了起来。作为10年老 UP 主，他笃定这歌上传后绝对会火的一批，所以回到家后，他立马开始剪辑视频。第8，女神李千陌。平时 UP 主恋爱达人碰到不是特别满意的歌时，总觉得剪辑的坑坑巴巴的，但抖音每天都得更新，只好硬着头皮去分享。不过今天他却是迫不及待，急着要去分享这首《后来》。他除了完整录入廖仁男弹唱《后来》的那一段，还把廖仁男给观众们情感方面的经典答疑剪了进去，无形之中使得歌手的形象更加饱满。1个小时后，视频剪辑加工完毕，他立马选择上传文件。同一时间，一条名为 emo 神曲后来听完不哭算我输的短视频在抖音平台流传开来。发送出去后仅1个小时，爆火的迹象就出现了。以前他发布一个视频1小时最多有5万浏览，外加上1万赞，1000来条评论，但这一次仅仅1个小时，浏览量直接突破30万大关，点赞高达10万之多，评论也有1万多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视频直接爆火了，而且每刷新一下，点击都在几万的速度上涨着。看到这一幕，
UP 主恋爱达人是乐得合不拢嘴，准备蹲点关注数据，可也许是工作太累了，居然不知不觉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转中4点了。他刷了一下数据，视频播放500万，点赞100万，评论30万，还收到抖音平台的一条战短，恭喜 emo 神曲。后来听完不哭算我输，视频获得平台热门推荐，这可是没有任何假流量，靠实力获得的纯推荐啊。UP 主兴奋地跳了起来，大喊一声，这廖人男真是牛啊。而 5G 时代，消息流传超快，一些专门搬运的 UP 主看到这条视频火了，纷纷开始拷贝分流量，一时间这条视频流向全球。与此同时，盛雪传媒工作室内，苏雪一边逛着 LV 网上商城，一边监督手下员工们工作，而这些员工们正浏览着各个论坛上的热门帖子，看看有没有什么对苏雪的负面言论。今天苏雪官宣了离婚，她还是非常紧张的，生怕自己的事业会受到廖人男牵连。于是她下令让工作室所有员工都加班加点，同时也动员起合作的水军们，让他们盯着各个论坛帖子，只要看到有人在诋毁苏雪，立刻控评，把舆论压下去。就在这时，苏总，廖总上节目了。苏雪的助理小跑步过来说。苏雪吓得一个机灵，翻了个白眼道，什么事情？至于这么激动？另外，我已经跟廖人男正式离婚了，以后别在我面前称呼他为廖总。明白了，苏总，您看看这个。女助理将一部手机递到他面前，里面播放的正是 UP 主恋爱达人剪辑的视频。刚看了开头，苏雪便忍不住吐槽起来，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自己上自己的节目，我之前真的是看错人了，他这吃相还真掉格，难道不知道自己不会唱歌吗？别丢了我的脸。不过他也不能让我难堪，毕竟我们都离了婚了。当看着廖依然一个接一个的回答着感情方面的问题时，他更加得意的笑了起来。现在后悔有什么用？早干嘛去了？而当他看见廖人男拿起吉他时，神情相当抗拒。不会吧，他真要唱歌？他觉得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决定。而下几秒，当廖人男边弹边唱，苏雪直接目瞪口呆，越到后面他的惊讶就越多，表情也越来越丰富。我的天，这怎么可能？真没想到廖总这么会唱歌啊。女助理也惊喜地道。苏雪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啪的一声将手机摔在桌子上，还廖总廖总的叫。你是不想干了吗？需要这么夸张吗？他这歌一般，唱的也很一般，我看他肯定火不了。知道了，苏总，我以后一定注意。女助理嘟着嘴，委屈的差点哭起来，无趣的离开了。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也不知哪里出了问题。苏总只是看了他前夫的一个视频，就生气成这样。而此刻，苏雪仍旧一脸的愤怒，口口声声装清高，现在来蹭我的流量，没门！他起身走出办公室，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交代下去。夏国已入深夜，隔着太平洋的漂亮国，才刚刚夕阳西下。纽约时装秀后台，李千墨踩着高跟鞋来到化妆间，他身高1.68米，瘦而不柴，精致立体的五官透着浓郁的风情，身穿一袭红丝绒礼裙，展现出玲珑曲线身材，一双修长美腿尽收眼底，整体高贵优雅的身姿尽显人间尤物。李千墨是童星出道，夏国人心中的国民好闺女，一直拥有着超高的人气。而在6年前，17岁的她却忽然舍弃了自己在华夏的事业，跑到漂亮国学习深造，闹得沸沸扬扬。在读了4年书后，李千墨成功国际著名音乐学校毕业，之后便顺势踏入欧美娱乐圈。经过这2年的努力，他已在欧美娱圈站稳脚跟，不仅是位高学历明星，还是跨唱歌、跳舞、演戏、话剧等多领域全能艺人。小欧，接下来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李千墨坐在化妆镜前，让工作人员给自己卸妆。小欧全名叫欧蕊，是李千墨的贴身助理，跟了他2年多。欧蕊打开手机备忘录道，1个小时后是时装秀晚宴，晚上10点还要参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午夜场表演。今天就这2项了。李千墨点点头。另外，熊猫侠的片酬已经付过来了，与 CG 公司的代言费也谈妥了，看你什么时候有空随时签约。最后，夏国廖人男今天官宣离婚，他还发布了新歌。后来，欧蕊汇报着自己的工作井然有序，与廖人男的事情也是李千墨特意交代，让他时刻留意他在娱乐圈的动态，随时上报。对此，欧蕊虽然好奇，但一直都照办。什么？他离婚了？听到欧蕊说的话，
李千墨身体猛地一僵，动静之大，连化妆师都为之一惊。是呀，这是新闻。欧蕊把自己手机递过去，里面有截取的微博消息，以及提前存好的廖仁南唱后来的视频。李千墨立起身来，妆才卸到一半，就让化妆师停了。他颤颤巍巍地拿着欧蕊的手机，仔细地看了起来。看微博新闻的时候还好，而当他看到廖仁南弹唱后来时，尤其是听到栀子花、白花瓣、蓝色百褶裙这几个词时，李千墨突然间就泪如泉涌。李老师，你没事吧？欧蕊和化妆师都是一脸的诧异。在他们的印象中，李千墨虽然看起来温婉可人，但内心却是坚强无比，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女强人。演唱的时候，在数万人面前，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拍戏时，他淋雨吊威亚，亲自上阵，以身犯险，参演话剧时，几天几夜轮轴转，一次只能休息几个小时。对此，李千墨没有任何怨言，反而微笑着接受了。何曾见过他流泪？而现在，这位女神只是看到廖仁南的一条新闻，就已经泪流满面了。这个廖仁南究竟是什么人？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李千墨却擦了擦泪水，对着面前两人道：“继续卸妆吧，小欧，帮我订张后天回国的机票。”好的。啊！欧蕊以为李千墨情绪好了，谁想到他随口说出的话却是个重磅炸弹。李老师，这工作安排还有公司……欧蕊的话还没有说完，李千墨就打断了他：“按照我说的去做，从现在开始，漂亮国这边没敲定的通告，全部帮我推掉。公司那边我会去说明的。”好的。李老师，欧蕊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这样做的损失多少钱啊？可是看到李千墨那坚定的目光，好像雷打不动一般，他也不敢多说什么。平息几分钟，李千墨回过神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若有所思。6年前，他出专辑《幺个》，偶然间认识了廖仁南。廖仁南不仅为他创作了《栀子花开》这首歌，还参与到他歌曲 MV 的拍摄中，帮他设计了在夏天通过科技手法展现出下雪天的奇妙建议。那年仲夏，雪是假的，但栀子花、白花瓣、蓝色百褶裙，还有他，都是真的。李千墨凭借《栀子花开》一曲成名，同时也因此对廖仁南萌生好感，而对方一直都是跟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李千墨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心思，无法承受这种暗恋的痛苦。终于有一天，李千墨鼓起勇气，决定主动出击。谁料廖仁南却突然公布有了女朋友，还很快的就举办了婚礼。事情发展之快，让他措手不及，留下的只有满满的遗憾和后悔。李千墨以为自己跟廖仁南再无交集，他也就心灰意冷，并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想不到如今，老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而且从廖仁南发布后来的歌词来看，这首歌是为他而唱的。难道他也一直对自己恋恋不忘？如今的李千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小女孩，他知道如何去争取自己一生的幸福。这一次，他一定要把握住。第9，辉煌点破100万，获得神级歌喉。晨光微曦，叮铃铃。廖仁南是被闹钟吵醒的，再过10分钟就得叫贝贝起床，他都会趁这个时间自己先洗漱。而就在廖仁南站起身的时候，一道电子合成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叮！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达到100万，自动兑换一次奖品，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神级歌喉。神级歌喉，不管是高音、中音、低音、绵羊音、海豚音，还是什么类型的音，通通完美唱出，不在话下。随后身体微微一颤，他只觉得咽喉一凉，有了些许异样，莫名想要放声高歌。廖仁南这么草率的吗？他知道后来的发布会收割一波辉煌值，但没想到会收割这么多，出乎意外啊。随后撇过床头，廖仁南发现手机绿灯在闪，那是有未读信息的提示。点开一看，是曹金明发来的。好家伙，原来他的视频被发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抖音平台点赞852万，评论220万，转发165万，收藏120万，热度5420万，位列抖音平台热搜前10。微博平台话题点赞1000万加，评论340万，转发280万，热度10285万，位列热搜榜前10。企鹅平台话题浏览量254万，点赞量448万，难怪会收获这么多辉煌值，原来有这层原因在。曹金明除了发这些数据，还转载了一条微博。廖仁南点开一看，发现是苏雪几小时前发布的，那时才凌晨3、4点。
重申一遍，我苏雪是不可能复婚的。以前不好好把握我，现在后悔有什么用？下面同样配了他的一张美照，以及公司的购物链接窗口。到现在，留言已高达10几万条，支持苏女王，女神好样的，不愧为女强人。哇塞，好美啊，爱你哦。廖仁男这个吃软饭的，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死了这条心吧。哈哈，廖仁男还有脸皮唱，后来滚一片凉快去吧。神仙姐姐，廖仁男连给你提鞋都不配。看到这些消息，廖仁男有些无语，怎么张口就开始黑？不过顺手往下一滑，在点赞数量第一的留言里，他看到一条长文。作为忠诚的男粉，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廖神的这首后来绝对不是写给他前妻的。第一，廖神做事向来利落，当初官宣结婚就非常果断，利落的男人向来不吃回头草。第二，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苏雪从出道开始走的就是性感人设，这跟廖神后来歌里描述的女孩完全不符。不服来辩。这条长文的点赞量也非常高，似乎都是男粉在维护自己的偶像。廖仁男松了口气，有这么条消息，为自己证明清白，心中也踏实了不少，便笑着关掉手机。爸爸，有什么好事呀？笑得这么开心。廖恩贝醒了，看到这一幕，廖仁男轻笑道：有人在网上诋毁爸爸，但粉丝帮爸爸解围了，所以爸爸觉得开心。粉丝们太好了，谢谢你们。廖恩贝双手合十，对着空气说，然后又捏紧小拳头，皱着细细的眉头道：诋毁爸爸的人都是坏蛋，等我长大了帮你扁他们。哈哈，廖仁男被逗得哈哈大笑。贝贝，时间不早了，要起床了。廖恩贝掀开被子，爸爸你转过去，我要换衣服了。行。3下5除2，廖恩贝脱下了睡衣，换上一套白色连衣裙，衣服是廖仁男睡前提前给他准备的。穿好衣服，廖仁男便带着贝贝洗漱，还给他梳了一个丸子头，添加了几枚蝴蝶发卡。没有女儿前，廖仁男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应付这些细活，但生活就是这么出其不意。稍稍打扮的廖恩贝就像从画里走出的小天使，让人看一眼便心生宠溺。给廖恩贝弄完，廖仁男简单捯饬下自己，两人便手牵手出门。哇哦，快看，哇塞，这对父女好养眼啊！我的天哪，真羡慕这家的女主人。帅爸靓女走在路上，总会惹人侧目频频。今天想吃什么呀？花卷、烧麦、肉包子，还是鸡蛋面？小区里就有早餐店，而且离学校特别近。为了图方便，廖仁男都会带贝贝就近用餐。爸爸，我想吃炸鸡。廖恩贝咂巴下嘴，眼冒星光看着爸爸。早餐吃炸鸡？我给你一巴掌，你吃不吃？你怎么这么暴力啊？那我不吃炸鸡，可以吃蒸绿豆糕吗？葡萄干味的？不行，我刚刚说的4选2，那吃烧麦和肉包子吧。吃完早餐，廖仁男将贝贝送到了学校，自己则就近找了家咖啡厅，准备喝杯咖啡休息会。接下来的时间就属于他自己了。跟苏雪没离婚前，把廖恩贝送上学后，廖仁男还有大堆事情忙，比如打扫房间卫生，还要给苏雪煲汤、炖排骨、做美味什么的。苏雪口味很刁，吃不惯剧组的盒饭，所以有时候他做好美味，还要开车几个小时，专程给苏雪送到剧组。那个时候，为了苏雪的健康，廖仁男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不管多难，只要是他需要的，他都是有求必应。现在想起来，他都替自己累得慌。不过现在，终于自由了，无拘无束，真是太好了。惬意的玩了会手机，廖仁男手机进来一个电话，电话一接通，那头曹金明便兴致勃勃地道：老弟，你可真是沉不住气，我都给你发那么多信息了，你一个字都没回复。你那首后来品质很高，网络上已经炸开了锅，这回是真的火了，真没想到啊。廖仁男讪笑声，运气低调。哈哈，行，我低调。曹金明乐呵呵的。对了，冯台早上给我打来电话了，说腾辉传媒的10周年庆典，想邀请你去参加演出。你这次可真够风光的。冯台就是个挑剔的人，能让他这么做，说明他对你是真看好。通告时间在后天下午，那边的要求也很简单，就是让你再唱一遍。后来报酬按照2线明星的标准给。廖仁男道：这不太行吧？曹金明迟疑着道：2线明星的酬劳都有20个 W 往上了，我觉得挺多了吧？廖仁男笑了声：我没嫌弃酬劳低，就是想着在人家周年庆上唱昨天的后来不太合适，
我还是另外准备一首新歌吧。现在觉醒了前世记忆，廖仁南脑中的歌曲作品多如牛毛。既然以后想在娱乐圈立足，那当然得趁热打铁，一鸣惊人了啊！什么？你又有新歌了？什么歌呀？曹金明被惊讶的无以复加。廖仁南昨天刚发了一首新歌，现在就告诉他又有新歌了，这是什么超级创作型怪兽啊？又或者他以前就写好了？曹金明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廖仁南环顾下咖啡厅，淡淡地道：新歌名字叫《好久不见，第10狭路相逢》，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廖仁南轻哼几声，坐在这咖啡厅里，他脑中闪现的就是这一首歌。这首歌质量很高，超级有代入感，最重要是在腾辉周年庆典上演唱，不会显得太过突兀，也很有风格。好歌呀！曹金明赞叹一句：这是你之前就写好的吗？算是吧。廖仁南微微一笑，那就定这首歌了，配乐伴奏什么的我待会来台里弄。好的，那辛苦你了。曹金明道，回头我跟冯台说一声，你发新歌酬劳可不能按原样算，翻个1倍多应该没问题。廖仁南心思简单，他可不能跟着单纯，他就是把关的。好吧，听你的。挂断电话，一口喝完咖啡，廖仁南便打了个车往魔都电视台赶去。电视台里有专门为直播配音准备的设备，可以用来录制歌曲。至于录音师什么的，廖仁南就是制作人，他一个人就能搞定，其他人搭把手就行。他根据前世记忆直接写好词曲，然后就开始录成品，连中间 demo 的环节都省了。经过3个小时的努力，好久不见这首歌的出版伴奏出来了，能够还原前世这首歌的 95%， 这个程度已经很难得了。毕竟只有廖仁南一人知道这首歌的概念，其他人都是一片空白。而这首歌伴奏有钢琴、小提琴等，虽然不复杂，但也绝不简单。很多时候他传递一些曲调要求，乐器师都需要时间去领悟，能还原 95%， 廖仁南虽然觉得有点遗憾，但同时也挺满足的。他只祈祷下次系统抽奖能够获得乐器知识或者编曲专业知识更上一层楼等，这样他就能够100%还原经典了。接下来的1天半时间，除了照顾好廖恩贝之外，廖仁南就在为这首歌而忙，想到什么好的点子就快速修改添加进去。而为了让观众听歌时更有代入感，他还专门请录像师拍了一段 vlog， 就是他独自坐在咖啡厅的画面，非常切合这首歌的主旋律。期间廖仁南不间断收到了苏雪的几条消息，都是问他关于廖恩贝吃饭、睡觉还有上学的情况等。廖仁南直接选择无视，以前没见苏雪这么关心过女儿，而且自己也没有义务为她报告这些。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便到了通告约定的时间。曹金明表示想要凑热闹，所以跟廖仁南一同前往。辉腾传媒公司颇有实力，除了同行前来庆贺外，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其他公司，比如抖音的副总韩尚佑、企鹅视频、甜橙 TV、阿里影业等行业龙头，也都派出了代表来参加庆典。辉腾传媒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红毯典礼，还排了足足有3个小时的欢庆节目。除了他们本公司的艺人站台外，还邀请了大批的明星，都是国内小品、舞蹈、唱歌等各分之一线的艺人。让廖仁南有些意外的是，苏雪竟然也参加了这个庆典。据悉她没有表演，只是来站台撑场面。对此廖仁南无感，他不会大度到主动去打招呼，也没矫情到什么忌讳跟前妻同台等，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早已释怀。而当瞟到廖仁南的时候，苏雪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以前他发送消息什么的，廖仁南回复都不超过3分钟，可昨天他发了好几条消息，却就像是石沉大海一般。苏雪早就快气炸了。不过现在2人离婚了，他拿廖仁南丝毫没有办法，只得默默地憋着生闷气。没过多久，庆典正式开始，表演嘉宾们根据所在类别被安排到后台休息室候场。廖仁南自然被分到歌手行列。他抽空看了下节目单，歌曲都被排在庆典的后半部分，其中廖仁南是第5个出场，在他后面是筷子兄弟，最后压轴的歌手冯坤。冯坤出道近20年，现稳居国内1线男星，他以烟嗓音出名，最擅长唱苦情歌。另外，冯坤跟苏雪曾效力于同一家娱乐公司，2人是隔辈的同门师兄妹，算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主。当时廖仁南被恶意披露是软饭男，冯坤没少发微博阴阳怪气的指责他。想不到现在狭路相逢，廖老师你可以啊，能写能唱。后场闲着无聊，筷子兄弟和廖仁南聊起天来。5、6年前，筷子兄弟出道有几年了，
但名气却一直不温不火。偶然向廖仁南所在公司邀歌，公司把这个任务分给了廖仁南。他经过3天的打磨，写出父亲帮助筷子兄弟火遍大江南北。筷子兄弟因此对廖仁南一直挺感激的。两人虽然都比廖仁南年长，但对他一直以老师相称。过奖了。廖仁南笑了笑道，对了，你们今天表演什么歌曲啊？还是唱父亲。筷子兄弟感觉有点尴尬，这么多年了还在割韭菜，近些年我们也没出什么好作品，什么时候廖老师有空帮我们写一首歌呗？廖仁南点点头，可以啊，没问题。真的？那提前谢谢。筷子兄弟连忙起身道谢。他们原本就是随口说说，没想到廖仁南当场就答应了，那真是意外的惊喜啊。廖仁南那创作水准，他们是十分信服的。就在这时，一众人涌进了后台休息室，被团团围在最中间的是一名身穿皮衣皮裤，戴着墨镜和 bling 首饰的中年男子。男子边往里面走，有不少小艺人站起来主动跟他打招呼。坤哥来了，筷子兄弟也起身打招呼。你们好。冯坤隔着几名工作人员，只是轻扫了两人一眼，神情酷拽的。而这时正好轮到廖仁南在补妆，他便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冯坤原本都走过去了，却突然瞥见廖仁南，便折回一步，笑着问大家道，马上要表演了，大家紧张吗？坤哥不紧张。筷子兄弟忙道，这紧张个啥，又不是第一次登台。冯坤没好气道，你们那哥炒了几年冷饭，而且还没一点难度，如果这都还紧张，那真不适合吃这碗饭。筷子兄弟两人尴尬的对视一眼，没有搭话。说到是不适合吃这碗饭，廖仁南你第一次登台，面对这么多观众紧张吗？冯坤突然瞥向廖仁南，话语里阴阳怪气的。廖仁南淡淡地道，紧张啊，是，你还挺诚实的。冯坤讥笑着道，不过你紧张就别接啊，这可是辉腾10周年，可别被你给搞砸了。廖仁南不慌不忙，我紧张不是因为我的唱歌水平，而是因为我是慢歌实唱，哪像某些歌手这么会写歌，电音和声多，词还少，就算假唱外人也听不出来，那肯定不会紧张的了。噗嗤，廖仁南这话一出口，后场是哄笑声一片。你走着瞧。冯坤被气得语无伦次，想反驳什么，但又怕事情搞大，丢下一句话便灰头土脸离开了。廖仁南表情毫无波澜，继续让化妆师补妆。不知过了多久，一名工作人员小跑步过来，廖老师，您准备一下，下一首该您上台了。好的。廖仁南点点头，眸子里闪过一丝精芒。第11，新哥好久不见，兄弟加油。筷子兄弟举起拳头为廖仁南鼓劲。廖仁南点头示意。隔着好几个座位的冯坤看到这一幕，不屑地摇着头。廖仁南直接选择无视，跟着工作人员来到舞台边。主持人慷慨激昂地介绍着，接下来有请音乐制作人歌星廖仁南先生为我们献上一首好久不见。哗啦啦啦啦啦，掌声响了起来。台下还有不少观众高呼廖仁南的名字，毕竟沉寂了这么多年，现在还能记住他的都是上个时代的人了。伴随着聚光灯的照耀下，廖仁南挥手走到舞台中央。待廖仁南立定后，聚光灯突然一暗，然后舞台后方的大荧幕亮了起来。荧幕里的画面是一个黑发青年坐在咖啡厅，桌上摆着一杯拉花拿铁。青年黑曜石般狭长的凤眸却一直淡淡地望着门口，那看似温柔实则淡漠的视线，足以让任何人都为之而心碎。画面由远及近，然后由近及远，最后再次落在那杯拉花拿铁上，同时显出歌名好久不见，词曲唱都署名为廖仁南。看到这短片，原本杂闹的宴会厅此刻安静的落针可闻。我去，这开场效果太好了吧。后场的筷子兄弟大力小声感叹一句，可不是吗，真文艺。观众都被带入了，肖阳跟着附和。冯坤盯着屏幕，轻咧着嘴，一副看这家伙搞什么花样的态势。后场间的其他艺人也都看得十分认真，等着听这是首什么歌。而就在这时，荧幕慢慢暗下去，聚光灯再次亮起来，聚焦在廖仁南身上。廖仁南双手握着话筒，眉头微蹙，星眸下垂，神情十分的落寞，就像 Vlog 里的那位痴情人从荧幕里走出来了一般。轻柔而忧伤的钢琴旋律也缓缓地奏了起来。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低沉的旋律如流水缓缓缠结而出，简单不复杂。而在廖仁南一开嗓时，便自动加在了伤感歌神
身临其境、神级歌喉等技能，所以就算是简单的词曲，从他的口中唱出，也会被修饰的磁性而浑厚。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这几句旋律极缓，一字一词非常简单，但从廖仁南口中唱出来，却饱含无尽的情感故事，感情深沉而内敛，直捣人心深处。后场室的其他艺人都听得入迷，脸上浮现出一种沉醉的表情。这唱功好强啊！筷子兄弟大力情不自禁道：何止是强，简直神了。肖阳纠正道：是啊，想不到廖仁南实力这妖牛，隐藏得太深了吧。大力边感叹边摇头，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嘎哈嘎嘎哈哈！曹金明又惊又喜，直接笑出了鸭叫声。他以为这一次可以淡定从容的听廖仁南唱歌了，谁知道又猛不及防的被对方送了个巨大惊喜。之前从小白蜕变为青铜，后来进阶成白金级别，现在才发现廖仁南真身是王者。曹金明决定以后尊称廖仁南为歌神。廖神，是正在让人补妆的冯坤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搞得化妆师手跟着一抖，刚铺平的粉底都弄花了。他一制作人能唱到这水平？冯坤低喃出声，原本不屑的气焰折了大半。廖仁南这唱功着实让他惊诧。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悄无声息的歌曲就进入到副歌，尽显词曲和旋律的丝滑。廖仁南唱出这一段，所有的观众都有点坐不住了。大家这才明白前面播放的 Vlog 用意，也情不自禁脑补自己的某个曾经。廖仁南依旧心眸低垂，歌声也变得更忧伤了。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廖仁南唱出最后的几句歌，就像在人耳边轻声诉说般，词曲里显得十分洒脱，但却又让人内心挣扎，让人感到抓心挠肝的痛，最后又让人淡然释怀。这是种奇妙的感觉，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个好好听啊。确实是一首好歌，真好听。这歌旋律不简单，但歌手唱得更不简单，听得我想哭了。呜！台下不少观众赞叹声连连，情不自禁跟邻座交流几句，有些人眼眶湿润，有些人还在暗暗擦着眼泪。这歌水准高啊！嘉宾区里的一众业界贵宾大佬们看向廖仁南的目光都带着几分诧异。他们出席过不少宴会，也听过不少歌手唱歌，但能得到他们这样评价的屈指可数。苏雪，这歌挺好听的哈，想不到你老公这么厉害。坐在贵宾区里翘着二郎腿的娱乐圈校长对邻座的苏雪笑嘻嘻道：苏雪听到这话不知如何作答。哦，忘记了，你们离婚了。娱乐圈校长反应过来，看着苏雪叹了口气，想不到廖仁南唱功这么好，有点可惜了。呵呵，苏雪尴尬的应付一句，她表面上心平气和的，内心却快被气得吐血。可惜，老娘跟廖仁南离婚可惜，只是碍于这公子的身份，苏雪不好说些什么。如果对方名气低个几等，她肯定会毫不留情的训斥回去。而除了感到气愤外，苏雪心中更是一阵酸涩。这么好听的歌，真是廖仁南写出来的，真是他唱的。以前别人夸廖仁南，他会感觉到开心，可现在两人离婚了，对方如果变得更优秀，他只会感觉到愤恨。舞台上，廖仁南歌声还在继续，歌曲进入到重复阶段。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比起刚听这歌时的惊讶，此刻大家更多是沉浸到歌中，细腻感受着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是一首缅怀爱情的歌曲，对旧时光的缅怀，对那个他的怀恋。时间过了，人走散了，人海茫茫，两个人再次相遇的机会很小。也许你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可我还是有着种种幻想，但只是那种简单纯粹的幻想。想看看你过得怎样，想看看你现在是长发还是短发，想看看你的神情是轻松还是疲惫，想看看你爱喝的咖啡还是不是那一杯。第12都被带入了。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廖仁南的歌声清幽婉转，令在场的所有观众都沉浸到歌的意境里。不管走过了多么曲折的路，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而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人时，似乎却只有那句淡淡的好久不见。知晓
你别来无恙，我也心满意足。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廖任南轻柔的嗓音，就像在人耳旁诉说一般，透着满满的忧伤，又藏着满满的遗憾，韵味无穷。而伴随着廖任南的歌声越来越低，伴奏的旋律也渐渐淡下来，奏完结尾的音符便悄然而止。哗啦啦啦啦，全场没有什么人说话，只有热烈的掌声，声音大到仿佛能把屋顶掀掉。其中有一些观众一边鼓掌一边哭，又怕被人给看见，偷偷拭掉眼角的泪滴。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谁不曾年少轻狂过？谁的爱情里没有过遗憾？舞台上，廖任南缓缓地睁开眼睛，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得益于伤感歌神身临其境神级歌喉几大技能的加持，廖任南把好久不见这首歌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感觉真的很畅快。听到台下热烈的掌声，廖任南微微一笑，淡淡道：“谢谢。”随后朝着台下鞠了一躬，鞠躬落幕。哗啦啦啦啦，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之前是为好久不见这歌，此刻却是为廖任南鼓掌，气氛达到了另一个高潮。这歌好听啊，可不是吗？我刚刚都完全忘我了。台下的人一边鼓掌，一边窃窃私语，一脸的崇拜。而后台的一众艺人们表情也是丰富多彩，不少人都是半张着嘴巴，掩饰不住心中的震惊。廖任南刚才的表现，着实让他们给惊到了。棍子兄弟早已对廖任南心悦诚服，两人平常创作的歌曲都偏向电子乐，搞气氛类，唯独廖任南的那首《父亲》，当时可谓是收割了不少眼泪，但也没达到今天现场这样的效果呀。此外，接下来就该棍子兄弟登台演出了，两人可是要唱嗨歌。现在观众的情绪被廖任南带得这么低，还让不让人唱了？难。而先前满面嚣张的冯坤，此时也没了那股底气。作为歌手，只要稍微听几句，他就能感受到廖任南的实力，吐字清晰，情绪饱满，婉转起调，流畅如高山流水般。廖任南有如此实力，怎么还隐居幕后这么多年？原地出道都能霸占歌王席位吧？想到此，冯坤感到有点心虚，待会他还要压轴表演了，也不敢保证自己能达到。现在一半的效果，风头都让廖任南给抢光了。他妈的！看到现场反响如此热烈，曹金明也跟着激动的鼓着掌。他对廖任南可十分熟悉，知道廖任南这些年来过得多不容易。当初廖任南突然官宣结婚，他就怀疑里面有隐情什么的，现在看来，他的怀疑是正确的。难怪廖任南一直这么忧郁，原来心里藏着这么多事，这小子不容易啊。此外，贵宾区的一众业界大佬们也都被廖任南的歌声给折服了，不少人交头接耳着，讨论着台上这位年轻人的背景。这位歌手叫什么名字？说话的人是抖音副总裁韩尚佑，他刚才也被廖任南的歌给带入了，回忆了很多他这个年纪不该想的画面。副总，他的名字叫廖任南，以前是做创作的，写过不少歌曲，后来因为结婚隐退了，最近才复出。哦，难怪韩尚佑点点头，想到什么他又问道：对了，咱们天籁之音是不是还缺一个席位啊？是的，还缺一位歌手。韩尚佑饶有意味地道：那你说这个廖任南能不能胜任？副总，廖任南应该不行吧，他只是个新人，还没有什么名气，我们请的可都是实力歌手啊。韩尚佑面色一沉：新人？你刚才不是说过他创作了很多首歌吗？而且那些定了的名单之中，不是也有几位小鲜肉吗？至于实力，你觉得他实力不够？不是，我是觉得……韩尚佑直接打断道：好了，不用你觉得了，尽快跟廖任南经纪人接洽，把这事给定下来。至于公司内部，我会跟制片人谈的。好的，快去办吧。韩尚佑点点头，眼神愈发明亮。他作为抖音副总，主管天籁之音多季运营，自然看过不少艺人表演，练就了超强甄别能力。而仅仅是一首歌，韩尚佑就发现这廖任南蕴藏着无穷潜力，很有可能崛起为天王级别人物。因为高音一找，低音难求，像廖任南这样的绝品优质低音，更是百亿里挑一的存在。一曲终了，廖任南退到了后台，曹金明早在那等着，给他递上一瓶水，同时对他竖起大拇指，唱得太棒了，爱死你了，老曹别这样。有点肉麻，廖任南喝了一口水，曹金明尴尬的笑了笑，那我不说了，走吧，咱们去观众区看看表演。廖任南看了看手表，我不太想看了，
要不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回去了。曹金明急眼了，不是老弟，待会还有庆功宴呢，你不参加吗？廖仁南摇了摇头，没什么好参加的，都是一些生意上的交流，你就带我参加吧。贝贝就快放学了，我想回去多陪陪他。曹金明点点头，耐心的引导道，我知道你是女儿奴，不过现在也才6点，待会我们在宴会厅转一圈就离开，不会浪费太多时间的。再说了，你才是节目表演嘉宾，我代替你参加宴会，算个什么事情？廖任南微笑一笑，一巴掌拍在廖任南的肩膀上，算了，我看你就替我去吧。对了，你的车钥匙在哪？借我用一下，反正你免不了喝酒，喝酒不能开车。曹金明面露为难，但还是乖乖掏出钥匙。廖任南也不客气，直接把钥匙收了起来。那我先走了，待会你少喝点啊。啊，好。曹金明一时语塞，想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忍住了。你就这么对待上司的吗？第13，厉害！商界大佬主动巴结。没过多久，仪式圆满落幕。庆典的最高潮当属廖仁南唱《好久不见》时，后面冯坤作为压轴明星出场，虽然使出浑身解数来嗨场，却只是引起了一小波的欢呼，远远达不到高潮的程度，这让冯坤累并痛苦着。之后众人稍作休整，便准备参加宴会。就像无缝连接般，宴会厅满满当当，摆了上百桌，商业大佬们坐在正中间，演员们围着中心坐，剩下的就是抖音的管理层和员工了。至于曹金明，因为他代表着廖仁南，自然也是跟演员们一桌。片刻后，晚宴正式开始，一张张桌子上，大家都在吃吃喝喝，气氛很是融洽。吃了一会之后，开始有人跨桌敬酒，一些小演员、艺人早就坐不住了，纷纷到贵宾桌给商业大佬们敬酒，以寻求一些商业合作什么的。这些商业大佬可都是金主爸爸。跨桌敬酒后，场面就安静了下来，毕竟敬酒也要适量，否则就会得罪人。就在这时，只见贵宾桌的抖音副总韩尚佑正端着一杯酒，朝着演员桌方向走来。用着餐的几个艺人内心纷纷一惊，这位抖音副总裁掌管着很多热门的综艺节目，而他带领打造的《天籁之音》更是热门综艺中的精品，手握多少个小目标的资源，如果能够被他看中，那就等于直接拿到通往爆火的金钥匙。能够被韩副总敬酒，那是天大的殊荣了。正坐着无聊的苏雪自然也看到了韩副总，他眉眼一挑，难掩喜悦，但又强压住自己激动的情绪。虽然他也觉得被韩副总敬酒很光荣，但他更多的觉得自己值得这份光荣。冯坤也看到了韩副总，条件反射般的摸了摸酒杯。他已经被定为下期《天籁之音》首发歌手，虽然是他工作室极力争取的，但那也是对他的肯定。而除了这层关系，作为这群歌手里名气最高者，韩总不是冲着自己来，那还会冲着谁？铁定是来找自己喝酒的呀。只见韩尚右手持着一只杯子，脚步沉稳，不急不缓，绕过了苏雪所在桌，绕过了冯坤所在桌，绕到了曹金明面前，举起了酒杯。这一幕让在场的小演员们又是一惊，谁也没想到，一位做电视台综艺的导演，背景竟然如此之大，居然能够让抖音韩总下桌敬酒。至于一旁的苏雪和冯坤两人，而更是露出一副怀疑人生的表情。这怎么可能？这魔都电视台导演现在名气这么大吗？这曹金明和廖仁南什么时候搭上了韩总这条龙脉？就连当事人曹金明此刻也是一阵懵逼。先前几个女演员围着他灌酒，他早就有点晕头转向了，此时此刻则更是头晕的厉害，都忘记了回应韩尚佑。韩尚佑尴尬的笑了下，主动跟曹金明碰了下杯，然后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曹金明这才回过神来，连忙一饮而尽。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像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很显然，韩尚佑是想要讨好自己，可是自己身上有什么宝贝，能让这位大佬如此讨好？真的想不通。喝完酒后，韩尚佑扫视了一圈，淡淡道：“曹导，怎么没看见你的搭档廖仁南啊？”其实，韩尚佑在看到廖仁南的表演之后，立即让自己的助理去联系，谁料却得知廖仁南复出没多久，还是独立制作人，处于停摆状态，根本没签约啥公司，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一时之间，韩尚佑也着急了。一来是他担心和廖仁南走正常流程会耽误很多时间，毕竟天籁之音明星阵容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随时都有可能跟别的明星艺人签约。二来是他也担心廖仁南没档期，越快谈成，他的心也就越踏实。于是庆典一结束，
他就四处寻找廖仁南的踪迹，想要和他达成协议，可是却始终没有找到。韩总您好，廖仁南有点事先回去了。曹金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韩尚佑看中的是廖仁南。哦，这样子啊，韩尚佑有些失落。他琢磨了一下，掏出自己的名片，递到曹金明面前。是这样的，我想邀请廖仁南先生参加我司旗下的天籁之音，不知道他有没有档期？曹金明难以置信道：您说的是天籁之音节目？韩尚佑点了点头，是的，我们节目还缺一位歌手，您看廖仁南先生？当然可以啊。没等韩尚佑说完，曹金明便斩钉截铁地道：呵呵。韩尚佑露出一丝笑容，可是这件事你说了算吗？要不要向廖仁南本人求证一下？我肯定会向廖仁南求证的。曹金明笑得合不拢嘴，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会同意的，毕竟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廖仁南真的很优秀的，就缺这么个机会。韩尚佑也喜上眉梢，那咱们就这么说好了，你一定帮我好好的转达，争取让廖仁南同意参加节目。好啊，没问题。服务员这边，韩尚佑示意服务员把两人酒满上，端起酒杯来，敬你，麻烦你了。曹金明有点惶恐，不麻烦的。哎呀，其实应该是我敬您的。韩尚佑和善的笑了笑，都一样。周遭不少人都被自己看到的这一幕所惊呆，而坐在席位的苏雪，脸早已黑成了猪肝色，心里更是堵得慌。廖仁南将参加天籁之音，他有这等资格？凭什么？真是走了狗屎运了。另一桌的冯坤也好不到哪里去，尴尬的能用脚趾抠出4室2厅，自己的风头居然被个过气制作人给抢了，怎样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廖仁南太他妈可恨了。哦，冯坤也在啊，来喝一杯。韩尚又跟曹金明聊完，原本准备回桌的，谁料对上了冯坤的眼神，便走过去客气下。冯坤立马起身，把酒杯压到最低。韩董好，我敬您，能和您喝酒是我的荣幸。韩尚又笑了声，天籁之音马上开播了，期待你的精彩表演。谢谢抬爱。冯坤喜笑颜开，不爽的情绪退了大半。那廖仁南算什么东西？不过是节目的炮灰罢了，哥才是有望争夺歌王称号的。走着瞧。第14里阡陌是夫控，锦绣高档住宅区。爸爸，你做的煎饼真好吃。廖恩贝一边说着，一边大口大口的吃着煎饼，胖乎乎的脸颊就像一个大包子。廖仁南笑了笑，好吃的话你可以多吃一些，尤其是青菜都要吃完。廖恩贝有个坏毛病，他吃东西很挑剔，只吃肉类和鱼类，而不吃青菜和蔬菜。为了防止廖恩贝因为偏食而营养失衡，廖仁南总是换着花样给他做各种美食，什么蔬菜沙拉、菠菜肉夹馍、胡萝卜榨汁、土豆肉饼等。廖恩贝吃了一口饼，知道的。爸爸，你好啰嗦啊。廖仁南一时语塞。叮铃铃，廖仁南掏出手机一看，是曹金明打来的。哦，廖仁南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到一道异样的声音从另一端传来。廖仁南把手机拿远点，老曹，你没事吧？怎么没事？我都喝了快1瓶红酒，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这么能喝。还好我有经验，先垫了几块肥肉，还喝了瓶牛奶，不然现在更难受。廖仁南哈哈一笑，不愧是我老曹哥。不过这不是简单交际吗？你怎么还喝这么多啊？哈哈，高兴啊。电话那头笑出声，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抖音总裁邀请你参加天籁之音。廖仁南迟疑了一下，这个我就不参与了吧，给别人当垫脚石。曹金明一副喝醉了酒的样子，结结巴巴道：这个我知道，不过你现在才刚起步，如果能在天籁上露脸，你的名气肯定会大涨，多少艺人求之而不得呢。那行，你帮我敲定吧。廖仁南斩钉截铁地说道。突然他想起一件事，问道：对了，这节目录制时间跟我陪贝贝不相冲突吧？不冲突，我问过了，节目都是下午录制，不耽误你们父女亲子时光。廖仁南嗯了声，那行，哈哈，好的，我就知道你会答应，那就先这样了，我明天找你细聊，拜拜。老曹你现在怎么样？要不要帮你叫辆出租车？不用，好得很，挂了，拜拜。廖仁南刚挂断电话，廖恩贝便凑了过来，爸爸，你要参加天籁之音吗？廖仁南瞪了他一眼，怎么又听大人讲电话呢？这样不礼貌啊。廖恩贝欢呼雀跃，啊，那是真的啊，爸爸真棒啊，以后我就能在同学面前炫耀一下，说我爸爸是个大歌王了。哇！闻言
廖仁南哑然失笑。事实上，对于被邀请参加天籁之音，廖仁南觉得有点意外，又觉得是情理之中。像后来好久不见这些前世经典，在这世就算不爆火，那肯定也会掀起一阵风浪。而有了多种神级歌唱技能加身，他这世也会往演艺这条道走到底的。所以现在一切顺其自然吧。夏国魔都国际机场，李阡陌，李阡陌，李阡陌，女神，我爱你！沿着一众粉丝的欢呼惊叫声，李阡陌跟着助理往出口方向走，时不时的他还会对着粉丝们笑一笑，叮嘱他们小心。在这2天的时间，李阡陌已经办理回归国内的手续。李阡陌在漂亮国那边的签约不多，加上他在娱乐圈也有一些人脉，所以这一次的违约对他来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回国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不少粉丝都知道了，纷纷来机场迎接他。李阡陌走入贵宾通道，粉丝们便没再跟着他。来到机场地下停车室，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右威！李阡陌惊呼一声：“嗨，阡陌，没想到你在国内名气依旧这么高啊！”林佑威拉开了迈巴赫的车门：“行李放这，赶紧上车吧。”“那可不是，谁让我这么讨喜？”哈哈，李阡陌俏皮地道。坐到了副驾驶，林佑威的目光忽然定格在李阡陌身上，感叹一句道：“哎呀，你终于舍得回来了，叔叔阿姨一定很开心吧？”当初李阡陌毅然决然去海外发展，最舍不得的便是他的父母。李阡陌为此连着哭了好多天。是的，李阡陌惭愧地点点头。林佑威忽然一把将他抱住，说道：“这次回来就不准走了，我也想死你了。”“不走了。”李阡陌斩钉截铁地道。哈哈，看来男人的魅力还真是无穷啊。对了，你有没有跟他联系？什么男人魅力无穷？这话说的李阡陌有些尴尬。跟谁联系啊？廖仁南啊。跟我还装是吧？林佑威挤眉弄眼地道。不是的。一听这个名字，李阡陌顿时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不承认是吧？那枉费我给你准备了他的一手消息，连媒体都没报道的，现在看来用不着了。李阡陌眼眸一亮，是什么消息啊？林佑威狡黠道：“你廖哥哥的一首新歌。”李阡陌眼睛咕噜一转：“好吧好吧，我承认。”哈哈，我就说嘛，林佑威乐得合不拢嘴。来，给你看吧。以前只觉得廖仁南有才，却没发现他居然这么有才，还能唱歌，真好听啊。李阡陌接过手机，认真的看起来，屏幕上赫然是廖仁南唱的那首《好久不见》，画面是居中拍摄的，非常清晰。李阡陌听着歌，眼泪突然就刷刷的落了下来。刚才还不承认，你看你妆都哭花了，丑死了。林佑威递给他一张纸，笑着道：“不过你别说，这首歌还真是挺好哭的，我一个是外人都哭得死去活来。”李阡陌点点头：“歌太好了，他唱的也好。”林佑威撇撇嘴：“啧，瞧你这花痴样，讨厌。哪有你说的这样？”李阡陌想到什么，便问道：“对了，佑威，你家有天籁之音的资源是吧？”林佑威眨了眨卡姿兰大眼睛：“有啊。”“怎么啦？”李阡陌小心翼翼地问：“节目还缺不缺歌手呀？”“这我不知道呀。”林佑威回答道。想到了什么，又坏笑着说：“我知道了，你是想让廖仁南参加吧？”“是的。”李阡陌这次不藏了。啧，林佑威感叹道：“想不到我们的李大女神是一个超级副控啊。”李阡陌羞红了脸：“哪有，我是觉得她有才华，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林佑威双手抱胸：“承不承认？如果你不承认，那这个忙我不帮了。”“我承认，我是副控。”林佑威满意地点点头，拿起手机开始联系。一阵啊，哦，那太好了，没事了后，林佑威挂断了电话。到底什么情况啊？李阡陌紧张地问。情况是这样的，原本空缺一个歌手席位，但现在已经有人选了。不过，你猜那人是谁？该不会是廖仁南吧？林佑威笑着道。bingo， 答对了。李阡陌欢呼雀跃。那太好了。林佑威摇了摇头，看把你高兴的。唉，不得不说，这廖仁南真是有艳福啊，有你这么个大美女死贴着，连我一个女的都要嫉妒了。李阡陌忽然一声叹息，道：“只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林佑威没好气地道：“瞧把你着急的，我有办法。”一番窃窃私语之后，李阡陌对着林佑威竖起大拇指：“也没听说你有交男朋友啊？怎么这么坏？”林佑威得意地扬了扬眉：“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啊。”
李千墨白了他一眼，那就按你说的办。第15，你可能误会什么了吧？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晚上10点。虽说明天就是星期六了，廖恩贝不用去学校，但考虑到孩子是长身体阶段，廖仁南还是早早哄他睡了。看着贝贝奶白的脸庞，睡着了，嘴巴还笑成一个弧度，廖仁南觉得十分欣慰。让女儿过得开心快乐，是他现在最重要的责任。而廖恩贝就像个小棉袄一样，不仅非常的听话懂事，反倒还经常语出惊人，给他制造了不少的欢乐，令他十分的暖心。见天色尚早，廖仁南索性点播了一部科幻电影，打算在精神世界来一场奇幻的旅行。自从和苏雪离了婚之后，廖仁南每天都过得轻松无比。他每天再也不用担心苏雪会突然发脾气，也不会被无止境的家务大小事给忙得团团转，想干啥就干啥，时间都是自己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另一边，苏雪步履蹒跚地回到家，推开门之后便直接躺在了沙发上，高跟鞋随意地丢在一边。妈，给我泡一杯蜂蜜水。苏雪扯着嗓子叫了声。晚上，她参加完辉腾传媒的庆功宴，就急匆匆地去了另一个宴会，陪下一个季度的广告商共进晚餐。虽然他跟人合伙开了公司，手下有10几个艺人，但也免不了要陪着客人喝几杯。夏国的酒文化就是如此。此刻，苏雪酒劲直往上冲，只觉得喉咙干涩，头疼欲裂。听到声音，何如梅裹着一件睡衣出来，脸色阴沉。这么晚了，大叫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看你喝得醉醺醺的，没个正形，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啊。苏雪舌头打结地道：我这不也是为了工作？我都快痛死了，快给我冲一杯蜂蜜水。以前苏雪也经常应酬喝醉，每次廖仁南都会给她冲蜂蜜水，缓解头痛特别有效。何如梅瞪了他一眼，接过来一杯白开水。头痛你活该，正好让你长点记性。蜂蜜谁可没有啊？白开水你爱喝不喝？妈，你怎么这么懒啊？苏雪捂着头，这才注意到客厅里乱七八糟的一片，忍不住埋怨：哎呀，你这白天在家闲着，也不把房间收拾一下，乱成什么样子了？嘿，你还教训起我来了，翅膀硬了是吧？觉得我是负担了？苏雪无语，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何如梅道：你就是这个意思。你爸走得早，我独自一人拉扯着你长大，我容易吗？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把你拉扯到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能有今天，有我大半的功劳。你现在事业有起色了，就开始嫌弃我是吧？还这种口气跟我讲话。何如梅噼里啪啦一通诉苦，这听得苏雪更加头疼了。好吧好吧，就当我没说，下次绝不说这种话了，你最好记住。何如梅丢下一句话便回房间。苏雪无奈地摇摇头，端起热水喝了一口，嘴巴差点被烫起一个泡，酒都被烫醒了大半。苏雪哀嚎一声，这都是什么事啊？翌日一大早，廖任南就接到了咖啡馆经理的电话，说要感谢他为店里带来了客流，免费送他几张贵宾卡。第一反应，廖任南是拒绝的，并且谢绝了对方的好意，毕竟无功不受禄，他没觉得自己付出了什么。但没想到咖啡馆经理态度坚决，说什么廖任南要是不中意贵宾卡，就给他换成等额的 RMB 好了。见此，廖任南只好答应收下贵宾卡。吃过早餐，他便带着廖恩贝来到了咖啡厅。到了他这才发现，现在这家咖啡馆是座无虚席。不得不说，流量就是财富密码，一首歌就让这家店的生意翻了1倍。这里已经变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点，这倒是让廖任南有些意外了。莫一会，咖啡馆店主亲自向廖正南道谢，然后给了他4张贵宾卡。有了这贵宾卡，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全年免费喝咖啡了。而且店主还给他开了一间贵宾室，让他先体验一下这里的气氛。廖任南推脱不了，只好同意试一试。可当廖任南来到包间，却见房里已经有人，是一名花季少女。其实包间里坐着的少女正是李千墨。至于那什么咖啡厅赠送 VIP 卡的事情，还是林佑威帮忙想出来的办法，为的就是让他和廖任南有一次偶然的相遇。此刻李千墨看着面前的男子，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6年前的画面。那时候他处于变声期，嗓子状态不好，没有适合的歌唱，而他又需要一首歌来推广，廖任南便特意带他来这里进行嗓音专项训练，还特意给他点了一杯咖啡，不厌其烦地教他怎么唱歌。那时候他认为咖啡很好，廖任南也很好，如今更是如此。一念及此，李千墨眼眶微红，有些激动。廖老师，好久不见。你是？廖任南一头雾水，
李千墨沉默，这2个字对他来说就像一道晴空霹雳。他难道不该说一句好久不见？怎么不按剧本走？我是李千墨。男人仍旧是一脸懵的状态。李千墨汗颜，廖老师，你不会不记得我了吧？廖任南更加迷糊了，小姑娘，我应该认识你吗？李千墨撇了撇嘴，说道，你最近写的2首新歌，不都是写给我的吗？听到这话，廖任南轻咳了2声，小姑娘，你可能误会什么了吧？李千墨这一句话直接把他雷得外焦里嫩。什么？他根本对自己没有意思，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自始至终都是自己一厢情愿。以前是，现在也是。李千墨尴尬地问道，不是，廖老师您全部忘了吗？6年前您给我写过歌，就在这间咖啡厅。廖任南皱了皱眉，却没有回答。在家带娃6年多，很多琐事他都忘了，再加上上次觉醒系统，两世很多记忆都混淆了，所以一些事情的细节他更加记不清了。廖任南确实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李千墨，咯噔，如果现场再安静一点，甚至都能听到他心碎的声音。一时间，两人都尴尬地处在原地。爸爸，你在干什么啊？身后，廖恩贝的脑袋忽然伸了出来。上完洗手间了。廖任南揉了揉他的小脑袋。廖恩贝轻轻应了一声，眼睛盯着李千墨一眨不眨。这是您的女儿吧？好可爱啊。李千墨俯身看着女孩，喜笑颜开。廖恩贝的目光落在他脸上，顿时惊叫一声，你是李千墨，栀子花开的原唱。我是墨鱼哦。第16，难道这就是代沟？墨鱼是李千墨的粉丝们的昵称。真的吗？那太好了。李千墨微笑着点了点头，心中惊喜交加。想不到廖恩贝居然是自己的小粉丝。既然从廖任南这里找不到共振点，那就可以从他的女儿这里突破啊。这一下不就省了拉近距离的时间吗？栀子花开。听到两人的对话，廖任南的心猛地一沉，因为6年前他确实写过这首歌，所以他觉得面前小姑娘所说的话应该属实，只是他真的记不起来有关他的细节。而旁边的廖恩贝早就开心地跳了起来，激动地扯了扯廖任南的裤腿。爸爸，你真是太厉害了，连李千墨女神都能认识。他又向前几小步，凑近李千墨道，李千墨女神，你好美啊，比实际上还要美。我们班的小朋友都知道你的名字，还会跳你的舞呢。真的吗？李千墨开心的道，当然是真的，我从不说谎。廖恩贝一边说着，一边后退了几步，然后扭动了一下自己还没发育完全的腰肢，模样看起来很是可爱，但是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了8分的标准。李千墨见状，脸上的笑容更盛了，在一旁鼓掌道，哇哦，贝贝，你好棒哦。李千墨，你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哦。廖恩贝也回夸道。听到这话，廖任南却纠正道，贝贝，爸爸不是跟你说了，不可以直呼长辈齐名吗？你应该称呼她为姐姐。姐。廖恩贝才叫出一个字，却被李千墨一把拦住，小朋友，我比你大这么多，你叫姐姐不太合适吧？叫阿姨。廖任南，这个小姑娘看起来也就20多岁的样子，廖恩贝喊她一声姐姐，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了，女人不都喜欢被叫的年轻些吗？廖恩贝有些迷惑地看向爸爸。廖任南点了点头。千墨阿姨。廖恩贝用一种稚嫩的声音喊道，嘻嘻，贝贝真乖。李千墨憨憨一笑，却是美艳不可方物。这下轮到廖任南迷惑了，他也不知道是为啥，难道这就是代沟？不过看到两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也不好多说什么。而廖仁贝和李千墨则是如鱼得水般，两人牵着手开始闲聊起来，时不时还比划着舞蹈动作。廖任南就站在一旁，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点了一份拿铁喝，还给廖恩贝和李千墨各点了一杯饮料。看到廖恩贝兴奋地跟自己的偶像聊着天，廖任南心里很是高兴，女儿开心，他也开心。对于李千墨，他也很感谢，虽然他并没有完全记起有关于他的过去，但一个大明星如此亲近一个孩子，他觉得难能可贵。而实在是过了太久的时间，廖任南担心贝贝纠缠着人家，惹得对方不高兴，便做事看了看手表，提醒道，都10点了，贝贝，我们回去吧，待会爸爸要准备午餐了。再说了，等下地铁也比较堵。好吧，爸爸虽然嘴上答应了，可廖恩贝还是有些不甘心地看了李千墨一眼。李千墨趁机道，要不我送你们回去吧，这个点带着孩子坐地铁也不方便啊。这样不太好吧？廖任南道。李千墨莞尔一笑，
无妨的。耶，好耶！谢谢阡陌阿姨。廖任南说话的声音不小了，却被廖恩贝的欢呼声给盖掉了。嘻嘻，贝贝好乖，咱们走吧。一听到这个称呼，李阡陌就窃喜。廖任南一脸错乱，但还是跟着两人，毕竟他们都已经做了决定。几人稍稍做了遮掩，便乘坐电梯往地下车库走去。李阡陌的座驾是一辆进口宝马，100万起步的。可是这样一辆豪车到了李阡陌的手里，就跟个玩具车一般。从车库里出来时，廖任南说有一个坎比较高，怕会刮到车底，表示要下去帮他看一眼。但李阡陌立刻拦住了他，然后飞驰而过。廖任南一脸心疼，他却一点表情都没有。不只是出库，就连过出口闸，他也是擦边而过，根本不多看一眼，完全把车当玩具。而此刻，廖任南才注意到，李阡陌一身都是大名牌，都能抵得上半辆车，还有他身上擦的香水，醇厚而不腻，估计都值好几个车轮。加上他大明星的身份，应该是不缺钱的主。想到此，廖任南也就习惯了。当然了，廖任南看得出来，李阡陌对车很马虎，但他的车技还是很不错的，知道系安全带，检测车辆仪表，没有路噪症。到了十字路口，适时减速，避让行人。廖任南觉得他已经强过大半的女司机了，前面还提心吊胆的。现在廖任南安安心心的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路上都在欣赏着城市的风景。说实话，这还是他第一次坐女人开的车，居然让他莫名有一种放松感。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苏雪的贴身司机，只要苏雪一个电话打过来，哪怕是凌晨2、3点的时候，他也得第一时间赶过去，不然的话，几天别想清静，想想就心力交瘁。1刻钟后，李阡陌驾驶着车，在锦绣小区的一座单元楼下停住，怕被周围的居民认出来，他依旧戴着口罩。贝贝，你家就在这栋楼吗？廖恩贝点点头，不是，我爸妈离婚后，我们暂时住在这里。李阡陌打量着周围，哦，这里环境挺不错，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我喜欢。廖恩贝眨了眨眼，可爱地道，阡陌阿姨，你要是喜欢的话，就多来这里玩吧。嗨嗨，闻言，廖任南轻咳一声，神色尴尬，他遮着脸，狠狠地盯了廖恩贝一眼，意思是小屁孩，瞎说什么呢？那好，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会再来玩的。李阡陌却是非常开心地回答道，眼神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喜爱之色。廖恩贝接着道，如果阡陌阿姨也住在我们小区就好了。李阡陌，可以吗？我真的好喜欢这里。廖任南见这两人越来越不着调，连忙插话道，好了，李阡陌，谢谢你今天送我们回来，家里也比较简陋，就不邀你上去坐了，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见。廖任南的话说得很正式，不过李阡陌并没有因此而生气，他只是淡淡的道，好啊，不客气，节目没几天就要开始了，期待廖老师你的表现哦。廖任南蹙着眉，没有说话。李阡陌连忙解释道，我也是无意中听到消息，得知您参加了天籁之音。廖任南也不想深究，故意打趣道，哦，我昨晚才确定参加这个节目，想不到现在消息就传开了啊。李阡陌连忙说道，是啊，娱乐消息传很快的。廖任南点了点头。李阡陌松了一口气，心中却是暗自叹息，差点就暴露了。不过他也希望自己暴露，那就可以早点袒露心声。好矛盾啊。第17，神级厨艺。与李阡陌告别后，廖任南就带着贝贝上楼。回到家中，廖任南便开始准备午饭，而看到冰箱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些剩余的蔬菜，他便有些后悔了。早晨应该去菜市场买些肉的，廖恩贝可是个肉食爱好者，现在该咋办呢？就在这时，一道机械音在廖任南脑海中响起，叮，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达到100万，自动兑换一次奖品，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神级厨艺。神级厨艺能迅速帮你提升厨艺，使你的烹饪技巧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即使做出一碗简单的蛋炒饭，也能够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紧接着，廖任南只觉得脑仁一阵刺痛，就已然掌握了神奇的烹饪技巧。顷刻之间，他对每一种食材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厨艺也有了质的飞跃。廖任南心里美滋滋的，有了这个技能，他就可以做很多好吃的给廖恩贝吃了。正合他意，廖任南看着冰箱剩下的蔬菜，也不觉得痛苦了，反倒是来了兴趣，便对廖恩贝道，贝贝，一会儿我给你做个素什锦包子哈。哦，爸爸，什么是素什锦包子呀？廖恩贝立刻好奇起来。廖任南一本正经地给他讲解，
就是包子里面包各种馅丁，比如粉条、豆腐丁、南瓜丁、茄子丁、黄瓜丁。哦，廖恩贝一听到只是蔬菜之类的东西，就失去了兴趣，偷偷溜开自己玩起了的玩具。廖仁南皱眉，摇了摇头，便开始认真做包子，发面、调馅料、擀皮包包子、上蒸笼，一气呵成。爸爸，是什么东西？好香啊！廖恩贝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廖仁南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不愧是神级厨艺，连做个普通的小笼包都能够达到香味扑鼻程度。这就是素什锦包子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廖仁南把蒸笼端出来，还拿了2副碗筷。哦，好期待啊！廖恩贝搓着小肉手，居然流起了哈达子。看到女儿这模样，廖仁南不厚道的笑了。他夹起一个包子，吹了2口气，往他的碗里一放，不烫了，吃吧。廖恩贝咬了一口，然后又咬了一口，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怎么，味道很奇怪吗？廖仁南见贝贝这个表情，不由问道。不是，爸爸，这包子太好吃了，我要吃20个。廖仁南哑然失笑。行，这一笼归你。谢谢爸爸。然后廖恩贝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一个接一个的，都吃得忘我了。见状，廖仁南无语的笑了笑，这说明他的胃口并不差，只是没有碰到好吃的食物罢了。吃过午饭，廖仁南就压着贝贝去睡午觉。待贝贝睡着，他也准备眯会，就收到苏雪发来的微信消息，明天我公司有急事处理，就不过来接贝贝了。明天，也就是周日，是苏雪的探视日，1个星期1次。见此，廖仁南无奈的摇了摇头。苏雪对待女儿是真不上心，以前是敷衍了事，离婚后还是如此。成年人谁不忙？要是一个人对你很重要，再忙你都会抽出时间来陪他。当然，廖仁南只是为贝贝叫屈，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反正他和廖恩贝的关系处得好或坏，也不是他能决定的。知道了，廖仁南回复。类似这样的正规信息，他还是会回复的。很快，那边又传来一条，那你照顾他，细心一点啊。廖仁南摇了摇头，摁灭手机。这条消息他可没义务回，生活总是平凡又忙碌。接下来的几天，廖仁南除了照顾好贝贝的饮食之外，还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与苏雪的律师办理车房过户手续，这意味着他真正的净身出户了。除了廖恩贝之外，他与苏雪就没有任何关系了。第二，与曹金明合伙开的公司正式成立，取名为南明娱乐。为了这家公司，两人可以说倾尽所有。不过，这是梦想的起点，一切投入都是值得的。第三，廖仁南跟华夏一个专业机构签署了作品注册委托代办合同，让他们替自己进行歌曲版权注册相关事宜。如果他的作品被非法侵权使用，而这个机构没有及时查出并维权，是需要支付廖仁南相应大额赔偿金的。第四，因为廖仁南发表了2首原创，吸引了很多音乐平台的注意，纷纷邀请他入驻。音乐平台给的分成是55，廖仁南直接要价82，他自己是8，对方是2。廖仁南坚信自己的作品足够好，而且是原创首发，值得这个分成价格。对此，音乐平台公司犹豫了1-2天，最后还是无奈答应了。第五，天籁之音官方工作人员正式与廖仁南签订了协议，接下来便会进行节目的正式录制。转眼间又过去2天，5月1日，魔都崇明岛，天籁之音第2季直播开启。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由飓风地产、金大福黄金、华为人工智能联合赞助的天籁之音。本次的参赛单位有拇指娱乐、企鹅视频、阿里影视、甜橙 TV， 还有明星个人工作室盛雪传媒、南明娱乐。参赛者总计100位，大家鼓掌欢迎他们。摄像头前，何炅身穿一身西装，正卖力地介绍着。镜头扫过后台，都是一众明星爱豆，有王峰、任贤齐、胡海泉、冯坤这样的老牌歌手，也有当红流量叶旭坤、花泽吕、曾轶可，还有一些新秀之辈，比如杰、廖任南等，都微笑着和直播间的观众们打招呼。短暂的停歇之后，何老师继续开口介绍，本期赛制全新升级，共包括6个环节。第一环节海选，由评委、媒体观众投票决定通过人员，总共5票，得3票者通过。本环节有60位歌手能够入选。第二环节 1v1 PK， 选手1对1实力对决，由评委、媒体观众投票决定胜出人员。本环节有30位歌手能够入选。第三环节看图写歌，
由各权重投票决定通过人员，依据名次高低进行淘汰。本环节有20位歌手能够入选。第4环节，关键字写歌，由各权重投票决定通过人员，依据名次高低进行淘汰。本环节有10位歌手能够入选。第5环节，千万代言，由赞助方决定1名直通人员，其他依据网络投票名次高低进行淘汰。本环节有5歌手能够入选。第6环节，歌神之战，最终冠军将得到1元奖金。说完，画面一转，镜头前出现一辆价值1000万的超跑，一把汤臣一品的钥匙，一张用金矿镶着的巨额支票。哇哦！不少明星选手见状，都发出了一声惊呼，而廖任南却只是淡淡一笑。他已经把心态摆得很正，不论最终能够走到哪一环节，只要能够赚取一定数量的辉煌点，那自己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从节目一开始，观众们的热情就一直在高涨。1000万代言，跑车，汤品一陈，1元奖金，这夺人眼球的噱头，顿时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目光。各平台热搜榜上，天籁之音栏目组的话题赫然在列，并且以一个无可匹敌的热度碾压其他所有的新闻。感觉天籁挣了很多钱啊，这次的奖金居然直接翻倍了，好羡慕啊！只要能够拿到这个节目的冠军，那就是人生圆满了呀。我是为花泽吕来的，花泽吕，华夏歌坛永远第一神。叶旭坤的粉丝在哪里？赶紧归队集合了！呀，节目组怎么选的嘉宾？为什么我的爱豆许嵩没有上啊？我是爱看美女的，曾一刻我爱你。楼上的兄弟，你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这尼玛感觉是娱乐圈神仙打架，好刺激啊！直播间里顿时炸开了锅，热度节节攀升，1万、2万、10万、100万，这才刚开始不到半个小时，直播间的人数就突破了100万，而且速度丝毫不减，还在继续提升。第18，天籁之音开播。下面介绍本季的导师阵容。第1位是有着华夏主流音乐教父称号的刘焕老师，第2位是歌声兼具磁性和爆发力的华夏歌后那英老师，第3位是歌坛垦荒者之一，殿堂级唱将、唱作人代表王子宋老师，第4位是天才作词作曲人林夕老师，第5位是人美歌甜全能艺人李千墨老师。随着何老师的介绍，几位导师都对着摄像机一一打招呼，观众席的掌声也是一阵接一阵，特别是当镜头对准李千墨的时候，更是掌声雷动。与此同时，直播间也炸开了锅啊！千墨女神是我的，好美！等了6年，千墨女神终于又回来了。看到李千墨，我又相信爱情了。兄弟们住手，放开让我来，我先舔为敬。烦死，都特么别发弹幕了，老子都看不到女神的盛世美颜了。不只是观众，就连后场室的好几名艺人选手也都发出了一声惊呼，盯着屏幕大饱眼福。毕竟李千墨被誉为国民女神，肤白貌美自带仙气，那颜值美到无法用言语形容，关键年龄还小，正值含苞待放的花样年华。如此完美的女孩，哪个男人不想占为己有？在听到介绍李千墨时，廖任南却只是淡淡的一笑。前2天他得知李千墨天籁之音中担任导师的消息，当时他还觉得挺惊讶的，于是就上网查了查有关他的个人资料。李千墨是童星出身，背景雄厚，属于众星力捧，出道即爆红。对于这类借助外力乘风起航的艺人，廖任南虽然不抵触，但属实也没多少好感。不过李千墨出道后至今零绯闻，没有任何负面言论和新闻，相反还有许多高质量作品，属于在娱乐圈出淤泥而不染。对此廖任南是很欣赏的。好了，接下来就由我来宣布《天籁之音》第2季正式开启。随着何老师的话音落下，工作人员咚的一下敲起了铜钟，这代表着比赛正式开始。首先进行的是抽签环节，以此决定歌手出场顺序。其中廖任南抽到的是75号，属于中场靠后的位置。海选环节的歌曲都是歌手们事先挑选好的，所以不存在由于出场顺序导致谁占便宜的问题。由于比赛耗时长，为了便于管理，每位选手都分配有独立后场间。当然，后场室也不是只有歌手艺人，他们也可以请助手、指导老师，甚至明星等外援来为自己撑腰拉人气。另外，后场间各个角落都装有摄像，用来展示参赛选手们的精彩瞬间。大屏幕一一闪过选手们的实时镜头。
10号后场间，花泽吕被5位化妆师围在中间做造型，曾轶可抱着吉他，表情有些古怪。两人身后，苏雪正叉着腰，交代着什么。他看到直播灯亮起，瞬间换了一副面孔，冲着镜头微笑着道：“宝贝们，记得支持我工作室的选手，爱你们哦。”正如苏雪所言，花泽吕和曾轶可都是盛雪娱乐旗下艺人。这次参赛，他有2个目标，一是捧自己旗下歌手，争取拿下1000万代言。至于歌神之战，他也就做梦的时候想想，毕竟实力摆在那里。二是在节目中打压廖仁南。在他公布和廖仁南离婚的消息后，竟然有人嘲笑他错失了一个好男人，这让他心里很不爽。所以他要借这次比赛，向全华夏的人证明，离开廖仁南是正确的选择。就在这时，直播间弹幕也是猛增，曾轶可好有内涵啊！喜欢曾轶可这款的同胞们，前来报道，好期待花神的新造型，感觉这次又会眼前一亮。苏雪我爱你，我的女神，我的名字叫闷骚。大家有没有发现苏雪离婚之后更美了？看来真是被廖仁南那个吸血鬼拖累了。哈哈，我苏大女神人气就是高啊！38号后场间，除了一些负责协助的工作人员外，几个打扮的珠光宝气的贵妇在镜头前十分的抢眼。而此刻，叶旭坤穿着背带裤，正在房间中区域炫自己的篮球技能，不知是炫给粉丝看，还是炫给这些金主看。叶旭坤是华夏娱乐龙头拇指旗下艺人，属于当热重金力捧的对象，也是这次夺冠热门选手之一。看到这一幕，水友们也兴趣高涨。哇，贵妇流口水 JPG 好帅，坤坤的球技又进步了，看来没少练。叶旭坤就是淡定啊，这个节骨眼了还在耍球，我喜欢。尼玛啊，鸡你太美，赔我的眼睛。卧槽，叶旭坤已经这么努力了，想不到还有人黑。我只想问，为什么给坤坤分配38号房间？这是瞧不起坤粉吗？哈哈，才看到38号，噗！其他的后场间也是乐趣纷呈。一名小鲜肉也许太紧张，手脚不停地发抖打颤。公司的老板和制作人，镜艺人一边给他揉手按摩，杰正和欢乐家族中的几人聊天，还有人嫌弃胡海泉、冯坤等一众歌手，在认真地调整着自己的嗓子，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至于这么紧张吗？噗！哈哈，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笑什么笑？你上还不如人家呢。看老板那头上的汗，同情啊，杰哥真是幸福啊，看没娜娜疼的。不得不说，还是老牌艺人稳的，任贤齐大哥加油。直播平台的聊天区，各种弹幕应接不暇。而当镜头切到75号直播间，原本热浪如潮的留言突然停滞了。什么情况？这是认真的吗？全景屏幕里，只见偌大的75号后场间空空如也，镜头左右摇摆了几下，终于发现角落里有2个人，正背对着房间的镜头，低头在玩着什么。这和其他后场间的画风太不同了，顿时勾起大家的好奇心。快安排移动摄像！迫于无奈，导演组只得安排人工去拍摄。一名摄像大哥扛着录像设备，风风火火地冲进了75号后场间，立定站在这2人的身后，固定镜头拍到这大哥的表情，几分惊讶，几分尴尬，几分纠结，复杂的如同便秘一般。发愣干嘛？赶紧拍摄呀！总导演不耐烦地朝对讲机吼道。摄像大哥犹豫了下，还是打开了镜头盖。镜头切近，再切近些，原来2人是在下象棋。第19比赛现场下象棋，牛逼！这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天籁剧组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目瞪口呆，包括天籁之声的副总韩尚佑，也被这一幕给惊到了，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了。按理说，节目有执行导演，他作为总监制是不用到场的，而他考虑到这是天籁这一季首播，担心会有什么突然状况影响风评，所以亲自到指挥室控场协调。但现在他却是彻底傻眼了，这廖任南可是自己请来的，不会是千挑万挑挑到了一座瘟神吧？头疼。此刻那位扛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则是一脸的可怜兮兮模样，仿佛在说，瞧，我又不傻，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拍了吧？就在韩尚又感觉到蛋疼的时候，他忽然注意到分屏直播间的在线人数，也就是廖任南后场间直播观看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增长着。18万人在线，20万人在线，23万人在线。韩尚又看了看弹幕聊天区里的评论，
我的天，居然在下象棋，这是宣扬国粹啊！这歌手是有多无聊啊？不过天籁的海选环节确实无聊。这哥们是谁啊？主打一个真实，哈哈！我替大家查了，这是新人歌手廖任南，另一个是他的经纪人曹金明，人才啊！我喜欢，粉了！廖神，牛逼 plus！ 韩尚右眼眸一亮，瞬间就顿悟了。对啊，谁规定在歌唱节目中候场时不能下象棋的？歌手自己不怕舆论，我瞎操心的什么呢？这还能额外给节目引流。如此一想，韩尚右便吩咐道：“继续拍，保持不动。”很好。摄像大哥一听，悬起的心终于放下，稳了稳肩上的摄影机。于是，便见镜头前，廖任南和曹金明两人盘膝而坐下着象棋。如果有网友心细的话，可以看到曹金明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着。其实，下棋的想法是廖任南提出的，他一开始是反对的，可是看着海选，觉得实在没意思，便又同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引来摄像注意，而现在随着摄像机的靠近，他的双手抖得更加厉害了。曹金明稍稍避开摄像头，冲着廖任南眨了眨眼睛，似乎在说：“事情闹大了，咱们赶紧收棋盘吧。”廖任南只是淡淡一笑，看了曹金明一眼，再看了棋盘一眼，似乎在说：“继续。”曹金明瞥了瞥摄像小哥，猛吞一口唾沫，对着廖任南挤眉弄眼，似乎在说：“这种情况，你当真要继续？”廖任南不动声色，拾起一枚被吃掉的棋子，在棋盘边缘轻轻一敲，淡淡道：“该你了，专心下棋哈。”曹金明无奈的点点头，双手哆嗦着继续走棋。这一幕让分屏直播间的水友们乐呵不已。哈哈，他们这是在演双簧吗？在几十万观众面前下象棋，这俩哥们真是好牛逼啊！廖任南只剩1车1炮，对方还有2车1马，感觉廖神要输啊？不一定吧，我觉得廖神会赢。分屏直播间聊天区已经有水友讨论起这盘棋的局势来，弱弱的问一句：“廖任南是谁啊？是哪个娱乐公司的？您老不刷抖音的吗？”这哥们的原创歌曲后来好久不见，现在在抖音火得不得了，炒鸡好听的。刚刚替大家查了，廖任南所属南明娱乐好像几天前才正式出道，之前他是幕后音乐制作人。卧槽，纯新人就能参加天籁，这牛逼了！连带着也有不少水友讨论起廖任南的来历。后场间的廖任南当然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仍在继续认真下着棋。将军，廖任南将手中的炮往对界中间一横，沉声道：“你输了。”曹金明脸色铁青：“你这不讲武德，居然偷袭，绝杀我！”廖任南呵呵一笑：“谁让你分心的？那接下来的1个月，你可得免费给我当司机了。”行，愿赌服输。曹金明叹息一声，两人简单的对话让直播间里的水友们瞬间炸了。卧槽，这两人居然还下了赌注！综艺上下象棋还带赌，这真是小母牛倒立，牛逼冲天了！哈哈，记住你了，廖任南，粉了！一局下完，曹金明趁势要收棋盘，却被廖任南一把按住。廖任南扫了眼现场比赛进度，现在才进行到15号歌手，便笑着道：“再来一局。”曹金明目瞪口呆：“还来？”廖任南平静地点了点头：“对，这局谁输了，谁请对方喝下午茶1个月。”这话一出，直播间又是一阵热议。我尼玛，这哥们是真性情啊！我喜欢，可不是嘛？和其他选手一对比，这哥们就像在度假。集美们，大家没发现廖任南很帅吗？何止是帅，简直是巨帅啊！被圈粉了。一时之间，直播间热度再次上到一个台阶。原本这只是后场间的分屏直播，热度居然直逼节目的主屏流量，真是匪夷所思了。而随着廖任南所在的75号后场间直播的热度越来越高，其他参赛的歌手也注意到这个分屏。当他们弄明白事情来龙去脉后，顿时议论纷纷。真会玩啊！我怎么没想到带副棋来下？胡海泉有些羡慕，但还是笑眯道：“不过真带了，我也是不敢下的。”任贤齐露出了赞许的表情，敢作敢为，年轻就是好啊。冯坤起身看着分屏，头脑有些错乱。音乐节目里下象棋，综艺还能这么玩？欢乐家族的吴昕对身旁的谢娜道：“娜姐，你有没有发现，廖任南离婚之后比以前更帅了？”谢娜偷偷的看了姐一眼，见姐不再看他，连忙点了点头。吴昕花痴般的笑了：“旋即，
又想起了一件事，对了，现在他离了婚，那岂不是说我有希望了？杜海涛一直在旁边偷听，听到吴昕这话，他终于忍不住了，得了吧，你这水桶腰，比苏雪粗2倍，人家女神都不要，会看得上你？哈哈！吴昕狠狠瞪了他一眼，老娘的腰再粗，也抵不上你1/4吧？滚一边去！杜海涛无语的扁了扁嘴。当然，也有不少参赛歌手，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五味杂陈。比如曾轶可，他正在思考廖任南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花泽吕则是一脸嫌弃，下象棋真特么土，土包子一个。叶旭坤面露羡慕，尼玛，居然让他装到了。其中反应最大的当属苏雪，他的脸上带着3分无语、3分鄙视、4分气愤。这廖任南是知道我要来参加节目，故意来丢我脸的吗？谈离婚的时候，表面上装的云淡风轻，其实肯定对我恨之入骨，居然用这种方法来膈应我，真没品。就在这时，时长差不多了，切下个后场间，韩尚又拿着对讲机下达了命令。他表面上板着一张脸，心里却暗暗给廖任南点了个赞。其实出于私心的话，他希望给廖任南更多时长的镜头，但毕竟直播总时长有限，如果每个后场间分配不均，其他的艺人会有意见的。而且他真的很怕再给廖任南多点时间，自己的这档音乐综艺会变成象棋研讨赛。与此同时，比赛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有人欢喜有人忧。盛雪娱乐旗下的花泽吕演唱了一首旧歌《卡西莫多的礼物》，以4票通过海选。同为盛雪艺人的曾轶可演唱了一首旧歌《狮子座》，得分也为4票，顺利通过海选。这可把苏雪高兴坏了，就差当场在后场室蹦迪。还有拇指娱乐旗下的叶旭坤演唱了自己的旧歌《只因你太美》，以5票的好成绩通过海选。当5张灯亮起的时候，他双手插兜面若寒霜，就像是理所当然似的。毕竟是有资本捧的爱豆，那底气就是足。此刻叶旭坤正在38号后场室和几名贵妇举杯庆祝呢。另外有不少选手得了2票和1票，甚至还有得了0票的歌手。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终于时间一点点过去，节目的一名助理敲响75号后场间的房门，廖任南老师，马上该您上场了，请到后台候场。谢谢转达，我这就过去。廖任南放下象棋，深深揽腰，准备出发。第20，仙女也食人间烟火。下面有请参赛者，原创歌手廖任南。何炅看到幕布后的廖任南，对着观众们报幕道。廖任南身着一袭白色衬衣，缓缓地踏上舞台，整个人都散发着光芒。一时间，直播弹幕猛增，哇塞，好养眼的帅哥，这张脸一看就有贵族气质。壁虎，感觉这位是本届天籁最帅的歌手，没有之一。男神吴彦祖，不，比彦祖还帅。呀，我要给男生猴子。由于有魅力光环的加持，廖任南悄然间就成了观众们心中的男神模板，获得的清一色都是好评。哈哈，象棋哥来了。这位是最近在抖音上很火的歌手，我听过他的歌曲，当时都哭了。他是当红女星苏雪的老公，不过怎么感觉他离婚后跟换脸一样，好帅。期待廖神这次会唱什么歌。直播间热闹非凡。原本廖任南作为一个新人，粉丝数量跟那些当红明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在系统魅力光环加持，还有他的一顿骚操作下，他的人气似乎更胜一筹。就在这时，砰，随着一个爆灯，全场一阵惊诧，摄影师的镜头几百对准导师组方位，看是哪位爆了灯。最后镜头锁定李阡陌，主持人何炅，导演，其他歌手，观众，众人一脸懵逼。李阡陌是所有老师中最严厉的一个，之前筛选了74位歌手，他留灯的不到10位，通过率快接近1/10，所以廖任南一出来，李阡陌就爆灯，这并不合乎常理。难道是灯出了故障？不，一定是灯出了故障。何老师反应很快，询问道：阡陌导师，您这是误案了还是？李阡陌一本正经地道：不是错案，是我爆灯了。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哗然。这李阡陌不是很严格吗？怎么突然就爆灯了？卧槽，感觉这个戏码能够上热搜榜。这灯爆的难道是对廖任南的颜值肯定？靠，难道女神也沦陷了？不过小哥哥是真的帅，仙女也食人间烟火的吗？直播间弹幕复评。与此同时，
后场间的参赛歌手们也都坐不住了，有的选手比完赛一盏灯都没有，而廖仁男还没唱就先得了一灯，还是出自最严格的导师李千墨之手，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其中最愤愤不平的要数苏雪，她双叉着腰，眉头紧皱，嘴里不断的重复着凭什么。就在这时，何老师适时的问出了大家心中共同的疑问：哎呀，想不到李老师对廖任南这么欣赏，那你一定很了解廖先生吧？闻言，李千墨兴致高涨，解释道：当然，我可不是无缘无故爆灯。在这之前，廖任南老师可是一名优秀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有《父亲》《背包》《逍遥叹》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作品。我当年唱的那首《栀子花开》，也是出自廖先生之手。廖先生最近新出了2首歌，就是《后来》《好久不见》，相信大家都在抖音听过吧？词曲唱都是他一个人全揽哦，真的非常非常有才华。我觉得本季天籁，廖老师十有八九会夺冠。此话一出，直播间弹幕再次负评。好家伙，千墨导师居然直接预言廖任南会成为冠军！我的天，李千墨这是有多喜欢廖神，连矜持都不要了，连仙女都黑，你们还算是人吗？说不定千墨是真的单纯欣赏廖任南的才华呢。单纯欣赏？我信你个鬼！没看女神到这么激动，这只是单纯欣赏吗？原来女神真的沦陷了呀！呜，请允许我哭一回，我失恋了。谁说女神高冷的？那是你不够有魅力，羡慕廖神。然而李千墨却是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他站了起来，看向一旁的刘焕、那英、王子颂、林夕几位导师道：待会廖老师演唱时，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一听，就知道我没有夸张了。4位导师面带微笑，最终点头致意。李千墨这才重新坐下。就在这时，何老师拿起话筒，对着台下的观众调侃道：刚才千墨已经替我详细的介绍了廖任南，那我就不多费口舌了。哈，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笑声。李千墨也觉得自己之前的情绪实在是太过激动了，感觉到有些羞愧。何老师又看向廖任南道：不知道廖老师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歌？最长的电影。廖任南沉声道。何老师想了想，问道：是一首新歌吗？廖任南点了点头。哗啦啦啦啦啦，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因为现在是海选，不少歌手会选择唱旧歌，以求稳妥，也可以说是省事儿。新歌留着闯下一关不香吗？所以廖任南在海选环节唱新歌，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当然值得称赞。那期待你的表演。何老师微笑着说，并自动退到幕后。唰的一声，舞台上的灯光暗了下去，只留一盏聚光灯打在廖任南身上。此时的廖任南就有如黑夜里的萤火，闪闪发光。音乐伴奏也适时响起，沉重的钢琴曲加上鼓点重击，顿时凸显出悲伤情歌的韵味，给人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所有人瞬间体会，这是一首忧伤的歌曲。与此同时，廖任南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检测到宿主即将高歌，身临其境技能开启，伤感歌神技能开启，神级歌喉技能开启，第21新歌最长的电影。刹那间，众人这才注意到廖任南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变化，变得伤感，变得忧郁，变得伤感。大家都情不自禁的被廖任南所深深吸引，刚才还兴高采烈的场面一下子变得阴沉悲伤起来。而几个音符过后，前奏奏完，廖任南开口唱出声：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放映了3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寥寥的几句歌词，却在大家的脑海之中勾画出一个画面。画面中，男孩独自坐在台下，看着舞台上的女孩跳着芭蕾旋转着，可女孩跳着跳着，身影却慢慢模糊，最后消失殆尽。而男孩仍旧坐在那里，手中还握着那张电影票，眼神落寞而寂寥。舞台上的廖任南已经完全沉浸在旋律中，眼神如同歌曲中描述的男孩那般落寞而寂寥。他继续开口唱着，嗓音感性而动人。朦胧的时间，我们溜了多远？冰刀画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稍显狼狈？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这一小段结束，突然钢琴曲变得更加急促，鼓点也变得更加有力，就如同暴风骤雨来临的前夕一般，敲出悲伤情歌的高潮前的一个重音节拍。廖任南下颌一仰，深深地换了一口气，紧了紧话筒，唱出接下来的副歌。再给我2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
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花了。情绪在急速升腾，廖任南的唱腔也从一开始的抒情、哀伤，变得痛苦万状，声嘶力竭，连带着观众们的心也跟着像坐山车似的纠结到了最极点，观众们的情绪也积累到了最大阀门。这时，廖任南一个转音，唱出副歌后半段：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叫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顷刻间，心中累积的情绪，伴随着一句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倾泻而出。这简单而直白的歌词，却藏着让人心碎的痛。再加上廖任南的神级歌喉，这首歌的感染力爆表。观众席上，很多人都被感动，有些泪点低的，哭得稀里哗啦的。而导师席位上，李千墨也泣不成声，抹着眼泪抽泣着。他自己也不知为何，一听到廖任南唱伤感情歌，就会忍不住想要流泪。与此同时，直播间弹幕也炸了，想不到又是一首情歌，听得我都要哭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她是跳芭蕾的，我们一起滑过旱冰，毕业看完最后一场电影后就分开，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所以这首歌是为我量身点做的吗？这歌太好哭了，感觉听廖神的歌好费卫生纸啊。楼上的哥们，你是在开车吗？老司机，猝不及防啊。歌很简单，词很简单，但为什么这么催泪？就在这时，砰砰，王子颂和林夕两位导师一起爆了灯，而剩下的默爆灯的那英和刘焕导师，则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廖任南，还沉浸在刚刚的歌曲之中。哇！现场惊呼声一片，大家惊呼是因为廖任南的歌只唱了一半，就获得了进入下一轮的资格。如果是老派的人气歌手，他们表示可以理解，但廖任南可是一位新人啊！难道真如女神李千墨所说的，他是天籁这一届的黑马？一时间，许多参赛歌手呆呆地站在后场间，看着屏幕上的廖任南，脸上满是不敢置信之色。这歌手唱原创就算了，还如此高的质量，什么时候天籁变得这么卷了？还让不让人活了？而舞台上，廖任南的歌声还在继续。朦胧的时间，我们溜了多远？冰刀画的圈，圈起了谁改变？歌曲进入重复阶段，在主歌唱完之后，廖任南情绪高涨，开始唱副歌段。他的情绪比之前的一遍来得更加热烈，凄美的歌词，忧伤的情绪，让人听了觉得撕心裂肺一般，手臂都忍不住起层鸡皮疙瘩。记得你叫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一曲终了，廖任南站在原地，久久不能释怀。这就是歌手的最高境界，歌者完全融入到歌曲里。足足几分钟过去，舞台的灯光全部亮起，廖任南才从歌里走出来，向观众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表达自己的感谢。轰隆隆，全场掌声雷动。砰砰，又是两声爆灯音。哇，舞灯了！观众席上又是一片惊呼，这廖任南也太牛了吧！这场海选环节，比赛进行到现在，已经有70多位歌手演唱，通过的歌手还比较多，但以5票通过的歌手寥寥无几。75号后场间，曹金明看到这一幕，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自从廖任南加入了天籁，他就一直很重视，多次催促廖任南，询问他比赛的曲目准备的如何。可是廖任南对此一句话都没说，反而还让他放宽心。这可是高手如云的天籁之音，他怎么能够放宽心吗？而他只是个执行导演，并不擅长唱歌，根本就使不上力。而今天，在廖任南提出要和他下棋的时候，他还以为廖任南要认输了，这让他很是郁闷。谁曾想，廖任南早已胸有成竹，而且是一如既往的稳纳。看来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而另一边，苏雪的脸色却是一片铁青。按照他的预期，廖任南应该直接低于2票，被淘汰出局，或者最多3票通过海选。可结果是，他一个刚转行的新人，居然以5票通过海选，这是什么狗屎运？一瞬间，他对自己公司的2个艺人通过海选的事情，一点都不觉得香了。恭喜廖任南先生获得5灯，通过海选顺利晋级下一环节。何炅趁机走上了舞台。哎呀，这首歌真的太棒了！下面有请几位导师们点评一下。闻言，林夕导师率先拿起了话筒，点评道：从作词上来说，我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成功的歌曲。也许有人会认为他的词曲写得很简单，但大家应该都听过有句话叫大道至简，而且这歌词里所包含的感情一点也不简单，反而非常醇厚，所以我爆灯了。哎呀，
廖任南不愧为优秀作词人，太厉害了。何老师笑了笑，又转头看向王子宋导师，问道：“那在唱功方面，王导有什么意见？要对廖任南提的吗？”王子宋凑近话筒一点，想了想后道：“在歌曲中，廖任南把自己浑厚的嗓音、扎实的唱功和技巧展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非常不错了。看来王导对廖任南也非常欣赏啊。”何老师总结了一句，然后望向刘焕和那英的方向，问道：“不知道两位还有什么意见要补充的？”“那我说两句吧。”刘焕接过话题道：“最长的电影这首歌曲，不管是从歌词还是作曲上来说，都是属于抒情类的作品，但又与众不同。它有着多变的风格，大量的转音、和声编配等，都带着一种独特的味道。这首歌用钢琴的柔美，加上打击乐的承托，以及廖任南高超的唱腔，把陪伴、等待等悲伤情绪完美的演绎了出来。第22辉煌点累计达到200万。”话音落下，哇！观众席上再次沸腾了。要知道，刘焕是华夏主流音乐教父，在娱乐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他评委偏向流量相比，刘焕是扎扎实实搞音乐的，因此他的评价最有价值。他说廖任南好，那就是真的好了。闻言，何老师点头如捣蒜，似乎很认同刘焕的说法。多谢各位导师的点评，那么让我们再一次鼓起掌来，恭祝廖任南通过海选，也期待廖任南在下一阶段的 1v1 PK 比赛中能够有更为精彩的表现。哗啦啦啦啦，现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谢谢大家。廖任南礼貌地对观众行了一礼。接下来，何老师继续安排下一名歌手上台表演，廖任南则退到了后台，观看其他歌手的表现。按照以往他的性格，录完了自己的表演部分，他会悄摸摸地提前退场。可这一次，毕竟是天籁第一期，而且还是全球直播，他要是就这么离开，势必会引起舆论，被一些黑粉诟病什么的。所以，廖任南也不着急了，准备耐着性子把节目看完，哪怕是在镜头前发呆也行。曹金明似乎比他还要认真，不停在他耳边分析各歌手的特点，说什么是做到有的放矢。廖任南，我们真的要认真对待接下来的比赛，不能再像这一期这样应付了。我觉得你具备夺冠的潜能。曹金明突然郑重地说。廖任南笑着打趣道：“老曹，你才发现啊？你别笑。”曹金明有点急眼，我在跟你讲正事呢。我觉得呀，接下来的 1v1 PK 看图写歌、关键字写歌，这些比赛环节都是真刀真枪，考验歌手背后团队的制作能力。你看别人团队都是好几人协作，特别是拇指娱乐的叶旭坤，背后都是国际制作人在支招。咱们南明娱乐只靠你单打独斗，这样注定走不远啊。所以我们也应该咬咬牙，花重金请一些制作人团队，不能输在起跑线了。廖任南这次没笑，只是问道：“那你觉得找哪个制作人能够有超强的制作能力，又能够贴合我们的曲风？”这个问题瞬间把曹金明问住。其实，找制作人团队协助这个事情，廖任南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谁不想多个军师帮自己出谋划策呢？但是，这个军师也不是谁都能当的。如果找国内的制作人的话，廖任南就是顶级的制作人，论歌曲爆火、敏锐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是一流，国内不一定有人能超过他。如果找国外的团队，毕竟各国文化差异摆在那里，而且廖任南也真没对国外哪位制作人很赏识的，所以他觉得花钱去请这些不着调的人，还不如自己工作室现有的编曲、乐器助手们合作的顺手。当然，廖任南觉得如果自己懂编曲，精通各类乐器，那就更完美了。廖任南正想着间，一道系统提示声在他脑海中响起：叮！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达到200万，自动兑换2次奖品，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神级编曲技能。神级编曲，拥有此技能，你将精通各类编曲绝技，成为蓝星编曲第1人。紧接着，只感觉身体一阵酥麻，廖任南觉得脑海中就多了许多编曲知识，不管是摇滚、蓝调、电子还是爵士等各种风格，他都能熟练掌握其中的编曲方法。而这还没完，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18般乐器精通。18般乐器精通，拥有此技能，宿主能掌控市面乐器种类的 99.99%， 蜕变为乐器全才。身体又是一阵酥麻，廖任南头脑中多了海量的乐理知识。现在他不仅能够掌握钢琴、小提琴、吉他、爵士鼓、电子琴、风琴等主流乐器，连马勋、9孔8乌、牛角刨、胡笳、艾杰克、乌德琴等这样的偏门乐器，
他也是成为了行家。闻言，廖仁南内心狂喜不已，这系统奖励果然跟宿主当前愿景相关，想什么来什么啊！而更令廖仁南欣喜的，则是他更加确定自己来参加天籁是最正确的决定。以往的2次都是在新歌发布后3、4天的时间才能积累辉煌点到100万，但这一次他才参加第1期节目，只唱了1首歌就收割200万辉煌点，而且后面节目正式播出也该还会再收割一波，这得系统奖励，简直就跟不费劲似的，实在是太爽了。老曹，助手团队什么的，你就先别想了，你就安安心心把心思放在工作室员工招募上和艺人挖掘上，稍稍思索。廖仁南道：不是，你一个人行吗？廖仁南一脸自信地道：不用担心，我可以处理好。曹金明听得满头雾水，不过他也没有解决此事的思绪，便也没继续追问。终于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历时8个多小时，海选环节全部过完。这一环节通过人数是有限制的，名额只有60人，而比赛越往后面，导师们评分越来越严，最终只有55人通过。于是节目组采取了补位的方式，将之前拿到2票的选手全部请上舞台，交由评委做2次排选。最终海选环节60个名额全部确定，并在全网发布。收到自己晋级的通知，歌手们都欢呼雀跃，特别是最后补位的5位歌手，几人高兴得泪洒舞台，笑称像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纷纷表态会把握住这个机会。另外，第1期节目的网络人气票选前10结果也出来了。第1叶旭坤1154782票，第2花泽吕1098154票，第3杰978515票，第8曾轶可689514票，第10冯坤524789票。其中廖仁南没有在榜上，他觉得情有可原，毕竟像王峰、任贤齐、胡海泉这样的老牌歌手都没上榜，他一个刚出来的新人能有多少人气呢？而这个网络票选结果可是让苏雪高兴坏了，廖仁南落榜了，活该，会写歌又怎么样，还不是败给流量，能通过海选又怎么样？往后的环节网络票选可占有权重，廖仁南按照这个人气迟早要被淘汰了。第1期节目结束，观众们按照秩序退场，歌手们也都收拾着。仁南，待会的庆功宴你确定不去？曹金明看着正在收拾歌谱的廖仁南问道。得知廖仁南成功晋级，零距离栏目组的几位同事也是打电话来一阵吹捧，顺带着要宰他一顿。廖仁南当然不介意，只是他觉得最近时间真的吃紧，便果断拒绝了。老曹，我就不过去了，你帮我主持吧，账你帮我结了，回头我把钱给你。曹金明笑着摇摇头，钱什么的倒无所谓，只是这是你的庆功宴，你不出面算是怎么回事？廖仁南无奈地道，我也想去啊，只是我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的。这样吧，等我拿到天籁的冠军那天，我一定陪你们好好大喝一场。曹金明故意皱了皱眉，也行吧，那明天公司再见了。廖仁南头也不抬地说，好吧。突然曹金明眼角余光瞥见一道身影，回头一看，竟是一名女子。她穿着一条宽松的牛仔裤，外面套着一件夹克，脸上还戴着一副口罩与墨镜，将自己整个人都遮住了。不过曹金明却是一眼认出，惊呼一声，李千墨。李千墨四下看了看，见周围无人，便取下口罩，微笑道，曹导，我都遮成这样，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曹金明呵呵一笑，我在娱乐圈待了20年，每位艺人的特点都能记得住，而且你这辨识度太高了吗？毕竟李千墨的身材实在是太好了，双腿修长，前凸后翘，括号腰，这简直是100分比例的好身材，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也都是出了名的佼佼者，乃是简单的掩饰就能盖住的。第23廖恩被一天不打皮痒得很，李千墨不明白曹金明所说话的潜在意思，只理解了字面意思，愣在原地笑了笑。当然了，曹金明也不是调侃李千墨，只是一种说话的习惯。对了，你来是？曹金明随口问道。虽然李千墨的人气比较高，但曹金明辈分高，资历深，所以他不用对李千墨说话讲究。我是来找廖老师的。李千墨的目光落在了曹金明身后的廖仁南身上。哦，曹金明这才反应过来，加快了收拾的节奏。那你们有事聊呗，我都收拾好了，下周再见。下周见。曹导。李千墨微微一笑。下周见。曹金明也笑着回应，用一种古怪的目光看了廖仁南一眼，然后一脸笑容的离开了。廖仁南对上老曹奇怪的眼神，不禁暗暗摇了摇头。
心想这老大哥在瞎想些什么呢？看到曹金明出了房间，廖仁南这才开口问道：“阡陌，你有什么事就快点说吧，我待会还要赶过去接贝贝。”“没什么事情啊，我就是过来陪你去接贝贝的。”廖仁南听得一头雾水，难道贝贝没跟你说吗？李阡陌见此，疑惑地道：“贝贝有跟我发消息，让我今天5点去学校接他，我们约好晚上一起玩啊。”“啊，你弄错了吧？”廖仁南更加懵了，廖恩贝怎么会跟你有联系？廖仁南很清楚，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人并没有留下对方任何的联系方式，自己连李阡陌的电话都不知道，廖恩贝又如何知道？李阡陌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拿出手机：“你看，这是贝贝给我发的消息。”廖仁南接过手机一看，李阡陌说的都是真的，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廖恩贝居然是用微博私信来跟他联系的。难怪几天前廖恩贝缠着他问微博小号的密码，原来是因为这事。两人的聊天记录有几十条。南柯一梦，你是阡陌阿姨吗？我是廖恩贝。贝贝。李阡陌，哇，贝贝，你好。南柯一梦，阡陌阿姨，我想你了，什么时候来我家玩啊？李阡陌，我也想去你家玩，只是阿姨这样过去太突兀了。对了，你爸爸知道你联系我吗？南柯一梦，他知道啊，这个账号是他给我的。南柯一梦，阡陌阿姨，我爸爸要参加比赛，你好像是评委吧？能不能让我爸爸通过比赛？李阡陌，当然可以啊，我喜欢廖老师的歌，我也相信廖老师的能力。南柯一梦，耶，阿姨你太好了，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我邀请你今晚来我家吃完饭，你一定要来哦。李阡陌，好吧。南柯一梦，那一言为定，我今天5点放学，你过来接我一下，如果你不知道路，可以跟我爸爸一起来。李阡陌，行吧，我知道了。南柯一梦，谢谢阡陌阿姨，爱你。见此，廖仁南有点哭笑不得，怪不得自己一出场李阡陌就爆灯呢，这种天马行空的主意也只有廖恩贝想得出来了吧。这小丫头一天不打皮痒的很啊。廖仁南咬了咬牙，对李阡陌致歉道：“对不起啊，小孩子不懂事，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的李阡陌笑了笑，像盛开的花朵，贝贝很可爱啊，我超喜欢她的。哦，呵呵，快速收拾了一下，廖仁南便跟着李阡陌一起往贝贝的学校赶去。这次依旧是李阡陌开车，廖仁南舒服地坐在副驾驶室。上路才没多久，廖仁南便收到2条微信消息，都是曹金明发过来的。曹金明这次眼光不错，大拇指点 JPG。 曹金明在圈内摸爬滚打这么久，我也能够跟着沾沾光了。见此，廖仁南眉头皱了皱，回复一条：什么沾沾光啊？很快，曹金明发来消息：李阡陌呀。廖仁南越看越不懂，李阡陌怎么了？曹金明，不是，你不会还不知道李阡陌在圈内的背景吧？廖仁南，曹金明，好吧，是我多想了，你也是心大，自己百度一下吧。廖仁南瞟了开车的李阡陌一眼，退出微信，打开百度软件，输入了井号李阡陌背景井号字样。很快，相关的消息都出来了。原来，李阡陌是跟郑苗红的红三代，从小在部队大院中长大，家族中很多亲人都是军人，其中不乏一些军部高级将领。其中他有被曝光一张庆生照，他的爷爷挂了一身的勋跟他合影，还有连府院的秘书长级别大官都参加了。这是在圈内引起不小的震动，众人皆知李阡陌背景非常之强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海外发展多年后归国，依然能够轻易的拿到天籁导师资格。说实在话，这消息让廖仁南有点惊讶，不过对他也没啥影响。他重新打开微信软件，给曹金明发过去一条消息：廖仁南，我只是李阡陌的普通音乐老师，你别多想啊。曹金明很快回过来：知道啊，我没有多想，你也放轻松点，慢慢来。廖仁南越聊越不明白，廖仁南索性不聊了。到达目的地了，李阡陌把车停在路边，笑着对廖仁南道：廖仁南点点头，那我过去接贝贝，你就在车里等吧。李阡陌摇摇头：不，我跟你一起，我答应贝贝的了。哦，好吧。廖仁南感觉怪怪的，那你多挡点，被认出来就麻烦了。没关系的，李阡陌表现得比廖仁南还积极。很快，两人挨身走进幼儿园，尽管都戴了口罩和墨镜，还是引来了其他家长的注意。哇哦，帅哥靓女，好养眼啊！头一次见这么年轻的夫妻，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他们自己都还像孩子一样。这美女的身材也太好了吧，特别是这腰，传说中的 A4，感觉这两人有点眼熟，不会是哪个大明星吧？
第24，接廖恩贝放学。听到周围的议论声，廖仁南赶紧示意李千墨，两人往角落处靠了靠，免得被人给认出来。之后等了大约5分钟，随着一道铃声响起，幼儿园学生正式放学。几名幼教老师领着孩子依次排队从教学楼走出。李千墨看着眼前这些还不到1米高的萌娃，整颗心都要融化了般，又是用手指又是捂嘴傻笑，像是瞬间得了多动症。廖仁南看到这一幕也是觉得太好玩了。其中廖恩贝现在5岁了，上的是朵朵班，也就是所谓的中班。按照学校平常的规定，都是先让小班的家长接孩子，然后才轮到中班和大班。两人又等了大概10分钟，一位女老师才举着朵朵班的牌子，带着一群小朋友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来，并让孩子们找各自的家长。廖恩贝的个头比较高，排在队伍的最后面。他刚出教学楼大门，便踮起了脚尖，四下打量着，显然是在寻找廖仁南。待看到人群中戴着口罩和墨镜的一男一女，廖恩贝开心地露出2颗小虎牙，踩着小步伐朝2个人奔了过来。见状，廖仁南会心一笑，赶紧上前去迎接。两人正面相向，距离越拉越近，越来越近。廖仁南蹲了下来，展开双臂，准备搂贝贝。然而就在这时，廖恩贝忽然一个小拐弯，从廖仁南身前绕过去，朝着后方奔了过去。廖仁南一回头，便看到廖恩贝已经扎进了李千墨的怀抱，两人拥抱在一起，脸上流淌着幸福。只剩廖仁南蹲在那里，一脸的尴尬。好爸爸，你愣着干嘛啊？咱们回去了。还是在李千墨的提醒下，廖恩贝这才注意到廖仁南过来挽起他的手臂。廖仁南扁了扁嘴，故意酸溜溜地说：呵，我还以为我戴了个口罩，你就不认识我了呢。哪有？廖恩贝做出流口水的表情包，我爸爸这么帅，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烈，怎么会认不出呢？噗嗤，李千墨被两人给逗笑了，简单聊了几句，3人便准备回家。廖仁南牵着廖恩贝走在前面，李千墨单独跟在后面。想到了什么，廖恩贝突然放缓步子，带李千墨走近了些，一把牵住李千墨的手。注意到这一幕，廖仁南瞪了贝贝一眼，但碍于李千墨在面前，也不好多说什么。而李千墨却是很开心，牵着廖恩贝的小肉手，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于是3人并排手牵着手走出校门，惹得路人侧目频频。哇哦，这家人颜值好高啊！可不是嘛，这3口之家也太幸福了吧！这画面真治愈，我要拍一张照片存着，照片记得传我一张。跨过一条马路，3人便来到李千墨的宝马车前。考虑到什么？廖仁南主动说：反正你们要聊天，不如我来开车吧。这样也好。李千墨把钥匙递给廖仁南，带着贝贝坐到了后座。由于车上没有备安全座椅，李千墨则给贝贝系上安全带，还用一只手臂紧紧搂着她。看到这一幕，廖仁南不禁心头一动。苏雪是贝贝的亲生母亲，平常都是注意不到这些点，而李千墨还是个金枝玉叶，且是广受崇拜的时尚明星，居然能够这么细心体贴，实属与他的形象反差好大。廖仁南不仅对李千墨多出一丝好感，当然了，这份好感不是男女之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欣赏。待两人都坐稳当了，廖仁南这才发动车。贝贝，你要不要看看你爸爸今天唱歌的视频啊？李千墨问道。好呀。廖恩贝满脸期待。李千墨用手机搜索出视频，调到廖仁南出场的阶段，递到廖恩贝面前，两人一起看起来。千墨阿姨，你觉得我爸爸唱歌好听吗？当然好听啦，都得了5盏灯，第1厉害。嘻嘻，听到你这么说，我好开心。一路上，两人一搭接一搭的聊着天，廖仁南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从后视镜瞥到搂在一起哈哈大笑的贝贝和李千墨，廖仁南有一种自己并没离婚的错觉。准确的说是，在这短暂的一刻，他体会到3口之家的快乐。其实他对另一半的要求不高，不需要他多么漂亮能干，能够相夫教子开心过日子就行。奈何苏雪偏偏不是这一类，人生就是这么无奈。很快便到了锦绣小区，李千墨看了眼廖仁南，犹豫要不要告别了。贝贝，那今天就这样，阿姨改天再找你玩。听到这话，廖恩贝一下就急了。不是，千墨阿姨，我们不是约好了你要去我家玩吗？难道你们大人都一样喜欢撒谎的吗？李千墨连忙摆手，不是的贝贝，阿姨也想跟你一起玩，只是……李千墨瞥了廖仁南一眼，神情有些许的尴尬。虽然他确实喜欢廖仁南，也表态这次要主动出击，
但他还没脸皮厚到人家还没开口，自己就往他家里去的地步。廖恩贝人小鬼大，一下子就捕捉到李千墨这眼神的意思。他转过头，朝向廖仁南，气愤地问道：“爸爸，难道你不欢迎千墨阿姨来我们家吗？如果不是千墨阿姨，你可能比赛就被淘汰了。你不是教育过我要知恩图报吗？”闻言，李千墨尴尬地笑了笑，心里想着不至于。廖仁南犹豫着，不知道如何回答。如果换做别的女人，他肯定当场否决了，但他跟李千墨也算有过渊源，而且今天自己一出场他就爆灯，确实给自己添了不少热度。最关键的是，廖恩贝这么的喜欢他。稍稍思考，廖仁南便有了决定，笑着对李千墨道：“既然你们都约定好了，如果没事的话，就上去坐一回呗。”“那好吧。”李千墨点头道，他脸上表情没什么，心里其实美滋滋的，想着又靠近廖仁南一点了。哦耶！廖恩贝高兴的像要跳起来，拉着李千墨的手就往小区走，边走还边说：“千墨阿姨，我家里有好多的玩具，都可有意思了。还有，我爸爸做饭特别好吃，待会你就留下来吃晚饭。”“行。”李千墨也不客气了，“那要不你今晚就在我家过夜吧，咱们可以玩个通宵里。”廖恩贝越说越兴奋，“这不太好吧？”李千墨尴尬的笑道，看着廖恩贝这得意兴奋的小背影，听着他不着边际的各种无理要求，廖仁南感觉自己被道德绑架了。一进屋，廖恩贝便拉着李千墨参观起房间。“千墨阿姨，这是客厅，这是我爸爸的卧室，这是我的卧室，不过我平常跟爸爸一起睡。”“挺好的。”李千墨认真观察起两间卧室来，他发现房间里虽然没有奢华的陈设，但是却有一种简单的温馨，他很喜欢。“这里是厕所，你要尿尿的话可以自己去。”“好的。”呵呵。李千墨尴尬的笑了笑。正在跟梅姨交接的廖仁南听到了，也觉得尴尬到了骨子里。不过李千墨在场，他也不好纠正什么。“千墨阿姨，快看看我的玩具，可有趣了。”介绍完了房间，廖恩贝开始向李千墨展示自己收藏的玩具。廖仁南在一旁看着，也不好多说什么，心想着委屈李千墨了。他一个人带廖恩贝好几年，自然知道陪小孩子有多累多无聊。苏雪就从来没耐心陪孩子，连一天都没有。当然了，廖仁南也想到了感谢李千墨的方法，那就是为他做一桌丰盛的晚餐。既然留了人家在家里吃饭，那就要认真招待了。第25，这哪里是简单的家常菜？廖仁南准备亲自下厨，他交代梅姨去买一些菜回来，然后就让梅姨先回家去了。而因为有神级厨艺加身，廖仁南做起菜来是游刃有余，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一桌可口的饭菜就做好了。“贝贝，叫千墨阿姨来吃饭了。”廖仁南边用毛巾擦手，边对着玩具房喊道：“知道了，爸爸。”没一会，廖恩贝牵着李千墨从玩具房出来，并振振有词地道：“千墨阿姨，我爸爸做的菜可好吃了，待会你一定要多吃几碗。”“好啊，咱们先去洗个手。”李千墨笑着说。洗完手，两人来到餐厅。李千墨一下就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到，明明桌上各种菜的材料他全部都认识，可是搭配出来的菜品他却很少见过，而且摆盘特别精致，都是一些简单的家常菜。“你别客气啊。”廖仁南笑着说。李千墨摆摆手，这哪里是简单的家常菜，比起5星级饭店也绰绰有余吧。廖仁南笑了笑，说着，李千墨指着中间一盘菜，问道：“这道菜叫什么名字？摆得好像一朵花啊。”没等廖仁南回答，廖恩贝却抢先道：“这是蒜泥白肉，由猪肉搭配蒜末做的，确实像一朵花哦。”李千墨点点头，又指着一个圆盘，问道：“那这道呢？里面怎么还有枣？”“千墨阿姨，这不是枣哦。”廖恩贝用筷子夹起盘中一颗道：“这个是话梅，这道菜的名字叫话梅鸭舌，味道可好了。”闻言，李千墨偷偷舔舔嘴唇，这道是柠檬海蜇头，还有这是四喜烤麸、卤牛肉、色拌肉丝、花开富贵虾。没等李千墨再问，廖恩贝主动介绍起来。李千墨举起大拇指：“哇，你爸爸居然会做这么多菜，真是太厉害了。”“可不是嘛，我爸爸就是神厨。”廖恩贝叉腰骄傲地说。听到这话，廖仁南会心一笑。就在这时，咕噜一声肚子叫的声音响起。廖仁南瞪了贝贝一眼道：“中午在学校又挑食，肚子饿了是吧？”“不是我。”廖恩贝扁着嘴说。“还不承认？肚子可不会说谎，本来就不是。”廖恩贝提高音量：“是我。”这时，一旁的李千墨尴尬的捂着肚子道：“中午录节目，感觉食堂菜不好，所以只吃了几口，现在感觉饿了。”“哦。”
那赶紧吃呗。廖仁南笑笑道，当成在自己家一样。好嘞。李千墨食欲满满。半个小时后，李千墨和廖恩贝靠在一起，两人都瘫软在了餐椅上。原本他都想好了，第一次在别人家吃饭，要淑女矜持，留下一个好印象。可奈何廖仁南做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每次递出筷子都说只吃最后一口，吃完却又忍不住再加一块，最后把一桌的菜都给扫光了，大米饭也吃了2大碗。如果不是今天来这吃饭，李千墨都不知道自己这么能吃。幸运的是，还好有廖恩贝作伴，也跟着吃了很多，分担了部分注意力，不然他真的怕自己吓到廖仁南。吃完饭后，廖恩贝便去做家庭作业了，李千墨在旁边陪着他。廖仁南收拾了一下碗筷，然后做了一个水果拼盘，让李千墨吃消消食。李千墨也没客气，在客厅吃了起来。由于房间里没人讲话，廖仁南和李千墨相对坐，氛围莫名有些尴尬。想到了什么，李千墨突然问廖老师，你这7天来的网络投票成绩怎么样？好像下一期就要加入网投权重了。我也没怎么关注。廖仁南漫不经心地道，成绩应该一般吧。那我帮你查查。李千墨拿出手机搜索起来。几分钟后，他的脸色暗了暗。海选环节60名歌手通过，廖仁南的排名还不到40位，难怪他说一般。而令人尴尬的是，越往后的比赛，网投权重会越高。这样的比赛机制也意味着，就算你是再有实力，如果人气不行，那迟早也会被刷下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廖仁南正式出道没多久，发布的歌曲也才3首，可能很多人听过他的歌，但是却不知道他这个人，这跟那些频频在影视综艺露面的明星自然不能比。这该怎么破局呢？对了，廖老师，你最近档期紧张吗？我有一个朋友想请你帮忙做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李千墨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帮廖仁南增加人气。写主题曲？可以啊，廖仁南现在有神级作曲技能加身，写首歌那是分分钟的事情，更何况他的脑袋里还藏着前世的音乐库。那太好了，我待会就让我朋友把资料传给你。李千墨开心的道。行啊。吃了水果，坐了一会，李千墨说自己要回去了。廖仁南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觉得时间有点晚了，他也不留李千墨了，反倒是廖恩贝听到李千墨要走，急得都快哭了。在李千墨一番好哄并答应下次再来玩后，廖恩贝才同意让他走。由于廖恩贝一个人在家，廖仁南便把李千墨送进电梯，就没再多送他了。临走时，李千墨还要了廖仁南的微信，说是联系工作方便。廖仁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几分钟后，李千墨坐上自己的宝马，拨通了林佑威电话。佑威，你那边有没有最近要上的电影？缺主题曲的？有啊。怎么了？把订单转给我呗，我帮你搞定。你是不是想叫廖仁南写？目的是帮他提高网络人气？好吧，什么都瞒不过你。啧，不得不说，你对廖仁南是真的好啊，连这事都要帮他安排，看来陷得不深啊。去，我乐意。资料记得传给我哈。行，我这就叫助理传给你。不过这首主题曲的电影5天后就要上映了，时间可是挺紧的。原本我们准备用纯音乐代替，上映后再补录歌曲的。如果廖仁南愿意，就试试吧。先发过来看了再说吧。这边，廖仁南刚哄贝贝睡着，便收到李千墨的微信消息，发给他的是一个云链接，下载里面是一份压缩的订单资料。订单所属公司花火娱乐，电影名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主题曲名待定，音乐风格流行，青春，酬劳待商讨。附件资料电影微剪辑点 MP4。看完整份资料，廖仁南又惊又喜。惊讶的是，李千墨轻描淡写所说的朋友，居然是花火娱乐。这家公司出品的电影都是精品，票房都非常的高，口碑也不错，看来他确实人脉超广啊。而喜悦的是，这部电影似乎就是他前世所看的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这首歌不是现成的吗？还用得着费精力写吗？第26神级作曲。一晃便到了第2天清晨，送贝贝去幼儿园后，廖仁南开始着手那些年的曲谱。凭借前世的记忆，加上他新获得的神级编曲技能，廖仁南只用1刻钟便写完了，还原度高达 99%， 他都被自己给秀到了。做完这一切，廖仁南给李千墨发了条消息，准备把歌交了，早交早结束这个订单。半个小时后，花火娱乐公司门口，李千墨与林佑威对视一眼，皆是一脸懵逼。林佑威柳眉微蹙，千墨，你说廖仁南找我们有什么事？
是他对这首歌要求没弄清，还是他对报酬有疑问，还是他压根不想接这个订单？李千墨心虚地道：“这个我也不清楚。”林佑威没好气的道：“不是，你们不是通过电话，就啥都没说。”李千墨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当时才8点钟，我也是刚醒来，都没听清楚他说了啥。林佑威急了：“我的姑奶奶，你怎么这么不上心啊？这是严肃的事情，不是闹着玩的。公司其他董事很重视这部电影，对这个项目也看得很紧，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不然我会死得很惨的。”说的这么严重，李千墨白了他一眼道：“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你要真不放心这部电影票房，到时候电影发布会，我帮你站台助阵好吧？免费啊？真的吗？那太好了！”林佑威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有你这么个大明星助阵，我这部电影票房肯定又要爆。你还真是够伟大的呀！为了廖仁南，出钱又出人。行了，你别乱扯了。李千墨吐槽道。总之，待会不管廖仁南提出什么问题，你都要对他客气一点哈。知道了，姑奶奶。林佑威没好气的回了一句。就在这时，一辆计程车在他们前方停下。廖仁南从车上下来，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格子衬衫，袖子随意的卷了起来，简单却不失优雅，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性感。好他妈的帅啊！林佑威眼睛都看直了。要是能有这么帅的男人做男朋友，他也愿意出钱出人啊。廖老师，你来了！李千墨热情的喊道。李千墨，廖仁南对他点了个头道：“廖老师，你好，我叫林佑威，是花火娱乐董事，也是李千墨的闺蜜。”林佑威递上自己的名片，廖仁南接过名片：“你好，林董。”“你好，廖老师。”林佑威客气地道：“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去会议室说。”“行。”廖仁南微笑道。三人走入提前安排好的贵宾室，林佑威吩咐助理准备茶水事宜后，这才落座。“廖老师，你对订单有什么疑问啊？”廖仁南怔了一下，开口道：“我对订单没疑问啊。”林佑威一脸懵的看了一眼李千墨。李千墨轻声细语地道：“廖老师，你早晨不是打电话说约谈主题曲的事情吗？”廖仁南点点头：“嗯，是啊，主题曲我已经写好了，就是给你们拿过来看看。”“啥？”林佑威以为自己幻听了。李千墨也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说着，廖仁南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稿子道：“这是手稿，你们可以看看，是否符合电影主题曲的要求。”咕噜，林佑威吞了一口口水，颤巍着接过手稿。只见这份曲谱满满当当，字迹相当的工整，音节符号也十分有序。那些年，林佑威低吟一声。廖仁南点点头。林佑威检视起曲谱来，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结。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看着看着，林佑威念出声来，用手轻轻打着拍子。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哇哦！林佑威赞叹出声，抬头看向廖仁南。廖老师，这首歌的歌词怎么跟电影这么贴合？廖仁南笑笑道：“我是看了电影的微剪辑，融合了电影里面的很多片段，所以你会觉得歌词内容与电影主线贴合。”我的天，那您这功力太深厚了！林佑威毫不吝啬地称赞道。想到了什么，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喂，电话很快接通，对面是一个女生。林佑威兴奋道：“喂，柴导，现在有时间吗？过来贵宾室看一下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的主题曲。”林佑威口中的柴导，正是这部电影的总监制。闻言，电话那头道：“啊，怎么又要看主题曲？不是说档期时间不够，改用纯音乐了吗？”林佑威解释道：“我这里有一份，你过来看看。”呵呵，那头讪笑一声道：“林董，您该不会是从哪里随便挑了一首吧？这部电影是追忆青春的，如果歌曲跟主旋律不搭，那会适得其反。我当然知道，总之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过来再说吧。”“那行吧，我抽空过来一趟。”10分钟后，柴导才来到贵宾室，脸上带着不情愿。他看到李千墨和廖仁南，稍稍收敛了下情绪，热情地跟两人打招呼。而当看到林佑威时，他立马忍不住抱怨起来：“林董，我现在可忙得很，你还把我给叫来。这部电影5天后就要上映了，主题曲、配乐什么的都要调整，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林佑威把那份手稿往桌子上一放，道：“别的你就别抱怨了，先看看这份曲谱再说。”“哎呦，我现在哪还有什么时间看手稿，
柴岛拿起手稿，嘴上碎碎念着，脸上浮现出一丝不耐烦。而在看到这首歌的名字以及这首歌的前2行时，他的话戛然而止，睁大了眼睛，看着看着，他的眼睛更直了。哇塞，这一句写的真好，这歌写的也太有画面感，太青春了吧。林董，这首歌不正是为我们电影量身定做的吗？谁写的呀？有这也不早点告诉我。柴岛很激动，滔滔不绝地说着。林佑威指了指廖仁南，说道：这首曲子就是你面前这位大才所作。哎呀，你看我。柴岛恍然大悟，微笑道：廖仁南开嗓之后，我都忘了他是作曲人，厉害。柴岛忍不住对廖仁南竖起大拇指，你真是太厉害了，这歌写得太合我心意了。廖仁南讪讪一笑，谢谢抬爱。一旁的李千墨和林佑威看着柴岛那浮夸的表情，不由得都有些忍俊不禁。他们甚至都没说，这首歌的订单是昨晚才交到廖仁南的手里，短短12个小时，准确的是没有12个小时，就完成一首歌的编曲写词，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啊！而且这首曲子的品质还这么高，实在是太神奇了。一念及此，两人望着廖仁南的目光愈发火热。第27一举两得的办法。看着眼前工整的手稿，柴岛高兴得合不拢嘴。好了，既然曲谱都已经准备好，咱们接下来就是找歌手来唱了。本来他都已经退让，选择用纯音乐做主题曲，但是那些年的出现让他心中又有了一丝期待。毕竟一部电影上映，如果能有一首好的主题曲打头阵，那会带来不少流量。话说到这里，林佑威和李千墨齐齐将目光落在了廖仁南的身上。柴岛一拍额头，看把我糊涂的。廖老师，这首歌你能唱吗？林佑威闻言不禁有些紧张，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廖仁南能亲自来唱这首歌。一来他认为如果廖仁南唱这首歌会有很好的效果，再者节约时间成本，他不确定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找到合适的歌手来演唱这首歌。听了柴岛的话，廖仁南心里盘算了下，说出自己的顾虑。我可以唱这首歌，但是4天后我要参加《天籁之音》，那也是要提前背歌的。这样一来，2首歌同时进行，我可能会分身乏术。其实廖仁南嘴上如此说着，心里却是考虑到了廖恩贝，他可不想只顾着忙自己的事情，对贝贝不闻不问的。听到廖仁南的话，柴岛和林佑威皆是一脸失望的点了点头。就在这时，一直没吭声的李千墨突然灵机一动，兴致勃勃地说道：廖老师，其实你也可以这么做。既然《天籁之音》的第2期跟这部电影上映日是同一天，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首歌既用作那些年主题曲，又用在比赛节目上，那不就2者兼顾了吗？另外在 MV 中也可以进行一些小操作，起到互相引流的作用。对啊，听到这话，柴岛欢呼了一声，这个建议好，一举两得。林佑威更是情不自禁地抱住了李千墨，狠狠地吻了一下他的脸蛋。哎呀，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闻言，廖仁南想了半分钟，点点头，那就这样安排。这首歌我来唱。柴岛一听，顿时喜出望外，如释重负地说道：那太好了。林佑威眉开眼笑，廖老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给您丰厚的报酬的。这都好说。廖仁南淡淡道。当下几人便达成协议，以那些年为主题曲，同时由廖仁南包揽曲谱唱，同时还针对歌曲录制的细节进行了简单的头脑风暴。李千墨全程在一旁，一会看看廖仁南，一会看看林佑威，觉得喜不自胜。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灵光一闪的想法不但帮了廖仁南，还间接帮了林佑威。这一次的合作简直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另外他又对廖仁南又多了一分了解，多了一分崇拜，自己的眼光果然没错。接下来的2天，廖仁南除了照顾廖恩贝，几乎其他时间都花在那些年这首歌上。随着这首歌越来越完善，大家也迸发出更多的想法，比如为了更好诠释主题曲，可以请一名女演员配合廖仁南来演出歌曲内容，比如增加一些情景剧情，让歌曲看起来更有内涵。结果就是将一首歌改成了一部短的音乐剧。而同时在与廖仁南共事的这2日，花火娱乐的一众工作人员们对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廖仁南不论在作词作曲、编曲、制作，还是混音、录音、母带处理等环节，都是样样精通，而且是了若指掌，浑然天成。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大家都对廖仁南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口碑在业界也进一步传开。另一边，
李千墨也信守承诺，不但给那些年电影录了彩蛋，还主动参演了主题曲 MV 录制，这可把林佑威高兴坏了。毕竟李千墨可是当红花旦，花钱都不一定请得到，更何况他还是友情客串。当然了，他明白李千墨之所以会同意，完全是看在廖仁南的面子上，所以只要自己不亏待廖仁南，那也算对得起李千墨了。又一天过去，主题曲那些年全部制作完成。为了感谢廖仁南与李千墨，林佑威与柴导大摆筵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来，廖老师，再敬你一杯。如果不是廖老师出手，我们的这首主题曲绝对没有这么顺利完成。太谢谢你了。林佑威和柴导轮流跟廖仁南碰杯，谢谢抬爱，这也是大家的功劳。廖仁南也不矫情，能把这首歌录下来，他也很高兴。来，千墨，你也喝呀。林佑威突然 Q 了一下李千墨，怎么不跟廖老师喝一杯啊？李千墨脸色微红，端着红酒道：廖老师，我也敬你一杯，辛苦你了。廖仁南笑了笑，应该我敬你的，如果不是你，我都不会写出这首歌。听到这话，李千墨心里美滋滋的，笑了一声道：那也是廖老师你有才，这机会给别人也许是个炸弹呢。林佑威也插话道：千墨这话不夸张，我们当时对这个主题曲都没做什么指望了，所以廖老师你真的算是雪中送炭，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哪里，过奖了。廖仁南谦虚道。酒过半巡，林佑威从包里拿出一个存折，递到廖仁南面前道：廖老师，这是您的酬劳。廖仁南拿起来扫了一眼，100万。林董，你这给多了。廖仁南将存折推回给林佑威，不多，这是您应得的，这我不能拿啊。廖仁南摇摇头，按照他以往的报酬，作词10万，作曲15万，演唱20万，总和加起来不会超过50万，这也是市场上的行情价。林佑威的100万，在他看来实在是太多了。廖老师，您真是太客气了，您都不知道您为我们省了多少经费，所以这报酬1分都不能少，以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到时候你可不要拒绝我们。林佑威很肯定地说。看到廖仁南不说话，他又接着道：如果廖老师你不接受这存折，我直接给您代买一辆保时捷也行。事实上，林佑威第一次见廖仁南，除了对他的颜值感到惊讶外，对他坐计程车来也是十分惊讶。这年头，别说明星艺人了，就连幕后的制片人，只要稍微有点名气的，那谱一个比一个大。廖仁南这么有本事，还这么低调，当真是难得。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廖仁南见林佑威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不好再推辞，他端起酒杯，预祝你们电影上映大卖。林佑威也赶紧端起了杯子，多谢，也预祝廖老师天籁顺利晋级，再下一城。来，大家一起干杯！干杯！第28.0.1折购车优惠券。宴席散去，大家便各自回家了。林佑威安排了司机，专程送廖仁南。李千墨原本是打算开车送廖仁南的，不过他也在饭桌上喝酒了，而且他的酒量不是很好，这会儿已经有些晕乎乎的了，索性就先准备回家休息了。廖仁南看看时间，下午5点还差1刻，他便给梅姨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不用去接廖恩贝了。另外告诉司机，把自己送到廖仁贝的学校门口，在接上廖恩贝后，两人打算走回去，手牵着手压马路，倒也算锻炼了。贝贝，你妈妈说明天早上要来接你去玩哦。廖仁南漫不经心地说。明天是周末，也是约定的苏雪探视日。昨天晚上苏雪就跟他说了，明天会来接廖恩贝。对此，廖仁南有些意外。要知道苏雪可忙得很，很少会花时间来照顾贝贝。当然了，他虽然对苏雪没有好感，但却也不阻止廖恩贝跟妈妈亲。他可不希望廖恩贝受到父母离婚的影响，有什么心理方面的问题。毕竟，父母完整的爱，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爸爸，我不想去。廖恩贝回答道。啊，为什么不想去啊？贝贝的回答让廖仁南有些意外。廖恩贝扁扁嘴，就是不想去，没有为什么。廖仁南温柔地劝道，如果没有正当理由，那不能不去哦。你可能跟妈妈有些疏远，不过只要你们好好相处，关系会亲密起来的。毕竟她是你的妈妈，每个妈妈都很爱自己孩子的。廖恩贝嘴巴一撇，眼睛一红，2颗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委屈地道，我不要跟他亲密，我跟他亲密了，爸爸怎么办？我要跟爸爸在一起。廖仁南揉揉他的小脑袋，傻孩子，你跟妈妈关系好了，同样也还可以跟爸爸亲啊。
如果你实在想爸爸的话，那你明天就过去半天，我早点去接你，行吧？就半天。廖恩贝委屈巴巴地说。那就说定了。走了一会，刚进小区大门，廖恩贝突然停下来道：爸爸，我走累了，你能背我吗？可以啊。廖仁南蹲下来，让贝贝爬上自己的背。想到什么？他笑着道：贝贝，我准备明天去买辆车，这样就方便接你上下学了。离婚后净身出户，廖仁南把车子过户给了苏雪。这段时间去哪里都是打出租车、坐地铁。如果是他一个人还好，但带着小孩没有车，真的非常不方便。廖恩贝一听，顿时满心欢喜，太好了，爸爸你要买什么车啊？廖仁南正思考着间，突然脑海中响起了一道电子音，叮！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达到100万，自动兑换一次奖品，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 0.1 折购车优惠券1张。0.1 折购车优惠券，宿主购买任何车型可以享受 0.1 折的优惠，不过该优惠券只限购1辆，同时购买多辆车无效。廖仁南闻言，心中一阵激动，自从得到这个系统以来，真是时时有惊喜啊！而且这个辉煌人生系统果然名不虚传，给出的奖励都是奥利给。廖仁南笑着道：贝贝，爸爸这次准备买一台好车，名字叫做库里南，它是越野车，空间超大的，这样周末就方便带你去郊外露营。廖仁南跟大多数男人一样，喜欢彪悍的越野车，而在越野车之中，最令人向往的莫过于库里南了，尊贵而不失霸气。他的上一台车是 mini 宝马，开着像台玩具车一样，要不是当时苏雪硬吵着要，不然他一个男人不会选那款。现在他选车不用顾忌谁了，当然挑自己喜欢的。好耶！廖恩贝凑到廖仁南脖子处亲了一口，兴高采烈地道：爸爸好棒，我喜欢库里南，我喜欢露营。本来廖仁南也有些累了，但被女儿亲了一下，他顿时精神一振，把贝贝往背上挪了挪，大步朝自己的家走去。时光飞逝，匆匆就过去一天。苏雪一早就把廖恩贝接走了，看着廖恩贝离去的小背影，廖仁南眼眶都红了。在他看来，孩子是依赖父母的，可实际上父母更依赖孩子。不过很快，廖仁南定了定神，便去忙自己的事情。苏雪带着廖恩贝离开后，找了一家星巴克，随意买了几份熟食，然后便准备带他去买衣服。看到廖恩贝身上的旧衣服，苏雪觉得心里膈应的慌。她一个大明星的女儿，怎么能够穿这么土？如果被狗仔什么的拍到，那不是更有损她时尚的形象？路上，苏雪一边开车，一边透过后视镜看看廖恩贝。贝贝，把你座位旁的袋子打开，里面有汉堡、薯条，拿着吃。廖恩贝不为所动，摇摇头道：这些是垃圾食品，我不吃。苏雪讪笑一声：星巴克哪是垃圾食品？别什么都听你爸的，他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都没买什么菜，都没好好陪你吃饭？你看你脸蛋都瘦了。没有，廖恩贝反驳道：爸爸做的菜可好吃了，我每天吃2大碗的。呵呵，苏雪嘲讽道：他做菜好吃个鬼，餐厅的菜才好吃，你爸应该没带你下过餐厅吧？闻言，廖恩贝气得鼓起了腮帮子，没有回话。穷鬼一个！苏雪自顾自地继续道：待会我就带你去5星级餐厅好好吃一顿，给你补补。你放心吧，我后面会想办法把你要回来，不让你跟着他受苦。听到这话，廖恩贝一张粉脸蛋变得皱巴巴的。我爸爸才不是穷鬼了，他对我可好了，每天都给我买好吃的，今天他还要去买车，这样周末我跟爸爸就可以去郊游了。买车？苏雪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道：他哪里有钱买车了？你别听他忽悠了，他一张嘴竟会骗人了。我爸没有骗人。廖恩贝气得脸色发白，牙齿咬得咯咯响。他今天就是去买库里南了。呵，放屁！你知道库里南多少钱吗？他买得起库里南，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他如果有那本事，我也不会离开他。他就是个大骗子。苏雪斥责道：还有，你什么语气跟妈妈说话？你爸爸是怎么教育你的？我爸爸不是骗子，你才是骗子。廖恩贝又气又伤心，愤恨地凝视着苏雪那凶巴巴的目光。反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啊！苏雪如果不是在开车，他真想一巴掌扇过去。好，你说你爸爸要买库里南，你爸爸不是骗子是吧？我现在就带你过去，让你看看他的真面目。第29，喜提库里南。其中，魔都市白鹿湖区只有一家劳斯莱斯专卖店。以前苏雪常来这块逛，自然是轻车熟路。他决定了，待会要严厉训诫廖恩贝，告诉他什么是库里南，有多贵，更要在他面前
揭露廖仁南的丑恶嘴脸。另一边，廖仁南坐在李千墨的宝马车上，他的脸色说不出的复杂。具体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在送走了廖恩贝之后，李千墨给他打来了一个电话，说陪他一起去看车。那一刻，廖仁南一脸懵逼，自己要买车，这李千墨是如何得知的？随后，李千墨又跟他说，昨晚廖恩贝给他发了一条信息，问他有没有时间，让他陪廖仁南去买车。廖仁南一听，顿时无语了，这个廖恩贝真是人小鬼大，还安排起大人的事情了，到底要干啥？但是既然都约定好了，总不能拒绝吧，那不成了捉弄人家了。廖仁南也只得按部就班了。李千墨启动车子，廖老师，你准备去哪看车啊？廖仁南不以为意的应了一声，去劳斯莱斯专卖店吧。李千墨闻言，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如果是换成其他的女明星，听到哪位要买这么豪横的品牌车，估计都要被惊得目瞪口呆了。而她脸色之所以会变化，并不是因为这个品牌，毕竟她好歹也是个大明星，什么豪车没见过，再加上她家境殷厚，家里就有同样档次的豪车。她诧异的是，廖仁南居然在这个节点能买得起劳斯莱斯，因为全网都知道他是净身出户，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买得起劳斯莱斯豪车，难道他的家世不一般？好的，那你坐稳了。李千墨没有多问，直接开车出发。不到半个时辰，两人来到劳斯莱斯官方店。这种档次的豪车店，来者都是非富即贵，安保措施做得非常好，两人也不做遮掩了，径直走入店内。高档豪车的 4S 店格外气派，室内空间也是特别的大，店里的摆设无一不是名牌，还有许多绿植，全是珍贵的松柏，导购也很专业，都是俊男美女，穿戴非常整齐，让人赏心悦目。廖仁南和李千墨刚一进店，就有一位美女导购员笑容满面的迎了上来。廖先生，李小姐，你们好，请问两位是提车还是看车？这位美女导购员常看娱乐新闻，自然当然认识两人，所以轻松就叫出了两人的姓。而她表面上故作镇定，心里却是有诸多疑惑。咦，这廖仁南怎么跟李千墨在一起？两人不会是在谈恋爱吧？这是今天大新闻啊！我的天！看车，廖仁南淡淡地道：“那您中意哪款？我给您查下库存。”库里南，廖仁南道。美女导购员用手机查了下，欣喜地道：“廖先生，您运气真好，我们店刚好就有一台库里南现货，麻烦您出示一下本店贵宾卡，我现在就帮您预约试车。”闻言，廖仁南皱了一下眉头：“我没有你们店的贵宾卡。”美女导购员愣了下，连忙解释：“廖先生，是这样的，本店品牌没有专门的试驾车，都是现车当场试驾，毕竟是豪车限量版系列的，您应该能理解吧？”廖仁南见对方态度诚恳，倒也没有动怒，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李千墨。毕竟他以前没试驾过这种级别的豪车，还真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规定。是有这个规定。李千墨点了点头，想到了什么，他又继续道：“廖老师，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拿朋友的贵宾卡，这样就可以试车了，不用这么麻烦。”廖仁南回了李千墨一句，又转头对美女导购道：“那这样可以吧？我直接先付款，然后再验车，其他的手续能省就省。”他是个直截了当的人，不想把事情弄得麻烦。再说了，他觉得一辆近千万的顶级豪车，肯定经过了多道出厂测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他也想看看从系统得到的 0.1 折购车卡到底有没有用，要是不能用的话，那岂不是很尴尬？而旁边，李千墨闻言一怔，目光诧异地望着廖仁南。什么时候买豪车跟买大白菜似的了？但很快，他的眼神又变成了温柔和赞赏。他就是喜欢这样干脆利索的男人。那当然可以啊。美女导购员一脸错愕，半分钟后才反应过来，笑眯眯地问道：“您是办理分期还是全款？”全款。廖仁南淡淡道：“好的，我这就帮您去安排。”美女导购员欣喜道，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她赶紧安排廖仁南和李千墨到 VIP 接待室，端上了最好的茶水、最好的点心，唯恐怠慢了他们，然后便去向部门总监报告。毕竟这种情况属于特例，他必须要上报给领导，否则出了问题，可吃不了兜着走。此刻，部门总监正在跟几位房地产富商介绍着一款劳斯莱斯的中级轿车。虽然美女导购员声音压到了最低，但还是被那几名富商给听到了。一众富商的视线不由自主地朝着廖仁南所在的贵宾室望去，忍不住在心里腹诽：哇靠，这位年轻人什么来头啊？
买这么贵的车，也太豪气了吧！然而，接下来听到的话，更是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什么？库里南全款购买？这一句话，就像尖针一样，猛地扎进了那些富商们的耳朵中。别人小朋友买车，一出手就是近千万的豪车，并且直接就全款一次性支付，而自己作为一名企业家，磨蹭了个半天都没个结果，真他妈的丢脸啊！他们也想这样秀一波，奈何实力真的不允许。廖先生，您可以付款了。部门总监听了之后，决定亲自接待，带着财务便过来了。廖仁南拿出一张金卡，这是一张信用卡，里面有30万存款，是这段时间他发布歌曲断断续续获得的酬劳，而创作那些年林佑威给的100万酬劳，他还放在存折里没动。不过这张卡能透支1000万，所以他也是以防万一，如果0.1折购车券不管用的话，他就算是贷款也要把库里南买下，毕竟等凭自己现在的本领，绝对有这个偿还能力的。财务接过卡，在机器上一刷，收据单打印了出来。而同时，廖仁南收到了一条短信，来自于手机银行华夏银行尊敬的客户 XXXX 的银行账户尾号 XXXX 于某月某日某时完成转出交易，金额为 85.125.34， 存款余额为 240.981.65， 成功了。这台库里南全款价格为851万多，而现在只扣款了85100的款项，当真是0.1折的优惠力度。廖仁南内心兴奋不已，区域总监满脸堆笑，廖先生，咱们一起去看车吧。好，廖仁南激动道。由于是价格昂贵的顶级豪车， 4S 店选择直接把车停在了店里，而且是配备了专门的车库。车库门打开，遮挡布掀起，一辆通体漆黑的猛兽出现在几人的面前。老实说，廖仁南早就在网络上看过库里南的照片和 3D， 已经预警这车一定很霸气，但现在这样近距离看着他，廖仁南还是被炫到了。区域总监在旁边笑着道，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款的特点哈。这款车前脸采用了经典的帕特农神庙式进气格栅，两侧搭配矩形 LED 大灯组，非隐藏式的排气尾管设计，内饰采用真皮搭配实木以及金属装饰，整体设计与幻影类似，但方向盘更厚实。另外，全新的全液晶仪表盘采用3元仪表设计，辅以虚拟表盘和指针。区域总监卖力地介绍着，但廖仁南却没怎么在听，整体喜欢就行了，哪管这么多细节。我直接试驾一下。廖仁南径直上了车，点火启动，车子缓缓驶出 4S 店车库。库里南一出车库，从店员到顾客全都震惊呆住，眼中的那股羡慕之色完全想藏都藏不住的。虽然他们嘴巴上都没有说什么，但心中却个个掀起了惊涛骇浪。好家伙，这车也太他妈炫酷了吧！我的老天爷啊，我的钛合金眼都快要被闪瞎了。库里南，豪车中的豪车，我感觉我要跪了。一群人嗅着空气中的汽油味，仿佛这猛兽排泄出的尾气都带着一丝甘甜的味道，格外与众不同。第三是什么富婆？10分钟后，廖仁南重新把车开回店里。豪居就是豪车，非常的丝滑，跟坐在云端一般。这库里南不单外观霸气彪悍，居然也有跑车的那种急速推背感和销魂的声浪。总之一番体验下来，廖仁南非常的满意。行吧，就这辆了，帮我办理手续吧。部门总监一喜，好嘞，廖总您稍等。然后便吩咐手下去办理相关手续。见这笔生意谈成，部门总监稍微轻松了一些，言语间也多了几分随意，询问的问题也多了起来。那个廖董，您买这么好的车是工作室要用吗？要知道，有很多人买豪车不是为了自己使用，有不少人是拿去展览，或者是公司商务用车，必要的时候摆排场的。毕竟一辆价值近千万的豪车，谁会拿来家用呢？不是，我就是拿来平常代步，接孩子放学用的。廖仁南不假思索地道。代步？接孩子放学？噗嗤！李千墨觉得这回答莫名搞笑，直接笑出声来。而旁边的部门总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我尼玛，我刚刚听到了什么？近千万的库里南，就是平常代步用的？我的老天爷啊！明星才是真富豪啊！一切办理好后，廖仁南便跟李千墨准备离开。另一边，苏雪带着廖恩贝才刚到劳斯莱斯专卖店，东张西望干嘛？走快一点！看见廖恩贝走路慢悠悠的，苏雪忍不住斥责几句。她迫不及待要向廖恩贝证明廖仁南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就在这时，那是爸爸！廖恩贝忽然惊呼一声，便快步朝那边跑过去。然而，廖仁南、李千墨刚好坐着车子走了，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苏雪和廖恩贝。苏雪看着车上熟悉的侧脸，愣住了，一脸的惊骇，因为他确实看清那人是廖仁南，开走的也是库里南。不过他仍不肯相信这是事实。最新款的库里南，价格要近千万，他廖仁南买得起？绝对不可能啊！回过神来后，苏雪一把拽住身旁的部门总监，问道：“刚才买走库里南的那两人是谁啊？”部门总监职业性微笑着道：“苏小姐您好，这个是客人的隐私，我不方便透露的。他们都是受过专业培训的，绝对不会泄露顾客的信息，更何况是这样身份尊贵的顾客。”苏雪脸色黑了下来：“你就告诉我，那人是廖仁南吗？”部门总监一脸为难，没有回答。苏雪声音一扬，指向廖恩贝，对部门总监威吓道：“我是廖仁南的前妻，你应该知道的，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找他有正事。我这孩子有哮踹病，药在他爸爸身上，孩子随时会发病，我要去把药给拿过来，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他，耽误了你可负不了责。”部门总监看着廖恩贝，犹豫一下后勉强点点头。轰！苏雪如遭雷击，这人真是廖仁南，他买了库里南，所以廖恩贝所的一切都是真的。苏雪感觉自己的心像被狠狠地扎了一刀，可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廖仁南身旁的女人是谁？苏雪总感觉那个女人有点熟悉，却是想不起来她是谁。难道是廖仁南帮的富婆？他身旁的女人是谁？苏雪追问道。区域总监摇摇头，抱歉，这个我真的不能说。苏雪咄咄逼人，不说是吧？那我去找你们总经理投诉你。区域总监解释道，就算您向我总经理投诉，我也不能告诉您这些信息，保护顾客信息是我们公司行为准则明文规定的。抱歉，原先他担心孩子的身体健康，所以才告诉对方的身份，可看样子显然是被骗了。其他的问题他再也不会回答了。行吧，等着瞧。苏雪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便带着廖恩贝离开了。两人回到车上，廖恩贝开心地道：“爸爸真买了库里南，我就说吧，爸爸不是大骗子。”苏雪火冒三丈：“你给我闭嘴！他的行为比骗子还要可恶，他是个渣男！”呜呜！廖恩贝顿时被吓得哭了起来。苏雪拨通廖仁南电话：“你在哪里？现在过来一趟。”“怎么？有事吗？”“有事，有大事，赶紧过来。”廖仁南听到女儿哭声，便快速开车赶到。一下车，便看到苏雪臭着张脸。廖仁南直接选择无视，他现在可没义务为他的情绪买单。贝贝，怎么啦？怎么哭起来了？廖仁南见女儿梨花带雨，赶紧过去抱起她。他凶我。廖恩贝抽泣着说：“妈妈为什么凶你？”廖仁南转过头，正想向苏雪讨个说法，却发现她正在自己的车上找什么。“你干什么？贝贝怎么哭了？”廖仁南觉得莫名其妙。“你帮的富婆呢？”见车上那女人不在，苏雪嘲讽道。廖仁南眉头紧皱：“什么富婆？”苏雪龇牙咧嘴道：“就是帮你买车的富婆呀。”廖仁南脑袋快速转了一下，自然知道苏雪指的是李千墨，不过李千墨没有给他买车，更不是什么富婆。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别瞎人身攻击哈。廖仁南冷着脸道。听到这话，苏雪急了：“呵呵，我人身攻击？你敢做不敢当？我当初奇怪你为什么会这么爽快就答应离婚了，还净身出户，原来是早就找好了下家啊！这么快就哄得他给你买豪车，挺有本事的呀你！神经病，你净子虚乌有！”廖仁南忍不住呵斥道：“你这么诋毁我，我可以请律师告你。还有，你不顾廖恩贝的情绪，对他莫名的语言暴力，我可以向法院仲裁，取消你的探视权。”苏雪讪笑道：“你去呀，你婚内出轨，还骗人给你买车，真是不要脸！看法官听不听你的。”廖仁南无语道：“我郑重声明，买车的钱是我自己的，合法合理。”苏雪仍喋喋不休：“哈哈，你这么个幕后制作人，能买得起这车？说出来谁信啊？对了，你现在还是歌手，但也只是个新人，18线都谈不上吧？能跟我手下的艺人比吗？我奉劝你早点自己退出节目，到时候你肯定是手下败将，不可理喻。等着法院仲裁吧。”廖仁南摇摇头，便带着廖恩贝离开了。回家的路上，廖恩贝慢慢止住了眼泪。廖仁南安慰道：“贝贝，没事了，爸爸不会再让你单独跟他在一起了。”廖恩贝点点头：“谢谢爸爸，我真的讨厌他。”“讨厌他就先别见他，爸爸以后天天带着你。”廖恩贝嘟嘟嘴：“还是爸爸最好，我最爱爸爸了。”廖仁南笑了笑，继续开着车：“爸爸，你这车好炫啊，
我好喜欢。没过一会，廖恩贝开始打量起车来，完全忘了刚才发生的事情。闻言，廖仁南心里舒服了一些。等你周末放假，爸爸就开这车，带你去郊游。好的，爸爸。廖恩贝眼睛里闪着光，想到什么，他又继续道：爸爸，你要在天籁之音里好好表现，争取拿冠军。廖仁南笑笑道：你为什么希望爸爸得冠军啊？廖恩贝认真地道：这就跟学校的考试一样啊，每次考试我都会努力考第一，因为我知道我得了第一名，你会很开心。同样的，如果你得了第一名，我当然也为你开心了。呵呵，廖仁南笑着点点头道：好的，爸爸答应你，争取拿第一名。他第一次有了想要夺得天籁之音冠军的想法。第31 1v1 PK 赛开启，转眼间一天过去，魔都崇明岛天籁之音第2季第2期直播开启。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由飓风地产、金大福黄金、华为人工智能联合赞助的天籁之音。大型舞台上，何老师念着熟悉的开场白，而直播才刚刚开启，弹幕区早聊得热火朝天。哦耶！等了1个星期，第2期终于来了！哈哈，炸鸡、可乐已备好，音乐给我赶紧上，一起造起来！感觉何老师穿这套西服好帅啊！那些吹何老师帅的，你们品味真的有待商讨。我坤坤才是最帅的。花泽吕，华夏歌坛永远第神。李千陌仙女姐姐，我爱你1万年。兄弟们，如果我说我是来看象棋哥的，你们会鄙视我吗？何老师看着这超高的热度，也是欣慰的笑了笑，介绍着这一期的比赛规则。本期的主题是 1v1 PK 赛，由上一期海选晋级的60位选手抽签组队，进行1对1实力对决，由5位评委、30家媒体以及云端观众投票决定胜出人员。其中5位评委1人顶10票，媒体评委1人顶5票，另外还有征集了来自5湖4海的800名观众参与投票，总计票数1000票。本投票全程由魔都白鹿湖区监管工作人员监督，结果真实有效。最后，本环节将有30位歌手能够入选，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然后主镜头画面一转，对准了一间宽敞大厅，可以看到一众明星正轮流着，在一个箱子里抽取带数字的球，然后交由工作人员统计。何老师也解释着说，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选手正在抽签，以此来决定各自对决的歌手。好了，对决名单陆续出来了，分别是林志璇 PK 王峰，任贤齐 PK 张翰，冯坤 PK 武艺，叶旭坤 PK 许飞，花泽吕 PK 陈翔，杰 PK 江英荣，廖仁南 PK 曾轶可。何老师一一念着歌手们的 PK 名单，而这些信息瞬间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卧槽，林志璇对阵王峰，感觉这是王与王的对决，有好戏看了。尼玛，张翰居然也参赛了，我还不知道呢，他也算歌手吗？冯坤对阵武艺，坤哥这是烧高香了吗？他现在应该是在窃喜吧。廖仁南居然对阵曾轶可，感觉这是一场硬战哦。哈，曾轶可是廖仁南的前妻苏雪公司旗下的，这下有大瓜吃了。短暂的休息后， 1v1 PK 赛正式开启， PK 的歌手按顺序成队登台，其他的选手则在休息室候场。仁南，咱们这次又是靠后的名次，开始吧。今天准备搞什么娱乐活动？曹金明对坐在位子上观看比赛的廖仁南说，反正廖仁南参加比赛，他也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如好好享受比赛。特别是经过前几次的通告，他发现廖仁南总是成竹在胸，还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而越参与进廖仁南的计划，反倒像是越束缚了他。所以曹金明打算彻底放手，哪有什么娱乐活动，廖仁南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好好看比赛，分析一下歌手们的特点。听到这话，曹金明像丈二高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般，表情古怪地看着廖仁南。他觉得廖仁南实在是太奇怪了。今天早晨，廖仁南一声不吭的突然开着一辆库里南来公司，那可是没把他给吓傻。不是说净身出户的吗？怎么还这么豪横？而参加比赛，上次他还无聊下象棋，这次突然变得认真起来，真是态度180万转弯，太奇怪了，搞不懂。不过看着廖仁南这严肃的表情，曹金明也不再多问什么，跟着一起看起歌手 PK 来。另一间候场室，苏雪正一脸愤恨地看着屏幕，其中正是廖仁南所在候场室分屏。昨天廖仁南的那一番话，可是把苏雪气了个半死，特别是那句我们已经离婚了，你管不着，真像是点在了苏雪的死穴上一般。
他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现在老天给了他复仇的机会，居然让曾轶可抽签对到了廖仁南。哈哈，这真是太好了！苏雪发誓一定要让廖仁南尝尝得罪自己的代价。想到了什么，苏雪对曾轶可问道：“轶可，待会对战廖仁南有信心吗？”曾轶可毫不犹豫地点点头：“有的。我自认为廖仁南实力没我强，只是他是学姐你的前夫，要不要千万别手下留情。”苏雪抬手制止，然后又叮嘱道：“而且你待会也不要紧张，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就行了。评委、媒体那边我已经安排妥当了。”苏雪所指的评委和媒体，就是评委、媒体投票的控制权。毕竟1v1环节比赛由评委、媒体和网络投票3部分组成。网络投票是机器随机抓取的，是不可控的，而且还有数据参数遗留下来，没有谁敢去作假。而评委、媒体投票是可控的，一些想投机取巧的参赛单位当然会优先想着在这方面作文。曾轶可笑道：“明白了，谢谢学姐。”舞台上，比赛井然有序地进行着，陆续有歌手对决的结果发布，其中有的是大家意料之中的，比如任贤齐以854票战胜张翰的612票，冯坤以832票战胜武艺的574票，叶旭坤以912票战胜许飞的694票，花泽吕以876票战胜陈翔的710票。也有一些 PK 结果是大家意外之外的，比如杰以854票战胜江一蓉的670票。在大家的心目中，江一蓉和杰都是同级别的实力唱将，可是两人的得分却如此之大，而拉开分数的正是评委和媒体部分的投票，居然都一边倒的倾向杰。不少网友觉得杰这是沾了谢娜人气的光。另外，林志璇以885票战胜王峰的884票，大家惊讶于两人票数居然这么接近，居然只有1票之差，都替王峰感觉到可惜。很多王峰的粉丝还发起抗议，要求两人再同台 PK 一次。这个提议立马被节目组导演给否决了。比赛就是这么残酷，要怪只能怪王峰人品差了点吧。就在这时，何老师播报道：“好了，恭喜林志璇大哥以1票之差险胜王峰，希望林志璇大哥继续努力，也希望王峰大哥不要气馁，再来参加明年的天籁之音。”接下来，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下一对 PK 歌手曾轶可和廖仁南。第32千万别手下留情！顿时，现场掌声雷动，聊天区弹幕也复评：“各位水友们，小板凳坐好，大瓜要来了！哇哦，我的曾轶可终于要上场了，我爱你！象棋哥这一期很中规中矩啊，不知道他这次准备了什么歌？南哥，加油！”曾轶可抱着一把吉他，微笑着登上舞台，廖仁南也走上舞台。何老师笑眯眯地看着两人，问道：“好了，马上要进行 PK 了，两位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的吗？”这是节目设定的环节，每位 PK 对手都要讲几句。说完，何老师递了一个话筒给曾轶可，曾轶可接过话筒，突然直视廖仁南道：“廖仁南，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就这一句话，聊天区直接爆炸。哇哦，社会我曾哥，人狠话不多啊！轶可，我爱你，你好美。尼玛，我一个男人都觉得曾轶可要比我有男人味。尼玛，这曾轶可胆子真大，很敢说啊！曾轶可论辈分，都要叫廖仁南一声姐夫，居然这么没大没小。比赛就是比赛，谈什么辈分？何老师也是被这话惊到，哑然失笑。他又把话筒递给廖仁南，问道：“那么廖仁南呢？你有什么话要说？”廖仁南接过话筒，淡淡道：“千万别手下留情！”轰哈哈，现场一阵雷动，继而响起热烈的掌声。说得好，还有观众大喊道。何老师也笑笑道：“哎呀，火药味真的好浓啊！那么我也不多说了，咱们直接开始比赛吧。根据抽签规则，请曾轶可先行演唱，请廖仁南做好准备。”何炅播报的同时，舞台中央已经放好了一把椅子和架子话筒，曾轶可径直坐上去，灯光落在他的身上。另外，他还有一位伴奏的人，在旁边陪着一起弹奏吉他。同时，大屏幕上显示出曾轶可要唱的歌曲的信息：歌名 Baby Sister， 作词曾轶可，作曲曾轶可，编曲薛峰，出品盛雪娱乐。与此同时，背景画面一变，整个舞台成了蓝色的海洋，里面有巨大的粉红色蘑菇屋飘荡着，还有粉色的金鱼在跳来跳去，舞台氛围变得十分卡哇伊。紧接着，编曲也响了起来，曾轶可有节奏的拨动吉他，用绵阳音唱出声来。姐姐的英文说 sister， 姐姐的日语是 Oni-san，
姐姐的韩文是 on and I， 法语没人教我怎么讲。Oh oh sister baby sister oh。曾轶可歌声一出，顿时引起网友热议。舞台怎么这么粉？曾哥这次改风格了吗？好卡哇伊啊！这绵羊甜嗓太迷人，听得我浑身都酥了。这确定是唱歌，不是念的吗？怎么感觉瘆得慌？我认为还是唱 brother 吧。哈哈 ，brother， 笑死我了。舞台上，曾轶可还继续唱着，她时不时的抬抬手，想要引起观众们的大合唱。妹妹的英文说 sister， 妹妹的日语是 I M O U to， 妹妹的韩文是 Don't sing， 法语没人教我怎么讲。Oh oh sister baby sister oh。随着这一句的重复，歌曲正式结束，舞台灯光重新亮起，何老师走到中间主持。好的，曾轶可的歌曲演唱完了，现在开启评委、媒体投票权限，以及网络端获得权限的网友们。喜欢这首歌的，请为他投票。3分钟投票通道正式开启。3、2、1，投票结束，请锁票。何老师邀请曾轶可来到评分显示的屏幕前。好了，分数已经统计出来了，让我们看看曾轶可的这首 Baby Sister 能够得多少分呢？请看大屏幕。何炅话音一落，屏幕上的计分器便疯狂地滚动起来，个位数出来一个8字，10位数出来一个7字，100位数还在继续滚动。曾轶可紧张到了极点，手捂着胸口，起起伏伏的。现场的观众们也都非常的紧张，大家眼睛都死死地盯着屏幕。突然，滚动的100位数停下来，显示出来一个8字。何老师也适时的道：“好的，恭喜曾轶可获得878票，其中导师团给3人30票，媒体团给13人65票，网络投票783票，共计878票。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了，大家为他鼓掌。”曾轶可笑着跟大家招招手。与此同时，候场室里的苏雪此刻也是比较忙，他跟花泽吕还有工作室的制作人几人一起在计算赢廖仁南的概率，在纸上写画着。导师得票30票，媒体团得票10票，878减10减30加1等于839票。看到这结果，苏雪扬起头笑了，因为这批歌手里，人气最火爆的叶旭坤也才得到830的网络投票。廖仁南作为一名新人，上一期的网络人气排名还没进到前30名，他想要拿到839票的成绩，几乎就是天方夜谭。苏雪感觉自己赢定了，他势必要在这一把将廖仁南踢出天籁之音，不是跟老娘顶嘴吗？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直播还在继续，一段广告过后，何老师话锋一转，好了，接下来请歌手互换位置，有请廖仁南带来参演歌曲《那些年》。闻言，廖仁南迈步走到舞台中央，第33效果拉满，待廖仁南立定，舞台灯光暗下去，同时中央巨型屏幕开始播放歌曲的信息。歌曲名《那些年》，作词廖仁南，作曲廖仁南，编曲廖仁南。电影《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出品公司南明娱乐 ，AMP 花火娱乐。见此，直播弹幕区一阵热议。哇，廖仁南这次又发新的原创歌曲，词曲编唱全包，这也太有才华了吧！咦，这首歌《那些年》怎么跟正在上映的电影《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类似？大家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吗？这歌是南明和花火联合出品的，所以这代表着什么？卧槽，我懂了，廖仁南要唱的这首歌应该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南哥这波操作666啊！屏幕中歌曲信息播放完，没像其他歌手那样镜头切转到舞台，而是继续播放着一条影片，正是《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的微剪辑。柯景腾穿上帅气的西装来参加沈佳宜的婚礼，婚礼庆典结束后，大家拍照留念。廖英红突然搭着新郎的肩膀道：“新郎大哥，打个商量。”新郎道：“什么商量？”廖英红渐渐地道：“我们红包包这么多，想亲新娘，不知道可不可以耶？”新郎看了一眼沈佳宜，道：“新娘说好，我就没问题啊。”沈佳宜犹豫了下，笑着道：“好啊。”几人蠢蠢欲动，新郎拦住几人道：“想亲新娘可以，不过呢，待会你们想怎么亲新娘，就要先怎么亲我，这样才公平啊。”许伯纯无语地道：“没听说过来宾要亲新娘还要过关斩将的。”谢明和插话道：“对呀。”许伯纯又道：“你这样太小气了啦。”谢明和也附和道：“这样不对了。”新郎得意的道：“那就没办法喽。”沈佳宜的闺蜜胡家伟笑着道：“哈哈，你们打的如意算盘，
而胡家伟的话没说完，旁边一直没吭声的柯景腾突然冲了出来，重重朝着新郎吻上去。大家都惊呆了，沈佳宜也惊呆了，愣着，最后却捂着嘴笑了。其他几名男同学见状，也都一窝蜂的冲了上去，想要强吻新郎。亲完新郎的柯景腾轻抹了一下嘴唇，转向沈佳宜道：“那我就继续幼稚下去哦。”沈佳宜笑笑道：“一定要哦。”看到这一段微剪辑，节目直播弹幕区直接炸了。卧槽，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的主题曲。廖仁南这资源很广啊，居然和花火都有合作，惊喜啊！感觉这部电影不错，值得一看哦。刚刚买了票，今天晚上就去看这部电影，跟我的初恋一起哦。现场观众不少人也是议论纷纷的，显然在讨论电影的这一片段剧情。天籁之音总监制韩尚佑看到这空前高涨的热度，脸上也是浮现出一丝微笑。而后场室的一众歌手们看到这一幕也是又惊又喜。天籁之音节目还能这么晚，大开眼界，牛逼！后场室的苏雪脸早就胀得像河豚一般，气鼓鼓的念叨着：“这怎么能这么干？节目组也太偏袒廖仁南了吧！靠电影来拉人气，廖仁南太不要脸了，这就是投机取巧。”念叨来念叨去，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怪自己没想到这么好的点子。就在这时，舞台中央一束光亮起，打在廖仁南的身上。大家可以看到，廖仁南不知何时已经换上了白色衬衣、棕色衬裤，也就是微电影中柯景腾的同款。现场顿时一片沸腾，好帅！有的观众大声喊着。与此同时，音乐声缓缓切入，廖仁南也唱出声，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廖仁南的声音清澈通透，给人那种校园学长的感觉，有种薄荷音，也比较空灵，让人的耳朵感觉非常的舒适，就想要一直听下去。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与此同时，中央屏幕上继续显示着电影中的片段。沈佳宜上课忘带课本，柯景腾主动把书让给他，自己接受老师的惩罚。柯景腾上课不专心，沈佳宜便会用原子笔朝柯景腾背上猛刺，蓝色的墨点留在他白色的校服上，留下了洗不掉的印记。沈佳宜为柯景腾准备爱心考卷，帮助他一起复习。慢慢的，歌曲进入副歌部分，廖仁南也提高了嗓音：“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与此同时，微电影里的剧情也变得剑拔弩张。柯景腾为向沈佳宜证明男子汉气概去打拳，两人因为赌气而争吵，大雨、泪水、误会、哭泣，影片在最高潮处戛然而止。毕竟电影不能透露太多的剧情，能够吸引住观众就行。廖仁南也唱着歌，进入循环阶段。这一段没再播放影片，都是专心的听廖仁南唱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的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第34最高分诞生。廖仁南声情并茂，脸上带着对青春的悔恨，如同电影中的柯景腾附体一般。现场观众及直播间的水友们也都被廖仁南的情绪所感染，不由纷纷跟着激动了起来。毕竟谁的青春不曾懵懂，谁都有过遗失的美好。那一年，那些年，想到这里，很多人都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连他们自己都有些措手不及。舞台上，廖仁南还在深情唱着：“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歌曲进入到尾声，音乐也慢慢淡出。廖仁南唱完最后一句，莞尔一笑。就在大家以为歌曲结束的时候，他却看向了身后的大屏幕，大家的目光也都跟着聚焦在屏幕上。只见屏幕没有画面，却有音频播放出来。沈佳宜、柯腾，你怎么学习这么不认真？按你这样，月考进不了前10的。柯景腾，屁了，我是天才，不需要认真都能学好。沈佳宜，哎呀，天上好大一头牛仔肺。柯景腾，别不信，咱们可以打赌，我输了剃寸头，你输了扎马尾，怎么样？沈佳宜，赌就赌，谁怕谁？紧接着，屏幕一亮，只见在一所漂亮的中学，一位穿着校服、扎着马尾辫的女生，手捧着课本，自信地从操场走过，镜头拉近，女孩明媚的笑容
清晰可见的酒窝，有频率摆动的马尾，还有那超级治愈的回眸一笑，满满都是青春的味道。而在这个时候，观众们也看清楚了，饰演女孩的演员正是李千墨。哗啦，现场顿时惊呼声一片，这是李千墨！哇，女神好美啊！马尾变女神，我喜欢！不少观众大喊出声，坐在导师席的几名评委也都一脸诧异地看向李千墨，他们事前一点都不知道这事。李千墨则是掩口轻笑，微笑着向台下的观众道谢。何炅适时走上台，笑着道：“没想到能在电影中见到千墨，真是意外之喜啊！千墨，你作为当事人，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李千墨整了整衣衫，站起身来道：“呵呵，没错，大家看到的片中女孩，就是我饰演的，希望你们会喜欢，也恳请大家支持电影《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当然，在此我要声明的是，我只在片尾参与了这部电影的彩蛋，而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由非常有才华的年轻女演员陈妍希扮演的，希望没有误导到观众。最后，希望大家给《那些年》和廖仁男加油，谢谢。”闻言，何炅笑着道：“哎呀，虽然千墨只是参与了彩蛋，也是让大家一饱眼福的，大家说是不是？”说完便把话筒对着台下：“是的，太美了！”台下的观众一起喊出声。何老师会心一笑，看了手卡一眼，继续道：“好的，谢谢李千墨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画面，咱们言归正传，继续进行后面的流程啊。现在开启评委、媒体投票权限。另外，网络端获得权限的观众们，喜欢《那些年》这首歌的，也请为廖仁男投票。3分钟投票通道正式开启。3、2、1，投票结束，请锁票。”何老师邀请廖仁男和曾轶可来到评分显示的屏幕前。好了，分数已经统计出来了。那么在这个 1v1 环节中，廖仁男和曾轶可谁更受到大家的喜欢？谁能够继续参加天籁？谁又将止步于此呢？请看大屏幕。何炅话音一落，屏幕上的计分器便疯狂地滚动起来，个位数出来一个2字，10位数出来一个1字，100位数还在继续滚动。现场的观众们都大声地喊着，叫着心中期待廖仁男的得分。见此，曾轶可再次紧张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而后场室的苏雪和花泽吕2个人也是凑到屏幕的最跟前。花泽吕嘴里不断地念着8这个字，他估摸廖仁男这首歌能过800分，因为就算是廖仁男得了812分，那也代表着他要输给曾轶可，止步于这场比赛了。而苏雪则是直接6地念着，在他的心中，廖仁男只够600分。一时间，全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反倒是作为当事人的廖仁男却是神色怡然的模样。屏幕上100位数还在继续滚动，继续滚动，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划过6，划过7，划过8，定格在了数字9上。哗啦一声，现场彻底沸腾了。何老师也是被惊呆了，半晌才反应过来，主持道：“我的天，恭喜廖仁男获得912票的好成绩，其中导师团给3人30票，媒体团给2人10票，网络投票872票，共计912票。目前，廖仁男是我们本场的最高分，也是本季节目第一位过900分的歌手，大家鼓掌恭喜他！”哗啦啦啦啦，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还有不少人高呼廖仁男的名字，直播间弹幕也是猛增。卧槽，900分，廖仁男这场封神了，居然比我坤坤得分还高，这票是怎么投的？词曲编唱全包，人家这是靠实力取得的得分啊！廖仁男牛逼 plus。 而参赛的其他歌手们看到廖仁男这个得分，也都是表情丰富多彩。就算何老师宣布了结果，叶旭坤仍是一脸不敢置信，居然有人比自己的得分还高，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啊！看见现场观众都在欢呼，他心里更加的不爽了。这廖仁男算什么？自己才应该是最受欢迎的。而刚刚获胜的任贤齐、冯坤、杰几人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显然是被这分数给吓得不轻。林志璇推了推鼻梁上厚厚的镜片，表情带着几分惊讶，同时又有几分欣喜。他渴望遇到这样强劲的对手。后场室的花泽吕大张着嘴巴，咕噜一声咽了口口水，然后看向身旁的苏雪，苏雪则一张脸早黑成了像木炭一般。第35，辉煌直破200万。苏雪看着大屏上的分数，眼睛都直了。912分。现在虽然比赛还没完，但廖仁男无疑是全场最高的，这怎么可能吗？更可怕的是，廖仁男这分数还是自己动了手脚的。如果自己没动手脚，
那不是得分还会更高？天哪！同样震惊的还有天籁的总监制韩尚佑，主持这档节目2年了，他对这种 PK 颇有心得，也对得票有更深的理解。排除掉评委、媒体投票，廖仁男获得的网络投票有912减30时等于872票。如果按照网络脱票总数915来计算，那廖仁男的网络支持率高达 98.5%。这就算是天籁之音上一季的歌王，也没拿到过这么好的成绩吧？恐怖如斯啊！舞台上，何老师还在继续主持着节目流程。曾轶可，根据节目规定，你将止步于此。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对观众们说的吗？曾轶可轻嗤一声道：“我只想说，投机取巧，肯定走不了多远。”他这话一出，现场顿时轰然一片。轶可，说得好，你是最棒的。这话明显是在呛廖仁男。我曾哥好刚啊！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过，在这些声音出来后，立马有大片的声音呈压倒性趋势出来。什么投机取巧？媒体投票相差这么多，你敢说你没投机取巧？输不起就别来参加节目啊！丢人现眼，愿赌服输。这些话一出，现场不少的观众也跟着附和起来，现场一片都是愿赌服输的喊声。听此，曾轶可也不敢多说了，生怕惹恼了观众，查他的猫腻就完了。毕竟他的得分就有水分。他小脸一皱，把话筒递给何炅，气急败坏的下了台。现场响起一片嘘声。何老师也不想事情闹大，连忙圆场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天籁在规则这方面肯定是卡得死死的，请观众们放心。同时，天籁也鼓励歌手们创新，所以希望歌手们在规矩之内大胆的推陈出新。”何老师的这一番话虽然是不动声色，却也是间接为廖仁男正身了。这种以主题曲模式的推广，在节目中是被允许的。那么，廖仁男，你以高分赢得比赛，有什么想对观众们说的吗？廖仁男接过话筒，笑笑道：“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我其实也是诚惶诚恐。我以后也会坚持原创，写出更多高质量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听。也希望大家别忘了支持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这部电影。”好的，放心吧。台下有观众喊道：“哈哈哈哈！”现场笑声一片。何老师也笑呵呵地道：“我说句实在话啊，看了那个微剪辑，真的很难控制自己不去看这场电影。我已经跟我助理说了，今晚包场请组内的同事们一起去看这场电影了。”呵呵，谢谢何老师支持。廖仁男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不用谢。何炅也是一脸笑容。那就请你到后台休息，观看其他选手的演唱吧。廖仁男点点头退场。何老师则继续主持节目。来到候场室，廖仁男就看见曹金明站在门口，隔着老远就冲自己竖了个大拇指。行啊，你这资源藏得够深啊。低调，廖仁男微微一笑，抬手示意曹金明别举着大拇指了。曹金明依议而行，不过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廖仁男身上，直勾勾看着对方的眼睛道：“仁男，你不会抛弃我的吧？”此话怎讲？廖仁男诧异着道：“在他的印象中，老曹一直都是一本正经的，像现在这样动情的还真是很少见到。这样子的老曹着实让他有点不适应。”曹金明认真道：“你看你这么有才，资源还这么多，上次是李千墨，这次是花火娱乐林董，随便挑一个我都有危机感了。”其实曹金明这话说的不算夸张，李千墨和林佑薇都是圈内的大美女，多少精英男士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在一众女明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可现在如此优秀的两个女性却都围着廖仁男，叫谁不吃个醋呢？闻言，廖仁男伸手在曹金明额头探了探。曹金明一头雾水，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啊？看你有没有发烧啊？”廖仁男笑着道：“切。”曹金明推开他的手，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节目按部就班的继续着，终于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结束了。1v1 PK 环节的30位晋级歌手全部选了出来，除了廖仁男这一匹黑马外，其他歌手晋级都是情理之中，要么是有实力的，要么是有背景的。与此同时，天籁这期的人气榜也出来了，叶旭坤第1名，花泽吕第2名，廖仁男位列第3名，林志璇第4名。参赛的歌手们看到这个榜单，纷纷都望向了廖仁男所在方向。其他的前几名，要么是当红流量，要么是有艺术家头衔，看着让人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廖仁男这匹黑马却是突飞猛进，让所有的人都是大吃一惊。候场室的苏雪看到了廖仁男排名，气得当场胃病犯了。之前他嘲笑廖仁男没人气，
现在这数据无异于打自己的脸。不过，好在花泽旅的人气压了廖仁南一名，这让他还有些许期待。歌手席，廖仁南看到自己的人气排名从30名开外一下子挤进了前3，既觉得意外又感到欣慰。由此看来，这次的引流算是非常成功了。只能说努力就有回报，有才华总会被看见。而在人气榜出来没多久，廖仁南也听到了脑海中那道熟悉的系统音，叮！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达到300万，自动兑换3次奖品。第36被购物返现卡，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乐理精通。乐理精通，宿主将掌握全部的音乐理论知识。精通音乐基础理论包括读谱、音程、和弦、节奏、节拍等。熟知高级音乐知识包括和声、复调、曲式、旋律、配器法等。成为真正的乐理博士后，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音乐制作设备精通。音乐制作设备精通，宿主将熟知音乐制作软件和设备的操作和应用，精通录音、混音、母带处理等相关技术，在音乐制作行业肆意驰骋。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10倍购物返现卡。10倍购物返现卡，宿主购买任务物品能够获得10倍返现。注： 1. 本卡返现额度上限50万软妹币。2. 使用期限3天之内。紧接着，廖仁南只感觉到头脑一阵酥麻，就俨然确定自己掌握了乐理和音乐制作设备知识，而10倍购物返现卡也存放在了系统包裹，他需要用的时候直接下达指令就行。这一连串的系统奖励让廖仁南觉得飘飘然，不过很快他就沉下了心。他知道自己以后是要走音乐创作路线，那这乐理和音乐制作设备知识算是跟自己发展的主线一致。可这10倍购物返现卡是干什么用的呢？当然了，廖仁南只是想想，并没有深思，毕竟系统奖励谁会嫌少呢？没一会，这期比赛正式结束，廖仁南收拾好东西便跟曹金明告别，准备回家去了。贝贝还等着他去接呢。刚到地下车库，廖仁南便看到2道熟悉的身影。你们2个怎么在这呢？只见李千墨和林佑威2人戴着口罩和墨镜，坐在一辆敞篷跑车上，挨着廖仁南的库里南。闻言，李千墨摘下口罩，朝廖仁南微微一笑，算是打招呼了。林佑威取下脸上的墨镜，笑着说道：“我们等你呢，廖老师，今天晚上是不是该庆祝一下？”廖仁南呵呵一笑，回答道：“于情于理，是该请你们吃顿饭的，但是我待会要去接女儿放学。”林佑威晃了晃手中的墨镜，道：“这个阡陌都替你安排好了，已经派司机到贝贝学校门口等着了。待会等贝贝正式放学，你跟老师通个视频，就说让司机帮忙代接，你就不用过去了。廖老师，你放心吧，这个司机跟了佑威8年，绝对靠得住的。”李阡陌怕廖仁南有疑虑，还在一旁补充道：“好吧。”廖仁南点点头道：“既然对方都安排到这份上，廖仁南也不好再推辞了，不然就真有点不识抬举。”听到这话，李阡陌笑了：“那走吧，廖老师，餐厅我也订好了。”好吧。廖仁南尴尬的应了一声，他感觉怪怪的，自己怎么总在说好吧，但除了这个词，他真不知道说啥了，只怪这2人太热情了。这边，花泽旅、曾轶可，还有2人的助理和司机，一行人来到地下车库。苏雪不停的在2人身边叮嘱着，都是关于天籁后续比赛的事情。曾轶可在这一期被淘汰，还是有点出乎苏雪意料的。苏雪原本认为动动手脚，再差也能够让曾轶可进入看字写歌或看图写歌环节，谁知道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现在盛雪娱乐旗下就只剩花泽旅这颗棋子了，苏雪怎么也得好好规划，让花泽旅能够走得更远，如此盛雪也能收割最大的利益。3人正聊着间，苏雪眼睛瞥到一边，怔的一下就停住了。花泽旅、曾轶可2人顺着苏雪望的地方看去，只见一辆敞篷跑车，还有一辆当亮的库里南，相继从车位驶出去。这2辆车挺豪的哈。花泽旅笑着打趣道：“魔都有钱人就是多呀。”曾轶可也附和着道：“可不是，一辆车都近1000万了，真是够有钱的。”花泽旅一脸羡慕的神色：“学姐，你是想换车了吗？”曾轶可笑眯眯问道。苏雪闭口未答，花泽旅、曾轶可2人这才注意到苏雪不知何时脸绷得老紧，显然是生气了。原本2人见苏雪关注这车，所以随便说几句调侃一下的，现在却变成这个局面，2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纷纷处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足足半分钟过去，见车驶出视线，苏雪这才给出答案：那台新车是廖仁南的。啊，不可能吧？学姐，这句话像炸弹一般在花泽吕、曾轶可两人脑中炸开。曾轶可扯着苏雪的衣服问道：学姐，你说的是气话，对吧？廖仁南他跟你离婚，钱不都是？怎么可能有钱买得起库里南呢？肯定是搞错了。苏雪瞪了他一眼：谁跟你开玩笑？我亲眼看见的，怎么可能搞错你？而这时，一直愣在旁边的花泽吕喃喃自语道：那廖仁南怎这么有钱？还有，他怎么跟李千墨、林佑威走得这么近？什么？苏雪瞪大了眼睛：你说另外两人是李千墨和林佑威？花泽吕点头如捣蒜：对呀，圈里的女艺人。开什么车？车牌号是多少？我都能记住的。刚刚那辆兰博基尼敞篷就是林佑威的座驾，车的颜色和车牌也对得上，错不了的。曾轶可听得一脸震惊，问道：你没事记女艺人车牌号干嘛？苏雪听到这话，也看向花泽吕，感受到巨大压迫。花泽吕哽咽一下，连忙解释道：我这些都是人脉资源啊，学姐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在娱乐圈混要广建人脉。哦。曾轶可似懂非懂的应了声，苏雪也赞赏的点点头。呵呵，花泽吕傻笑了声，内心其实长舒了口气。他记这些女艺人的车牌，哪里是为了广建人脉，就是为了哪一天自己不想努力了，敲敲这些女艺人的车窗，少走几十年弯路而已。只要给他机会，已婚富婆他也不介意。而像李千墨、林佑威这两人级别，有颜有料又有背景的大仙女，给他们做舔狗那都是烧高香了。他当然更没少做功课。听着花泽吕的话，苏雪却是陷入了沉思。她回想那天在劳斯莱斯专卖店看到的廖仁南车上的那张侧脸，跟刚才那戴墨镜的女人联想起来，还有这段时间李千墨对廖仁南的支持，苏雪豁然开朗道：原来那个富婆就是李千墨。第37，想要个仙女妈妈？啥？曾轶可和花泽吕两个人都惊讶出声。是这样的，苏雪便把在劳斯莱斯遇到两人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我的天哪，难怪李千墨会这么挺廖仁南，原来两人关系这么不一般。曾轶可感慨不已，但想到什么，他又质疑道：可是廖仁南都快30，还离过婚的，李千墨年轻漂亮，怎么会看上他呢？苏雪轻嗤一声道：这还用想吗？还不是靠骗的，当初他不也是这么骗的我？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应该是。曾轶可赞同的点点头，而全程花泽吕在旁边听着，时不时的点点头，表面上他没说什么，其实内心在淌血。尼玛，廖仁南居然傍上了李千墨，这么好的事情怎么没轮到我？他廖仁南一个土鳖，运气怎么这么的好？先是祸害学姐，现在是李千墨，以后可能还有林佑威，天杀的，太他妈可恨了吧！花泽吕此刻撕碎廖仁南的心都有了。此刻苏雪跟曾轶可商量着要怎么抓住廖仁南的把柄，想到什么，花泽吕道：学姐，我有一个好办法来对付廖仁南。苏雪道：那你说说看。是这样，我们可以从你女儿入手。花泽吕便把自己的计策跟两人仔细的说了一遍。苏雪眼睛一亮，这计策可行，就按你说的办。另一边，廖仁南跟着李千墨和林佑威来到了凯撒国际餐厅。凯撒国际餐厅是全球连锁，在魔都也是出了名的5星级餐饮，很多富人会选择来这里聚餐或者招待。而作为如此知名的大品牌，当然凯撒的消费也是非常的高，单单是一个普通包厢费那都是好万起步的。尽管如此，对于来凯撒庆祝，廖仁南也欣然接受。他现在根本就不差钱，林佑威开给他的100万酬劳现在还原封不动的在存着呢。而且因为两人，廖仁南一次性觉醒了3个系统技能，那是钱能衡量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廖仁南觉得没什么。其中李千墨和林佑威提前订了包厢，点了菜，廖仁南只管跟着两人就行了。到包厢闲聊没一会，司机便从幼儿园把廖恩贝给接过来了。廖恩贝一看到廖仁南，便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熊抱。廖仁南也在女儿额头蜻蜓点水亲了几下，俩父女的亲密互动，看得一旁的李千墨和林佑威心都快被萌化了。见人都到齐了，服务员正式上菜。林佑威不知道跟廖恩贝说了句什么，哄得贝贝挨着跟他坐在一起，留着廖仁南和李千墨挨着而坐。廖仁南倒没觉得什么，李千墨却是脸红了。上菜后，几人边聊边吃着，廖恩贝尝了几盘菜，突然放下筷子道：爸爸，我感觉这菜还没有你做的好吃。
林佑威呵呵一笑道：“贝贝，这里是5星级餐厅，菜都是名厨做的哦。你应该是疼你爸爸，所以故意夸你爸爸做的菜更好吃。”不是的，廖恩贝摇摇小脑袋道：“5星级餐厅又怎样？名厨又怎么样？真的没我爸爸做的好吃？”林佑威捂嘴笑着，表示质疑。廖恩贝扁扁嘴，认真地道：“哼，你不信可以问阡陌姐姐。阡陌姐姐到过我家，吃过我爸爸做的菜。”这句话信息量太大，听得林佑威差点呛住。林佑威喝了口水，看向李阡陌，带着质问的口吻道：“阡陌，你还到过廖老师家吃过饭呢？怎么都没听你说啊？”闻言，李阡陌原本消退的脸色瞬间又红了起来。他故作镇定地道：“是啊，吃过。”林佑威一副坏笑，问：“那你觉得这菜跟廖老师做的比，那个更好吃呢？”“当然是廖老师做的菜更好吃了。”李阡陌斩钉截铁地道。噗嗤，林佑威在喝水，差点喷了，打趣道：“看来你这评判也有爱心加分了。”李阡陌白他一眼：“没有，廖老师做菜真的很厉害，爱信不信了。”看到李阡陌认真的模样，林佑威信了7、8分，但同时仍有质疑，便笑着道：“那我有机会一定要去尝尝廖老师的手艺了。”廖仁南笑着道：“欢迎的。”李阡陌突然来了兴趣道：“你到时候一定要尝尝廖老师做的糖醋飞鱼，那真是的一绝，特别的好吃。”“真的吗？”林佑威好奇道：“那是怎么味道？”于是几人就着美食话题热聊了起来，这一聊就是半个小时。“贝贝，你爸妈分开，你难过吗？想到了什么有趣的？”林佑威猛不丁的把话题拉到廖恩贝身上。廖恩贝手托下巴，轻松地道：“不难过呀，反正有爸爸陪我，妈妈要离开我们，是他没有眼光。”见廖恩贝这么想得开，林佑威笑了笑，继续问道：“那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位新妈妈呀？”“有啊。”廖恩贝悠然道：“我还要上学的，不能总陪着爸爸，所以得给爸爸找个伴。”噗嗤，林佑威和李阡陌都被廖恩贝这小大人的模样逗笑了。廖仁南也乐得直摇头。想到什么？林佑威追问道：“贝贝，你想找什么样的新妈妈？像你阡陌姐姐这样的，可以吗？”李阡陌听到这话，神经瞬间绷紧。他在餐桌的掩护下想踢林佑威一脚，却被他给躲开了。闻言，廖恩贝兴奋地道：“当然可以啊，阡陌姐姐人美心好，我就喜欢阡陌姐姐这样的妈妈。”说完，他不忘看向爸爸，却见廖仁南低着头，像似没有听见一般，自顾自夹着菜吃。廖恩贝恨铁不成钢的摇摇头。哈哈，听到廖恩贝的回答，林佑威乐的嘴都合不拢，而李阡陌原本羞红的脸，此刻更加娇红欲滴。想到什么？廖恩贝眼睛咕噜一转，大声道：“爸爸，待会咱们去逛街吧，我好久没逛街了。”爸爸已经是榆木脑袋了，他认为要得到李阡陌这样的仙女妈妈，自己一定要主动的努力起来。“好啊。”廖仁南笑着道，心里想着系统包裹还有一张10倍购物返现卡，使用期限为3天，正好给用了。第38贤妻良母李阡陌，廖恩贝给了个建议，在场3个大人几乎是一呼即应。几人快速吃完饭结账，便准备去逛街了。说到结账，廖仁南叫来服务员，却发现李阡陌早已经先垫付了钱，这令他挺觉得不好意思的，又欠了人家小姑娘的一份人情，该怎么还呢？一切都弄好后，几人直奔逛街目的地。在凯撒餐厅的挨身就有一条商业步行街，10多分钟的车程便到了。几人找到车位停好车，便开心心的逛起街来。天府商业步行街号称华夏最奢华的购物街，里面全是各种高端奢侈品店铺，也是魔都名流聚集地，很多富商明星都会选择来这里购物，毕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谁也不需要藏着掖着。几人才走没多远，便看见一家迪奥精品店。尊敬的顾客，你们好，欢迎光临迪奥精品店，请您们畅享购物。见有客人到了，几个迎宾员齐身弯腰45度角鞠躬问好。林佑威带头走了进去，李阡陌牵着贝贝紧跟着，廖仁南则走在最后面。这家迪奥精品店很大，从服饰、包包、香水到珠宝，都是应有尽有。3个人一进店，廖仁南不俗的气质就吸引了店里许多人的眼光，特别是几个女店员，看到廖仁南后，眼睛都直了，真帅！都说女孩对包是毫无免疫的。林佑威看到货架上的包包，眼睛里的光就像被瞬间点亮般，拉着李阡陌和廖恩贝逛了起来。廖仁南也不方便跟着，自顾自地逛起了鞋服区。没一会儿，林佑威看中一款包包，阡陌，你看这款马鞍手拿包，
真是挺时尚的。李千墨拿过包，挎起来照照镜子。林佑薇打量一番，夸赞道：“配你还真不错，彰显淑女气质。”导购员见状，连忙介绍道：“这款马鞍手拿包，采用蓝色印花面料，精心制作，彰显现代风范。包内胆设有4个卡槽，一个贴带和一个拉链口袋，搭配可拆卸的链条，可手拿、肩背或斜挎，可与日常单品或晚装搭配，非常实用哦。”两人按照导购员的介绍，各个细节处翻看了一遍，都觉得还挺满意的。最后看了眼吊牌，要软妹币11万多。林佑薇笑着点点头，而李千墨却细眉一皱，把包放回了货架。林佑薇一头雾水，凑近李千墨，耳语道：“这个价位不算贵啊。”他知道李千墨是大款，曾经挎过上百万的包，这不就是小巫见大巫吗？李千墨笑着摇摇头，小声道：“人难在这，你觉得买这包合适吗？”他自己当然觉得不贵，但今天廖人难在场，怎么也得克制一点，别还没进门就把人给吓退了。林佑薇秒懂，乐呵着道：“哈哈，你还真是恨嫁，这么快就当妻贤妻良母了。”李千墨脸微红，瞪了他一眼。林佑薇笑着摇摇头，也不再强求李千墨，接着去看其他的精品。半个小时后，廖人难手提着几个袋子过来跟李千墨他们会合。他收获颇丰，给廖恩贝买了好几条款式漂亮并且面料超级舒服的公主裙，还给他挑了2双新款小圆头皮鞋。他除了是手工漆绘皮革外底，上蜡小牛皮后跟处，还是有 V 字镂花与手工缝线，穿着既牢固又漂亮。另外，廖人男自己也买了一款黑色连帽运动衫，它融合刺绣与印花工艺，采用棉质起绒布精心制作，超大版型，搭配袋鼠式口袋，非常时尚。咦，你们怎么没买东西？廖人男走近3人，才发现他们两手空空。他有稍微计算一下，自己买的东西加起来总价有差不多20万，而购物返现卡额度是50万，所以剩下的近30万空间是他特意留给李千墨和林佑薇的。闻言，李千墨笑笑道：“我们没有看中合适的东西，所以就没买了。”林佑薇在一旁听着，牵强着点了点头。哦，廖人男应了声，但心里总觉得怪怪。爸爸，我跟你说个事，一直被忽视的，待在2人身后的廖恩贝突然凑到廖人男面前说道：“你说。”廖人男蹲下来，好听贝贝说话。廖恩贝凑到廖人男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呵呵，这样啊。廖人男笑着道：“带我过去看看。”跟我走。爸爸。廖恩贝傲娇地牵着廖人男，往刚刚逛的包包区域方向过去。李千墨和林佑薇不知道2人要干啥，所以在原地等着。就是这个包包。廖恩贝指着一个货架道。廖人男点点头，对导购员道：“2种颜色，一样一个，给我包起来。”好的，先生。导购员高兴的快跳起来。廖恩贝牵着廖人男，又来到女士服装区。这件外套，这条小脚裤，还有这条百褶裙。廖人男点点头，对导购道：“都包起来吧。”好嘞，您稍等。女导购眼睛温热的看着廖人男，都像要把他融化般。全部选好。廖恩贝和廖人男重新回到收银台，导购员则提着2人刚刚选购的几样东西。李千墨一看，顿时明白过来，摸着贝贝的头，笑着道：“好呀，贝贝，原来你刚刚叫爸爸过去，是想给姐姐买东西啊？”林佑薇也是又惊又喜，道：“嘿，都是我们刚刚看中的款式，贝贝你居然都记住了，还真是人小鬼大啊！”嘻嘻，廖恩贝开心的笑出2颗虎牙。结账吧。廖人男拿出一张金卡，递给了收银员。李千墨刚要制止，廖人男拦住道：“本来该我出钱请你们用餐的，谁知道你们提前把账给付了，所以现在购物的钱一定要我来付哈，不然我会生气的。”好吧。看廖人男一脸认真，李千墨也不好拒绝，但他脸上虽然没有大的表情，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第39看图写歌环节开启。很快结账完毕，一共花费了约51万软妹币。廖人男在收到金卡扣款的同时，也收到了自己另一张银行卡的收款通知。华夏银行尊敬的客户 XXXX 的银行账户尾号 XXXX 于某月某日某时完成转入交易，金额为517万3200.00，存款余额为579万6844.26。好家伙，果然是10倍购物返现，简单逛个街就挣了500万，这挣钱速度也没谁能比了吧。由于已经到了晚上7点多，廖恩贝明天还要去上学，他们便没再安排其他的活动，简单闲聊几句就各自回家了。到家后，
给廖恩贝洗漱，哄他睡觉。弄完已经快9点钟，廖仁南便快速洗漱，准备看个电影放松下。期间，他收到一条回信，来自于苏雪。苏雪，那天把贝贝弄哭，是我的不对，我给贝贝寄了个洋娃娃玩具，算是给他赔礼道歉。快递号码是星号 amp 人民币井号 at， 你别忘了去看快递啊。见此，廖仁南面不改色，快速回复了好的2个字，就没再管回信消息了。廖仁南还是那个原则，他不会去促进俩母女的关系，也不会阻碍他们相互来往，一切任由他们自己发展了。接下来，每天的生活忙碌又充实。廖仁南算是幼儿园、魔都电视台、南明娱乐工作室，还有天籁4点1线来回。对于廖恩贝，廖仁南每天都会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到幼儿园来接贝贝。久而久之，他跟学校的老师及其他家长也都慢慢的熟络起来。当大家发现这位就是天籁之音的歌手后，更是争先恐后想要得到他的签名。廖仁南也是毫不吝啬，每个人都满足到廖恩贝终于如愿以偿，在学校跟着火了一把。对于电台工作，廖仁南只是当做兼职来做，定期排查、主持例会就行。原本他的职位是音乐监制，本来工作量就没多少的，特别是栏目进入正轨的阶段，更不需要他操多少心的了。如果廖仁南想懒散一点，其实远程遥控就行，不过这不是他的风格。对于南明娱乐工作室，廖仁南则暂时全部交由曹金明来管理了。工作室才刚开张不久，大事情没有多少，繁琐事倒是一大堆。曹金明做过监制和导演，统筹能力那是相当牛，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事儿。对于天籁之音，这是廖仁南除了照顾贝贝外最在乎的重要事情了。毕竟节目能收获名誉，还能够收获流量，而有流量就能刷系统奖励，这是个良性循环。另外，天籁接下来的比赛环节分别是看图写歌、关键字写歌、千万代言等，难度比起之前的海选 EVEPK 算是上了不止一个台阶。而且之前的如果算是单独歌手作战，后面则更多强调歌手身后的资本雄厚程度。毕竟天籁的节目规则就是这么玩的。比如第1期的总冠军陆航，实力可以说是中规中矩，但那人脉可以说相当强大，把圈内一众音乐制作牛人都给搬到节目来助阵，如此众星捧月，不拿冠军谁拿？所以在上期 EVEPK 环节结束后，曹金明就多次跟廖仁南商量，应该花重金请一批制作人来备战。林佑威也主动抛来橄榄枝，说只要廖仁南需要用到花火娱乐制作人，说句话就行。不过对于这些，廖仁南全部拒绝了。他现在拥有了神级编曲、乐器精通、乐理精通、音乐制作设备精通等技能，参加看图写歌、关键字写歌不是手到擒来吗？请其他制作人助阵，反倒是给自己添乱，剃头挑子一头热。曹金明、林佑威2人说了几次，也就没再提这事了。又过去2天，苏雪给廖恩贝送的洋娃娃快递到了，廖仁南第一时间取来，交到了廖恩贝手上。廖恩贝拆开看，发现是细绒毛的，他捂着鼻子看了几眼，便放在了房间柜子上。见此，廖仁南无奈地叹了口气。廖恩贝从小对细绒毛过敏，这是廖仁南跟苏雪说过无数遍，可从苏雪送绒毛洋娃娃来看，他根本就一直都没上过心。廖仁南也没多说什么，无所谓了。唯一令廖仁南欣慰的是，贝贝多了一个李千墨这样的明星朋友。从上次逛街给李千墨送了礼物，他对贝贝更加的热情了，3天2头就来找贝贝玩，教贝贝练舞，给贝贝讲笑话，辅导贝贝做作业，非常的用心。当然了，廖仁南也不让人家白忙活，每次都会准备丰盛的饭菜，好好招待。时光飞逝，转眼间2天又过去。魔都崇明岛，天籁之音第2季第3期直播开启。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由飓风地产、金大福黄金、华为人工智能联合赞助的天籁之音。大型舞台上，何老师仅仅是念个开场白，就惹得台下的观众们惊叫声连连。直播间弹幕区的聊天留言也是密密麻麻的布满屏幕。哦耶！等了1个星期，第3期终于来了！哇！终于进行到了看图写歌环节，感觉天籁的这期最后看点了，好期待呀！可不是吗？现场写歌才是最刺激的，看看这7歌手们能挤出哪些好歌。兄弟们，听说叶旭坤背后的资本把漂亮国最牛的音乐制作团队都请来了，看来他们这次是直奔冠军宝座呀！坤坤滚开吧，崇洋媚外的玩意！我最期待廖神演唱，
廖神，坤坤怎么这么挑？把我花花不当回事吗？只是当音乐节目，大家图个乐呵而已。这么认真干嘛？都特么别吵吵了，好好看节目不行吗？发这么多弹幕干嘛？我都看不见屏幕了。傻鸟，你不会关掉弹幕吗？第40直播间热度超前，看着节目超高的热度，何老师眉开眼笑，介绍着比赛规则。本期的主题是看图写歌，顾名思义，由天籁节目监委出一幅图，各歌手及其协助团队自定立意进行写歌，先创作完成的歌手倒序进行舞台演唱，根据表演倒序名次将会有相应的票选增幅，第1名表演增幅 15%， 第2名增幅 14%， 第3名增幅 13%， 按规律依次排列，15名往后将不再有增幅。歌手每次表演完成，由各权重投票打分，全部30位歌手表演结束，依据得票高低进行淘汰。另外，歌曲创作时间为24小时，期限内未创作出歌曲的歌手直接被淘汰出局。本投票全程由魔都白鹿湖区监管工作人员监督，结果真实有效。最后，本环节将有20位歌手能够入选，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紧接着，主镜头画面一转，对准各歌手后场间，跟海选的模式相同，30名歌手每人一间后场室，各自携带团队参与比赛。而除了唱歌舞台之外，各后场间的互动花絮也是节目的一大看点。1号后场间，染着黄色头发的叶旭坤正和几名各种肤色的音乐制作人一起讨论着什么。也许是怕观众不认识这些人物，叶旭坤的工作人员专门立了一块牌来介绍这些制作人的头衔。有来自漂亮国的说唱歌手夏库尔，他拥有7500万的全球唱片销量记录，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嘻哈艺术家。有来自鹰酱国的摇滚音乐家大卫，他写下过不少的传世作品，多次引领全球音乐潮流。最夸张的是，叶旭坤团队居然把樱花国90岁高龄久让时也给请来了。久让时是宫崎骏作品的御用配乐师，为樱花国创作过不少经典的歌曲。直播间看到各国大师齐聚，网友们也热议纷纷。好家伙，不得不说叶旭坤的资源就是强大呀，可不是吗？毕竟是有富婆关照的人，只是苦了坤坤，每天要刷钢丝球了，太有排面了。我坤坤才是最时尚、最国际化的男人，其他歌手都是土鳖。尼玛，怎么看见久让时一直在咳嗽，好怕他突然挂掉啊！噗，你们要笑死劳资，好继承劳资的花呗吗？5号后场间，杰正在镜子前练习嗓音发声，离他不远的一张会议桌围坐着几位国内音乐制作人。这几人在国际上可能没啥知名度，但在华夏娱乐圈还是非常有存在感的。快乐家族的谢娜、吴昕、杜海涛几人也在场，看到镜头对过来，不断做着鬼脸。这间分屏直播间的热度也不差，杰哥好认真啊，他火不是偶然的。杰哥是个好歌手，希望他这期能突围，争取多带几期啊。快乐家族来这里干嘛？真是哪里有热闹哪里凑。快乐家族在创作上可能帮不了杰哥，但是帮杰哥拉人气那还是在行的。咦，杜胖子好像又长胖了。17号后场间，任贤齐正在和小虫聊着什么，旁边还有周华健、李宗盛、张震岳等几个人。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十分的融洽，全然没有像在录节目的意思。见此，网友们也非常感兴趣，一路看下来，就属任贤齐团队最淡定了。00后表示不懂，这些怪叔叔想干嘛？后生、立正，好好听，这些都是华夏歌坛的前辈。我尼玛，纵贯线居然在这么一档节目合体了，真是意想不到啊！我说点实在的，从任贤齐这助手团队阵容看得出来，他很重视这比赛啊。你实在个屁，净说些废话。20号后场间，苏雪正在一张黑板上边写边说。会议桌上，花泽吕、冯坤以及几位国内外的音乐制作人竖起耳朵认真听着，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严肃，像是在准备一场大战一般。其实花泽吕和冯坤应该分属不同候场室，两人此刻在一起也是有故事的。那是因为自从上次曾一可 PK 失败被淘汰后，苏雪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花泽吕身上。论找音乐制作团队资源，他是有一些的，但是再怎么比也没有叶旭坤等强大。所以苏雪灵机一动，想到了他的师哥冯坤，可以来一个双剑合璧。虽然他们是两个独立的参赛者，但既然都参加同一比赛，干嘛就要分开呢？整合资源，集中优势，那大家胜算不都大些吗？之后冯坤收到这个邀请，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所以两个队伍正式合成为一个，才有了现在观众所看到的画面。当然，这种类似的合作，节目组是允许的。节目组只要求你能拿出新歌，怎么拿出来的他们是不管的。此刻看到眼前这一幕，网友们也来了兴趣，感觉苏雪气场好强大啊！镜头前只听到他一个人在说话。参赛的不是冯坤和花泽吕吗？怎么感觉苏雪才是主角？呵呵，苏雪也太会刷存在感了吧！败好感啊！难道没有人注意到花花的衣服吗？亮片好多，真酷啊！穿这衣服是酷吗？建议你去看看脑科。我想问问那些黑花花的，难道你们良心不会痛吗？舞台主屏上，镜头画面依次切换着，展示每个后场间的花絮。这是节目组设定的环节，也算是对歌手的一种展示。一个接一个，主屏上画面不断切换。就在这个时候，切到28号后场间，网友们满怀期待，准备看看廖仁男团队规模，却发现这间后场室里面是空无一人。准确的说是，只有廖任男一个人。什么情况呀？我南哥请的音乐制作人团队呢？卧槽！我知道了，廖任男该不会想单打独斗吧？哈哈，这项南哥能干出的事。而且他现在发布的几首歌，可都是兼顾词、曲、唱、编啊！活久见，这期有好戏看了，期待 in！ 网友们彻底炸锅了，都疯狂的输出。其实不单单是观众们，天籁之音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们也傻眼了。怎么回事？廖任男的助手团队还没有接过来吗？天籁总监制韩尚佑皱着眉头问道。一位工作人员连忙回答：不是的，我们去接了，但是廖任男拒绝了，说只有他一个人。啥？韩尚佑眉头皱得更深了。廖任男怎么想的？他这不是瞎胡闹吗？原本韩尚佑是没有资格管廖任男这事的，但是几期节目接触下来，他对廖任男印象特别好，打心底希望他能走更远。可是歌曲创作环节，他一人来参赛，这太武断了吧？韩尚佑心中充满了遗憾。算了，通知何老师做下说明吧，免得网友们瞎猜下去。韩尚佑对着话筒吩咐道：好的，总监。莫一会，30名歌手助手团队全部都介绍完毕，主镜头再次一转，聚焦到何老师身上。好的，观众朋友们，歌手团队阵容刚刚介绍完毕，下面咱们继续接下来的比赛流程。咱们今天的看图写歌环节，主题到底是关于什么内容呢？请看大屏幕。第41，创作速度惊人。何老师话音一落，舞台剧中的大屏幕画面便开始加速滚动起来，50多张美图在交替轮换着，有关于森林、湖泊、山川、沙漠、大海的，有关于虫鱼鸟兽、庄稼丰收的，还有一些人物美图。画面一边滚动着，何老师一边解释道：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节目监委选择的50个比赛主题图。当然了，大家看图写歌的主题只有一个，所以算是50选1，这也是为了规避作弊行为。一时间，台下的观众及后场间的歌手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图片，就像看考试题目一般。有些人的心态很轻松，有些人的心却像要跳到嗓子眼处。特别是后场间的苏雪，此刻她是紧张到了极点，因为她利用圈内人脉渠道弄到了一大半的主题，所以几天前就开始为这场比赛做准备了。但是毕竟主题没有拿全，她也没有那么高的效率，能够为每个主题准备一首新歌，于是她只能祈祷运气好点，能够抽中准备好的题目。如此的话，胜率飙升。屏幕上美图还在切换着，越滚越慢，最后定格在其中一幅图上。一轮巨大的红日被海面遮去一半，蓝色的海水涌起滚滚浪花，浪涛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往远处望去，天和海连在一起，海和日融为一体，无边无际。见此，何老师笑了笑，主持道：好了，主题确定了，歌手们开始准备吧。倒计时正式开始。与此同时，各后场间的计时器都读起秒来，从24点开始倒计时。各个后场间的歌手及其协助团队们听到这个指令，立马激动起来，群策群力开始写歌。由于每个歌手团队制作出一首新歌，再快也要大几小时，所以前期一般不会有歌手登台表演。不过仅仅是看个后场间分屏的花絮，都够观众们乐呵一阵了。1号后场间，叶旭坤团队下的各国音乐制作人开始发力，都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其中有位思维活跃的制作人已经在向老板阐述歌曲了，
而叶旭坤一直有礼貌的在旁边听着。这个画面瞬间引起大家热议，哈哈，怎国语言都有，怎么有种身在国外的感觉？尼玛，这叶旭坤肿么像个傀儡一样，他不是也会写歌吗？就他那三脚猫的水平，能在这种大场合上线吗？再说一般，别黑我坤坤，不然我要放大了。牛奶冲击波，5号后场间，杰和几位制作人交流着意见，他挎着吉他，时不时弹几下，看谁写的顺嘴。而快乐家族的那几个人，彻底在旁边当起了观众，网友们也乐在其中。杰哥弹吉他的样子好帅啊，娜真是有福气啊，感觉刚刚弹的旋律很一般，大家觉得呢？噗嗤，谢娜好安静，难得呀。17号后场间，任贤齐、小虫、周华健、李宗盛、张震岳几人围坐着，各自面前都摆着笔记本，但上面写出来字寥寥无几，场面一度陷入尴尬。不过这不影响网友们发弹幕，快写呀，怎么不动笔念？时间紧迫呀！尼玛，搞创作哪是那么容易的？你行你来！大家放下期待，纵贯线能合体，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20号后场间，冯坤、花泽吕及几位制作人在商讨着什么，而苏雪单独坐在一旁，脸色铁青。花泽吕时不时看看他，观众们可能不知道苏雪为什么生气，花泽吕却知道其中的缘由，因为他们压的题目都落空了，这也就意味着找关系偷题，所投入的几百万打了水漂。此刻苏雪气得想骂人，但是在镜头前他怎么也得忍住，没办法，只能现场创作了。苏雪想通，振作起来，各位制作家人，咱们先集思广益，想一首适合花泽吕的，稍后再来写坤哥适合的曲风，这样能够节省精力。大家觉得怎么样？闻言，有制作人回答道，只要坤哥没意见，我们当然也没意见啊。听到这话，苏雪望向冯坤，哥，你应该不会有意见吧？毕竟你是老资历了，心态也稳定一些，不像花花这么年轻。行吧，就按照你说的办吧。冯坤高帽子被一戴，瞬间也觉得飘了，反正就是1%的增幅投票而已，我也不差这么一点数据了。苏雪一脸喜色，多谢坤哥体谅。花泽吕也对着冯坤鞠了一躬，表示感谢，多谢坤哥关照。28号后场间，不知道从何时起，天籁节目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害怕看廖仁南的分屏，因为他总会搞点事情。之前是下象棋，后来是节目上打盹，现在是一个人单挑创作歌曲，所以当要切廖仁南分屏时，节目工作人员心都是悬着的。此刻画面一转，果然又是画风格外不同，只见廖仁南已经坐在了音乐录制器材的位置，正调试着各种配音设备。见此，所有的观众、歌手们以及节目组的工作人员都是一头雾水。按照创作流程，不是应该先谱曲、填词，最后才编辑录制音乐吗？难道廖仁南已经进行到编曲这一步了？可是从主题宣布后开始才过去半小时啊，怎么可能吗？摄像组注意，回放廖仁南所在候场室的画面，看看他的创作动态大概是怎样的。天籁总监制韩尚又吩咐道，之前一直都是各个分屏轮流介绍的，根本就没有太关注到廖仁南所在候场间，所以现在只能看回放了。很快28号后场间，廖仁南的动态出来了。24点，倒计时正式开始，在笔记本上写画画。23点45分57秒，廖仁南抱着吉他开始谱曲了。23点35分14秒，廖仁南试音完毕，曲谱修改完成。23点30分08秒，廖仁南开始调试个配音设备。所以廖仁南的创作流程都是按照顺序进行的。轰！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创作速度怎么可能吗？但同时大家又都有一个疑问，廖仁南创作速度是够快，那质量到底如何呢？就在这时，一位查看录像的工作人员报告道，总监，廖仁南创作的歌曲名字抠出来了，直接投到大屏幕上吧。韩尚又吩咐道，他知道现在收看节目的观众应该都在等廖仁南成果，索性直接公布出来，这样能达到最大的吸引力。几秒后，主屏画面对准一个笔记本，镜头倍数不断放大，可以看到曲谱都有些潦草，但是歌曲名比较工整，有7个汉字，阿拉斯加的海湾，第42华夏娱乐圈这么卷。其实当廖仁南看到那张图，一轮巨大的红日被海面遮去一半，他脑中闪过不少歌曲，包括大海、漂洋过海来看你、看海、听海、海阔天空、浪花一朵朵、阿拉斯加的海湾等。不过稍稍思考，
廖仁南便果断选择了阿拉斯加的海湾这首歌，因为他有 emo 歌神技能，能把这首歌发挥到极限。可能等他再解锁其他的歌唱技能，也许会考虑演唱其他的几首吧。由于阿拉斯加的海湾这首歌在廖仁南的歌单里循环过，他记得非常清楚，再加上他有创作歌曲的各项技能，把这首歌给做出来就跟复制没两样。半个小时绰绰有余。正在韩尚佑等人查看廖仁南所在后场监录像时，只听见叮咚一声，廖仁南所在房间的铃声响起。何老师一惊，半晌才反应过来，回到舞台主持道：各位歌手及观众请注意，28号廖仁南锁歌成功，他将是最后一名登台演唱，同时获得 15% 的票选增幅，请其他歌手团队继续努力。何炅的这一条通知就像一道晴天霹雳，在所有人心中炸开。啥？才刚刚过去40多分钟，廖仁南一首歌就创作完了？而且要知道，节目规定的写歌可不仅仅是谱曲、写词，还要自己编曲、润色，最后制作出 demo。廖仁南全部都弄完了，这怎么如天方夜谭一般？各歌手们都是直摇头，不愿相信这是事实。特别是来自国外的几位顶级音乐制作人，包括漂亮国说唱歌手夏库尔、鹰酱国摇滚音乐家大卫、樱花国90岁高龄久让时等，此刻全都是一脸懵逼的模样。华夏国的娱乐圈这么卷的吗？大意了，不该来的。不过同时，他们还有一些理智，他们更多的认为廖仁南有可能是写不出歌了，然后自暴自弃，最后索性抢先锁歌，争取拿 15% 的投票增幅，这也算是一种战术。大家更愿意相信是这种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廖仁南也太草率了，这完全就是舍本逐末。群众的耳朵是灵敏的，作品好坏分不清吗？时间一秒一秒过去，除了廖仁南这一个异类外，其他的歌手团队都在争分夺秒创作着。真走到这么一步，廖仁南后悔这么早锁歌了，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主要就是节目有规定，在各参赛选手全部锁歌前，歌手是全封闭管理的。这也就意味着廖仁南即使交了作业，还是不能够出去的。没办法，廖仁南开始各种消磨时间，打盹，自己跟自己下象棋，玩游戏等。终于等到中午12点钟，节目组放饭通知出来，廖仁南迫不及待就往餐厅跑去，终于可以逛逛，透下气了。但是到了餐厅后，廖仁南又有点失落，因为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想想也对，任务都没做完，谁还有心思吃饭呢？因为在用餐的时候，倒计时也不会暂停。仁南，你怎么吃这么少啊？突然，一道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廖仁南扭头一看，正是任贤齐、小虫、周华健、李宗盛、张震岳几人，也都跟在他的身后，每人还戴着一副墨镜。嗨，齐哥！廖仁南大喜过望，总算有人来了，打招呼道：“3位纵贯线大哥，小兄弟，你好。”嗨，小兄弟！4人依次拍了拍廖仁南的肩膀，算是回应。呵呵，他们平常喜欢耍酷，你别觉得怪哈。任贤齐笑笑，指着一份飞鱼道：“这个挺好吃的，你可以尝尝。”说完，他端起一份，递到廖仁南面前。好的，谢谢。廖仁南接过，他感觉挺神奇的，居然在这个平行世界与任贤齐、纵贯线产生了交集。而且廖仁南觉得任贤齐和蓝星上的他性格秉性都差不多，对人特别的温和。咱们坐一桌吧。拿好菜后，任贤齐问道。当然好啊。廖仁南端着菜，跟上几人。没一会，几人边吃边聊了起来。仁南，你不愧为资深作曲人，创作速度好快啊。想到了什么？任贤齐夸赞道。也没有啦。廖仁南轻笑一声，谦虚道，就是运气好，碰到熟悉的主题而已。对了，齐哥，你的歌弄得怎么样？闻言，任贤齐、小虫、周华健、李宗盛、张震岳他们相视一笑，说道：“曲都还没写好呢。”难啊！李宗盛不由得叹了口气。24小时写一首歌，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张震岳也忍不住吐槽起来。当然了，我们是可以完成任务，但总不能明知是垃圾，也强忍着拿出来吧？那岂不是说，连制作人的底线都不要了？可不是。一旁的小虫附和道：“我娶媳妇都没这么紧张过，头都快摸秃了。”哼！周华健也忍不住插话：“可能这就是节目要的效果吧。”噗嗤！几人哄堂大笑起来。小齐哥，你们谱曲弄得怎么样？我能够看看吗？稍稍平静后，廖仁南好奇地问。可以啊。任贤齐一边说着，一边从包中取出一份手稿。
这些是我们几个人做的，你随便看吧，反正都不成形，也不是什么秘密。呵呵，廖仁南接过，翻看起来，其实曲子质量都很高，但可能是打磨时间不够，都衔接的不太顺畅。突然，廖仁南翻到一份特殊的稿件，轻轻哼了几声，赫然是《伤心太平洋》前几句的旋律。不过这份曲谱被打了大叉叉，这份质量不是很高吗？怎么还给弃了？廖仁南疑惑道。这是我写的。小虫接过稿件道，不过只写出了个主旋律，其他副旋律一个都想不出来，所以就算了。廖仁南淡淡地点点头，内心却是澎湃无比。《伤心太平洋》这首歌算得上是任贤齐的最经典歌曲之一，其实廖仁南自己也可以占为己有，优先发布出来，但他总感觉唯有任贤齐本人唱才有那种轻伤的味道。这个平行世界怎么能少了这首经典呢？对于这个旋律，我挺有灵感的，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接着把这首歌写完吗？廖仁南毛遂自荐道。我当然没问题。小虫毫不犹豫点头道，只是这样弄，节目组同意吗？应该没问题吧，节目组又没规定歌手之间不能合作。廖仁南想想道，那你试试，如果写出来了，我付钱给你。任贤齐开心地道，这个好说。廖仁南道。任贤齐兴奋地道，那欢迎加入我的团队。第43，这家伙是劳资的克星吗？于是乎，待吃完饭后，廖仁南便去到任贤齐的17号候场室参与创作。网友们不知其中经过，当突然看到这一幕，顿时纷纷热议起来。卧槽，廖仁南怎么开始串门了？这是什么骚操作？什么骚操作？明显是要帮任贤齐写歌呀，自己歌弄完了，还帮别的歌手写歌，这廖仁南也太牛逼了吧！我只想早点听听他写的《阿拉斯加的海湾》，听歌名还是挺上档次的，别发不出来是首口水歌，那就让人笑掉大牙了。闭嘴吧，喷子们！连廖神这种优质歌手都喷，你们还是人吗？廖仁南牛逼 plus 期待。与此同时，看到廖仁南的这一顿操作，天籁节目总监制韩尚佑也被整不会了。不过看到节目蹭蹭上涨的热度，他也不好出面干涉什么，毕竟热点在这，顺其自然吧。而在场的其他歌手们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叶旭坤觉得自己妒忌的要疯了，尼玛，又被廖仁南给装到了。原本他想靠这节目火一把，顺势登上华夏歌坛第1位置，谁料却总是被廖仁南抢风头。这家伙是劳资的克星吗？20号候场间，苏雪在看到这一幕，眼睛都快绿了。他一面催促着制作人们干活，一面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全是在嘲讽廖仁南。嘚瑟吧，看你能蹦跶多久，等到歌曲公布出来，全网就知道你是什么水平了。说干就干，廖仁南完全投入到创作《伤心太平洋》来。他正式开始帮任贤齐写歌，距节目开始才过去6小时，也代表着他还剩下18个小时来完成这首歌，这对他来说绰绰有余。10分钟谱曲，5分钟填词，10分钟编曲润色。仁南，这曲好顺滑，词也精辟，你这实力也太强了吧！当小虫、纵贯线几人见识廖仁南的能力，纷纷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灵感乍现而已。面对这些夸张，廖仁南总是淡淡地道。除此之外，廖仁南发现跟任贤齐、小虫、纵贯线几人一起合作非常开心，几人都是老顽童的性格，极易相处。他也跟着学到了很多生活中的哲学。时光飞逝，很快就到了晚上9点多钟。由于是24小时封闭创作，所以廖仁南今晚得睡在节目组了。有纵贯线、小虫、任贤齐几人陪着，廖仁南倒是没觉得无聊什么的，反倒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只是他有点想贝贝了。节目组给每位歌手开放了一个与家人通话的特权，廖仁南毫不犹豫打给了廖恩贝。爸比，是不是想宝贝了？视频一接通，没等廖仁南出声，贝贝抢先着说，当然想了。母爱，廖仁南隔着屏幕亲了一下。母爱，廖恩贝回亲一下，努努嘴道，也不用太想我，再过1天你回来就可以看到我了。在节目中好好听话，认真比赛，这才是关键。知道了，贝贝。见廖恩贝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廖仁南不由乐了。廖恩贝放心的点点头，那我不在你身边，你睡得着吗？有点睡不着。廖仁南故意撒娇道。廖恩贝安慰道，乖，就1天，啥都别想，数绵羊，一下就能睡着。噗嗤，廖仁南憋不住笑了，因为这是他平常哄贝贝睡觉时说的话，想不到现在反用到了自己身上。
他觉得挺有意思的。廖恩贝继续道：“对了，跟你说个事情哈，后天，也就是你比赛完，我邀请了阡陌和右卫阿姨来家里做客，你也不知道，多约别人，这样怎么拉近关系脸？提前告诉你一声哈。”贝贝一副操碎了心的模样，全然没觉得自己有做的什么不妥。在他心中，李阡陌是当妈妈的理想型，实在不行，林佑威也行。好吧，廖仁南皱着眉头应道：“不过，你下次别自作主张啊，不然别怪我揍你。”居然又一次被通知，可木已成舟，能咋办呢？闻言，廖恩被委屈道：“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干嘛说我呀？大人教育小孩，还需要理由吗？”廖仁南小声斥责道：“知道了。”廖恩贝不情愿地应了声，小声嘀咕道：“年纪大就可以不讲理吗？白眼狼，你说什么？没。”睁眼闭眼，便到了第二天。廖仁南起来吃早餐时，发现大家都非常疲惫，还有不少人眼睛都熬黑了。不用想就知道，这些人是通宵搞创作了，把一群在娱乐圈顶层的音乐制作人逼到这份上，只能说天籁节目组太会玩了。另外，廖仁南还听到一个新闻，说是苏雪和冯坤两个人昨天晚上吵了起来。据悉，两人原本是合作的，可苏雪性格太强，硬要求先给花泽吕写歌，待完成后再给冯坤写。起初还一派祥和，可倒计10月往后，制作人团队也都慌了，给冯坤写的歌太差强人意了，最后两人闹掰了，现在都各自在候场室待着。对于这件事，廖仁南也就随便听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完全不关自己的事。又过去几个小时，各候场室24小时倒计时牌归零，何老师出现在舞台上，倒计时结束了，歌手们辛苦了。根据节目组统计，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截止到目前为止，有5位歌手没有锁歌，按照拟定的规则，他们将自动被淘汰。这5位歌手分别是胡亥全。与此同时，也恭喜剩下25位歌手锁歌成功。现根据锁歌所花费的时间，安排出如下的演唱顺序：第25，廖仁南，正15%投票增幅；第24，叶旭坤，正14%投票增幅；第23，任贤齐，正13%投票增幅；第22，花泽吕，正12%投票增幅；第17，杰，加7投票增幅；第16，林志璇，加6投票增幅；第8，冯坤，加0投票增幅。请歌手们做好准备，依次登台表演。第44，这是哪里来的小丑？随着何老师一声令下，看图写歌演唱环节正式开始。除开直接淘汰的5位歌手，剩下的25位歌手按照锁歌的先后顺序倒序进行登台演唱。随着比赛的进行，观众们期待的尬场面陆续出现。一位歌手创作的曲子居然仿照《大海啊故乡》，当初被节目组建乐团识破，直接被淘汰出局，并且终身不能再参加抖音旗下的综艺，被抖音拉黑。这位歌手的心路高度注定大打折扣了。还有一位歌手拿出的歌，旋律像童谣，歌词像流水账，最后满票1000票，只得到了网友426票，打破天籁开播以来歌曲得分最低纪录。基本不用比赛完就知道，他这个环节肯定会被淘汰。其中第8号歌手是冯坤，他的表演的曲目是《深海近处》，歌词内容详细如下：秋天的风，夏天的吻，和泪痕，寂静得夜深，寂寞像雪崩， My love My love， 枕边的余温依然会灼人。怎么说起，怎能忘记？爱情太短，我们怕来不及。怎么说起，怎能忘记？深夜共舞，舞到深海近处。冯坤的这首歌演唱完，引起了建乐团的争议。有部分人认为这首歌与主题无关，涉及到海的词寥寥无几，应该直接被淘汰。另一部分人认为这首歌是隐喻，以深海象征男女感觉，贴合节目的主题。最后节目组经过一番讨论，考虑到冯坤在娱乐圈的地位，评定这首歌为合格的。只可惜在之后的票选环节中，1000位网友投票，这首歌只得了612票，气得冯坤当场就板着个脸。接受采访时还冷嘲暗讽，说出那个女人不是好东西，被这个臭女人给算计了之类的话。何老师费了好一番嘴皮，才把这事给圆了过去，不至于闹出什么重大直播事故。但网友们都是火眼金睛，在弹幕区里热议纷纷的。哈哈，我坤哥脾气好暴啊！冯坤口中的臭女人，应该指的他师妹苏雪吧？肯定是苏雪了，自己把歌拿到手，就不管别人了，这不是过河拆桥的小人吗？坤哥真惨。另外，第17号歌手杰，
他演唱的歌曲名为《穿越人海》，主旋律如下：穿越人海，在你耳边轻轻说爱别走远，一阵阵秋风吹着脸，天有些凉了，你的围巾还围在脖子下面，已经有些旧了，却不舍得丢掉。这首歌同样引起了剑乐团的争议，不过杰可没有冯坤那么好的运气了，被判定为与主题不符，直接淘汰出局。因为接受不了这事实，杰当场崩溃痛哭，快乐家族的几人也急眼了，纷纷站出来为杰发声。尽管如此，节目组到最后也没有改决定。对此，网友们也疯狂吃瓜。尼玛，这期的战火怎么这么旺？感觉天籁节目组有点双标啊！乔杰哥这哭的架势，看得出来是真爱音乐，应该是抖音针对甜橙 TV， 所以选杰来出气的吧。说句公道话，这歌虽好，但跟主题距离有点大。别的不说，可惜杰还有加7投票增幅，所以说没有实力，一切都是浮云。当然，节目中也有表现好的歌手，林志璇一首《海上明月》获得全场观众的掌声。海上生明月，星系千里外，玩起五湖和四海，都是一个爱。这首歌得到826票的好成绩，其中包括6%的投票增幅。得知分数，林志璇笑容满面，显然是挺满意的。由于歌手登台的顺序是根据锁歌时长倒序进行排名的，所以越有实力的歌手越会排到后面再出场，节目越往后也便越精彩。就在这时，何老师登台，笑着主持道：“哎呀，歌曲有点多，请大家谅解哈。不过接下来的可都是重磅歌手，下面有请盛雪娱乐旗下的花泽旅为大家带来歌曲《是我的海》，大家掌声欢迎。”随着话音落下，花泽旅闪亮登台，只见他细碎的头发快要盖住眼睛，身穿一套牛仔背带裤，头戴着一顶金色皇冠，脖子处还挂着一圈亮片，造型十分的惹眼。看到他这个装扮，网友们都坐不住了。终于轮到花花了，华夏歌坛永远第神。哇哦，花花造型好酷啊！尼玛，楼上的家伙眼睛是长针眼了吗？是美是丑分不清。噗嗤，这是哪里来的小丑？要笑死劳资吗？都别避避，好好听花神唱歌。接下来，随着舒缓的音乐奏起来，花泽旅单手拿着话筒，自我陶醉地唱出声来。这些日子以来，突然间变成一片空白。这段日子是否沉睡中忽然哭醒过来？太多意外，没想要勉强我感慨。太多困难，会让人害怕看未来。唱主歌的部分还好，当唱起副歌的时候，花泽旅瞬间不对劲了。便见他仰头闭着眼，一手拿着麦克风，另一只手像是无处安放，不断在脖梗处游走，脸上浮现出极度沉静的表情。我怎么对你依赖？是我的海。阳光的下午慢慢感染，当海不蓝，飞起的梦想都变尘埃。第45歌曲《伤心太平洋》唱到后面部分，不知道是忘词还是特别设定，花泽旅连嗓音都变了，用一种近乎丝毫的声音唱出了下面的歌词：是我的海，寂静的下午默默离开，海也不蓝，转过身不能再宠爱，我多想大声喊，我多不想明白，我只想唱来一些温暖，在我们心里不会腐坏。直到旋律结束，花泽旅才像脱离出来，慢慢睁开眼睛，并对着观众们自信地笑了笑。一些花粉顿时沸腾起来。啊，花花好帅，我爱你。那些垃圾看到没？这才是好歌，这才是优质歌手。花泽旅，华夏歌坛永远第神。尽管花粉闹出的动静很大，但仍然掩盖不了不少网友吐槽：哦，特么的，刚刚这是在做法吗？简直亮瞎我的钛合金狗眼。现在这些人的审美真的是欣赏不来，滚下台去，别丢人现眼。兄弟们，他终于唱完了，再多唱1秒钟我就感觉要挂了。与此同时，何老师也适时地回到舞台，微笑着主持道：感谢花泽旅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下面开始歌曲投票环节。歌曲投票通道已经打开，请被开放投票权限的网友们，喜欢《是我的海》这首歌的请投票。3、2、1，请锁票。那么花泽旅的这首《是我的海》能够拿到多少分呢？请看大屏幕。紧接着，屏幕上的数字一阵滚动，个位数出来一个5，十位数出来一个8，最后百位数出来，定格在8上。好的，恭喜花泽旅获得885票，其中包含正12%投票增幅。截止到目前为止，花泽旅是我们的第1名，大家鼓掌祝贺他。呼啦啦啦啦，现场响起稀疏的掌声。作为当事人的花泽旅非常开心，
咧着嘴跟观众们招着手。后场间的苏雪也非常兴奋，不断对着镜头做着双手合十感谢的姿势，再次祝贺花泽吕获得高分。请回到后场室休息观看比赛。等现场稍稍平静之后，何老师也继续报幕。下面有请第23号歌手任贤齐为我们带来歌曲《伤心太平洋》。何老师报幕的同时，任贤齐已经走上舞台。没等他开口问话，任贤齐却先说道：“何老师，在演唱之前，我有个重要的事情需要讲一下，请讲。”何老师笑容可掬的道。任贤齐一脸认真的道：“我想要在全国观众的面前感谢一下歌手廖仁南先生，谢谢他非常无私的为我写出《伤心太平洋》，全程毫无保留的参与到每个歌曲创作环节。我对这首歌是非常的喜欢。廖恩南真的是一位才华横溢、杰出伟大的音乐制作人，他的名字应该被更多人记住。为他点赞。”任贤齐噼里啪啦就是一顿猛夸，并且句句不离廖仁南这个名字，足以见得他对廖仁南是多么的欣赏。听到这段话，何老师还有点诧异，问道：“所以按照你说的，这首歌是廖仁南作词、作曲、编曲，全程包揽的？虽然大家都看到了廖仁南有携手任贤齐写歌，但是他具体参与到何种程度，这是大家不得而知的，也是不少人好奇的点。”何老师本来准备把这个问题留到任贤齐表演完后再采访，但看他自己先提到了，便顺口问了出来：“是这样的。”任贤齐点头道：“哇，我的天啊！”何老师听后忍不住感叹道：“在封闭式做歌的环节中，廖仁南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居然还帮竞争者写了一首歌，这也太牛了吧！哇，廖仁南好厉害！廖仁南 YYDS！” 台下有不少观众喊道，各后场间的歌手和制作人们也都坐不住了。毕竟之前廖仁南出现在任贤齐的后场间，大家也都猜到了他可能参与了歌曲创作，但是大家也只是觉得他最多给点小建议，帮忙润色什么的。谁料廖仁南才是主角，并且是作词、作曲、编曲，全程包揽，这么草率的吗？不过在感慨之余，歌手们现在更多关注的是廖仁南写出的作品质量到底如何。如果只是口水歌，谁都能够做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何老师也懂其中分寸，简单闲聊几句后便道：“好的，相信大家也很期待这首《伤心太平洋》，那现在就请任贤齐为我们演唱。”好的。何老师、任贤齐客气道。何炅点点头。退到幕布后，舞台灯光暗下去，伴奏旋律响起来。任贤齐在一段高亢的前奏后唱出声来：“离开真的残酷吗？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任贤齐简单的4句一出口，观众们都情不自禁点点头，从他们的表情上便可以看得出来，对这个旋律还是非常满意的。而那一众歌手及制作人们都是清一色惊讶的神情，因为这歌不仅不是口水歌，反倒是非常的好听，至少是中高层作品了。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没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唱到这的时候，很多观众闭着眼睛开始享受起这首歌，而同台比赛的其他歌手也都大为的震惊，因为这首歌旋律大气，歌词精明，代入感极强，莫名就让人有种伤心，无疑是高质量之作。这样的好作品真的是24小时能够创作出来的吗？准确的说，是不到24个小时。想到此，一众歌手们都倒抽一口凉气。不过耳朵尖的歌手们却有的已经在挑刺，这首歌怎么跟主题有点不相关。就在这时，任贤齐唱出副歌部分，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这几句一唱出来，一众准备拿主题挑刺的歌手们瞬间躺平了。而俗话说外行看门道，内行看热闹，那些协助创作的作词者们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内心却如这首歌的歌词描述的般，一波接一波的。就连高达90岁的久让时也忍不住集中注意力看起屏幕上的歌词。好家伙，把伤心比作太平洋，也太形象了吧，这才是真正的隐喻啊。紧接着歌曲经过一次重复便接近尾声，哗啦啦啦啦啦，都不用何老师说，观众们便自发鼓起掌来，掌声之大连棚顶都快掀开。这个时候何老师回到舞台中央，他没有说话，跟着大家一起鼓掌。从何老师脸上那激动的神情看得出来，他也非常喜欢这首歌。等掌声小些，他才主持道：“好了，感谢任贤齐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伤心太平洋》，下面开启歌曲投票环节。
请获得投票权限的网友们，喜欢这首歌的，请为他投票。3、2、1，请锁票。那么，这首《伤心太平洋》能够得多少分呢？请看大屏幕。第46高光时刻，46高光时刻。随着何老师话音落下，大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数字越滚越快，最后停住，显示的得分为901分。这个分数一出来，现场顿时响起哇的叫声。显然很多人都没有猜到任贤齐的分数会这么的高。这个是真的吗？就连任贤齐自己都忍不住怀疑问：小齐哥，是真的？何老师听后笑着回答，并面向观众宣布道：好的，恭喜任贤齐的这首《伤心太平洋》获得901分的好成绩，其中包括13%的投票增幅。那么截止现在为止，任贤齐暂列第1名。听到这话，台下一些喜欢任贤齐的粉丝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并齐声呼喊出任贤齐的名字。何老师也加入到起哄行列，毫不掩饰对任贤齐的欣赏。足足过了半分钟，大家才没再喊了。何老师也采访到：小齐哥，对于你自己这次精彩的表现，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任贤齐想了下，诚恳地道：真的谢谢大家能喜欢《伤心太平洋》这首歌，并给我投了这么高的分数，也谢谢我的老东家，还有的协创团队小虫、周华健、李宗盛、张震岳几人。最后，我想再一次郑重的谢谢廖仁南，如果不是他帮我作词作曲，就不会出来这么好的歌。谢谢廖仁南。节目组的摄像组连忙给了廖仁南一个对脸特写。廖仁南笑着摆摆手，没有说话。而他越是这样谦虚，越惹得粉丝们激动。一些喜欢廖仁南的粉丝更是惊叫了起来，那喊声几乎大到快要把录音棚都给掀掉了。而直播间的弹幕在这一刻几乎负评。我觉得《伤心太平洋》是这一期到现在为止我听过最好听的歌了，可不是吗？而且跟主题太贴合了，不得不说廖仁南太牛了。所以说廖仁南的创作能力真的是吊打其他一些制作人啊。这么一来，我更加期待廖仁南的演唱了。廖仁南牛逼 plus 等喊声维持了一会，何老师才主持道：从大家的热情程度来看，大家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后面还有2首精彩的歌曲，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哦。下面有请第24号歌手叶旭坤为大家带来歌曲 Hug Me， 请大家鼓掌欢迎。何老师说完便退到一旁，舞台也暗了下去。等灯光再亮起来的时候，台上变成了粉色的海洋。叶旭坤及一些舞美都是穿的粉粉的，非常的卡哇伊。伴随着旋律响起，叶旭坤也唱出歌 Baby just hug me hug me Baby just hug me hug me。 每一次心动的原因全部都是因为你。用一首歌的时间在海边荡个秋千。一个片段唱完，趁着中间过渡，叶旭坤也带着几个舞美开始绕着舞台边跑边跳，做事邀请台下的观众跟着舞动，还把一些事先准备好的粉色气球往台下抛给站台席位的粉丝们。一些粉丝，特别是女粉丝，见状更是激动的惊叫起来，现场一度热闹非凡。等歌曲的间奏走完，叶旭坤继续边唱边跳。被时间偷走，没做完的梦，想去的星球，还来不及带你走，想抱紧之后就永远不再放手。在叶旭坤唱跳的同时，直播间弹幕也疯狂滚动。坤坤好帅啊，这就是坤坤的实力啊，简直吊打其他的歌手们。还比什么比，直接把第1拿过来。那廖仁南算什么鬼，我坤坤才是最厉害的。除了肆意吹捧的，也有不少吐槽的。尼玛，一个大男人穿成这样，简直是比女人还娘，这腰真是比女人都会扭啊，看得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只想说，我是华夏人，这种半英文的歌曲欣赏不来，一看就是崇洋媚外的主，好像不加点英文就不会唱歌了。鸡你太美。几分钟后，伴随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叶旭坤的歌也演唱完了。何老师重新回到舞台中央，冲着镜头主持道：谢谢叶旭坤为我们带来歌曲 Hug Me， 真的是非常的青春有活力。坤坤跟喜欢你的粉丝打个招呼吧。闻言，叶旭坤抿抿嘴，对着镜头招了下手，并没再有多有的动作。见状，何老师笑着道：不跟观众们说2句吗？你看你的粉丝这么热情。而这随意的一句话，不知道怎地触碰到了叶旭坤的怒点。只见他当场板起了脸，面无表情地道：不想说了，我的粉丝都知道我话少。听到这句回答，何老师有点尴尬，不过他还是笑着圆场道：看来坤坤很替粉丝们着想，知道大家很期待这首歌得分，那么我们也不多说什么了，就直接开始投票环节吧。现在投票通道已经开启，请获得投票权限的网友，喜欢这首歌的请为他投票。3、2、
一，请锁票。那么，叶旭坤这首《Hug Me》能够得多少分呢？请看大屏幕，大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数字越滚越快，最后停住，显示的得分为911分。哇，好棒！坤坤你是最牛的，第一，第一，第一！没等何老师宣布，台下坤粉尖叫起来，并提前呐喊欢唱庆祝着，就好像比赛已经结束般。而叶旭坤见状，也毫不谦虚道：“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就是我，叶旭坤啊！”这又引起了坤粉们的一阵激动。何老师见状，生怕这样下去把节目规则给打乱，连忙出来主持道：“谢谢粉丝们的热情啊！不过现在节目还没比完，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最后一位歌手登台表演，他就是廖仁南，带来的歌曲是《阿拉斯加的海湾》第47阿拉斯加的海湾。随着何老师话音落下，舞台灯光暗了下去，再次亮起来的时候，只见场中央朦朦胧胧的背对着站着一个人。随着音乐奏起来，这位舞者转过身，大家才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一位穿着婚纱的新娘。新娘双手蜷缩放在胸口，脸上的表情落寞而难过，最后蹲坐在舞台上，埋头大声哭了起来。而这个时候，歌曲前奏放完，廖仁南唱出声来：“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啊？”仅仅只是唱了一小段，大家就被带入进去，莫名的感觉到难过。而在这个时候，舞台布满雾气，廖仁南才从舞台的一侧慢慢走出来。他穿着一件白色宽领衬衣，边走边深情地唱着歌曲：“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廖仁南唱出这几句的感觉，就像真在与上天对话。他语气斯文而温柔，每字每句平凡简单，但内里藏着的无穷无尽的爱慕，全部都是为了他。随着歌曲的递进，廖仁南的情感也变得更加饱满。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每段歌词情感的递进，让观众更加充满感想，思绪都不禁随着歌声飘向了远方的他或她，情感也变得缠绵而无奈。而此时，廖仁南的歌声也更加的感伤，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希望我的努力能够赶上他，有天我能给他完整的一个家。可若你安排了别人给他，我会祝福他，上天你别管我，先让他幸福吧。一通歇斯底里的诉说后，歌词的主角终于说出了他心中的话：我爱他，但他若爱别人，就让他先幸福吧。世间的真爱不过如此吧。在歌曲的最高潮过后，廖仁南嗓音降了下来：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歌曲一遍唱完，这细腻的动人感情，直达人心的歌词，可以说悄无声息便融化了所有人的心。不少的观众默默流下感动的眼泪，而有的泪点低者更是泣不成声。后场室内的一众歌手们也都被带入了歌曲，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都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这么高质量的作品，廖仁南是如何写出来的？最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歌是在节目比赛高压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用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廖仁南是什么怪物？还让不让别的制作人活了？而不单单是歌手，协助团的几位作词人，包括90岁高龄的久让时，脸上也都浮现出不可思议的神色。可能这首歌的歌词墨索什么华丽的词汇，但那字里行间饱含的情感却是扑面而来。所谓大道至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才是真正的作词高手啊！这些昔日里被人恭维的艺术家，不禁在心里记住同一个名字：廖仁南。与此同时，直播间的弹幕也爆炸负评：好听，这情感太浓密了吧！兄弟们，我一个大男人听这个，居然不争气的哭了。呜呜呜！廖仁南这个写的太好了，世间最美的告白莫过于此吧。廖神牛 B+。舞台上，表演还在继续着，歌曲进入到重复阶段。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啊？旋律是一样的，歌词是一样的，但听众们的体会却是不一样。有人想念，有人感伤，有人释怀，有人遗憾。偌大的演播厅悄无声息，每个人都全身心沉浸到歌里。半分钟后，伴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这首歌才正式结束，而大家仿佛在歌里待了1个世纪，心里带着不舍。哗啦啦啦啦啦，都不用何老师来带动，现在响起热烈的掌声，不少观众更是激动地站起来鼓掌。掌声之大，
只能用震耳欲聋这个词来形容了。好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实在是看大家没有要听的意思，何老师才开口道，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相信你们大家都觉得没听够吧？没听够，廖任南，再来一遍。观众们也非常配合地喊着。而就在这欢乐的氛围中，一道声音却是非常刺耳，这歌不合主题，根本就没有提海字。这声音是从观众席位置传出的，引得不少人朝声音源头看过去。何老师戴着耳返能听到，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能听到。廖任南也听到了，他刚准备开口解释一下，何老师却抢先一步说，我觉得有义务帮大家阐明下这首歌。在阿拉斯加湾，因为冰山水和阿拉斯加海域的水密度、盐度有极度大的差异，导致海水出现了两种不一样的颜色，它们一碰上了就会形成双色的海洋。这一片海呈现两种颜色，虽然看起来是同一片海，但它们并不能融合在一起。这也就好比一对相爱却无法走到一起的情侣，也正是廖任南歌曲里的所蕴含的核心。所以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隐喻，跟咱们的主题图片是完全贴合的。第48系统还是走偏了。何老师说得好，廖神厉害。等何炅解释完了，台下有观众喊道。廖任南也笑着道，何老师不愧为何老师，知识真的太渊博了，把我所想的都表达出来了。哪里，你写出这么好的词曲才是真的厉害。何炅诚心的夸赞说，然后继续主持道，相信现在大家对这首歌都没异议了，那现在开启投票通道，请获得权限的网友们喜欢这首阿拉斯加的海湾，请为廖任南投票。3、2、1，请锁票。那么这首歌能够获得多少分呢？请看大屏幕，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数字越滚越快，个位数显示一个5字，10位数显示一个8字，100位数还在滚动着。见此，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处，特别是有2位歌手，比如花泽吕和叶旭坤，紧张的连呼吸都忘了。毕竟廖任南的得分将决得他们的排位，他们可不想被一位幕后转为歌手的小明星给压住了。而后场室的苏雪也紧张的手指拽得发白，嘴里不停喊着8这个字。虽然他不愿意廖任南得这么高的分，但从现场观众们态度的反馈来看，这首歌的分数应该是不低的，所以退而求其次，他更希望廖任南只得885分，这样的话就与花泽吕的得分相平了。而廖任南减去投票增幅的点数，其实实际投票就输给花晨宇了，这才是他想要的结果。大屏幕上100位数还在滚动着，越滚越慢，然后咚的一声显示出一个9字。见此，一众歌手都集体傻眼了，眼珠瞪得一个比一个大，特别是花泽吕，直接石化在原地，一副怀疑人生的表情。靠！一向装斯文的叶旭坤也忍不住爆了粗口，脖子处的青筋都凸了起来。而刚才还在幻想的苏雪，此刻向4倍狠狠甩了一耳光，满脸都长得通红通红的。哇！现场观众惊叫声连连。985分，何老师也激动地喊出声，恭喜廖任南的这首阿拉斯加的海湾获得985分的好成绩，其中包含15%的投票增幅。现在25名歌手比赛全部完成，这也就意味着廖任南是我们这期看图写歌的第1名。根据节目事先的规定，廖任南本场比赛获得第1名，将累计获得1个徽。何老师主持着间，一个礼仪小姐上台，用红布托盘把金色徽端到了廖任南面前。廖任南微笑着接过，挂到了自己衬衣口袋处。金色的徽在镁光灯的照射下十分的耀眼。何老师继续介绍着说，这个徽在天籁冠军之夜的比拼将会为廖任南带来3%的投票增幅，再次祝贺廖任南。另外请各位观众别忘了为本期晋级的歌手投送个人人气票选。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天籁之音。1刻钟后，天籁第3期节目全部结束，廖任南简单把妆给卸了，便去储物室取包和衣服。他准备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因为待会还要去幼儿园接贝贝，而自己头发和身上的香味太重了。从包里拿衣服时，他瞥了手机一眼，发现微信有10多条消息，都是在他录制节目时发送过来的，来自曹金明，诸如准备的怎么样，节目开始了吗，压力大不，表现太好了吧等这些。从廖任南进入封闭候场室就开始了，他摇头微微一笑，拨通了视频通话。曹金明很快接通，喂，任南，比赛结束了是吧？恭喜你啊，有顺利拿下1城，还获得了徽。不用谢，低调。廖任南轻松微笑着道，对了，你不知道我录节目不能带手机的吗？还给我发了这么多的消息。废话，当然知道了。曹金明眉开眼笑道，不过
你也不用管的，我就是发了，图个安心的。图个安心？廖任南哑然失笑，想不到你一个在圈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男人，居然还有这么细腻、柔情的一面啊！嗨，等你到我这年纪，你就有体会了。曹金明忍不住感叹一句，想到什么？他又提议道：“晚上出来庆祝一下呗。”廖任南想起昨天晚上廖恩贝说过的话，当即摇了摇头，道：“不行啊，今天已经有约了。”是谁啊？该不会是李阡陌吧？曹金明疑惑道。他一直觉得这两人有苗头。廖任南故意岔开话题道：“老曹，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八卦了？”好吧，曹金明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不过我还是要说你一句啊。以前你成家忙，我约你不出来就算了，现在你恢复单身了，还是每天这么的忙，约个饭都没空，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听到这话，廖任南有点难为情，道：“好吧，改天一定跟你好好喝一顿，这才对嘛。”曹金明开心的道：“好了，我要去冲个凉，待会还要接贝贝。”行，你去忙吧。曹金明道：“再聊。”挂断电话，廖任南拿上衣服，准备去沐浴下。刚踏出化妆间门口没几步，他脑中就响起熟悉的系统音：叮！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达到300万，自动兑换3次奖品。闻言，廖任南心里一喜，又是累计300万，看来自己的人气现在越来越旺了。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神级书法。神级书法拥有此技能，宿主写字将飘若浮云，皎若金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秒杀东晋王羲之。书法，这是嫌弃我写字丑吗？好吧，还真是不咋地。不过有这个技能，字丑将会成为过去。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神级车技。神级车技拥有此技能，宿主弯道超车将变得轻而易举，并能把每一辆车的性能发挥到淋漓尽致。其实刚听到车技这2个字的时候，廖任南心里颤了一下，心想着这个系统怎么转性，有点越走越偏了。待听到后面的解释，知道此车技非彼车技，他悬起的心才放下。这个技能不错。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完美身材。完美身材，使用此技能后，你的身体将彻底蜕变，肩宽臀窄，人鱼线，8块腹肌统统都有，男人见了羡慕，女人见了爱慕。闻言，廖任南无语的笑了笑，好家伙，放心的太早了，这系统还是走偏了。就在这时，廖任南感觉头脑一阵酥麻，俨然多了许多书法、驾驶方面的知识。他有绝对的自信，就算是这2方面的顶级牛人，在自己面前也只有被吊打的份。而紧接着，廖任南感觉身体一阵燥热，像有东西从体内毛孔里不断往外面渗透似的，同时还散发出难闻的怪味。他也不敢多想了，连忙往洗澡间跑去。第49，李阡陌准备主动出击。来到浴室，廖任南连忙将身上的衣物脱掉，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状况。果不其然，他的皮肤上已经覆盖了一层黑色的淤泥，闻起来还有一种刺鼻的怪味。他连忙用水冲洗，这一冲，他惊喜地发现，只要身上的皮肤接触到水，那种焦躁的感觉就会减轻不少。于是廖任南便加大水量，美滋滋地洗起澡来。不知道过了多久，看着自己光洁的身体，廖任南满意的点点头。他擦干身体准备穿衣服，却发现刚才进来得及，居然把衣服放在了外面。想着这是在男浴室，他裹着一件浴袍直接走了出来。突然啊的2声惊叫响起，他扭过头一看，发现2个女人正在自己身后，正是李阡陌和林有薇。李阡陌胆子可能比较小，看了一眼就闭上了眼睛，林有薇则是盯着看了好几秒，才后知后觉地转过身去。你怎么不穿衣服啊？2个女人齐声问道。廖任南扯过柜子上的衬衣，利索地穿上，淡淡道：“这里是男士洗澡间，我当然可以不穿衣服。我还想问你们怎么在这呢？还不是因为阡陌关心你。”没等李阡陌回答，林有薇抢先道：“何出此言？”廖任南疑惑问。李阡陌详细解释道：“事情是这样的，原来李阡陌这期虽然不用点评，但作为导师仍然要参加节目的。今天林有薇也有过来，2人原本就约好比赛完跟廖任南和贝贝一起吃晚饭，所以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李阡陌便一直盯着廖任南行踪，一得空便带着林有薇跟过来。谁知道跟着，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2人找了会，根本找不着，便去找人问。有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廖任南往浴室方向去了。
两人便来到浴室，发现里面确实有人，但叫了几声没人应，于是他们就在门口等起来。谁料这一等就是半小时，而就在刚才，房间里还突兀的响了一声，像似有东西摔倒了。李千墨担心是廖任南洗澡太长时间晕厥了，所以决定进房来看一看。谁知道刚好撞见廖任南光着半个身子出来，所以我们也不是故意闯男浴室的。李千墨说着说着，有点委屈的想哭。哦，那不好意思，是我误会了。廖任南点点头，诚恳的解释道，也许是水冲的声音太大了，根本就没听到你们有叫我。至于你说的那个摔倒的声音，就是我不小心把蓬头落到地上了，真的对不起啊。哦，这样啊。听到这话，李千墨心情好了点，笑着道，不过你也不用道歉，反正人没事就好。廖任南拍拍胸脯，人没事，好着脸。噗嗤，事情说开了，三人都笑了。默一会，稍稍收拾下，三人就出发了，准备去超市。因为晚上要到廖任南家吃饭，所以必须先采购食材什么的。他又不知两个女孩的口味偏向，便带着他们两个去超市买菜。而为了避免车子跟丢什么的，他直接让两人坐自己的车，这样一来就省了很多事。车子才开动没几分钟，林佑威就说有点口渴。闻言，廖任南递给他一瓶纯净水，林佑威费力扭开，却又盖好放下了。见状，李千墨好奇地问佑威，你不是口渴吗？怎么不喝啊？算了，忍一会。林佑威摆摆手，解释道，我怕会弄湿衣服，不然就要停车了，怪麻烦的。你喝吧，我慢点开，不会撒的。廖任南听到后插话道，那好吧。林佑威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小心翼翼打开瓶盖，想着水会左摇右晃一出来，却发现水面很平，便赶紧喝了一大口，然后把瓶盖扭上，盖好后，林佑威才放心一些，端起瓶子看里面的水纹，瞬间眼眸一亮，惊喜地道，哇，水面纹丝未动咧。廖任南，你开车太稳了吧？据我见过的哈，就温爷爷的专车司机能做到这样。当时是温爷爷来慰问，我跟着爸爸有幸坐过他的车，不过看那司机年纪很大了，而且给高管开了一辈子的车，所以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一旁的李千墨听了，也欣赏的看了廖任南一眼，呵呵，过奖了。廖任南淡淡一笑道，可能车子也有加分吧。听到这话，林佑威转头看车内饰，点点头道，你这车很有档次，我挺喜欢的。廖任南点点头，便专心开车，气氛陷入短暂的尴尬。而李千墨扭过头，发现林佑威盯着廖任南，使劲的看着什么，他又不好直说，便给林佑威发了条微信，用脚踢了他一下，暗示他看看手机。林佑威会意，拿起手机，李千墨，看啥呢？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林佑威，看廖任南呢，你眼光真不错啊。李千墨，怎么突然这么说？林佑威，装什么装？别说你之前没看到啊。肩宽臀窄，人鱼线，8块腹肌，廖任南身材太好了。色色点 JPG， 流口水点 JPG。看到这条消息，李千墨瞬间脸红。李千墨，流氓，朋友夫不可欺。怒火点 JPG， 锤头点 JPG。林佑威，你们又不是合法的，我就要欺怎么啦？嘚瑟点 JPG。李千墨狠狠瞪了林佑威一眼，然后发了条消息，你敢？林佑威，好吧好吧，不开玩笑了。不过我觉得吧，你如果真的喜欢廖任南，就要抓紧了。像廖任南长得这么帅，身材又这么棒棒的，哪个女孩看到了都会喜欢吧？而你虽然长得漂亮，但架不住别人主动啊。女追男，只隔层纱。你又想6年前的事情重演？看着一长串的消息，李千墨陷入了思考，想了想后回复，我也想啊，可是也不能太主动了吧，因为我总觉得他对我不冷不热的，而且非常的客气。这个时候捅破窗户纸告白，会不会太急了，弄巧成拙？林佑威鄙视李千墨一眼，回复道，谁让你告白了？你不会旁敲侧击吗？李千墨疑惑，怎么旁敲侧击？林佑威无语，算了，有机会我帮你一把吧，成了你得报答我。李千墨，可以。驾驶位置，廖任南发现身后2个女人挤眉弄眼的，手机还轮流的响起，不用费脑想就知道两人在偷偷发消息。他也不想费脑细胞去琢磨两人在聊什么，要偷偷的用手机聊，专心体会着神级车技带来的驾驶乐趣。2个字，奥利给。第50林佑威试探，1刻钟车程。三人到一家沃尔玛，把车停好之后，便开始购物了。不知是为了考验廖任南，
还是单纯的猎奇而已。林佑威全部挑一些难的，平常家常饭桌上不见的菜买，类似于孔雀菜、泡泡青、鱿鱼、辣肥牛、荸荠、鲅鱼、九齿鳝虾等，任挑一个家庭主妇看了都会迷糊。不过这难不倒有神级厨艺加深的廖任南，他只是扫一眼这些食材就知道该出什么样的成品。另外，他还补买了几样加工这些菜所需要用到的特殊工具，东西全部买好。时间刚好快到5点钟，也就是幼儿园放学时间。廖任南开车顺道接上廖恩贝，便直接往家里开去了。到家后，廖任南系上围裙，就一头扎进厨房。见状，林佑威给李千墨递了个眼色，然后哄着廖恩贝到房里玩。李千墨当然知道林佑威的暗示，他握拳喊了声加油，也跟着进了厨房里。廖老师，我闲着，需要给你帮什么忙吗？李千墨看见厨房锅碗瓢盆，感觉到头有点晕。廖任南看了他一眼，拿过一袋大蒜道：“帮我把这个给包出来吧，待会要用。”好吧。李千墨花痴一笑，可当他接过大蒜，却立马犯了难。不过他灵机一动，用手机查了查，然后行动起来。灶台边，廖任南快速地加工着食材，清洗、刀切、漂洗、泡或者腌。很快，刚刚还杂乱无的原材料，瞬间变成了色泽鲜艳的半成品。廖任南打开集成灶，淋油、加菜、翻炒起来。李千墨在桌旁边剥蒜边看着，就像目睹一位厨神现场表演一般。看着间，他不禁思绪飘远。那是某一个清晨，女人穿着男人的白衬衣，笨拙地做着鸡蛋煎饼。男人光着上半身从后面走来，搂住女人纤细的腰肢，说了一句：“蛋都煎不好，你怎么这么笨？”女人小嘴一撅说：“我就喜欢吃你做的嘛。”男人亲了女人一口说：“你休息，我来给小宝贝做。”嘻嘻。李千墨傻傻地笑出声，全然没有注意到廖任南不知道何时站在了他的身旁。廖任南拿走仅有几粒包出来的蒜瓣，迟疑着问道：“千墨，你应该从来没做过饭吧？”李千墨点点头：“我都是在公司吃，家里爸妈也不让我动手。”难怪。廖任南笑了下，突然看见李千墨脸很红，便问道：“咦，你很热是吗？要不去外面吹吹空调？”啊，是吗？李千墨后知后觉，摸摸脸颊，故作镇定边道：“这里在炒菜，确实有点热，那我去外面休息下。廖老师辛苦你了。”说完，李千墨逃也似的出了厨房。又过去半个小时，廖任南把菜全部做好，李千墨帮着端上桌，有几样青菜，还有炭烧鲜鱿鱼、烧汁辣肥牛、红烧狮子头、蒜蓉九齿鳝虾等硬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林佑威从房里出来，眉欢眼笑地道：“廖任南，你太客气了，我一来你做这么多菜，不是你要买这些菜品的吗？难道别人还不给你做？”莫等廖任南回答，李千墨抢先回呛一句：“林佑威也不客气，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廖老师才不会这么没格局。再怎么说，我们也成功合作过，相对重视一些也是理所当然的。好了，大家都坐下来吃吧，别辜负了美食啊。”廖任南觉得两人这样说下去肯定是没完没了的了，便出口打断他们：“吃吧。”林佑威坐下，迫不及待夹了一口菜，送到嘴里，眼眸猛地一亮：“哇，这味道太好了吧！”李千墨淡淡道：“我就说吧，廖老师厨艺比5星大厨还好，爸爸厨艺确实是全世界最棒的。”廖恩贝也补充道：“确实好，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别说话了，努力干饭。”林佑威兴奋地道，顺便又夹了一筷子菜，送到自己嘴里。呵呵，廖任南看见林佑威这没气质的模样，不厚道的笑了，道：“想吃什么随便吃，千万别客气啊。”接下来，林佑威聚精会神吃菜，根本都顾不上说话。尝了这盘，觉得好吃；尝了下一盘，觉得更加好吃。最后的局面是，一桌都是美味佳肴，简直吃得手忙脚乱。很快，一桌菜全部消灭光。林佑威、李千墨、廖恩贝3个人瘫坐在椅子上，一副毫无抵抗力的样子。特别是林佑威，他穿着塑身连衣裙，可这回衣服小腹处都被撑圆了，惹得李千墨和廖恩贝哈哈大笑。见都吃完了，廖任南钻进厨房，把事先做好的水果沙拉从冰箱里面端了出来，让大家吃了消消食。几人边吃边聊着天。廖任南，我可以问问你，你为什么会离婚吗？你知道，毕竟你是这么的优秀。见慢慢话题聊开了，林佑威抛出一个严肃问题。廖任南笑了笑道：“聊得好好的，干嘛突然问这？”闻言，林佑威有点尴尬，
想着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而廖恩贝却忍不住了，直接插话道：“这个问题我爸爸不愿意说，我可以帮他回答的。我爸爸离婚，完全错在我妈妈，她瞧不上我的爸爸，她把我爸管得死死的，不然他看电影、玩游戏，还动不动检查他的手机，这都还可以忍受。关键是他隔三差五，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就拿我爸当出气筒。后来好了，我爸不乐意了，他也没撤了，所以都是他的错。”听见廖恩贝头头是道的说了一通，林佑威和李千墨觉得又感动又好笑。林佑威笑着打趣道：“既然你那个妈妈这么不好，那你想要找一个新妈妈吗？”“当然要啊。”廖恩贝毫不犹豫点点头道：“毕竟我要上学，不能一直陪着爸爸，他会孤单的。而且我如果再找新妈妈，她一定要足够的优秀，要配得上我的爸爸。”噗嗤，李千墨和林佑威直接被廖恩贝小大人的模样给逗笑了。“那你觉得千墨阿姨优秀不？能够配得上你的爸爸吗？”林佑威乘机追问道。廖恩贝看看李千墨，再扫了眼廖任南，露出虎牙，笑着道：“当然可以啊，我喜欢千墨阿姨。”第51，发现苏雪的手段。贝贝，我告诉过你，小孩子不要乱说话哦。廖任南插话道。他虽然说话的语气很温柔，但说的话却没那么温柔。其实，廖任南觉得李千墨确实很漂亮，但却还没到达那种喜欢的地步。而且，他才刚刚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虽然已经从那些阴影中走了出来，但也还没有做好接受一段新感情的准备。听到廖任南的说的话，廖恩贝不争气的哭了起来，小肉包子脸立马变得通红。贝贝，哭干嘛？你爸爸不是怪你。李千墨连忙把廖恩贝搂进怀里，林佑威也在一旁安慰道：“是呀，贝贝，要怪就怪阿姨，别哭哈，慢慢的。”廖恩贝哭声变小了点，最后止住了哭。后面林佑威也没再试探什么，他也摸不准廖任南的想法，几人都是聊聊天籁、电影、工作室什么的，不知不觉便到了晚上8点半钟。李千墨和林佑威表示要回去了，廖恩贝得知不乐意了，拉着两人的手不肯松。后来两人安抚一番，并答应下次再来聚会，廖恩贝才肯放手。林佑威叫了自己公司的专车司机来接他，顺道还能够把李千墨给送回家。廖仁南把两人送上车，便自己回来了。他让廖恩贝看会小猪佩奇，自己把厨房简单收拾一下，之后便盯着贝贝洗澡睡觉，顺便自己也洗漱完毕。廖仁贝睡着，才刚10点钟，他准备看会电影放松下，才刚刚打开电脑，手机就震动一下。他拿起手机看，是微信语音消息，来自苏雪。廖仁南，你婚内出轨，你知错吗？从声音可以清晰的听出，苏雪说话舌头有点打结，显然是喝酒了。廖仁南眉头一皱，回复一条：你喝醉了，瞎说什么呢？那头很快发来：我没醉，我有你出轨的证据。我劝你下期节目直接退赛，不然我让你身败名裂。廖仁南摇摇头：我们现在离婚了，请你不要无理取闹，而且我参不参加节目跟你有一丝的关系吗？那头很快回复，语气咄咄逼人：当然有关系了，你是阻挡我成功的绊脚石，先是我，然后是曾轶可，后又是冯坤，现在是花泽吕，我以及跟我有关系的人都被你给害了。廖仁南无语的笑了声，什么时候这些人都跟自己扯上关系了？不过他没这个耐心分析，直接回怼道：我告诉你，让我退赛是不可能，你如果有什么证据就尽管曝光出来吧，千万别客气。廖仁南自诩一身正气，没做过什么有悖良心的事情，身正不怕影子斜。说完这句，没等苏雪回话，廖仁南就关机了，专心去看自己的电影。转眼便到了第二天，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早晨7点多钟。昨天看电影晚了点，居然给睡过头了。廖仁南赶紧叫醒贝贝，带着他穿衣洗漱，然后到小区楼下吃早餐，赶在上课开始前把贝贝送到学校。他这才有空揣口气，刚想查看下手机消息，发现昨晚关机还没来得及开，便连忙按下开机键。手机系统刚开始正式运行工作，微信消息便滴滴滴的响个不停，一下就有99加未读消息了。廖仁南点开，发现除了几条来自于苏雪外，大半都来自于曹金明和林佑威。他点开曹金明对话框：仁南，你上娱乐新闻了，怎么打你电话没人接啊？这条新闻发给你，你自己看看啊。井号头条新闻井号：廖仁南夜会李千墨被曝光，两人交往已有一段时间，男方属于婚内出轨。井号红字新闻井号：重磅，廖仁南约会李千墨录音曝光，两人已经正式同居。你怎么电话关机了？千万别想不开啊，
看到消息回我一下。他再次点开林佑威的微信，他发送的消息和新闻也都跟曹金明相差不多。快速扫了一眼，廖任南便知道这些新闻肯定跟苏雪昨晚说的证据有关。他当时只以为这个女人是发酒疯，谁料她居然是真疯。点开新闻，廖任南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看完几条新闻，廖任南气不打一处来。原来从昨天出天籁拍摄基地开始，就有一名侦探偷偷的跟着他们，从他们到超市，去幼儿园接贝贝，再到回出租屋等，每个地方都有偷拍。而最令人可恨的是，这个新闻报道出来，居然直接当林佑威不在，故意编造廖任南是和李千墨私会，手段太恶毒了。而当廖任南看到有关自己录音的那条新闻，他顿时打了个冷战，对方居然真的爆出了他与李千墨的对话录音，还贴了一张两人在房间里的模糊照片，这又是同样的手法，断取义。不过但凡是谁看到这张照片，听到录音，都会联想两人已经同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录音和房间照是怎么被拍的？廖任南眉头紧锁，突然他注意到录音里有段音箱准点报时的声音，那是他为贝贝特意录制的。廖任南瞬间豁然开朗，想到了苏雪先前给廖恩贝寄的洋娃娃，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被动了手脚。想到此，廖任南开车赶回家，找到那个洋娃娃，用剪刀拆解开一看，果然里面有个摄像机。这个摄像机是带联网功能的，能够远程遥控进行提取数据。看到这个东西，廖任南一切都明白了。他给曹金明发送一条消息道：老曹，我没事，别担心，事情我已经弄清楚了，待会就会解决的。紧接着他给林佑威也发送了类似的消息。最后他点开李千墨聊天框，发送一条消息：千墨，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不过这件事我马上会解决的，你只管把责任往我这边推就行，有任何问题及时联系啊。第52私会事件大反转，短暂的平息下，廖任南考虑到自己在公关这方面没什么经验，他还是决定先去趟公司，找曹金明一起商讨对策为妥。而曹金明果然没让他失望，很快就制定出一系列的对策。第一，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布维权声明；第二，编写澄清帖子，道明事件原委，请各娱乐大 V 转发，证明廖任南清白；第三，报警备案，寻求法律援助，理清头绪之后，各单位分工协作。10多分钟后，一则维权声明出现在网络上。南明娱乐魔都新权律师事务所20年6月20日，针对部分主体在网络平台中发布针对廖任南先生的不实言论，甚至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捏造事实话题，引发严重负面影响的恶意造谣事件。廖任南先生已委托本律师事务所启动名誉维权诉讼程序，现已完成。而紧接着，廖任南和曹金明两人也分别用各自微博账号转载了这篇维权声明，井号廖任南超话，明目张胆的造谣污蔑是在挑战法律的底线，我们会持续取证，追责到底，绝不姑息。井号。最后就是写澄清帖子了，但这却有点让廖任南头痛，倒不是因为帖子难写，毕竟他只需要自述出事实，由写手润色加工成文即可。令他头痛的是，如果全部说出实情，势必会把林佑威拉下水，也不知道后续反响如何。而如果不提林佑威，就解释不了他和李千墨单独约会的事情，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另一边，盛雪娱乐工作室，苏雪光着脚丫窝在旋转椅上，10公分高跟鞋随意散落在地，神情看起来非常的疲惫虚弱。学姐，廖任南那边发布声明了，一名工作助理小跑步过来道。苏雪轻揉下太阳穴，有气无力地道：拿给我看看。助理双手端着一个平板递了过去，苏雪在平板划拉几下，消息很快就见底，便问道：就这几条，没有其他的吗？没有了。助理道。闻言，呵呵，苏雪冷笑一声道：他们只字不提林佑威，看来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应该是的。那学姐，我们要做点什么吗？助理笑着问道。当然要了，我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苏雪斩钉截铁道。稍稍思考了一下，他继续说道：立刻通知采购组，让他们买多点水军，继续加大舆论攻势，就往私会、出轨、同居这些话题上引，越抢眼的字眼越好。另外，多联系一些权重高的自媒体大 V， 深扒一下廖任南和李千墨的黑历史，比如李千墨在节目中肆意吹捧廖任南，无底线给他爆灯、徇私舞弊等，通通都给我拔出来。呵呵，这么多黑料，我看他们怎么洗白。
助理点点头，好的，学姐，我这就去办。半个小时后，这边南明娱乐工作室，曹金明正时刻关注着网络上有关景浩廖任南、李千墨私会景浩超话的风评，相关的评论几乎是曾几何式增长。一条说两人同居，一条说只是师生关系，到底哪边是真的啊？傻呀你！当然是都真。景浩师生同居，景浩廖任南真会玩啊！噗，气得老子吐血！还我的女神李千墨！李千墨怎么会看上廖任南这个老男人的？廖任南就是个披着羊皮的渣郎啊！这年头啥都是假的，什么忧郁男神，不过是个假人设罢了。我倒相信廖任南是清白的，他不像是这种人。楼上先把自己内裤洗干净，再来替渣男洗白吧。越往下拖，曹金明只觉得越生气。人男，你说咱们越澄清，怎么风评越差了呢？廖任南皱眉道：这还用想，肯定是那个疯女人又在添油加醋了。曹金明无语道：他还真是有够狡猾的，摸准了你不会提林佑威，所以专往这边引导风评。咱们这真算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实在不行，要不你跟他谈谈，私下解决这事。何廖任南苦笑声道：怎么私下解决？他可是要我退赛。其实我对这比赛得失没看得那么重，只是辜负了贝贝以及粉丝对我的期望了。还有就是李千墨，我如果这样顺从了，那不首先坑了他吗？所以我绝对不能退缩的，只是看怎样想个两全的办法。就在这时，曹金明的助理3步并2步冲了过来，速度之快都快没刹住把他撞翻。冒冒失失的，什么事这么着急？曹金明小声责问一句。助理踹着粗气道：曹总，林佑威那边发布消息了，是关于廖总的。哦，曹金明感觉十分惊讶，廖任南也吃了一惊，两人接过平板看了起来。就在几分钟之前，林佑威确实发布了一则消息：景浩花火娱乐景浩李千墨廖任南。大家好，我是林佑威。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忙于新电影的筹备，根本无暇看娱乐新闻一眼。刚刚闲下来，通过我的同事才知道李千墨和廖任南卷进了一场舆论风波。我了解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觉得事情非常的好笑，因为我就是参与的当事人，而事实与真实大相径庭。就在昨日晚，为了感谢廖任南和李千墨两人对我电影那些年的支持，我组局提议前往廖任南家聚餐，下方有我们3人的互动及合影照，大家可以自行查看确定真伪。而这居然被有心人士拿来利用曲解，还引导大众对2位优质艺人恶评。我对此真的感到很无奈和不堪其忧，特在此发布消息，陈述事实，希望还李千墨和廖任南一个清白。很抱歉占用大家的时间，祝你们每天都笑口常开。林佑威。而在这条微博的下面，整齐附着9张高清图片，分别是林佑威和李千墨一起到超市购物，以及2人在廖任南家用餐的照片。比较用心的是，林佑威还贴了超市购物小票及3人的行动路径照片，并在照片上 P 了几个字说，如果有任何的疑虑，可以前往这些地点调看监控。整个条理十分清晰。第53重磅，李千墨长文告白。截止到目前，这条微博下面已经有不少留言，尼玛，我差点就信了那些新闻。我就说嘛，李千墨这么多年零绯闻，不像是会做出这事的女孩。那些造谣者真是太可恶了，这不完全就是颠倒黑白吗？建议走法律程序。廖神好样的，坚强挺住，绝不塌房，支持说出真相。佑威好勇敢。弱弱的问一句，难道你们没觉得李千墨和廖任南很般配的吗？很好奇什么人会干出这么缺德的事。见此，曹金明长吁一口气，对身旁廖任南道：你说每个人想法还真不同，你看你千方百计不想扯上林佑威，人家小姑娘自己就全部都给交代了，看她这语气和用词，一点都不介意被影响，看来你魅力够大的呀。说完，曹金明还意味深长的拍了拍廖任南的肩膀。廖任南当然听懂了，白了他一眼道：你还真是吃瓜不嫌事大，就是你这种心态的人多了，巴不得娱乐圈出点什么事，弄得有理都说不清楚了。哼，曹金明幸灾乐祸的笑了声道：谁让你吊别人胃口，好好问你跟谁一起吃饭，你硬是闭口不透露一个字。现在好了，弄得全网皆知了，这是老天惩罚你不对我坦诚啊。得了，廖任南举起双手做投降状道：以后都对你坦白，行了吧？这才对嘛。曹金明得意一笑道：事情解决，收工喽。廖任南笑笑道：辛苦。两人收起笔记本，打开会议室门，准备出去。突然哐嚓一声响起，走在前面的曹金明、何正冲进来的助理
直接撞了个满怀，嘴巴都快贴到一起了。曹金明抹了一把嘴唇，面带无语道：“我的天，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一次吗？做事稳扎稳打一点，这么毛躁冲动干嘛？又不是天要塌下来了。”这助理听了，不但没生气，反倒满脸带笑，兴奋地道：“曹董，天没有塌下来，桃花运倒是冲着廖董来了。”曹金明皱眉道：“少卖官司，说人话，你们自己看。”助理把平板递过，廖仁南顺手接过，和曹金明看起来了。上面也是一条微博长文 ，ID 名是李阡陌，内容如下：关于热搜上有关我的消息，林佑威已经道明了真相，应该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了。我想跟大家说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其实这2天的新闻只说对了一半信息，我跟廖老师没有约会，而是我单方面喜欢他。你们没有听错，我喜欢廖仁南。早在6年之前，因为机缘巧合，我跟廖老师有过合作，他给我写了首歌，名字叫《栀子花开》。从那时开始，我就对廖老师才华钦佩有加，曾想着对他坦白心声，可是却因种种原因开不了口。最后鼓起勇气时，他已心有所属。自此，我也封闭内心，从没对任何人提过这事。而1个月之前，我偶然得知廖老师离婚的消息，虽然替他感觉到难道，但同时，我内心对廖老师的那种喜欢重新复燃，并且愈演愈烈。所以，我暂停在国外的工作，果断回国追求自己的幸福。本来准备等时机成熟，再向廖老师袒露心声，谁料发生这2天的诋毁事件，所以我决定不再隐瞒下去了。最后，希望我的这份告白不会给廖老师带来负担。永远爱你们的李阡陌。咕噜。整条消息看完，廖仁南不禁猛吞了口水，转过头去，果然曹金明一脸坏笑的看着自己。可以啊，你魅力越来越大。廖仁南轻摇了下头，这丫头，她应该还没弄清楚这条消息发出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吧。曹金明仍然笑着，人家小姑娘都不怕，你在这担心个什么呢？直接原地关宣的了呗，这样喷子们都得闭嘴了。哥，请理性吃瓜好吗？廖仁南白他一眼道，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况且说了你们也不能体会，男离婚女未婚，有啥不能体会的？曹金明笑着道，边说着一把将廖仁南手中的平板拿过来，我来给你念念粉丝们的心声哈。说着便滑到李阡陌这条长文的评论区，现在才短10多分钟，评论已经快达10万条。哇，姐姐好勇敢，加油追爱吧，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虽然舍不得，但是祝福你们，廖仁南好好对我的女神。不说不觉的，现在看2人的面相，挺有夫妻相的，便宜廖仁南这小子了。男才女貌，支持官宣。当然了，曹金明都是挑正面的评论念的。听着这一条又一条，廖仁南赶紧抬手制止，道：“打住，打住，后续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您哪里凉快哪里去休息下吧。”廖仁南说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城南别墅区，李阡陌抱着枕头，盘腿坐在沙发上，心咚咚咚的直跳，而他的手机也在茶几上，不停滴滴滴的响着。不过他却不敢去打开手机，也不敢去刷网上的娱乐新闻，因为他不用看都知道，现在有关自己的各种话题肯定是满天飞了。叮咚，门铃的声音响起，李阡陌起身去看，发现居然是林有为，便按了解所见，给你发消息，打你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啊？一看见李阡陌，林有为就抱怨道：“就是不想接啊。”李阡陌撇撇嘴道：“你倒是有能耐，都找到我家来了，不来你家怎么找你？”林有为朗声回一句，想到了什么，又笑眯眯地道：“阡陌，够勇敢啊你！昨天还左右担心，生怕别人不接受，还做不成朋友的，今天就直接告白了，而且是全网告白，厉害！”说着，林有为还对着李阡陌竖起大拇指。第54苏血气炸。见林有为一副看好戏的模样，李阡陌有点生气，撇撇嘴道：“你如果专程过来是为了取笑我，那你成功了，舅舅请回吧。”“当然不是啦。”林有为收敛点笑容，解释道：“你努力追求心爱的人，又没有碍着别人什么事，谁又没权利取笑你啊？而且你不知道现在网上你的粉丝和廖仁南的粉丝都是喊话希望你们在一起。”“真的吗？”李阡陌不敢相信，脸上露出一丝笑道：“我现在都不敢碰手机了，当然是真的了，要不你自己看看。”说着，林有为把自己的手机作势要递给李阡陌，而李阡陌没接，反倒退后几步，还是算了，我要借一段时间的手机。林有为不动声色地笑了下，安慰李阡陌道：“
既然不想看，那就别看。不过你自己也不要太敏感了。我知道。李千墨点点头，想到什么，又问：那你说我现在该做点什么吗？我单方面发布这条微博，都没跟廖任南提前打招呼。你说我现在需不需要跟他联系下？闻言，林佑威无语的摇摇头道：看来女人不管长得多漂亮多优秀，都是会有常初恋爱脑的时候。你看你都发长文向他告白了，而且是全网深情告白，他当然也会看到了的。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给他空间和时间好好的考虑下。如果他喜欢你的话，会主动联系你的。有道理。李千墨点点头，下一秒却又问：可是如果他不联系我呢？那是不是代表我没戏了？这个问题把林佑威也问倒了，他眼睛咕噜一转，很快便道：我觉得不至于吧，你看你哪里都完美，除非他。说着，林佑威对李千墨使个眼色，还伸出一根手指头弯曲了一下。你瞎比喻什么呢？李千墨斥责道。廖任南他当然不是了。哈哈，林佑威坏笑了一声，轻拍了下李千墨的臀部。你也知道啊，那你还瞎担心什么？放心吧，他会主动联系你的。看我站在玄关都快10分钟了，就不准备邀请我进去做会吗？我还穿着高跟鞋脸，脚都有点痛了。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进来吧，包挂在悬架上，自己挑鞋子换。李千墨心不在焉地说，然后自己回到沙发。见此，林佑威扁扁嘴，挂好包，换好鞋，贴着李千墨一坐，把他往边上一挤，毫不客气地道：家里有吃的没？马上快中午了，我早晨没吃多少，现在肚子都饿了。有啊。那边李千墨往厨房那边一指，只见橱柜上凌乱摆放着几瓶牛奶和面包，餐桌上还有些水果和坚果之类的。算了，看你这状态，中午想在这里蹭饭是不可能的了。林佑威摇摇头道：我还是识趣点，自己提前叫外卖吧。哦，好吧。李千墨随口一答，林佑威彻底无语了。南明娱乐，廖任南只身坐在某间会议室，心情有点复杂。他的面前放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正是那条长文。此刻，李千墨的这条长文话题讨论量已经上升到了微博话题热度第一，而且还在以一个很快的速率增长着。顺带着，廖任南的微博评论区也沦陷了，不少粉丝在他的微博下留言，喊话他给李千墨一个答复。答复？该怎么答复？廖任南却实犯了难。如果同意吧，他真的不知道跟李千墨在一起以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毕竟他是歌手，李千墨是多方位艺人，两人都是公众人物。如果两人交往，他们的一举一动事必会遭到种热议，被放到放大镜下看。而且两人会很忙，工作的圈子也很复杂，更何况他还不是独自一人，还有一个拖油瓶女儿。也许现在一切都看似很好很和谐，可两人以后是否也会因为忙碌或者娱乐圈工作压力而渐渐产生隔阂，最后破碎分裂？毕竟他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想到此，廖任南真的没有勇气毫无顾忌的同意。如果不同意吧，李千墨年轻貌美，性格又好，还跟廖恩贝特别合拍，而且别人还喜欢了你6年。6年，一个女人有多少个6年？如果自己错过了，可能会被所有人骂大傻叉吧。难，这个决定真的难，至少廖任南不知道该选择哪个。呼，廖任南深深地舒了口气，拿起手机准备干点正事。先前只顾着忙苏雪在洋娃娃里藏录像设备这事，还没来得及处理呢，他必须做个了解。下午3点，另一边，盛雪娱乐，苏雪办公室里，苏雪翘着2郎腿，嘴里喋喋不休地谩骂着。花泽吕和曾轶可两人坐在对面听着，时不时的点点头，挪动下胳膊。这两人，苏雪抱怨，足足有1个多小时了，他们只感觉身上很麻，脚麻、腿麻、屁股麻、腰麻、脸麻、耳朵麻，两人内心直呼造孽啊！为什么？为什么廖任南的运气这么好？他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这么嘚瑟？还敢找新欢？真是个渣男！苏雪边拍桌子边骂，发泄着心中的不满。原本他以为自己离开廖任南后，肯定是过得洋洋得意、风生水起，而廖任南呢，则会跟在他屁股后面苦苦哀求，求他回心转意之类的。到时候他就说句你不配，狠狠一脚把他给踹开。而谁料，现在落魄不堪的是他自己。他现在不仅事业受阻，还要遭受网络上的指责。就是李千墨发长文跟廖任南告白后，现在全网都是催两人在一起的。有部粉丝到他微博下留言，说他是李千墨的手下败将，甚至
还有不怀好意的粉丝扒出他的家庭出生情况，拿来跟李千墨的家世做对比，称李千墨就是真凤凰，他则是鸡窝飞出的假凤凰。这样一比较下来，不少人嘲讽他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说他错过了最好的男人。特么的！想到这些，苏雪火冒三丈，直接把桌上东西给掀了。哐擦！花泽吕直接被苏雪这突如其来一下给吓得人仰马翻。哎呀！曾一可也大叫一声，连忙摸了摸自己的脸，因为桌上有很多尖锐的东西，他可不能被这些东西划到，毕竟她是女明星，也是靠脸吃饭的。第55关键字写歌环节开启。就在这时，咚咚，敲门声响起。进来！苏雪没好气的道。敲门的是罗非，他是盛雪娱乐的外聘法律顾问，也是苏雪的私人律师。罗非推开门，看见满目的凌乱，仍旧是镇定自若，就像没看见这些杂乱一般，笑眯眯的打招呼道：苏总，一段时间没见了呀，你过来干嘛？有事吗？苏雪厉声问道。苏雪平常心情好，还会客气的称呼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叫谁都是你，当然了，比他位分高的除外。苏总，是有点事，罗非也习惯了，淡定地道。闻言，苏雪看了曾轶可和花晨宇一眼，两人当然懂了，打声招呼就开溜了，心想这律师来的真及时。待房门关上，罗非才道：苏总，我刚刚收到消息，您前夫那边要起诉您。当律师的，特别是有能耐的律师，在各个层面都有资源，消息灵通的很。和苏雪觉得很好笑，廖仁南要起诉我？起诉我什么啊？他起诉您在玩具洋娃娃偷装袖珍录像设备，非法监控他人的隐私。苏雪狡黠一笑，我哪有偷装？那洋娃娃本来就是送给我女儿的，我担心我女儿的安全，装个录像看看怎么了？是他们做见不得人的事，被人发现了还生气了？不是这样的。罗非摇摇头道，法律是不管您买这洋娃娃的起因，他只管事情的结果，而事情的结果是他拍到了你前夫的隐私，并且在网络上传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您是有一定责任的。听到这话，苏雪急了，呵，那这样说，我还要起诉他呢？他出轨李千墨，这个总没错吧？也不是这样的。罗非又摇摇头道，廖仁南他不算出轨，因为他跟李小姐交往时，你们已经办理离婚了，他是自由之身。苏雪听到这话，满脸不耐烦道，不是这样，不是那样，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罗非解释说，我建议您啊，趁着这事还没有完全闹僵，您可以去跟廖仁南谈谈，道个歉什么的，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想他不会做的那么绝的。在法庭之下，所有事情都好说，而一旦上了法庭，那就都不好弄了。砰！没等罗非说完，苏雪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厉声道，要我主动跟他去谈，还让我跟他道歉？没门！他要起诉我是吧？让他去起诉吧，我跟他奉陪到底。罗非听到这话傻眼了，耐心的劝道，苏总，您不能带着情绪处理事啊，这样事情只会越闹越大的。阿苏雪冷笑一声道，事情大了怎么了？我从来不怕事情闹大。还有你，有没有点本事？如果这点小事都搞不定，那你等着被换吧。罗非动了动嘴皮子，却不知道说什么了。接下来2、3天，廖仁南以苏雪装摄像偷拍的事情，正式联系了律师团队，准备起诉到高层法院，诉求取消苏雪对廖恩贝的监护权和探视权。而比较遗憾的是，律师团队也给了廖仁南预判，这个诉求被法院通过的概率总体上不到30%。毕竟只要苏雪死咬着，是为了照顾贝贝安全才安装的摄像头，而拍摄的录像外泄不过是个突发意外，他自己也是不知情，就单这条法律就约束不了他。比较乐观的是，通过苏雪的这个行为，可以定义他不顾廖恩贝的情绪，肆意凭个人情绪掌控贝贝的行为，没做到母亲应有的责任。凭借这一点，可以取消苏雪一段时间的探视权。最后，廖仁南权衡了一下，决定采取后者方案。另一边，为了照顾李千墨，林佑威直接在他家住了下来，以此方便安排他的饮食起居。李千墨一切也都还好，表现还算稳定正常。而令林佑威出乎意料的是，都2、3天了，廖仁南居然连一个电话，甚至一条微信消息都没有发过来，这还是有点出乎他意料的。像李千墨这么完美优质的女人，多少男人排队抢着要跪舔的，谁拥有谁就是挖到聚宝盆了，人家却还是倒贴的，只需要点个头就可以。他居然没有任何反应。林佑威觉得自己真的看不懂这个男人了，而李千墨却还比较乐观，毕竟比起6年前的那种打击，这还是算不了什么的。
只要廖仁南没有再婚，那就是代表他还有机会。所以李千墨觉得自己应该振作起来，不能用舆论来强迫廖仁南做任何决定，不然即使廖仁南最终选择了自己，那他也觉得廖仁南是被迫妥协的，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看到李千墨这么能安慰自己，林有为也放心了，只能感叹陷入恋爱的女人智商真的是负数。再说廖仁南，其实他心里也一直放不下李千墨对他告白的事情，而虽然事情摆在这里，他心中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而他除了纠结于这件事情外，还有就是跟廖恩贝的相处了。在得知李千墨告白自己爸爸时，廖恩贝是非常欣喜的，想着他爸爸肯定会答应，谁料他却是一点都不主动。这样一来，廖恩贝着急了，时刻都在廖仁南耳边吹风：爸爸，千墨阿姨性格这么好，不比妈妈好100倍吗？有时廖恩贝又会搜索出李千墨以前拍的节目或者广告：爸爸你好好看看，想不到千墨阿姨的身材这么好啊，啧，错过了这村可没这庙哦。而对此，廖仁南要么是采用冷处理，装作没有听到，要么就是的糊弄过去。时间长了，廖恩贝也没耐心了，直接赌气不理他了。看到廖恩贝这模样，有那么一刻，廖仁南觉得自己是否真的错过了。终于几天时间过去，转眼又到了周末。魔都崇明岛，天籁之音第2季第4期直播开启。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由飓风地产、金大福黄金、华为人工智能联合赞助的《天籁之音》第2季第4期。熟悉的大型舞台上，何老师微笑做着开场。与此同时，直播间弹幕区复评：来了，兄弟们，终于到周末了，哈哈！这期是关键字写歌环节，期待 in。我想说，我是来磕廖仁南和李千墨 CP 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一起。花花我爱你，这期一定要崛起啊！永远支持你。花花算个球，给我昆提鞋都不配，哥才是华夏乐坛的顶流。你们聊点跟节目有关的不行吗？很好奇这期会出什么关键字，这才是最刺激的吧。直接来一个显字，把这些歌手都给我淘汰了。大奖我来领，楼上的别做白日梦了，你的工头喊你去搬砖了。第56节目组求生欲超强。原本天籁只是音乐综艺的一哥，而自从5天之前李千墨全网向廖仁南告白后，节目流量是蹭的往上飙升，现在直接把分类音乐拿掉，成功晋升为综艺一哥了。对此，天籁节目组一众高层都是乐得合不拢嘴。作为廖仁南的推荐人选，天籁的总监制韩尚佑直接被升职加薪，成了总公司经理，而何老师也被加了鸡腿，所以介绍比赛规则也是笑眯眯的。大家好，本期的主题是关键字写歌。顾名思义，由天籁节目监委选出一个关键字，各歌手及其协助团队按照规定进行写歌。写歌手要求是歌曲名和歌词内容必须都涵盖该关键字，否则被判定为擦边。总体说起来，本期关键字写歌与上期看图写歌规则大同小异，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一是创作时间由24个小时缩减为12个小时，这将更加考验歌手能力及其协助团队创作水平；二是总计20位参赛歌手，只有一半能获得投票增幅，前后2名相差1%幅度；三是本期增加了导师点评流程，每位歌手演唱完毕后，会有各位导师针对性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观众们理性投票，避免盲目跟票情况。另外，本环节共计20名歌手，仅有10名能够晋级，希望各位歌手及其协助团队们抓紧机会。何老师介绍完规则，换了张提示卡片，继续道：好了，下面来介绍节目5位导师点评阵容，他们分别是音乐教父刘焕老师、华夏歌后那英老师、殿堂级唱将王子宋老师、天才作词人林夕老师、全能艺人李千墨老师，请大家鼓掌欢迎他们！呼啦啦啦，现场立马响起热闹的掌声。5位导师也轮流站起来，一一跟观众们打招呼。而比较特别的是，在镜头对准李千墨的时候，现场的惊叫声顿时多了好几倍，还有人大叫廖仁南这个名字，这让李千墨很手足无措。他对着观众微微鞠了个躬，便慌张地坐下了。好了，接下来是介绍我们的歌手，看看他们这期请了哪些团队助手。何老师话音落下，主镜头画面一转，对准各歌手后场间部分夺冠热门歌手，比如叶旭坤、花泽吕，扩大了协助团队阵容。其他的歌手，比如任贤齐、林志炫等，协助团队阵容都跟上一期差不多。不过
常看节目的网友们却发现一些不同之处，纷纷发弹幕指了出来。卧槽，怎么感觉后场式摄像头变多了，而且对脸运动摄像机也很多啊？是啊，观看的分屏也多了好几块，这是要把歌手们监控起来吗？还真是，这阵容堪比监控最危险囚犯了吧？哈哈，这画面好高清，坤坤脸上的粉都给照得一清二楚。节目组这应该是怕观众说造假，所以加大了监控力度吧。此刻正坐在总指挥室的韩尚佑看到这些评论也是点了点头，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就在上期看图写歌结束后，节目虽然流量提上去了，但却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差评，比如说什么节目有剧本、捧新人炒噱头、无底线造假等。毕竟廖仁男只用1个小时就创作出一首新歌，并且还用剩余的时间帮任贤齐写出了一首高质量的《伤心太平洋》，这实在是超出了网友们的认知。就连韩尚佑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人也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所以网络上一片质疑，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怎么解决呢？节目组经过商讨决定，唯有加强比赛透明化程度，才能够让观众没有话说。所以第一步便增加了后场式摄像头数，让歌手及其团队们在观众们眼皮底下来创作，这样就没话说了吧？就在这时，介绍完各明星后场式，主画面再一转，一个奇怪的设备出现在镜头前，这是一个大型透明圆球。在监督人员的查看下，工作人员们把一张张写着汉字的纸折叠后放进小球，对着镜头给个特写，然后再扔到圆球里。这些汉字都是华夏常见的汉字，比如有笑、天、生、心、看、简、破等。何老师也解释说，这是节目组为了选关键字环节，特意请合作公司制作的挑选设备，为了规避电子作弊行为，所以直接采用人工手摇，摇动设备也有个歌手们进行。其中本期的关键字主题一共有100个汉字，所以算是100选1。现在这100个汉字已经全数装进小球，并投入到设备中。如果大家有异议，可以自行查看回放。下面开始摇起来，接着在工作人员带领下，20位歌手依次上台，各自摇动设备几秒。镜头前100个小球在设备中不断滚动着。看到这一画面，弹幕再次爆炸，噗，哈哈哈，笑死劳资了，这画面真他妈滑稽啊！看来这一期节目组的求生欲增加了不少啊，感觉这样也可以作弊啊。比如摇这个球的每位明星都合作控制力度来摇球，就可以选出指定关键字。楼上的小脑被驴踢过吧？这些歌手都是竞争者，还尼玛合作呢。眼见20位歌手要求完毕，何老师也继续主持道：好了，各歌手要求完毕，那么大家合力选出了哪个汉字的球呢？请开启。说着，一位身材苗条的礼仪小姐上台，弯腰把落到出口的球取出，旋转开，然后把纸张展开。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直直地盯着镜头。这时微晃的镜头也稳定下来，显示出一个新字。何老师也宣布道：好了，本期的关键字是新字，请各位歌手开始创作吧。12小时倒计时正式开始。何老师话音落下，主屏幕上闪现出一个方方正正的新字。与此同时，各后场间的12小时倒计时钟也都开始运行，歌手们都像得到指令一般，迅速的忙活起来。第57，写歌这么容易？一时之间，由于歌手们登台演唱至少要12个小时后，主舞台上也没什么看点了。与此同时，各后场间歌手们的表现也就成为了观众们注意的焦点。主屏幕也开始轮流播放各后场间歌手们的动态。1号后场间，来自各国的创作大拿正在进行着头脑风暴，叶旭坤则挺直腰板，在旁边认真的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回应。自从上次看图写字合作后，几位音乐制作方面的魁才也都慢慢形成了默契。他们在赛后做了反思，认为最后仅获得第2名是因为相互协作不够，所以在这期开始前，几人就做了多次团建，就是为了培养团魂。在这一期，他们剑指第一，该后场间热度也是名列第一。坤坤好认真啊，哥哥别太累了。虽然上次第一是廖仁男，但是我还是看好叶旭坤，毕竟创作团队实力摆在这，加油坤坤，这次怎么也得第1名。感觉坤的团队氛围好了很多，看来这次真的是认真了。5号后场间，林志璇坐在会议桌前，表情有些严肃，其他几名音乐创作者正轮流向他阐明着各自对于关键字的创意。毕竟
林志璇是艺术家，对音乐有绝对的辨识，他认同的创意肯定能够爆火。对于这个后场间的动态，网友们也是热议纷纷。璇哥真有威严呐，不愧为歌唱天花板。可不是，刚刚那位创作者给璇哥讲的时候，腿都在发抖。我觉得璇哥团队有点悬，这期比的是创作，能唱没作品一样被淘汰。楼上的你闭嘴吧，是不是坤坤粉丝跑过来黑了？9号后场间，任贤齐、小虫、周华健、李宗盛以及张震岳几人都在认真的创作着，他们也吸取了上期的教训。先不管歌曲质量高低如何，每人拿出一首像样的曲，然后几人再从中择优，共同出一首歌交差。毕竟可不能像上一次那么好运，能够等到廖人男再来帮他们。看到这一幕，弹幕数猛增，怎么感觉他们眉头一个皱的比一个深啊？写歌这么难的吗？写歌当然难了，你以为是 AOEIU？ 哈哈，纵贯线别搞得这么认真，最后还是交了白卷。噗，应该不太可能吧？再交白卷的话，他们可以组团退圈了。14号后场间，几位白皮肤老外特别抢眼，苏雪正认真的跟几人交流着，表达出他对于这首歌的诉求。花泽吕笔直站在苏雪身后，曾轶可也过来援助了，正帮大家端茶递水。在上一期中，苏雪花100万走后门买 T， 最后却翻车了，所以这一期他转变策略，把钱都投到增加团队实力上。苏雪有2个目标，第一是成功晋级，这样就能参加下期1000万代言，如果到时能幸运拿到代言，那现在一切投入就都回本了。第二是比廖人男名次高，或者直接将他淘汰，这样他就能趾高气扬站在廖任男面前，讽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看到后场间这一幕，网友们都热烈讨论，花泽吕怎么像个门童，这样有点掉价呀。谁在苏雪面前不像门童？他可是最会抢人风头的。尼玛，苏雪也太抠了吧，连服务员都不肯请，拿我可爱的姨可当免费工。怎么苏雪最近有点招黑，到处都是黑他的言论。快去18号后场间，好精彩的，我是过来给大家报信的。18号后场间，廖任男开挂了。对啊，廖任男好燃，我先过去了。正在这时，几条异样的弹幕闪过。正在14号花泽吕后场间，观看的网友们都是一头雾水，而这种情况也在其他19个后场间聊天区上演。大家纷纷出来，涌到18号后场间，看是什么状况。只见该后场间人气已经高达580万，是其他19个后场间人气总和还多。镜头前，廖任男正襟危坐在会议桌前，手拿着水性笔，在纸上快速写着。他身旁摆放的12小时倒计时钟才显示过去了5分钟。只见廖任男一笔一画轻松自在，甚至连握笔的姿态都很松散，但是写出来的汉字却潇洒飘逸，形如流水，做出来的各种音符也是清冽而又优雅，让人看得十分舒服。见此，聊天区复评：5分钟就开始创作了，廖哥是认真的吗？这字迹结构也太好看了吧！尼玛，廖任男一手字真的很不错，没一定功底，写不到这么好啊！兄弟们，这是书法节目吗？我是不是走错片场了？廖神牛逼！节目组的执行导演显然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连忙从各个角度来记录廖任男的创作，同时也是为了堵住那些说节目造假的喷子的嘴。随着时间的进行，观众们也都看到了廖任男所写的歌《水星记》，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的吸引我轨迹。最为夸张的是，他是写一个分段的5线谱音符，然后添一段歌词，如此反复的进行，丝毫没有卡顿。亲眼见到这一幕，一时间所有观看的人都呆住了，包括评委席的几位导师，现场台下的观众，后场间的各位歌手及其协助团队，以及节目的各个工作人员，但凡看到这一幕的都是目瞪口呆的表情。给一个关键词，动笔就来，而且编谱曲编填词，什么时候写歌变得这么容易了？第58毫无对手，简直吊打。镜头前，廖任男认真的书写着，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分屏聊天区有多火热。而得益于神级书法技能，廖任男甚至都不用刻意，随手用水性笔写下的汉字都是大气磅礴，精熟至极，就算是他自己也都被这些字帅到。至于选择哪首歌曲，当廖任男看到心这个关键字时，不知是不是受到 emo 歌神影响，他的脑海浮现出那首《水星记》。要知道，在前世，《水星记》这首歌曲在网络上很火，
在抖音上拥有过亿的点播量，受到了众多年轻男女们的喜爱。所以廖任男相信，这首歌一定会在这个世界大受欢迎。他对这首曲子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地将这首曲子重新写出来。片刻后，《水星记》的歌词和曲谱便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看到这一幕，哇哦，我的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天籁的台下观众中，一片惊呼声响起，直播间弹幕区也再一次炸裂。卧槽，这才过去10分钟不到，一首歌写完了，好家伙，写歌像喝茶似的，这哥们还是人吗？大开眼界，今天终于见到歌曲创作界的天花板了。南哥，别误导小年轻们啊！大家看到你歌这么简单，肯定都想投身词曲创作了。牛，强都不服，就服我廖神。廖神牛 B+。各候场室的歌手们也一直在关注着廖任男的一举一动。这一刻，他们也都惊呆了，彻彻底底的被惊呆了。林志璇推了推后镜框，苦笑道：“我们创意都还没定下来，廖任男他一首歌就写完了，要不要这么神速？”任贤齐也跟小虫、纵贯线几人开玩笑说：“这还比什么比？简直是被吊打吗？咱们直接卷铺盖回家算了。”哈哈，表情最为夸张的要数苏雪和花泽吕了，他们本来就在心里把廖任男当作是敌人，而这期节目他们也是以打压廖任男为目标的。可是比赛才刚刚，他们自己连歌名都没弄出来，对方就已经把整首歌写完了。这就好比是2个人参加考试，一个选择题第1道还没解出来，另一个整张卷子搞定，差距之悬殊一目了然。一时之间，苏雪是又气愤又惊讶。在他和廖任男离婚之前，廖任男的作曲水平他是知道的。以前廖任男写一首歌再快也需要1周的时间，遇到不顺利的时候甚至要磨蹭1个多月，这也是他瞧不起音乐创作者的原因，挣钱速度太慢了，而且都是小钱。而现在才短短1个月过去，廖任男就能半小时写一首歌了，进步如此之神速，苏雪打死都不肯相信。他觉得廖任男肯定是通过什么方法偷题了，然后在观众们前演戏，给自己立上天才的人设，以此来博眼球吸取流量，肯定是这样的。想到此，苏雪对身旁花泽吕道：“你去跟工作人员投诉下，就说廖任男在作弊。”好的，我这就……花泽吕的话还没说完，1号后场间顿时一片哗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No， 不，绝对不可能 ！How can he do that？ 他是怎么做到的？叶旭坤协助团队的几位歪果人国咆哮着。原来他们并不认为廖任男有这等本事，所以跟节目工作人员交涉着，表达他们心中的疑问和不满。很快，节目组监委立马出面宣布道：“刚刚查看了监控，比赛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歌手违规。如果哪个协助团队在无中生事，所连歌手将会直接被取消参赛资格。”节目组这话一出，原本不满的歌手全都闭上了嘴巴，还计划去投诉的苏雪和花泽吕也都是一阵透心凉。风波过后，观众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廖任男身上，大家都惊讶地发现，他不知何时已经开始了歌曲后续的加工润色，大家都屏气凝神地欣赏着廖任男的操作。主旋律有声化，添加各种编曲，汇入和声，加工调式调性、和声肢体、曲式结构，所有的环节全部都是廖任男独自一人完成，而他的每一步操作既扎实又流畅，看得屏幕前的所有人心情舒畅无比，有一种欣赏大师创造艺术的美感。终于在20多分钟后，廖任男戴着耳机听了遍制作出的成品，然后看了眼时间，露出一丝微笑。大家不用动脑都能够猜到，廖任男完成了歌曲的制作。他这一次比起制作阿拉斯加的海湾来说还要快上好几分钟。哗啦啦啦啦，现场自发的响起热烈的鼓掌。廖神厉害，只有少数人站起来惊叫。倒不是大家并不觉得惊讶，而是大家觉得惊讶过头了，都彻底已经接受了廖任男天才作曲家的设定。其他的歌手们也都一副躺平的表情望着廖任男，一副任他宰割的表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同廖任男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时节目组的执行导演也用对讲机相互通话，并通过耳麦告诉何老师要做好播报信息的准备。毕竟根据节目规则，哪位歌手一首歌创作完，肯定会第一时间去锁歌，这样就能拿到第1名，获得10%的投票加成。所以何老师也拿起了话筒，就等廖任男按下锁歌键，他就要对外宣布了。可就在这时，令众人不解的一幕又出现了，
只见廖仁南看了眼12小时倒计时器，然后站起身来，伸伸懒腰，活动下筋骨，又喝了口水，再去上了个厕所，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没几分钟，廖仁南从厕所出来，大家猜想他这下总要锁歌了吧，而他却又坐回会议桌，重新拿起了水性笔。见此，所有人都是一愣，弹幕区也疯狂复评：廖神这是要干嘛？廖仁南该不会是想让子弹飞一回，等等其他的歌手们吧？廖神不会是想来书法消遣一下吧？毕竟高处不胜寒，毫无对手的感觉不太好。好熟悉的感觉，感觉廖神要放大招了。下一秒，廖仁南活动了下脖子，然后抽出2张新的五线谱卡纸，开始写了起来。很快，2张卡纸歌名栏各出现一行字：夜空中最亮的星，心情。第59一个人的精彩表演。镜头前，廖仁南的笔法很快，丝毫不拖泥带水。很快，夜空中最亮的星曲谱出来了。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紧接着就是创作心情的曲谱。廖仁南也是游刃有余地写出下面几句的词和谱：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整个过程，廖仁南奋笔疾书，全神贯注，浑然不觉身旁的情况。其实他根据这个星字，首先想到了水星记。在写完这首歌后，他见剩余时间很多，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便决定把夜空中最亮的星和心情这2首跟星有关的歌也给写出来，因为这2首也是跟星有关的，在前世爆火的高质量作品。当然了，其实他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其他的时间段发布这首歌，大可不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但情绪渲染到这里了，他就想把这2首歌也给写出来，跟比赛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廖仁南心里是这样想的，可不代表别人也认为如此。此刻看到眼前这一幕，一众歌手面面相觑，满脸的不敢置信。这特么是比赛节目吗？这明明是被侮辱的节目吧？自己干嘛要来自取其辱？评委席上的几位导师，从刘焕、那英、王子颂以及林夕，每个人都是目光如炬地看着屏幕中的廖仁南，个个难掩内心的震惊。毕竟他们只是音乐领域某一环节的佼佼者，可廖仁南呢，无疑是音乐全才，他们甚至都没底气坐在这评委席上了。而还有一位导师李千墨，一开始他还顾忌会跟廖仁南产生绯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什么的，所以他时刻注意不能跟廖仁南有过多接触，甚至不要被镜头拍到2人眼神交流的画面。但此刻他完全被廖仁南给迷住了，睁大美眸欣赏着这个正认真写歌的男人，心中对他的爱慕又增添了好几分。就连天籁节目的总监制韩尚佑此刻也一脸炙热地望着廖仁南，随便抽个题目，提笔就能创作。廖仁南无疑是本季节目最大的惊喜了，在他的脑中只有2个字能来形容廖仁南：天才。因为唯有天才才不合常理，才不能被定义。而看到廖仁南的动作，网友们也都瞬间秒懂，纷纷发弹幕表达激动之情。卧槽卧槽卧槽，果然是在憋大招啊！廖神 YYDS， 廖神，你们这些菜逼慢慢写，我再写一首不2首歌，哈哈，跟着廖神不无聊，永远都有惊喜啊！不得不说，廖仁南现在这样子太帅了，我一个糙汉子都被迷倒了。看着歌名好像都不错，期待 in。 长桌上，廖仁南仍然认真创作着歌曲，他这次与前2次不同，是同时2首歌曲进行。不过这2首歌的旋律早就深深刻在了他的心里，所以写出来也是游刃有余，只用了10多分钟，2首歌的词谱都弄好了。接着是主旋律由声化，添加各种编曲，汇入和声，加工调试调性、和声肢体、曲式结构，跟创作所有歌的流程一样。不过廖仁南是2首歌同时进行，就像是做流水线一般，而廖仁南做这一切觉得简单，可现在观众们近距离看到这一幕，却是彻底的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林志炫眉头拧成一团，跟团队开玩笑道：廖仁南这是嫌比赛难度不够，自己立规矩进行降维打击吗？任贤齐也跟小虫、纵贯线几人开玩笑说：咱们写不出来就别写了吧，直接去求人难，给我们分1首歌吧，哈哈。先前一直叫嚣着要挑廖仁南次的花泽吕和叶旭坤等歌手，此刻都是缴械投降了，他们被廖仁南这气势给折服了。
其他的歌手统一都是眼睛圆睁，嘴巴张大，脸上表情呆滞，很显然被廖任南震惊得不轻。与此同时，廖任南所在分屏的直播人气已经高达了900万在线人数，而其他各候场室的分屏都是人数少得可怜。这也就意味着，但凡进入到天籁节目的观众，都在观看廖任南写歌，一边观看一边讨论。哈哈，还是廖神会玩。大家看到廖任南的直播热度没？感觉这档节目成了他一个人的表演啊！瞧那些歪国老傻眼的样子，廖任南真给我华夏人长脸啊！建议再给廖神多点时间，直接一天写12首歌，直接出个专辑得了。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说，廖任南写歌确实很快，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啊。廖神出品，必属精品，期待吧各位集美们！好想拥有这样的优质男人，好像给廖神生猴子啊！楼上的恐龙你走开吧，人家天后都已经预定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廖任南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面。还真是，廖任南从比赛开始都没跟观众互动过。忙碌中，时间过得飞快，忽廖任南重重地舒了口气，看向12小时倒计时中，居然才过去一半的时间。他看着自己做出的成品，满意的点了点头，便按下了锁歌键。与此同时，何老师的声音也在演播厅响起，恭喜廖任南第一位锁歌，获得10%的投票增幅。时间还剩下6个小时0 13分钟，请其他的参赛歌手及团队抓紧时间进行创作。其他的歌手们闻言，都是看着排在第一位的廖任南名牌，苦笑一声，然后继续埋头创作。他们都觉得情理之中，早预料到了这个结果。再说廖任南，反正自己心中3首跟新字有关的歌曲已经做完了，他也不准备再弄什么了，所以准备随便逛逛，看向了分屏直播，想要了解下其他歌手的状况。而他这一看，才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自己的动态，并且直播间都是生孩子、优质男人、天后预定等字样。瞬间，廖任南愣住了，眼睛咕噜一转，然后冲着镜头问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廖任南这话一出口，直播间再一次炸脸。哈哈，想不到廖神真的没注意到外部这一切，真是太可爱了。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我反手就是一个赞，圈粉了，真的被圈粉了。廖神值得所有人的崇拜。廖任南牛逼，廖任南威武，廖任南霸气。时间1分1秒过去，终于在晚上8点，12小时倒计时全部归零。何老师也是笑容可掬的回到舞台中央，主持道：倒计时结束了，歌手们辛苦了。根据节目组统计，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截止到目前为止，有2位歌手没有锁歌，按照拟定的规则，他们将自动被淘汰。这2位歌手分别是徐荣斌。与此同时，也恭喜剩下18位歌手锁歌成功。现根据锁歌所花费的时间，安排出如下的演唱顺序：第18，廖任南，正10%投票增幅；第17，叶旭坤，正9%投票增幅；第16，花泽吕，正8%投票增幅；第15，林志璇，加7投票增幅；第10，任贤齐，正1%投票增幅。请歌手们做好准备，依次登台表演。第60令人捧腹的表演，何老师话音落下，哗啦啦，全场沸腾，掌声雷动。毕竟等了这么久，现在总算可以听歌了，换作是谁都会激动的。随着比赛的进行，所有的歌手都按照既定的顺序依次登台开始演唱，整个赛程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比起上期看图写歌，这期选手们的表现更加令人捧腹。有的歌手唱着唱着，给人一种唱儿歌的感觉，完全没有一点的水平，自己都尴尬的唱不下去了。有些歌手唱出的曲子简直就是天马行空，并且歌曲的主歌和副歌也是格格不入，一听就知道这首歌并没有经过精心的打磨，最终以低分收场。还有一些歌手一首歌唱得很完整，但是在点评环节中却被导师给否定了，因为这首歌的曲调跟其他的歌很类似，粗俗点讲就是抄袭，所以直接被淘汰。不过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毕竟关键字写歌环节只有12个小时创作时间，而且对歌名和内容都有限定，不像看图写歌那样宽泛，可以让人有更多的创作空间。所以在没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也只能够表现出这种水平了。当然了，其中也有一些表现优异的歌手，比如林志璇演唱了一首《星光灿烂》，副歌部分如下：多少风雨
才让我懂得这个世界；多少沉默，才让我感到只有你最真，才会真心为我难过。星光灿烂，穿过黑夜飞到你身边，年轻的心带着那份悸动的心情。这首歌的曲谱都是中规中矩，不过在林志璇透亮的嗓音、娴熟的唱歌技巧加持下，最终拿到790分。此外，任贤齐演唱了一首《泪心》，副歌部分如下：爱你的心像漆黑的夜，天上数不完的星星，是我流着夜的泪，想你的脸像洁白的月，有情人儿都已成对。任贤齐擅长唱悲伤的歌曲，这首歌就是典型的苦情歌，一首挽留心爱人的歌。让其他人来唱的话，或许会觉得矫揉造作，但任贤齐唱的时候却是带着浓浓的哀伤，让人情不自禁就被带入。最终这首歌拿到805分的好成绩。时间流逝，比赛激烈的进行着，现场观众们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攀升着。好了，再次感谢小齐哥的精彩演唱，下面有请第16号歌手花泽吕为大家带来歌曲《每一颗星辰》，大家鼓掌欢迎。何老师话音落下，舞台灯光一暗，聚光灯再次亮起来时，花泽吕已经站在舞台中央。只见他身穿一件白色的祭司长袍，胸前还有数条银色锁链点缀，头顶则是戴着一个王冠。与此同时，在屏幕的正中央出现歌曲信息，歌名《每一颗星辰》，出品盛雪娱乐团队。紧接着随着旋律奏起，花泽吕唱出声：一起去飞，一起去飞。在这里，每一颗星辰是那么明亮而短暂，绽放过，在这个夏天像一场梦。随着这首歌，台下一些性格开朗的人也起身跟着扭起来。后场间，苏雪双手插胸，一脸享受的样子，显然是很满意这首歌。花大价钱从国外请来的团队，制作水平就是比国内的要强。一起去飞，一起去飞，看见了曾经的疯狂和突然又莫名的悲伤，感受了风吹过脸庞刺痛的感觉，幸福的感觉。见粉丝们这么欢乐，花泽吕更放得开了，唱的也更嗨了，姿态随意扭动，双手在脖颈处游走。待看到这一幕，观众议论纷纷：做法了，做法了，花花大法师开始发功了。尼玛，我以为这期会正常点，想不到老毛病还是犯了。这花泽吕不搞一点这些小动作，是不会唱歌了是吗？我只想问问，他这身衣服有啥审美？你们是瞎吗？还一个劲的喊酷。而这些留言出来没几秒，立马有花粉出来控评：喷子们又来黑我花花了，你们良心不会痛吗？你们这些乡下人懂什么？花花这是沉浸在自己的歌曲里面，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就是不懂的人别评论，瞎逼逼什么呢？扰乱网络风气。花泽吕我爱你，华夏歌坛永远第一神。不知不觉中，歌曲旋律渐渐淡出，花泽吕一首歌唱完，何老师回到舞台中间，主持道：辛苦花泽吕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每一颗星辰》。那么这首歌在词曲方面又有那些的优点和缺点呢？有请我们的5位导师进行点评。接着镜头一转，对准了导师席位，其中那英坐在第1位，镜头给了他特写。那英清了清嗓子说：挺厉害的，我觉得值得1个高的分数。那英点评完，镜头顺位到刘焕，刘焕清了清嗓子道：我觉得旋律挺欢快，整首歌完成度也不错，就这样吧。后面的王子颂、林夕2位导师也都给了好评，毕竟这节目是全网直播，他们虽然是导师，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他们点评的对象是明星，要是说错话了，肯定会被对方粉丝们骂的，所以大家都是尽量挑好话讲。至于评分的事情，就交给观众们吧。最后只剩下李千墨点评了，他稍稍思考后，对着话筒道：我不是专业的歌手，也不会填词作曲，不过我作为一名听众，对于花泽吕的演唱有如下几点建议。第一，在唱歌的情感状态方面，我觉得做的有些不够，毕竟这是一首欢快的歌曲，应该展现出更多快乐的活力，这一点我没有看到。第二，歌词丰富度有点欠缺，只是几个小的段落的循环，如果再多几个角度填词，可能传达的情绪就会更加饱满。第三，那就是舞台的表演了，我觉得你这套服装与歌曲不搭，不知道歌手是不是准备的太仓促了，应该搭配更年轻更鲜艳的表演服的。这些就是我的观点，谢谢。第61，李千墨别名李小刀。李千墨点评完，刹那间整个演播厅数千人鸦雀无声，另外4名导师是一脸懵逼，难以置信地看着李千墨。
这女神真是敢讲啊！一众歌手也都是目瞪口呆的模样。女神，要不要这么直接，这么犀利？点评的好。观众席上，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阡陌女神好样的！”在第一位观众的带动下，其他观众也跟着喊出声。原本安静下来的直播聊天区，瞬间又被弹幕刷屏了。哈哈，李阡陌真值啊！不愧为我的女神，讲得好。这个花花就是在做法，难道让我们在现代社会还上演皇帝德新装闹剧吗？我建议给阡陌女神取个小名，就叫做李小刀。咯，噗！瞧花泽吕那猛逼样，我要笑喷了。再说花泽吕，此刻他的脸色阴沉如炭。花泽吕的演艺之路一帆风顺，对于自己的音乐更是有着绝对的信心。现在被人当面指出缺点，简直就是在打他的脸。而且他垂涎于李阡陌显赫家世，一直都是在暗中爱慕着他，幻想着某天逆天改命做太子爷。现在被自己的女神这么一通对，那就等于是梦想原地破灭，这让他痛上加痛。这后场间的苏雪也是气鼓鼓的模样，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个李阡陌是因为花泽吕是我盛雪旗下的人，才故意刁难是吧？简直是岂有此理！以何老师的情商，自然知道李阡陌这一番点评对他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便赶紧圆场道：“多谢李阡陌导师的点评。”然听起来有些严厉，不过俗话说忠言逆耳，相信李阡陌老师也是。希望我们喜欢的花花能够发挥出更好的实力。李阡陌笑着点点头。何老师继续主持道：“好了，导师点评环节完毕，那现在开启投票通道，请获得权限的网友们喜欢这首每一颗星辰的，请为花泽吕投票。另外，本投票环节全程由魔都公证局监督，结果真实有效，获得权限网友的身份记录，也将全程存档对外公开。有疑问的朋友可以自行查看记录。投票通道正式开启，3、2、1，请锁票。那么这首歌能够获得多少分呢？请看大屏幕，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数字越滚越快，最后显示出795字样。见此，何老师播报道：恭喜花泽吕的这首《每一颗星辰》获得795分的成绩，其中包含8%的投票增幅。请花泽吕先到台下休息，观看其他的歌手表演。闻言，花泽吕脸色一沉，径直走下舞台，完全没跟主持人或观众们互动，显然对这个成绩很不满意。而后场间的苏雪也是一脸怒容。从比赛的结果来看，以花泽吕的这个分数，虽然可以进入下一轮，但他和这一轮的荣誉徽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样的话，就不能获得总决赛的投票增幅。如果李阡陌不说那番话，在苏雪心中，花泽吕应该可以拿到900多的高分。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冲击一下第一名了。这一刻，他对李阡陌恨之入骨。舞台上，节目还在继续。何老师朗声道：“下面有请第17号歌手叶旭坤为大家带来歌曲《星球颠倒》，大家鼓掌欢迎！”哗啦啦啦，坤粉们热烈的鼓掌。何老师笑着退到幕布后，舞台上灯光也暗淡下来。等灯光重新亮起时，叶旭坤的身影出现在了舞台的正中央，台上已经变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那些蓝色的东西都是由舞美穿成蓝色的衣服拼凑而成的。至于叶旭坤，他是红色 T 恤配橙色吊带裤，宛如大海中的一道红光光芒，让他整个人显得格外耀眼。与此同时，在舞台居中大屏幕上出现歌曲信息，歌名《星球颠倒》，出品拇指娱乐团队。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叶旭坤也唱出口。时间停止的那一秒，秒针爱上了时针在祷告。潮汐退去后，月亮引来海啸，整个星球颠倒。呜号，登上诺亚方舟。呜哦了，这个世界不能停留，不想长大，只想留在童话绘本里不停涂鸦。在演唱中途环节，叶旭坤手中突然多了个篮球，他帅气的玩了几个花活。也许是吊带裤太松了，他的肩带滑掉到一半，卷得像泡面一般的秀发随着身姿舞动一弹一弹的，就像2片花瓣一般。一套花活表演完毕，叶旭坤继续唱着歌。呜号，再挣扎，失去重力我就拼命学会飞行。呜哦了，不再害怕，没有空气那就学会制造氧气，总能飞呀飞呀，飞到你心里。舞台下，叶旭坤，你好帅啊！一个粗犷男人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喊着，整个会场的人都听得到。啊，坤坤，我爱你！其他一些女粉丝也跟着惊叫起来。节目直播间的聊天区也被类似留言霸屏。同时，
也有一些理智的粉丝表达出不同观点。哦，草特么的，尼玛，真不知道这些人有什么好惊叫的，看来真是无脑狂欢呢。这叶旭坤明知基你太美是个恶俗梗，居然还拿来炒作，别有用心啊！受不了了，如果不是廖人男还没唱歌，我都要关电脑了。廖神快登台吧！很快，歌曲旋律渐渐淡出，叶旭坤一首歌唱完，也许是因为舞动的太过激烈，叶旭坤额头上渗出很多汗珠，辛苦了，赶紧擦一擦吧。何老师连忙递上一张手巾，叶旭坤坦然接过，没说任何话。何老师讪讪一笑，转身走回台中央，主持道：“辛苦叶旭坤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星球颠倒》。那么，这首歌在词曲方面又有哪些优点或不足呢？有请我们的5位导师进行点评。”第62，意外的惊喜。主镜头对准导师席位，那英抿唇想了下，然后认真道：“这首歌，歌词和曲调都很欢快，舞台设计也很有创意，我觉得挺棒的。拇指团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创作出这么一首完成度高的作品，真的是很了不起了，不愧为行业内第一。”娜姐说得好。那英刚点评完，台下有粉丝喊道：“谢谢，你们真热情。”那英摆手跟观众互动一下，暗自松了口气。镜头一转，面向刘焕，刘焕摩挲着下巴，沉吟了下道：“这首《星球颠倒》曲风轻快活泼，歌词也很工整，总体来说确实不错。在今天的10几首歌曲里，这是我听过最好的一首。恭喜拇指娱乐团队，你们顶住了压力！”哗啦啦啦啦，一些坤粉听着刘焕老师的点评，纷纷鼓掌。紧接着，王子颂、林夕2位导师也都做了点评，基本上都是夸赞、奉承之类的话。毕竟，拇指是娱乐圈的风向标，地位摆在那儿。如果连行业标杆都不行，那还有谁能行呢？接下来，轮到李千墨点评了。当他凑近话筒那一刻，现场气氛莫名紧张起来，特别是叶旭坤的粉丝，个个都是竖起耳朵，好奇李千墨会如何点评。毕竟，李千墨新获绰号李小刀，谁都不知道他是否又会说出什么犀利的话来。站在一旁的何老师也是绷紧了神经，准备随时圆场。只见李千墨握着话筒，认真的道：“我很赞同刚才其他几位导师的点评，从歌词和旋律上来说，这首歌曲是有亮点的，而且还有舞台设计，也是非常的用心。”听到这话，在场的众多观众，特别是叶旭坤的粉丝，都纷纷露出了释然之色。何老师也放松了些，主持道：“千墨，你给的评价很高哦，看来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闻言，李千墨沉吟了一下，道：“其实说我喜欢这首歌，这倒是谈不上。”说着，他拿起面前做记录的小本子，继续道：“因为以我个人的审美，比较介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我觉得歌手其实挺阳光的，但是妆容画得过于浓重。星球颠倒强调的是拼搏精神，如果形象阳刚一点会更好。其次，在舞台创意方面，中间有段篮球表演，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有点突兀，不贴合这首歌的主题。最后，这首歌的主歌和副歌之间有一些衔接地不顺畅，节奏一开始适中，到了后面突然变很快，这会让人挺出戏的。”随着李千墨的话音落下，整个演播室内一片寂静，一群叶旭坤的粉丝们全都是哑然失色。哈哈哈，女神好犀利！短暂的安静之后，有观众喊道，这一嗓子喊得很响，叶旭坤也听得清清楚楚，脸色唰的一下就绿了。看到现场的气氛，李千墨也反应过来，微笑着道：“当然，这些只是一点小瑕疵，毕竟只有12个小时创作，不可能做到那么完美的。”李千墨此言一出，全场更加的安静了，一众坤粉都是耸拉着个脸，明明是被安慰了，怎么开心不起来呢？后场室内的叶旭坤协助团队，每个人都像是被双打了一般，连李千墨都能找出的破绽，他们作为专业制作人，当然也都听出来了。当时因为时间太过仓促，所以才没有注意到，原本以为可以蒙混过关的，谁料反倒被当着全网指出来，他们也是有口难辩。至于其中几位拇指娱乐高管，个个心里也不是滋味，但脸上都带着笑容。谁敢和这背景强大的小姑奶奶较真啊？万一被摄像拍到，后果将不堪设想。见气氛的不对劲，何老师连忙接话道：“千墨真的听得很认真啊，还细心的做了笔记，真的是太用心了。那么，再次谢谢5位导师的点评。现在正式开启投票通道，请获得权限的网友们，喜欢这首《星球颠倒》，请为叶旭坤投票。3、2、1，请锁票。”
那么，这首歌能够获得多少分呢？请看大屏幕，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数字越滚越快，个位数显示一个7字，10位数显示一个3字。叶旭坤见状，略感失望，他大致分析出来，100位数不是9就是8，可现场气氛都弄成这样了，还能够得到900分吗？大概率是不可能的。不过分数没出来，叶旭坤还是心存侥幸，万一爆发了呢？屏幕上分数栏100位数还在滚动着，越滚越慢，最后定格在数字8上。砰隆！叶旭坤看着这个分数，有一种从高空跌落地面的感觉，他垂头丧气地摇了摇头，转身离开，走向后台。恭喜叶旭坤的这首《星球颠倒》获得837分，其中包括9%的投票增幅。何老师手拿话筒，对着镜头宣布道，他准备单独采访叶旭坤几句，结果一扭头，看到叶旭坤已经走到幕布边。何老师暗自叹息一声，继续主持道，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最后一位歌手登台表演，他就是廖仁南，带来的歌曲是……说到这里，何老师突然停住了。见此，观众们都是满脸疑惑的看向舞台，直播间弹幕区也是说啊，等留言刷屏。何老师轻松一笑道，这个真是有点惊喜啊，我们还是让廖仁南自己来为我们介绍吧。说完便退到幕布后，舞台灯光也暗下去。何老师这一下更加让观众们弄不明白了，都是议论纷纷。而就在这时，大屏幕亮起，显示出歌曲信息，歌名一串星星，内容水星记，心情夜空中最亮的星，作词廖仁南，作曲廖仁南，编曲廖仁南，出品南明娱乐。看到这一幕信息，弹幕区直接负评，卧槽，哈哈，果然是巨大的惊喜啊！是奇怪廖神为啥写3首歌，居然是准备搞歌曲串烧，难得还真会玩啊！歌曲创作节目，廖神直接来个串烧，这就是天花板的姿态吧？尼玛，这就是降维打击吧？就问其他歌手们服不服？廖仁南牛逼，廖仁南威武，廖仁南霸气，唱起来吧！期待1第63智者不入爱河，怨种重蹈覆辙。这一刻，台下的观众们是又惊又喜，而各后场间的歌手以及协助制作人们，个个都是面面相觑，那表情难以形容。好家伙，我们创作一首都难，你却直接来串烧，人比人，气死人啊！就连坐在导师席位上的刘焕、那英、王子颂、林夕等人，都是目瞪口呆的表情。显然，廖仁南的这个决定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李千墨也是睁大了美眸，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满是期待之色。就在这时，大屏幕画面一闪，其他汉字渐渐消失，而水星记3个字逐渐变大，最终占据了整张大荧幕。再然后，水星记3个字崩解，幻化成一段文字。在天文学中，逃逸速度表示物体逃脱星球引力的速度，水星的逃逸速度是 4.435 kms， 但这并不意味着逃离。我愿意，也希望你吸引我归寂。与此同时，天花板上的镁光灯亮起，将舞台染成了一片蔚蓝，其中最明亮的一道光束直直射向廖仁南。他穿着红色衬衣，站在立架话筒前，整个人透着光芒。随着沉缓的钢琴奏起，廖仁南也开口唱出声，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的吸引我轨迹。随着廖仁南的演唱，屏幕上不断出现汉字偏旁及部首，最后两结合在一起组成汉字，一个一个的汉字最后组成歌词，如此显现出来非常有艺术感，同时也跟这首歌的主旋律非常契合，莫名就营造出一种孤独落寞的氛围。这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曲折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沉溺。在这首歌的旋律中，廖仁南大量运用了复古的节奏和简单的钢琴，营造出浓烈的传统灵魂乐味道，在不经意之处又添加鼓点和吉他的底色，让歌曲产生出民谣的质感。最后，在廖仁南神级歌喉和 emo 之神技能加持下，几乎是一瞬间，大家就被带入到歌里，感觉内心都被撕扯着。好好听啊，听着感觉要窒息的感觉，这歌词好精辟啊，完全就是直击人心了，不愧为廖仁南，出手就是精品。节目直播间的弹幕区，网友们相互交流着感受。而就在这个时候，廖仁南也唱出副歌，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行星，
怎么可以拥有你？舞台上，廖仁南深情地唱着，神情孤独而落寞。而歌曲进行到这里，大家终于听懂这首歌的寓意。众所周知，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水星上没有水，是因为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因为受到引力的影响，水星不停地绕着太阳公转，可不论水星如何努力，它始终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也无法更靠近太阳。这是在诉说一个暗恋的故事，就像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明明朝夕相处，距离很近，却无法触及对方的心。一时之间，观众都陷入悲伤之中，其中比较感性的人更是当场泪崩，哭得梨花带雨。而候场室的部分歌手，比如林志炫、任贤齐以及导师席位的刘焕、那英、李千墨等人，眼睛里也都闪着泪光。毕竟他们都是歌手，对感情的理解也是远超普通人。而在这个时候，歌曲进到循环，廖仁南的情绪也更加饱满。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这是歌曲的又一次升华，希望与对方白头偕老，但是却没有勇气去表白。而对于暗恋者来说，也许默默陪着对方就已经感到很幸运了吧。唱到心里去了。尼玛，谈了3年，刚刚大学分手，哭惨了我。智者不入爱河，怨种重蹈覆辙。1个月的孤单，压抑的情绪，在听到这首歌瞬间崩溃了。一个20岁的大男人，第一次哭到控制不住，错过就是释怀，释怀才是人生的必修课。好歌，廖神牛逼 Plus， 所有人都在弹幕区表达着自己的心情，而现场的观众、歌手及节目工作人员们也都是流泪，擦干泪水，再流泪，如此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慢慢的，旋律全部走完，歌也结束了，但大家仍没从刚才的悲伤情绪中走出来，还有人小声抽泣着。就在这个时候，舞台灯光慢慢暗淡下去，大屏幕上闪现出心情2个字，同时下面出现一段文字。我还记得那年夏天，那个城市，那个海边，我骑着单车载着穿格子裙的你，你记得吗？而等到灯光再亮起的时候，廖仁南已经换成了白色衬衣，舞台风格也变得温暖了几分。另一段与前面完全不同的旋律奏了起来，轻快而有节奏感。待到前奏走完，廖仁南也唱出声，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飘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前一秒，廖仁南的嗓音还是沉着落寞，如泣如诉。这一秒，廖仁南的歌声变得清澈而稚嫩，让人感觉非常的治愈。几乎是一瞬间，台下的观众们都觉得刚才的悲伤情绪不见了，心情立马就好了起来。那种青春的美好像似扑面而来。第64，夜空中最闪亮的星。主要是这首歌的旋律节奏极强，词也非常清新明澈。廖仁南才只唱了个开头，大家就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一些性格外向的观众，还有几位参赛的歌手，都情不自禁跟着舞动。几位坐在导师席上的老师，也都跟着律动的起伏，有节奏的摆动着身体。当然，这节奏不只是鼓点，更是与旋律平行的，可以催化出节奏韵律的动机线条。那是一种让人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就像使人置身于大自然怀抱中的美好感觉，难以用言语描述。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哇，这歌太治愈，太好听了，听着就上头。不仅歌好听，廖仁南笑容也治愈。心情不好、压力大的时候适合听。我要学这首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纷纷发弹幕讨论着，而伴随着旋律的推进，廖仁南也唱出副歌，试图让夕阳飞翔，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手牵手，1步2步3步4步，望着天，看星星，1颗2颗3颗4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它一定实现。廖仁南满怀感情地唱着，嘴角带着一丝青涩的笑容。台下的观众也在不停地挥舞着双手，一些情侣还相互牵着手，配合着音乐的节奏摆动。大家都觉得喧嚣的环境、复杂的社会交往、人性的污垢全部烟消云散，只感觉心胸变得无比的开阔，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美好。
一时之间，不少人又落泪了，但这一次，他们却是喜极而泣。听到这首歌，我想到了我中学的画面，那是最美好的时代，怀念那时懵懂的爱情，羞羞的，甜甜的。我叫星河，他叫晴天，我们叫心情。1颗2颗3颗4颗连成线，这是在打贪吃蛇游戏吗？楼上的兄弟，这个节骨眼，你还能搞笑，是多缺心眼啊！赵佳慧，你在听吗？我爱你。弹幕区再一次被留言所占满。接下来，歌曲又循环了一遍，旋律便慢慢淡下来。廖仁南握着话筒架没说话。下一秒，打在廖仁南身上的探照灯熄灭，天花板上的镁光灯也暗了下去，而大屏幕上显示出星星点点，其中有一颗星格外亮，不停地闪烁着。就在这时，屏幕上出现7个大字：夜空中最亮的星。与此同时，又有一行小字浮现：人生多苦难，只有经历了，才能迎来更好的明天，蜕变出更好的自己。请你时刻牢记，你就是夜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星。紧接着，一束光照亮廖仁南，他这次没换服装，但手中多了把吉他。众人一看，就知道廖仁南这是要边弹边唱，纷纷都是充满了期待。毕竟，他前面演唱的2首歌已经很优秀了，所有人都觉得这首质量肯定也不会差。不过到了这一刻，大家又都迫不及待揭晓，这是首什么类型的歌？舞台上，廖仁南缓缓拨动琴弦，眼神中透着一股坚毅。前奏弹完时，他也唱出声：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唱这几句歌词时，廖仁南嗓音压得很低，给人一种空灵感，就像是在每个人的耳边诉说一般，那种感觉直击人心。而观众们也很快就从前面那首歌曲中回过神来，瞬间就沉浸在了这首歌曲之中。好听好听，太好听！边弹边唱，廖仁南真的还有才华。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我心脏痛，眼泪也会止不住的流下来？这种心情谁又能体会？楼上的是兄弟还是集美？你别在这里搞恐怖片。耳侧又是一首好歌，果然廖仁南出品，必属精品啊！直播间的弹幕区，大家发表着感触。廖仁南也有节奏的弹奏吉他，唱出接下来的副歌部分。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听到这里，大家这才反应过来，终于听懂了这首歌。但每个人对这歌的理解却又各不相同。有的人想到了爱情，对他或他深深得思念之情；有的人想到了友情，朋友就像是夜空中那些闪耀的群星，一直陪伴在我们身旁；有的人想到了亲情，当我在生活或工作遇到困难，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时，当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未来一切时，亲人就像是夜空的星星一样，给我勇气，给我拥抱世界，拥抱未来的勇气。这首歌歌词写太好了，能治愈人的音乐，有种心灵洗涤的感觉。这辈子遗憾的是，没活成父母喜欢的样子，也没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更没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却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不过，我还有改正的机会，愿往后的眼泪都变成奔跑中滴下来的汗水。直播间弹幕区都是正能量的留言，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精神一振，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净化。紧接着，伴随着歌曲一个循环，旋律慢慢淡下去，3首歌演唱完毕，舞台灯光全部亮起，廖仁南露出一丝微笑，朝着台下鞠了一躬，哗啦啦啦啦啦，全场掌声雷动，很多情绪激动的更是直接站起来，使劲的鼓掌。第65这首歌剧有一定的革命性，观众席上，有的人灿烂的笑着，有的人眼神透着一股坚毅，还有的人眼角泛着泪光。而不论是现场观众、候场室的歌手，还是导师席位上的5位老师，又或者是节目组工作人员，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廖仁南身上，炙热无比。当然了，像苏雪、叶旭坤、花晨吕这几个以廖仁南为敌的人，心里还是对他很不爽的。但是现场的反应实在是太轰动了，他们也翻不起什么浪花。就在这时，何老师一边鼓掌，一边走上舞台，感慨的道：谢谢廖仁南为我们带来歌曲串烧一串星星，真的是每首都非常好听，相信大家都有点没听够吧。说着，何老师把话筒对准台下，是的，再来一遍。观众们也都热情回应，呵呵，何老师也是被逗笑了。
看了眼廖任南道，现在再来一遍应该是不可能了。不过以后咱们多的是机会听廖任南唱。现场咱们还是继续进行比赛的流程，请5位导师分别点评下廖任南的表现。镜头对准导师席位，那英想了想后道：不得不说，廖任南你真的很懂唱歌。听到这个评价，观众们自发给廖任南鼓起掌来。那英笑了笑，待掌声停下后，继续道：要知道流行歌曲最重要的就是像说话一样，用语气把文字给带出来。廖任南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他有非常强的叙事能力，能用歌曲表达所有的情感，这一点很多歌手做不到。廖任南你真的太厉害了。娜姐说得好，廖神！台下有观众大声喊着。闻言，谢谢那英老师的褒奖。廖任南一脸谦逊，他的这句客气话让那英有点手足无措，便笑着道：没有，你当之无愧的。廖任南笑着点下头，没有再说话。紧接着镜头对准刘欢导师，刘欢直接竖起大拇指道：棒，真的每首歌都很棒。廖任南这3首歌分别用到了钢琴、大鼓、吉他几种乐器，每一种在歌曲中都用得恰到好处，并且每一首歌的完成度都是非常的高的，真的很难想象这是在12个小时内创作出来的。哗啦啦啦啦！听到刘焕老师点评，全场掌声雷动。就在镜头即将切换到下一个导师的时候，却是被刘焕制止了，道：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讲完。哈哈哈哈！现场哄堂大笑，刘焕也跟着笑了，然后继续点评道：我最喜欢这3首歌中《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这首歌剧有一定的革命性。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廖任南已经不考虑到我们现在所谓什么流行风这一类的因素，就是天马行空。我现在打算做这么个歌，我就做了。其实这个是最需要流行音乐人士有魄力的。廖任南太棒了，给你点赞。说完，刘焕再一次对廖任南竖起大拇指。轰隆隆隆隆，现场爆发出更加热烈的掌声，所有人都用一种热切的目光看着廖任南，再次被他的才华所折服。毕竟刘焕老师可是娱乐圈的泰斗级人物，能得到他这么高的评价，足以说明廖任南的能力。谢谢刘焕老师加冕。廖任南恭敬地鞠了一躬，刘焕连忙站了起来，躬身道：不敢，这是你应得的评价，你必定前途无量，多谢夸奖。廖任南谦虚地道，又鞠了一躬。见状，刘焕也再次起身，回鞠一躬。噗哈哈！众人看着这一幕，都忍不住笑出声来。接下来，殿堂级唱将王子颂和天才作词任灵犀2位导师都给了廖任南高度的赞扬。王子颂称赞廖任南拥有宽广的嗓音，是一位难得的歌手。灵犀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廖任南写的这几首歌词是他见过最漂亮的词，没有之一。再接下来就该李千墨点评了。镜头一转，李千墨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全场就已经是一片尖叫声了。廖任南也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听到这喊声，李千墨有些不好意思，捂着粉唇笑了。看到这一幕，观众们的欢呼声更大了，直播间里的弹幕也越来越多。大家看到没？李千墨听到廖任南的名字，就瞬间变成小乖乖女了。由此可见，不是女神高冷，只是你没有让女神放下高冷的资本而已。看到李千墨这个表情，他对廖任南应该是爱得很深了。虽然很不情愿，但是李千墨这样的女神，就是应该配廖任南这样的才子。我愿意主动退出。楼上的你是谁啊？厚脸刷存在感吗？何老师见状，微笑着做了个手势，请大家安静一下，让我们听听李千墨的意见。李千墨沉吟一下，认真的道：这3首歌每首都很好，我都非常喜欢。说完这句话，他的脸上已经是一片绯红，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而所有的观众们都像静止般等待着李千墨的下一句话。李千墨怔了怔，有些手足无措。何老师连忙插话道：那你不以一个非专业歌手的角度给大家叨一叨吗？噗嗤！李千墨闻言也是哑然失笑，毕竟他也觉得自己的评论有些犀利，没想到被当成梗，止住了笑声。李千墨认真地道：作为一个非专业歌手，我认为廖任南的3首歌几乎是接近完美的作品。首先，廖任南的舞台设计非常新颖有小心思的，因为水星记透着伤感，心情洋溢着青春，夜空中最亮的星则表达励志，由伤感到开心，最后因释怀而升华，这几乎是我们人生必经的过程，真的寓意很深。其次，我觉得廖任南的声音有一种超强的共情力，他可以穿过这把椅子击中到我的内心深处，
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廖任南歌曲的定调也非常好，使得他的音色表现得非常的好听、动人、有魅力，所以到高音的时候也非常的通透、辽阔，让我们听着非常的舒服。最后，这3首歌风格差别很大，但每首词都写得恰到好处，这个真的是很难做到。由此可以看得出，廖任南驾驭文字的能力真是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因为时限我就不一一展开了。闻言，何老师也笑笑，总结道：看来李阡陌是觉得廖任南写的这几首歌是哪都好啊。李阡陌这才反应过来，俏脸一红，开个玩笑哈。何老师俏皮地道：那导师点评完毕，现在开启投票通道，请获得权限的网友们喜欢这首一串星星的，请为廖任南投票。3、2、1，请锁票。那么这首歌能够获得多少分呢？请看大屏幕第66，见证历史的时刻。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数字越滚越快，个位数显示一个0字，10位数显示一个0字。看到这一幕，观众们都很惊讶，既然10位个位都是0，那就要看百位数了。大家猜测百位大概率是9，因为廖任南唱这几首歌时，现场反响还是非常好的。如果百位数是9，那廖任南的分数就是900分。现在全场最高的分数是叶旭坤的837分，真如此，廖任南那也是吊打他们了。大屏分数栏，百位数越滚越慢，最后也显示出一个0字。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愣住了，议论纷纷。怎么回事？观众席上有人惊呼，直播间弹幕的网友们也都坐不住了。尼玛，0分？节目设备出故障了吗？太尬了吧！节目编程员出来给个说法。一时之间，所有人都看向了栏目指挥室方向。何老师通过耳麦似乎听到了什么，应了一声好的，然后转头对着台下朗声解释道：各位亲爱的观众，刚刚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但我们的计分系统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分数的位数设定有点小问题，就是我们平时比赛只会统计3位数，不能显示出4位数的得分。现在我们的程序员已经开始调整了。众人一听，更是一头雾水。而就在这时，只见屏幕显示区域从3位数增加到4位，并重新显示出一个数字1068分。轰哗一声，全场一片哗然，大家更加坐不住了。我的天，怎么会超过1000分？有人问。听到这话，有人解释说，廖任南是有投票增幅的，他的投票总数是1100票。哦，懂了，这廖任南也太牛了吧！廖神！观众席上很多人都惊叫了起来，而后场间的一众歌手，包括叶旭坤、花晨吕、苏雪等人，以及来自国内外的音乐制作精英，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尼玛，1086分，这也太夸张了吧！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没什么好喷的，毕竟廖任南在节目中可是发了3首原创歌曲，且每首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拿到这分数完全就是实至名归。只是要不要这么降维打击，不给人留一丝脸皮的吗？导师席位的几名老师，包括刘焕、那英、王子颂以及林夕，也都是一脸震惊，他们也相互交流几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而李阡陌也是瞪大了美眸，满脸的惊喜掩饰不住。就连节目指挥室内，从总监至韩尚佑到下面的工作人员，大家就像见证历史般，激动得手都在颤抖。何老师也很激动，平复了一下心情后，主持道：恭喜廖任南的这首一串星星获得1086分的好成绩，其中包含10%的投票增幅。现在18名歌手比赛全部完成，这也就意味着廖任南是我们这期关键字写歌的第1名。根据节目事先的规定，廖任南本场比赛获得第1名将获得一个金色徽。何老师主持着间，一个礼仪小姐上台，用红布托盘把金色徽端到了廖任南面前。廖任南微笑着接过，挂到了自己衬衣口袋处。金色的徽在镁光灯的照射下十分的耀眼。何老师继续介绍着说，这个徽在天籁冠军之夜的比拼将会为廖任南带来3%的投票增幅。由于廖任南在看图写歌环节有获得过一个金色徽，所以现在累计获得2个徽，也代表着廖任南在决赛夜将有总计6%的投票增幅。再次祝贺廖任南！哗啦啦啦啦，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此时，这一期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何老师把廖任南请到了台中央，让镜头给了他更多的镜头。何老师则笑着继续主持道：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下期就是千万代言环节，
我们将邀请8家全球知名企业的广告策划部前来与歌手们磋商广告歌曲及签订合同。那么这8家全球知名，他们分别是哪几家呢？为女性谋福利的宝洁集团，全球举杯共饮的可可乐乐集团，只生产好牛奶的一牛集团，大自然的搬运工农夫集团，全球游戏在线人数第1的王者农药集团，华夏手机龙头企业华为集团，5G 网络全覆盖的华夏移动集团，华夏新能源龙头车企比亚迪集团。听到这些企业的名字，台下的欢呼声越来越大，一众歌手们也都齐声喝彩，非常的激动。毕竟这些都是全球知名的品牌，那代言费也是非常的可观，动辄就是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随便拿到一个都够吃上一阵子了。关键是还能拓展名气，简直就是双赢的。看见大家都欢呼雀跃，何老师也很激动，大声主持道：那再次祝贺本期成功晋级的10位歌手，他们分别是廖任南、叶旭坤、花泽吕、林志炫、任贤齐，请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他们。咱们下期千万代言环节再见。10分钟后，廖任南退到了后台，刚来到自己的临时休息室，便看到了靠在门边曹金明。廖神，你可来了。曹金明笑着道：1000多分，牛啊。谦虚。廖任南笑了下道：不是让你不要过来的吗？你怎么还是来了？等了很久了吧？不久。曹金明摇摇头道：还得亏我来了，不然这么精彩的场面我就错过了。真的没想到你居然能闯进千万代言，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象啊。不过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能1个多小时写一首歌，那些歌是你提前写好的吗？曹金明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廖任南想回答，但不知道如何说，便道：这个问题稍后再谈哈，我先要去洗个澡了，身上的气味太香了，闻着挺怪的。曹金明连忙点头：好的，那你先去吧。好。廖任南拿好事先准备的衣服，就往后台洗漱间走去。就在这时，他的脑海中响起那熟悉的系统音：叮！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达到400万，自动兑换4次奖品。第67那个独自美丽的李千墨呢？廖任南闻言顿时乐了，才1期节目的功夫，直接累积400万人气，看来自己真的红了，准确说应该是翻红。没给廖任南多余反应时间，他脑中系统音继续提示着：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情歌之神。情歌之神拥有此技能，宿主唱歌娓娓道来，注入心底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抹磁性魅力，让人听了耳朵都会怀孕。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饶舌之神。饶舌之神拥有此技能，宿主音乐节奏感将倍增，同时变得伶牙俐齿，妙语连珠，巧舌如簧，1分钟能标1000个汉字，而且字字发音清清楚楚。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摇滚之神。摇滚之神拥有此技能，宿主能轻松转换成摇滚老炮，一开口便震撼全场，让人激情澎湃，鼓舞人心，就连古稀老人听了都忍不住跟着摇摆。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民谣之神。民谣之神拥有此技能，宿主能轻松转换成高阶文艺青年，0.01秒钟走心，唱的人泪雨纷飞，唱的人如痴如醉。听到这里，廖任南心中大喜，毕竟在这2次的写歌环节中，面对同样的歌曲主题，他可以做出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还有很多更加经典的歌曲可以契合天籁节目组主题，可他为何不选那些歌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暂时只觉醒了伤感歌神、神级歌喉这2个技能。廖任南想要将自己的实力发挥到极致，就必须要唱偏向伤感一类的歌曲。当然，如果换成其他类型的歌曲，廖任南同样可以发挥得很出色，但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要做就尽全力做到最好。不过现在一次性觉醒了饶舌之神、摇滚之神、情歌之神、民谣之神这几个技能，这样一来他就能覆盖80%以上的曲目，以后选歌再也不用顾忌歌曲类型和风格问题了。还有下周就是千万代言环节，刚好这些技能都能派上用场，只能说这些奖励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不多时，简单冲了个热水澡，廖任南便从浴室出来。曹金明缠着他左问右问的，廖任南都是打马虎眼，搪塞了过去。于是曹金明也失去了兴致，便提出今晚聚餐，还说这场庆功宴他已经等很久了，希望廖任南不要推辞。然而
廖任南却推脱说，他晚上要陪廖恩贝，便将这次的庆功宴推到了本周周末。曹金明无奈，只能同意。两人又聊了几句，这才告辞离开。廖任南开车来到贝贝的幼儿园，现在是下午5点钟，正好可以接小家伙放学。昨天晚上因为要比赛的缘故，他都没有在家休息，而是让梅姨陪着贝贝。说实话，到这一刻他真的挺想贝贝的。等了几分钟，叮铃铃铃铃铃，伴随着一阵铃声响起，小朋友们鱼贯而出。廖任南排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样廖恩贝只要探出头，他就能第一时间看见。连续出来几个小朋友后，他终于看见了廖恩贝，同时廖恩贝也看到了他。爸爸！廖恩贝快速地冲过来，一把搂住廖任南的大腿。廖任南顺势蹲下，把廖恩贝抱了起来。摸摸，廖恩贝亲了爸爸一口，廖任南也回亲一口，父女俩紧紧贴在一起。哼！廖恩贝忽然别过脸去，不再理会廖任南了，翻脸简直比翻书都要快。怎么啦，我的小宝贝，怎么不搭理爸爸了？廖任南温柔地问道。哼！廖恩贝又把脸别到另一边。呵呵，爸爸，如果有错，你要告诉爸爸呀，不然爸爸怎么改？廖任南一番好话哄着，廖恩贝终于说出原因。爸爸，我都好几天没见到阡陌阿姨，我想她了，而且她再不来教我跳舞，我就要生疏了。听到这话，廖任南沉默了。确实，自从那告白事件后，廖任南就与李阡陌是不相来往的状态，已经过去快1个星期了。倒不是他不想联系李阡陌了，只是不知道以哪种状态去面对。而今天在节目中，廖任南虽然表现很出色，但李阡陌对他的点评却是多多少少带着偏向的，这点廖任南还是知道的。略一沉吟，廖任南道：既然这样，那你明天晚上让阡陌阿姨过来吃饭吧，正巧我也有朋友要过来庆祝，咱们直接举行一个party哈。好耶，爸爸你太好了。廖恩贝搂着廖任南猛亲一口，眼睛笑着一道月牙，西西终于可以见到阡陌阿姨喽，哈哈，乖宝贝。廖任南也笑了，走，咱们回家去吧。城南别墅区，李阡陌正窝在懒人沙发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林佑威则正做着晚餐，因为不太熟练的缘故，整个灶台是乱七八糟的。本来林佑威自己照顾自己都够呛，现在还要过来照顾李阡陌，其实他也是欲哭无泪，而且连着吃了2天的外卖，他也不想碰那些东西了。所以林佑威决定做点健康的家常菜，毕竟上次在廖任南的家里吃那丰盛一餐的感觉还没忘。可是他却忘了，人与人的厨艺是完全不同的。同样的一盘食材，廖任南弄出来是美味，而在他手里就变成现在锅里躺着的一团快成浆糊的东西，这让他有些进退两难了。终于他还是硬着头皮把菜给呈上了桌。阡陌，过来吃晚餐了。林佑威对着沙发区叫道，结果没有人回答。他走过去，看见李阡陌正发着呆。林佑威无语的道，早晨出去还兴高采烈，回来后就成这个样子，不就是廖任南不理你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此言一出，李阡陌顿时欲哭无泪，埋怨道，不是，你懂不懂安慰人啊？林佑威没好气的道，还安慰你？我还要骂你呢。你看你这样下去，都快成望夫石了。这还是以前那个视男人如粪土，永远独自美丽的李阡陌吗？都是廖任南惹的祸。听到这话，李阡陌瞪了他一眼，道，算了，你还是别说了，越说越偏了。唉，这都什么事啊？林佑威无奈的叹息一声。就在这时，滴滴2声，李阡陌的手机进来消息，他拿起一看，瞬间满血复活，太好了，廖任南他让我明晚过去吃饭。真的吗？林佑威有些狐疑。李阡陌心情美滋滋的，当然是了，走，去吃饭吧。好吧。林佑威点点头。看到桌上的菜，李阡陌目瞪口呆，不是，佑威，你这炒的什么菜？是人吃的吗？怎么这么吓人？林佑威没好气的说道，看不上你就别吃。李阡陌翻了个白眼，道，不是，你突然发什么火？谁惹你了？林佑威无语道，还能是谁？猪呗。第68，千锤百炼，方为人上人。转眼间一天过去，时间，李阡陌别墅的主卧室里，宽敞的床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各式风格的名牌华丽服装。李阡陌看着镜子里梳妆打扮好的自己，有些不确定的看了眼身旁的林佑威，问道，真的穿这一套吗？我怎么感觉跟平常没什么区别啊？林佑威拍了拍李阡陌的肩膀，吐槽道，哪里没区别了？你这样仙气飘飘，都可以去走红毯了。
李千莫穷鼻微蹙，对着镜中的自己仔细端详一番，还是说道：“可我确实感觉没什么改变啊。”林有微闻言白了他一眼：“你本身就是甜艳系大美女，这个妆容和服装就是凸显你的气质，让你的优点更加明显。如果论风格的话，那肯定变化不大呀。”林有微一边说着，一边在手机上点开了一张照片。难道你想要这种欧美辣妹风格？李千莫低头一看上面模特搔首弄姿的图片，顿时一脸嫌弃的道：“别，我才不要呢，那不就对了。你呀，就是碰到廖人男没自信了。你要相信这个世上没有哪个女人比你更美了，相信我，拿出你自己该有的模样，自信一点。”林有微语重心长的道。李千莫闻言有些委屈的道：“可我总觉得他看我跟看其他的女生都是一样的神情。”呵呵，林有微轻轻一笑道：“正所谓千锤百炼，方为人上人。拿出你当时在国外娱圈摸爬滚打的斗志来，总能够搞定廖人男的。”李千莫眼底闪过一丝坚定，点点头道：“反正这次我豁出去了，不撞南墙誓不回头。”林有微听此有些感叹道：“廖人男还真是祖坟冒青烟了，能让你李千莫那么清新，都硬赶着往上贴的。”李千莫呲牙笑了一下，拿起柜上的包包道：“不说了，我要出发了。”哒哒哒，伴随着高跟鞋声响起，李千莫打开了别墅大门。林有微望着李千莫那令男人女人都为之疯狂的曼妙背影，微微举手作拳道：“加油啊！”不多时，李千莫开车来到廖人男所住的小区，因为之前来过好几次了，他轻车熟路就找到廖人男家。呼，深吸一口气后，李千莫按下门铃，滴答，房门电子锁打开。李千莫看着屋内的景象，整个人都呆住了，嘴巴更是微微张大。怎么回事？还有其他人？不过转念一想，他也就明白了，廖人男邀请了不止他一个。与此同时，房间的几人也注意到动静，一双双眼睛齐刷刷看过来。只见李千莫穿着一身粉蓝相间的长裙，白皙透亮的皮肤看起来是那么健康，乌黑的头发瀑布般垂直的披在肩上，脸蛋微微透着点淡红，绝美。嗨，千莫你来了。曹金明见状连忙迎了上来。曹导好。李千莫微笑着道：“李老师好。”千莫好。其他四人也都来打招呼。你们好。李千莫颔首一一打招呼，神情有些许尴尬。就在这时，千莫阿姨，你终于来了。廖恩贝从这几人身后钻出来，牵起了李千莫的手。嗨，贝贝，我好想你。李千莫蹲下身子，揉揉廖恩贝的小脸蛋，一边说着，一边将手里的东西递给廖恩贝道：“来，这个是阿姨送给你的玩具，你可以 DIY 做装饰手链什么的。”哇，太漂亮了，我好喜欢。廖恩贝两眼放光，牵着李千莫进了房间。正好廖人男从厨房里出来。千莫，你来了。廖恩男微笑着打招呼。廖老师。李千莫回应一声，脸上闪现出一丝羞涩。千莫，我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工作室里的同事。廖人男指向两个年轻女人道。说完，他又指了指另外两位中年男人，这两位是我以前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李千莫笑着点点头，我们刚才都打过招呼了。哦，那就好。廖人男笑着道，那你坐着吃会水果，或者跟贝贝玩一会，待会我们在天台上吃饭。如果你觉得闷或者无聊，也可以先去天台玩会。廖人男租的这个房间是顶楼，上面还有一个大的露天天台，他是最近有空才花时间把它给整理出来。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上来乘凉看星星，不会有那种住在商品房的憋闷感。我知道了。说着，李千莫往楼梯口处走去，准备先上去看看。这时，廖人男这才注意到李千莫穿了一身正装，还挎着自己送的那个包包。他心中一动，换过廖恩贝，询问道：“贝贝，昨天我打的消息，你是直接发给千莫阿姨的吗？”当时，廖人男为了邀请李千莫，特意编辑了一条信息，其中包括今晚会在哪，以及如何庆祝，都有什么人参加，还问李千莫如果介意人多，就下次再来陪廖恩贝玩等。闻言，廖恩贝摇摇头道：“没有，当时我把他不小心删了，我看你在洗澡，就自己随意发的。”哦，好吧。廖人男神色复杂地点点头，他现在明白了。天台上几盏灯亮着，李千莫四处看了看，布置的还挺温馨的。靠墙处是一间新搭的凉亭，下面有一张大的桌子，旁边摆着椅子及沙发，墙壁上则是艺术涂鸦，中间空地还有一个铁质的秋千架，
旁边有小孩子玩的挖土机、玩具车什么的。天台四周边缘处，则被花和盆栽树所包围。闲着无聊，李千墨在沙发上坐下，刷一下手机。而没一会，一阵瘙痒从脚跟处传来。他低头一看，脚上皮肤已经红了，还隆起一个小包。怎么还有蚊子？李千墨嘀咕一句，准备到楼下房间去，因为他的皮肤对蚊子特别敏感，只要被叮咬一下就会红一大片。而李千墨才刚站起来，滋啦一声，他低头一看，发现裙子扯开一条口。莫名的，李千墨眼泪流了下来。本来他从进房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心情不好了，先是面对生人的陌生感，后来发现穿错衣服，接着是被蚊子咬，现在裙子还被挂破了。瞬间，李千墨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助过。他只是想在喜欢的人面前表现得好一些，为什么就这么难？就在这时，千墨，廖仁南的声音在旁边响起。第69，你喝酒，我吃饭。李千墨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廖仁南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的旁边，手里还拿着2瓶花露水，其中一瓶是驱蚊花露水，另一瓶是止痒花露水。这天台上小蚊子挺多的，廖仁南晃动驱蚊水几下，开始在李千墨周围喷洒起来。待喷地面区域的时候，他的目光扫过李千墨的脚步，顿了下道：你脚背怎么都红了？是被蚊子咬了吧？擦擦这个吧，效果很好的。廖仁南一边说着，一边将止痒花露水递过去。好的，谢谢了。李千墨接过花露水，心头一暖。廖仁南淡淡一笑，一边喷洒驱蚊水，一边说道：要不你到贝贝的屋子里坐一会吧，一个人待在天台也很无聊。我知道，马上就过去。李千墨点头说道。他的身子刚离开沙发，却又坐了下去。倒不是他不想起身，而是他的裙子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只要一起身，里面的内衣就会暴露出来。但是如果不动的话，总不能一直躲在天台，那也不是个办法。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境地啊。旁边李千墨的这些小动作都被廖仁南看在眼里。6年来，他独自照顾女儿廖恩贝长大，已经养成了一副很好的观察能力。他在李千墨身上扫了几眼，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便快速把驱蚊水喷洒完，然后脱掉外套，放在李千墨身旁，漫不经心的道：你把这件衣服穿上吧，天台上面还是挺冷的。闻言，李千墨心中一惊，抬头去看廖仁南，却发现他在看别处。一时之间，李千墨也搞不清楚，是廖仁南知道他的衣服破了，还是只是个偶然。谢谢啊。李千墨接过大衣。干嘛总说谢谢啊？廖仁南笑笑道：那个，你身上穿的这套衣服不适合在天台吃饭，我待会给你找你套衣服，放在贝贝房间的床头柜上，待会你自己过去换哈。我就先下去了。廖仁南丢下一句话，就朝楼道口走去。好的。李千墨应了一声，心里瞬间暖暖的。等了几分钟，李千墨披上外套，挡住衣服裂口处，去到贝贝房间里。床头柜上放着一套运动服，看起来非常干净，还带着一股洗衣液香味。李千墨到卫生间换上衣服，顿时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脚上现在也不痒了，心情又美好了。就在这时，廖恩贝走进房间，笑眯眯地说道：千墨阿姨，我们来玩玩你送我的那个 DIY 手链玩具吧。好啊。李千墨笑了笑道，然后两人就开心地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千墨阿姨，其实我本来在做作业，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过来这里吗？廖恩贝忽然在李千墨耳边低声道。李千墨怔了怔，道：不是你自己要玩玩具吗？难道有别的原因？不是。廖恩贝摇了摇头，一副神秘的表情道：因为我爸爸跟我说你在房间里很无聊，所以让我别做作业了，先过来陪你玩一会，所以我爸爸还是很喜欢你的。说到这里，廖恩贝咧嘴一笑，露出了2颗小虎牙，一脸的得意。闻言，李千墨也笑了。大约半小时后，天台爬梯正式开始了。廖仁南专门为贝贝做了适合他吃的菜，还为他准备了一张独立的小餐桌，而大人们也都围坐在餐桌前，开始庆祝起来。曹金明端起红酒杯，提议道：来，咱们大家一起举杯，祝贺廖仁南通过关键字写歌环节，再拿下一城。祝贺南哥，祝贺你，仁南。其他人纷纷举起了酒杯，附和着道：廖老师，祝贺你。李千墨也中的说道。廖仁南也端起酒杯，笑呵呵的说道：谢谢大家，今晚大家吃好喝好，千万不要客气，干杯。所有的酒杯碰到一起，
举杯共饮后，曹金明眼睛咕噜一转，又给自己斟了一杯，朝向着李阡陌，笑着道：“阡陌，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家人奶这么高的评价啊，不然他可就要被淘汰了。”哪有？李阡陌忍俊不禁，轻笑一声道：“廖老师创作能力这么强，怎么都不可能被淘汰的。”曹金明摆摆手道：“你说的也对，但是音乐节目水深得很，没有你的帮助，人男不会走得这么顺的，所以必须得感谢你一杯。”李阡陌看了看酒杯，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拿起了杯子，两人一饮而尽。李老师，我也敬您一杯，谢谢您对南哥的关照。两人酒杯才刚放下，廖仁南的同事也举起酒杯说。李阡陌脸颊微红，正要再给自己倒酒，却被廖仁南给拦住。廖仁南轻描淡写地道：“我跟你们说啊，阡陌可是我今天请的贵客，而且人家还是一个女人，你们就这么欺负她的吗？”边说着，廖仁南给阡陌再拿了个杯子，倒了一杯苹果醋，道：“阡陌，你就喝这个吧。”“好的。”李阡陌低声回答。他瞥了一眼廖仁南，俏脸瞬间更红了。看到这一幕，曹金明笑着打趣道：“那既然你心疼阡陌，你就替他把酒喝了呗。”廖仁南满不在乎地说道：“我这个人不爱喝酒，那不如这样，你喝一杯酒，我吃一碗饭，我更加爱吃米饭。”哈哈哈哈！你个老六！几人都被逗笑了。噗嗤，李阡陌也笑出了声。这时，老曹，你别净顾着喝酒啊！桌上廖仁南的一位老同事开口说道：“廖仁南这菜做的，真的挺好吃的，你们都尝尝。”“真的吗？”曹金明夹了一筷子，送到嘴里，瞬间眼眸一亮，嘿，还真是好吃，难怪仁南要吃米饭，我也要多吃米饭。哈哈哈哈！大家又是一阵哄笑，话都说开了，大家也都放松了些，开始敞着肚皮吃起来。实在是，廖仁南做的菜太好吃了，众人边吃边啧啧称叹，连聊天都顾及不上了。因为人多，所以不到半个小时，一桌菜就被吃得一干二净。第7时，想不到廖仁南这么暖，不知不觉中就到了晚上10点钟。廖仁南的几位好友都纷纷离开了，只剩下李阡陌还在。见李阡陌脸上带着一丝醉意，廖仁南主动提出要送他回去。因为两人都喝了酒，所以并没有开车，而是让公司的司机来接他们。而李阡陌的车就停在了廖仁南家小区，两人在小区楼下安静地等着司机，气氛变得有些尴尬。瞥了一眼李阡陌，廖仁南觉得有必要把那件事情说清楚，便诚恳地道：“阡陌，那上次的事情，谢谢你替我解围啊。”“哦，那个呀，没事的。”李阡陌一听谈到那个话题，内心瞬间紧张起来，声音也大了几分，道：“我只是说出了实情而已，不想让那些媒体颠倒黑白。”“哦。”廖仁南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不过，你应该知道的，我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暂时说到这里。”廖仁南欲言又止。李阡陌见此，故作轻松地道：“我当然知道啊，廖老师你也不要有压力，反正顺其自然吧。”“廖仁南努努嘴，微笑道：“不过，你现在对于我和廖恩贝，已经是很特别的人了。”“哦，真的吗？”李阡陌听到这话，心跳顿时加快了几分。其实，我也挺喜欢贝贝的，他特别听话，而且非常聪明的。今天我教他玩 DIY 串珠，他的创造能力也很强，跟你性格挺像的。”李阡陌随口说了一通，说到最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啥。“贝贝他也很喜欢你。”廖仁南笑着说了一声，并没再说话，气氛再次陷入尴尬。突然想到了什么，李阡陌开口问道：“对了，廖老师，下期天籁的千万代言，你有做什么准备吗？”闻言，廖仁南眉头一蹙：“没有啊，不是品牌方的广告歌曲要求，都还没有发布吗？按照节目组的规定，品牌方广告区要求是在节目开始前36小时发布。”李阡陌笑笑道：“这只是表面上的规定了，毕竟很多人不按规矩办事。”“那倒也是。”廖仁南点点头。说到这里，李阡陌便道：“那我通过内部渠道查查，收到资料了就发给你，不用这么麻烦，我可以。”廖仁南婉拒道。然而没等他说完，李阡陌已是开口：“廖老师你也别客气了，再客气就是不礼貌了。”这话说出口，连李阡陌自己都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跟廖仁南开起玩笑。也许是今晚他喝了少许红酒，也许是今天跟廖仁南的相处让两人的距离近了些。好吧，廖仁南淡淡一笑道。没过多久，公司司机就到了，因为有外人在场，所以两人并未多说什么话，
待把李千墨送到公寓后，廖仁南便自己打道回府。别墅内，李千墨进屋后，几个房间看了看，都没看到林佑威的身影，于是就给林佑威发了条微信，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很快，林佑威回了条：我刚出公司，待会就回。李千墨没多想，一头扎进浴室，美滋滋的洗起澡来。没一会，他便听到了公寓门禁解锁声，猜想着林佑威应该回来了，刚好洗澡完，便擦干出来，就见林佑威站在浴室门口，还对着自己挤眉弄眼的。咋啦？李千墨一头雾水。林佑威从身后拿出衣服和丝袜，正是李千墨先前换下的那件连衣裙和袜子，他还把撕裂处亮出来，一副色眯眯的表情道：千墨，可以啊，进展够神速啊，而且还玩得这么激烈。李千墨眼睛咕噜一转，反应过来后，顿时羞红着脸，咬着牙齿道：佑威，你想啥呢？我这衣服和丝袜都是被钉子勾破的，你还真是会联想。腐女！哦，那好吧。林佑威闻言，整个人像泄气了般，有气无力的道：我就说你哪有那胆呢？李千墨翻了个白眼，这跟胆量有什么关系？林佑威撇撇嘴道：当然有关系了，你在廖仁南面前不就是缺点胆量吗？切！李千墨不屑地哼了一声，我跟你说呀，今晚的聚餐真是一波三折。说着，李千墨便给林佑威讲起今晚发生的事情。当说到刚进廖仁南家的场景，噗嗤，哈哈，林佑威笑得前俯后仰，我都能想象到你当时的窘态了，真是笑死我了。当说到廖仁南给他拿花露水和送给他外套，林佑威赞许地点了点头，没想到廖仁南平时那么冷酷的一个人，竟然会有如此细心和温暖的一面啊！那你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啊！你看连廖仁南的外套都穿上了，关系近了一大步啊！说到最后，提起廖仁南说的那句你对我和贝贝都是很特别的人，林佑威一脸的无语。好家伙，千墨，你还真是一个大傻妞啊！人家这算是变相告白脸，可你这回答的啥呀？我都难以想象廖仁南当时的尴尬了，你等着单身一辈子吧。不至于吧？李千墨扁扁嘴道，而且当时我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也太紧张了，都不知道要说啥。林佑威没好气的道，那个时候还要你说啥？又不是搞演讲比赛的，你啥都不用说，直接往他怀里一钻，其他不就水到渠成了吗？李千墨闻言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瞬间感觉自己错过了几百个亿。想到什么？李千墨问道，你不是也没谈过恋爱，怎么这么会啊？林佑威趾高气扬地道，没谈不会学吗？我之前监制的一部电影，其中的一个女主角就是这样把男主搞到手的。闻言，李千墨眼睛一亮，那你发给我看看。好。林佑威点点头，舔舔红唇道，我们一起看吧。又想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李千墨笑容可掬的道，佑威，那个你有没有天籁那边的资源，能够提前弄到下期千万代言中那些企业的广告曲要求啊？有啊。林佑威毫不犹豫地答道，那我帮你弄到了，你怎么报答我呀？还要报答？李千墨柳眉微蹙道，上次帮你客串那些年，我可是啥要求都没提，再说你不帮我，我就去找别人了。别，我的小姑奶奶！林佑威连忙求饶说，你怎么还急眼了呢？我这就安排人给你办。李千墨嘴角一扬道，这还差不多。第71，这可真是亲闺女。翌日，在早上6点半的时候，廖仁南自然而然醒来，因为每天7点要送贝贝上学，所以他形成了自己的生物钟。不过今天是周末，贝贝不用去学校，他就不用着急了。廖仁南侧过头看了一眼，发现手机信息灯在闪，打开一看，李千墨昨晚11点多给他发来几条微信消息，廖老师，这份是天籁节目中各大企业的广告要求，你可以先研究下。廖仁南动动手指，回复了条收到，谢谢，便将文件下载下来，开始浏览。5分钟过后，廖仁南看完了资料，其实这几个商家的广告曲要求跟廖仁南估摸的差不多，例如比亚迪集团要求体现速度和激情，例如华夏移动主要强调年轻一代的个性，还例如农夫集团核心点要展现纯净和阳光，他们只是给了个主旋律，其他就交给创作者自己发挥，其实就是空头话，等于跟没说一样。所以廖仁南觉得真正重要的还是在于歌曲的质量，如果一首歌足够好听和独特，这些要求也就形同虚设了。思索片刻，廖仁南心里就有数了，便将文档关掉了。爸爸，你怎么醒得这么早啊？一旁忽然传来廖恩贝的声音，
说话间，他还翻身趴到廖仁南的小肚上，廖仁南把他头摆正，让他趴得更舒服些。当初贝贝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很享受这种感觉，说爸爸的肚子软绵绵的。现在贝贝长大了，廖仁南觉得不适合，一般都会拒绝。当然了，他偶尔也不拒绝，毕竟以后女儿长大，可能再也不会这样了。爸爸，我们今天去哪玩啊？廖恩贝眯了几分钟，又睁开眼睛问。廖仁南想了想道，咱们今天去欢乐谷吧，听说那边新到了几个好玩的项目。哦，那好吧。廖恩贝点点头道，不过我想叫阡陌阿姨一起过来玩。不行。廖仁南闻言却是摇了摇头，昨天你们不是才见过面吗？而且他每天都有工作要忙。他不忙的。廖恩贝扁扁嘴道，阡陌阿姨跟我说了，只要想他随时可以联系他。而且我知道你对阡陌阿姨也有好感，那你为什么不答应跟他在一起呢？听到这话，廖仁南怔了怔，思索片刻，他反问道，有好感就要在一起吗？有些喜欢并不是非要走到一起不可，而是以彼此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去相处，不要以为在一起了之后就是最后美好的结局。这段话廖仁南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可能年轻时他不明白，但现在他彻底懂了。正在这时，错。廖恩贝提高嗓门道，喜欢了当然要在一起，不在一起的喜欢那就是耍流氓。廖仁南愣了愣道，你是不是又玩手机偷偷乱刷视频了？你别岔开话题。廖恩贝翻了个白眼道，我可告诉你，喜欢阡陌阿姨的人很多的，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喜欢，经常刷她的视频，还有很多的女老师也都喜欢阡陌阿姨，所以你有点危机感吧？廖仁南。不等廖仁南开口，廖恩贝又继续道，还有，如果到时候你真没跟阡陌阿姨在一起，那我就认她做干妈，我要跟她在一起，你也不用有什么意见，我不干涉你做决定，你也不能干涉我。廖恩贝噼里啪啦说了一通，完全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廖仁南，这可真是亲闺女啊。接下来2天，廖仁南处理了很多重要事情。首先就是魔都电视台的兼职工作，他彻底跟单位解除了合作，倒不是他觉得没时间或者报酬太低了的，而是被迫的。因为每次零距离直播，但凡请明星嘉宾过来进行一些互动什么的，在线观众居然都问廖仁南在做什么，还让廖仁南出一下镜的，弄得明星嘉宾非常尴尬。考虑到这一点，廖仁南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再做这份工作了。再者，廖仁南和曹金明商议后，决定加大对工作室的投资。短短1个月的时间，现在南明发展成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娱乐公司，不仅可以应付处理日常工作事务，还有设备齐全的录音室和摄影棚。这样以后廖仁南接拍广告或者制作专辑、录制 MV 等就非常的方便，而且以后跟别的公司谈合作或者签约别的艺人也更加有底气些。有了这些，廖仁南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拍摄广告或者录制 MV、制作专辑等，而且以后再去找别的公司谈合作或者拓展签约新的艺人等也会更有底气。还有关于苏雪违法安装监控事件，法院的仲裁已经下来了，判定取消苏雪半年探视权。对此廖仁南虽不太满意，但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说以后注意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了。不过这也算是给苏雪一个教训了。最近这段时间里，苏雪时不时给他发消息或打电话，廖仁南全部都拒接，还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他自己放下的错，让他自己好好受着吧。最后，天籁节目组按时公布了各大企业的广告要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广告主比亚迪集团，核心产品王朝系列新能源轿跑，演唱者性别男女不限，歌曲风格嘻哈、摇滚、电子、R&B， 歌曲主旋律速度、激情、勇敢，竞价1个亿。具体要求：一、必须简短通俗，不能出现过于晦涩词句；二、必须附载商品信息，并且要符合品牌个性；三、歌词和曲调都应该通俗浅显，易记、易唱、易流传；四、必须具有煽动性，能增加品牌效力。五、第二，广告主华夏移动，核心产品动感地带，演唱者性别男女不限，歌曲风格嘻哈、摇滚、电子、R&B， 歌曲主旋律青春、张扬、个性，竞价9000万。具体要求同上略。第三，广告主华为集团，核心产品 P70 系列手机，演唱者性别男女不限，歌曲风格流行、电子、R&B，
歌曲主旋律：梦想，竞价7000万，具体要求同上略。第四，广告主：王者集团，核心产品：王者农药，演唱者性别：男女不限，歌曲风格：流行、嘻哈、摇滚、电子、R&B， 歌曲主旋律：团结、坚韧、不服输，竞价6000万，具体要求同上略。第五，广告主：农夫集团，核心产品：墨牙泉系列，演唱者性别：男女不限，歌曲风格：流行、电子、R&B， 歌曲主旋律：纯净、阳光、自然，竞价5000万，具体要求同上略。第六，广告主：一牛集团，核心产品：一牛酸酸乳，演唱者性别：女，歌曲风格：流行、电子、R&B， 歌曲主旋律：青春、纯真、个性，竞价3000万，具体要求同上略。第七，广告主：可可乐乐集团，核心产品：雪达系列，演唱者性别：男女不限，歌曲风格：流行、嘻哈、摇滚、电子、R&B， 歌曲主旋律：激情、时尚、潮流，竞价3000万，具体要求同上略。第八，广告主：宝洁集团，核心产品：七彩空间系列，演唱者性别：男女不限，歌曲风格：流行、电子、R&B， 歌曲主旋律：清爽、快乐，竞价2000万，具体要求同上略。第72，千万代言环节正式开启。接下来的2天时间，廖仁男对外界基本处于封闭状态，除了照顾好廖恩贝之外，他都是在忙于歌曲创作，同时梳理头脑，中根下期。千万代言有关的歌曲，曹金明曾经不止一次向他提出过，是否需要请音乐制作人协助团队等，但全都被他严词拒绝了。毕竟在词曲创作这一块，他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而廖仁男觉得唯一不确定的因素，那就是商家广告代言会被内定等，毕竟每个广告都是上千万级别的，那些人可不会轻易让一个普通人拿到手。果不其然，在比赛即将开始的前一天，李千墨给他传来了一条关于天籁代言的重要内情，其中2条信息。第一，关于比亚迪集团的广告曲，比亚迪方具有决定权的高层已经私下与拇指娱乐达成了协议，将由拇指娱乐叶旭坤来代言这个广告，并且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广告合作，代价是拇指娱乐必须私底下做出30%的广告费降额，而且不能让外界知道。毕竟叶旭坤是目前华夏娱乐圈势头最猛的小鲜肉了，比亚迪方对拇指娱乐的能力也很有信心，而且2家之前也有过合作，所以非常的中意。比亚迪此举明摆着是名利流量我都要，而拇指娱乐方面对这要求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几乎是跪舔的态度。现在连歌都录制好了，就差等着上节目官宣。当然了，这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交易，叶旭坤在中间就是充当工具人的角色。第二，关于华夏移动的广告曲，华夏移动方目前与盛雪娱乐有非常强烈的合作欲望。自从千万代言环节正式开启后，苏雪带领着花泽吕、曾轶可等自己工作室的小鲜肉和女艺人，几乎花费了所有的精力在公关华夏移动广告部团队，那几乎是没日没夜对这些一众广告部的高层们讨好，各个方面的好处都给到足。功夫不负有心人，苏雪几乎达到了自己的愿望。现在虽然华夏移动的高层没有拍板，但华夏移动广告部的几位高层几乎是默认了这个合作。毕竟广告部的这几位高层有决策权，他们稍微动动手指倾斜一下，这件事情也是8、9不离10了。介于此，现在明面上有8家广告商，排除1家需要女性歌手演唱的，廖仁男能和他们公平竞争的其实仅仅只有5家而已，其中还包括宝洁的女性七彩空间广告，这就是现实。所以李千墨建议廖仁男把主要精力放在可可乐乐、农夫集团2家的代言上，毕竟这2个广告标价稍低，竞争会没那么大，相对而言得标率较高。对于李千墨提的这个建议，廖仁男表达了感谢，但是没有明确表态是否会按照这做，毕竟他从来都不按套路出牌。终于3天时间过去，转眼又到了周末。魔都崇明岛，天籁之音第2季第5期直播开启。大家上午好，欢迎收看由飓风地产、金大福黄金、华为人工智能联合赞助的天籁之音第2季第5期节目。本季主题是千万代言，8家全球知名企业广告策划部将在节目中与10位歌手磋商广告歌曲及签订合同。歌手及观众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熟悉的大型舞台上，何老师激情澎湃做着开场。与此同时，直播间弹幕区负评。终于等到千万代言环节了，期待印。个人觉得千万代言是节目最刺激环节，这无异于真刀真枪的一场厮杀。我想说，我是来磕廖仁南和李千墨 CP 的，他们到底在一起没？哈哈，记得上季冠军一神拿下5000万代言费，其他歌手都羡慕的眼红了。对啊，我也记得有位没拿到代言的歌手直接泪洒舞台，太搞笑了。我是新来的，上季最高才5000万代言费吗？这期可是都翻倍了。不得不说，节目组资源越来越强，这些企业也是越来越大手笔。目测这期比亚迪的1个亿代言，非我家叶旭坤莫属了。因为只有我家坤坤有着高贵的气质，那我家花花就拿华夏移动的代言吧。倒不是够不着那1个亿，主要是看不上比亚迪垃圾车。尼玛，刚开始你们就互黑了吗？嘿嘿，这些流量爱豆就好了，扯上品牌方干嘛？别人招谁惹谁了吗？一群杠精都闭嘴，老子只是来听歌的。看着这超高的热度，何老师也是笑容满面，继续主持道：根据节目既定规则，10位歌手都有竞争8家企业广告的权利，不过最后能够拿到该企业代言的，将有且只有1位歌手。本期的千万代言环节总共持续5天40个小时，未满5天提前确定广告曲的商家、歌手双方正式签订合作合同，提前结束这一环节。而满5天仍未确定广告曲的，投歌权利将自动锁定，由品牌方在现有竞品中择优选择，其中品牌方有绝对的选择权，决定挑选哪位歌手参赛歌曲。另外，本期节目晋级规则按照所签代言的总金额从高到低依次进行排列，晋级名额为6名。如果出现广告代言金额相同的歌手，将依据网络人气之高低进行2次排名。听到这一系列规则，网友们也都议论纷纷。卧槽，这规则好不公平啊！对啊，那不是谁都愿意挑选名气比较高的歌手吗？这就是现实啊，在资本面前，谁都得低头。感觉廖仁南这次有点悬，不会1个代言都拿不到吧？尼玛，那按照这个竞赛模式，廖仁南资源这么有限，真的很有可能被踢出局了。嘻嘻，各位乡巴佬傻眼了吧？要说高逼格，还得是我坤坤。楼上傻鸟闭嘴！如果坤坤本期夺冠，老子第一个砸电脑。保持中立，全新大乱杀，期待印。第73 10位歌手红毯秀。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何老师总算是介绍完了千万代言环节的规则。他换了一张提示卡，继续主持道：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晋级的10位歌手走红毯登场。依据上期节目结束后网络人气投票的排名顺序，他们分别是：第1位歌手廖仁南先生。随着何老师话音落下，镜头猛地一转，对准歌手席位区。就在这时，廖仁南从正门走了进来，步伐轻松地踏在红毯上，还冲着镜头摆了摆手。他穿着蓝色衬衣和黑色衬裤，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沉稳。在上一期的节目中，他不但拿到当期节目冠军，连随后的网络人气投票也获得了最多的票数，这令他十分的欣慰。廖神！当廖仁南走到红毯正中间，台下有观众高声喊道，直播间里也清一色都是廖神、南哥、廖冠军等弹幕。走到歌手席位，廖仁南再次大方地跟观众们挥了挥手，然后才落座。有请第2位歌手叶旭坤先生。待廖仁南坐下后，何老师卡点播报，被念到名字，叶旭坤不急不慢的插兜从正门进来。他依旧是背带裤配泡面头，不过他这次背带裤颜色偏亮，头发也是一早现染的，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当走到红毯正中间，叶旭坤用左手食指在嘴唇上比划出一个虚的手势，还对着镜头 wink 一下放了个电，然后又把手挪到腰腹部，比划了一个爱心的手势，一套动作如行云流水，惹得现场的女坤粉尖叫连连，都差点缺氧昏过去。而直播间的网友们更是疯狂发着弹幕：啊，我的妈，好帅！叶旭坤，我爱你，我坤最时尚，太他妈帅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网友吐槽：尼玛，哦，操，谁筹资让我没顾虑，我去教他做人，我只是来听廖神唱歌的，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幕？坤坤，你的篮球掉了。叶旭坤走到歌手席位，坐在了第2个座位上，不屑地瞟了廖仁南一眼。自从出道开始，他是一路高光，到哪都是焦点，打榜都是第1。而这一次网络人气投票，他竟然只拿到了第2名，
这让他很是不爽。不过，叶旭坤所在的经纪公司已经跟比亚迪达成协议，内定了这1个亿的广告。他已经开始在想象，当这个消息公布出来，这在场的一众平民歌手，当然也包括身旁的廖仁南，会是何等的震惊和羡慕。想到自己马上就能出一口恶气，叶旭坤的嘴角勾起一抹阴险的笑意。有请第3位歌手花泽吕先生。何老师继续卡点播报。话音落下，花泽吕身穿丁夹克，脚踩牛仔靴，单手插兜走上红毯。他胸前的几圈星状项链和颈部的十字标纹身印记显得非常的有个性。其实这几天花泽吕频繁被苏雪叫出去应酬，他感觉非常的疲惫，身心早就已经透支了。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付出中有回报，他最终获得了广告主的承诺。所以尽管现在很累，当面对镜头的时候，花泽吕还是努力的笑着，因为他知道这样的笑容会让人觉得很稚嫩。果然，花粉们看到这一幕顿时激动不已。花花好帅，帅炸了，哥哥好帅。做花泽吕的歌迷不要太幸福了，宝贝怎么这么憔悴？是最近练歌太辛苦了吗？爱他，粉他，超值的。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网友吐槽，卧槽，什么玩意，尼玛，真理解不了这着装，纯吐了。评论区还一帮叫粉的，长见识了，为什么有种想上台抽他的冲动？楼上的哥们，抽人犯法，淡定啊。花泽吕走完红地毯后，在歌手席第3位坐下，他还对叶旭坤笑了下，不过被无视了。花泽吕撇了撇嘴，拿起一瓶打广告的牛奶，悠哉地喝起来。有请第4位歌手任贤齐先生。任贤齐是白衬衣配黑西裤，打扮得非常的商务，连连对着镜头左右挥手，穿得好正式啊。小齐哥，一身正气，齐哥能够晋级，我已心满意足，冠不冠军无所谓。齐哥，加油，争取搞一个代言。网友们也议论纷纷。有请第5位歌手林志炫先生。林志炫穿着一件格子衬衫，看起来非常的普通。当走到红毯中央，他把后镜框往上推了推，微微摆手跟观众打招呼，真是低调的艺术家啊。林神表情有些拘谨啊，就像走错了片场。他太努力，太热爱，太优秀。网友们都随意发表着自己的看法。随着时间推移，何老师有条不紊的引导着歌手们走红毯。就在这时，带上一位歌手落座，何老师朗声播报道：有请第9位歌手关碧菊女士。伴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关碧菊从正门走进来，她穿着一件抹胸连衣裙，展现出丰腴的好身材，抿嘴微笑着跟观众们打招呼：菊姐，你真的好美。咦，菊姐是不是牙齿矫正了？感觉嘴部变化有点大啊。碧菊，自信点，你是最棒的，期待你的表现。待关碧菊落座后，何老师拿着话筒道：有请最后一位歌手王心凌女士。哗啦啦啦，现场自发响起热烈的掌声。王心凌身穿一身黄色套装，从正门优雅地走了出来。当走到红毯正中间，她踮起一只脚，两手比小星星，露出妩媚的表情，惹得现场的男粉丝们一阵躁动。其中，王心凌今年24岁，出道已经4年了，唱的歌曲大多为催泪情歌。在天籁节目中，她演唱歌曲得分，一直起起伏伏的，徘徊在被淘汰的边缘。不过，一路乘风破浪，她熬到了今天，总算是拨开云雾见月明，所以她还是非常开心的，也十分享受这个舞台。好看的王心凌，催情教主，私下反差好大啊！乖乖小公举，你不要太迷人了，老婆你又皮了。网友们疯狂发弹幕交流着，因为后续剧情需要，新加了2位女性歌手，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突兀。后续千万代言环节全程高能，保证爽翻天，请读者大佬们别错过。第74争取代言又不是靠抢的。就在这时，何老师微微侧身，对着另一个镜头继续主持道：好了，10位歌手都已入座，那下面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广告主，请看大屏幕。只见巨大屏幕一闪，出现几间大的会谈室，里面各坐着数名营销策划师。这些会谈室都是透明的，也是为了方便节目拍摄。而这些营销策划师都穿着职业正装，显得十分的专业和干练。能来这里参加节目的，要么是掌权，要么有实力，都是这些企业中的佼佼者。他们分别是比亚迪集团营测代表、华夏移动营测代表、华为集团营测代表。何老师念着广告主的名字，镜头也各自给了他们特写。因为这个大屏幕是通过网络在线连接的，所以双方都是能够看到对方的实时动态。所以当被念到公司名字时，
这一众银策代表都站了起来，笑容满面的对着镜头打招呼。看到屏幕前这一幕，网友们都发着弹幕，感觉这些营销策划师派头好足，当金主就是有底气啊！华夏移动这几个年纪太大了吧？有2个一看就贴了假发片。噗！宝洁集团这画面好搞笑，装饰粉粉嫩嫩的，只有1个男代表坐在那，求他的心理阴影面积。所以这样一对比就知道，哪家公司压力大了，则思须谨慎啊！难道大伙没注意到，王者农药的营测部居然让电竞美女主播苏大妍来了？这是要捧她出道吗？楼上的兄弟，你搞错目标了吧？一个小网红能跟明星比，提鞋都不配。此刻8家广告主全部介绍完毕，何老师转过身看向10位参赛歌手，朗声宣布道：那么现在请各位歌手做好准备，拿出你们最好的歌曲作品，与自己契合的营测代表商洽吧。哗啦，现场立马热闹起来。原本还端端正正坐着的几位歌手，突然就跟屁股上了弹簧似的，一溜烟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各自朝着自己心仪的广告主会议室走去。而像王心凌、关碧菊这样的女艺人，则是迫不及待的跑了过去。这一幕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噗，都这么激动干嘛？争取广告代言又不是靠抢的。哈哈，催泪教主太搞笑了，跟他的人设反差好大啊。这样一比，还是坤坤和花花稳呐，一看都单手插兜，不紧不慢的，头可断，发型不能乱，血可流，造型不能糗。尼玛，那些吹坤坤、花花稳的，没看到我南哥吗？还淡定坐着没起来呢。没错，正如有的网友所言，廖仁南仍淡定地坐在歌手席位上，因为这些代言广告曲的要求都是提前3天就对外公布了，所以10位歌手都是做了功课的，每位歌手会竞选哪几个代言，也都是提前做了充分的讨论。廖仁南当然也不除外，不过他只在被区上做了功课，根本就没考虑人际关系什么的。至于选择代言的先后顺序，廖仁南坚信这就像做试卷一样，由简到难，从前到后，就肯定是没得错了。但是他首先排除七彩空间的广告，除了觉得一个歌手代言卫生棉广告不太好之外，他对代言费2000万这个数字也有点抵触。另外，伊牛酸酸乳限定广告曲演唱者是女性，廖仁南自然而然也排除，所以他毫不犹豫选择可乐乐公司作为第一个目标。见其他歌手都动身了，廖仁南不急不忙地站起身来，朝着可乐乐会谈室走去。当他来到会谈室，看到叶旭坤、任贤齐和林志炫等也在，一共有5位歌手来竞选。显然他们也是这么考量的。王心凌和关碧菊2人则去了隔壁一牛集团，毕竟这家公司广告区限定女歌手来演唱，相对而言他们都有1/2的胜算，那概率还是相当大的。而花泽吕则是直接去了七彩空间会谈室，谁也不知道他是脚踏实地，还是单纯对这家公司产品感兴趣。此刻可乐乐集团会谈室内，这个公司的几名营销策划师都正襟危坐着，其中一共有5人，为首的是2个中年人，一男一女，男的约莫50岁，名叫严鹏，他外貌长得挺普通的，但留着小胡须、长头发，穿着打扮也非常时尚。女的约莫40岁，名叫黄如晴，她是一头短发，画着精致的妆容，颇有几分知性之美。会议桌前，见自家公司广告代言如此抢手，2位营测主管也是有些受宠若惊。谢谢大家这么捧场，期待有机会跟你们合作。黄如晴赶紧起身，与几人打了个招呼，希望有机会跟贵公司合作。任贤齐连忙说道，林志炫也学着他的话打了个招呼。廖仁南则起身，跟2人眼神交汇了下，一脸平静的道：期待合作。而叶旭坤却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既不说话，也没什么肢体动作，仍旧稳稳地坐在会谈桌前，不知是在耍酷还是在走神。直播间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卧槽，叶旭坤好不礼貌啊！是啊，太拽了，搞不清自己定位吗？这样一比较，还是老艺人有素质啊。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我廖神不也很年轻，涵养高得很，又黑我坤坤，才死你们这些蚂蚁！蚂蚁压黑！简单闲聊了几句，黄如晴也进入正题，道：相信大家也提前了解了我们公司的广告曲要求，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作品符合条件的话，请将歌曲 demo 拿给严总监看一看。黄如晴一边说，一边指了指严鹏。严鹏是公司营测的音乐总监，在音乐方面有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而黄如晴则是公司营测部门中偏商务接洽、谈判方面的。严鹏闻言
对着几人点了下头，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那就先听我的吧。任贤齐率先道。第75。这小鲜肉太飘了。说话间，任贤齐拿出 U 盘，起身递了过去。严鹏笑着接过，插进笔记本卡槽，然后戴上强降噪耳机，并打开音频播放软件。这一套设备是栏目组为这些广告方准备的，专门用来监听歌曲的。当然了，电脑所播的歌曲内容，观众们是听不到的，毕竟这些歌手们拿出来的都是还未发布的原创歌曲，如果没被这家公司选中，那完全可以再投下架。而就算在所有的公司都没中标，那也可以去其他平台上发布，一点都不受影响。此外，这些监听歌曲的人员也都签有保密协议，如果有人故意泄露这些歌，那么无论是其个人还是所属公司，都会受到严格的惩罚。一切准备就绪，严鹏点击播放键，开始听起 demo 来。他眉头紧锁着，神情十分的专注。当进到副歌高潮部分，还微微点头打着拍子。一旁的任贤齐看到这一幕，心中也是一紧，望向严鹏的目光中充满了期待，同时他想从对方的表情中看出一些端倪来。而其他等待的歌手也都是一脸的紧张。之前他们在电视里也看到过天籁的千万代言环节，那时候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很刺激很过瘾而已，但现在身为竞选的当事人，他们却感觉到了一种莫大的压力。几分钟后，严鹏听完整个 demo， 取下了降噪耳机。严老师，你觉得怎么样？任贤齐焦急地问。严鹏眼珠转动了下道，总体来说还不错，但也有一些小瑕疵。任贤齐点点头道，哦，那行，我调整调整，再来竞选。闻言，小齐哥，就是严鹏迟疑了下，才继续说道，实际上你这歌的曲风跟我们想要的广告曲也有一些偏差的。严鹏之所以直言不讳，也是为了不让任贤齐浪费精力，因为任贤齐这首 demo 属于江湖侠客风格，而可可乐乐要求以激情为主旋律，所以两者差距还是太大了，根本不是调整一下的问题。此刻严鹏的这一段话如一盆冰水淋在任贤齐身上。任贤齐愣了下，旋即点了点头，哦，明白了，抱歉啊。严鹏一脸歉意。任贤齐苦笑道，没关系。看到直播镜头前这一幕，网友们也纷纷坐不住了。卧槽，感觉齐哥好失落的样子。肯定失落了，这打击力度无异于高考只得了250分吧。心疼齐哥，不过这就是现实，尼玛选个广告曲而已，要不要这么严格？楼上的嘴炮哥，你这么有能力，你来。这时黄如晴在旁边提醒道，谁还有意愿的，让严总监继续听吧。林志璇见状，把自己 U 盘递了过去，道，听听我这个 demo 吧，看看是不是你们需要的。严鹏起身接过来，没一会就戴着耳机听了起来，眼神有点飘忽不定。几分钟后，他摘下耳机，怎么样，行吗？林志璇满怀期待地问道。严鹏搓着手道，这首歌的质量挺高的，但就是说到这里，严鹏停住了。林志璇将眼镜往上一推，笑着道，严总监尽管点评，没关系的，这也是双向选择，谁都不能强求的。闻言，严鹏点点头，继续说道，就是总体上还行，但还是差了点感觉。那要不这个我待定吧。行啊，我接受。林志璇故作轻松的道。严鹏如释重负地道，谢谢您的理解。没事。林志璇道。看到这一幕，留言区复评，二杀，璇哥这样的艺术家也被刷了，不理解啊，人家是待定好吗？而且选广告区又不是搞艺术，天王都有可能被刷的，感觉严总监求生欲很强啊，说话小心翼翼的，可不是吗？当这件歌关压力挺大的，这么多明星的粉丝看着，那有请下一位歌手吧。黄如晴微笑着说道。不等其他人回答，叶旭坤连忙起身，先听我的吧，我还有急事。说完，他将 U 盘放在桌子上，往严鹏的方向一推，脸上带着一丝高傲。U 盘滑到一半停下了，严鹏只得起身把它够过来，然后插进笔记，蹙眉认真听起来。叶旭坤则坐在椅子上，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死死盯着严鹏，想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端倪。坐在这等了10多分钟，叶旭坤心里早就不爽了，如果不是现场直播，他都想发飙了。3分钟后，歌曲听完，严鹏摘下耳机道，跟林老师的歌一样，质量很高，但是差点感觉。我可以。不是，我觉得你们选主题曲真的有点太抠细节了吧。没等严鹏话说完，叶旭坤直接打断道，
你一直在说感觉，但感觉是什么东西呢？根本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吗？算了，我觉得你们不懂欣赏我的歌，这个代言我不想竞选了。叶老师，你误会了。黄如晴尴尬地笑了笑，连忙解释道，其实严总监没有贬低你哥的意思。对此，叶旭坤不屑一顾，直接起身，自行把 U 盘拔出，离开了会谈室。看到直播间这一幕，坤粉们都不淡定了。坤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卧槽，这演什么总监？品味怎这么差啊？对啊，好作品都欣赏不了，还来这丢人现眼，人肉他，骂死他。也有部分网友持相反的意见。尼玛，叶旭坤这态度太目中无人了吧？要不要这么拽？以为是自己家呢？这娃太飘了，迟早被教做人。看着叶旭坤离开的背影，严鹏无奈地叹了口气。叶旭坤居然拿一首全英文歌来争取在华出售产品的代言，这他敢通过吗？通过了回去不得，被公司高管群殴。而且叶旭坤这歌也不合广告曲要求，单通俗浅显、易记、易唱、易流传这条要求就过不了。严鹏看在叶旭坤是当红明星，对他的点评已经是够保留了，谁知这还惹得他怒气冲冲。只不过歌曲只有严鹏一个人听了，他甚至连诉苦都没地儿。希望大家有事坐下来好好谈。黄如晴笑着打圆场，说道，毕竟选对公司有利的广告曲是我和严总监的本职工作，这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决定的，所以请大家都体谅我们下。闻言，任贤齐、林志璇、廖仁南及其他2位歌手都点了点头。短暂交流后，继续见别歌。接下来，严鹏又听了2位歌手准备的 demo， 他都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会择优挑选。瞟了眼在座的几人，黄如晴笑着说道，那现在就只剩下廖仁南的 demo 没听了吧？是的，这是我的歌曲。廖仁南把 U 盘递了过去，严鹏接过 U 盘，插进笔记本卡槽，然后干搓了把脸，揉了揉耳廓。其实听了这么久的歌，严鹏都感觉耳朵有点麻木了。关键是这些歌都千篇一律，没有什么让他耳目一新的，有的甚至根本不符合广告曲基本要求，这让他挺头疼的。振作了下精神，严鹏点击播放键，开始听廖仁南的歌。刚听到歌曲开头旋律，严鹏腰部一挺，立马坐直了些。而待听到歌词后，他则是眼神猛地一亮。再听到副歌部分，何严鹏惊讶地笑出了声。第76一个小时锁歌，要不要这么卷？这个时候，直播主镜头是完全对准严鹏的，所以严鹏的表情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眼尖的人会注意到，他原本紧锁的双眉此刻已完全舒展开来，并且嘴角浮现出一抹浅浅的笑容，脖子更是有规律的动着，俨然是跟着音乐在打着节拍。看到镜头前这一幕，直播间弹幕也猛增。卧槽，严总监 DNA 动了。是啊，感觉严鹏好享受的表情。那廖仁南这首歌应该很炸啊。尼玛，你们男粉高兴什么呢？也许别人说是很烂呢。楼上的沙雕，如果听到很烂的歌你还笑，那是有多脑残？哇，好吃。我只是一枚普通的吃瓜群众。要知道，直播间的观众虽然听不到歌曲内容，但却能听到几人对话，还能够看到歌手及见歌官们的表情，所以能从这些来做出一些判断。会谈室内，黄如晴刚才一直跟在座的几位歌手客套，此刻看到大家的反应，他才注意到严鹏的异样。而这个时候，严鹏已经听完歌，并摘下了耳机。怎么样，严总监？黄如晴好奇地问道。严鹏点点头，微笑着道，质量很高，主旋律契合度也很高。说完，他在黄如晴耳边轻声道，这首就是我想要的。严鹏的声音不大，但同在一张桌上，对面的任贤齐、林志璇、廖仁南以及另外2名歌手却是听得清清楚楚，几个人的表情瞬间变得很复杂。反观廖仁南，依旧是一脸平静。黄如晴闻言微微一怔，问道，你确定吗？非常确定。严鹏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觉得可以直接宣布了，就是这首歌了，真的非常合适。黄如晴见严鹏一脸喜色，也很是开心。不过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商洽，做事风格属于稳重型，并不会喜形于色。而且他不知严鹏说的确定到底是有多大的程度。考虑到这2点，黄如晴觉得还是得稳妥点，便小声提议道，这才开场40分钟，不如再等一会儿，毕竟是高达3000万的代言，他也不好就此妄下定论。另外他还想等一下其他歌手，比如还未来参选的花泽吕，也许能找到更合适的广告歌曲。严鹏点了点头，凑到黄如晴的耳边道，
那行吧，毕竟官宣广告区等事宜，主要归黄如晴管理，他主要负责挑选歌曲。想到什么？严鹏侧过身，对廖仁南问道：“廖老师，你最擅长的是什么曲风啊？” N 古典、流行、嘻哈、R&B 等，都有涉猎的，完全随性吧。廖仁南笑着回复道。严鹏点点头，赞赏道：“那你是全才啊，什么类型的歌都能写。”不敢当，你褒奖了。廖仁南谦虚道。两人便闲聊起来。看到这一幕，网友们热议，严鹏应该是确定选廖仁南的歌了，看他对廖仁南多欣赏。楼上的是男粉吧？这就开始意淫了，咋变聊天节目了？怎么没人来竞选了？花泽吕快来参选可可乐乐，就差你一个人没投歌了。此刻从各会谈室的分屏可以看到，花泽吕还在7度空间跟几个女人有说有笑着。不知不觉中过去10分钟，林志璇笑着道：“那你们聊会，我去其他几家看看。”好的，林老师您请便，谢谢支持啊。黄如晴连忙客气道：“再聊。”林志璇摆摆手，便出了会谈室。由于20多分钟前，任贤齐知道自己歌曲风格不合适，早就另投别家了，于是会谈室里就只有廖仁南及另外2名歌手了。又过去5分钟，你们聊会吧，我们也去转转。另外2名歌手一起说：“好啊，谢谢你们支持。”黄如晴微笑着道。最后，会谈室里只剩廖仁南一个歌手了。见此，严鹏有些尴尬，朝黄如晴使了个眼色，压低声音道：“还等什么呢？就这一首吧，我相信张董一定也会喜欢这首广告曲的。”他口中的张董，指的就是可可乐乐华夏分公司总负责人。严鹏想了想，又补充道：“这真的是一首很新颖的广告曲，也很符合现在的时尚流行趋势，一定能让我们的产品销量大增。而且这1个小时就签了代言，这得是多大的新闻啊！到时候上个热搜啥的，不也等于是变相打广告吗？比你花个几百万，效果不好多了。”严鹏在黄如晴耳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一副心急如焚的模样。好吧，那就依你的。黄如晴终于被说动了。闻言，严鹏一喜道：“那我操作了。”黄如晴点点头：“操作吧。”严鹏起身，在靠墙的一块电脑液晶屏上先选择廖仁南的名字，然后点击广告曲锁定按键。当当当的一声，一道电子播报音在整个演播厅响起：“恭喜可可乐乐集团锁歌成功，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是廖仁南先生。”一时之间，廖神，廖神，廖神！在场的男粉都兴奋了，并热烈地欢呼起来。正在七彩空间会谈室跟几个女人聊天的花泽吕，此刻是彻底的蒙圈了。他准备稍微再聊一会，就过来可可乐乐投标的。可尼玛，1个小时不到就锁歌了，1个小时啊！要不要这么卷？而且得标者还是廖仁南，卧槽，这对他来说是双重打击。花泽吕都不敢想象，待会要如何面对苏雪，一顿骂肯定是免不了了。其他几位刚刚投过标的歌手，包括任贤齐、林志璇等，则是有些失落。虽然他们已经预知了结果，但还是挺觉得难受的，同时也有些羡慕廖仁南。而现场的几位导师观察员，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等人，都是面面相觑，显得十分的震惊。通过前几期的节目，他们知道廖仁南极其擅长原创，是个很有才华的音乐人。截止到目前为止，写出了《最长的电影》、《夜空中最亮的星》等高质量流行曲。不过，会写流行歌曲的人不一定能够做广告曲，因为这是不同的领域。更何况，廖仁南所写的歌曲都是偏向情歌方面的，而广告曲最讲究利用文化元素，所以他们没觉得廖仁南有什么优势。但现在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此刻，几人都很好奇，廖仁南到底是创作了什么歌？第77广告曲外放，全场欢呼。再说李阡陌，此刻他也是震惊无比，2只白皙的嫩手紧紧攥着，一双美目瞪得滚圆，一脸惊喜交加的模样。因为他很清楚，廖仁南没有提前打关系，这在千万代言环节其实是特别忌讳的。毕竟选择哪首歌是这些荐歌师说了算，如果花点钱能够拿下一个代言，那也是值得的。更何况你不去打关系，而别人会去，那起点就不一样了。因此李阡陌在知道廖仁南根本没做任何小动作时，也是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不过此刻李阡陌是喜出望外，悬起的心也终于放下了。而在这个时候，弹幕也炸开锅。卧槽，
廖仁南第一个锁歌，太牛逼了吧！我廖神果然非同凡响，才过去1个小时，3000万代言就到手了。廖神牛逼，廖神威武，廖神霸气，膜拜廖神！别喊口号了，我只是奇怪，到底是啥歌？与此同时，天籁节目组也挺意外的，尤其是韩尚佑，更是睁大了眼睛，一半喜一半惊。他高兴的是，毕竟广告主锁歌，那就意味着合作达成，这对天籁节目来说，无疑是一种肯定。如此好口碑相传，以后来参加节目的广告主不就越来越多吗？他惊讶的是，1个小时代言就谈成了，这又彻底打破了记录，而且居然又是廖仁南，天才，妥妥的天才啊！赶紧通知何老师要上台主持了。韩尚佑突然想起一件事，通过对讲机提醒道，毕竟刚才的播报是电子触发，后续的主持还是要由主持人来做的。何老师明显有些措手不及，匆忙整了整自己的仪表，然后就直接出镜了，并通过视讯连线会谈室主持道，恭喜可可乐乐代表团找到了中意的广告曲，同时也祝贺廖仁南先生成功拿下3000万的代言。哗啦啦，全场掌声雷动，廖仁南也站起身来，分别与严鹏、黄如晴2位总监一一握手，然后3人也极有默契，一起朝着镜头招了招手。何老师也是一脸笑容，主持道，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稍后节目组会安排两方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另外，按照节目的安排，现有一件事情需要严鹏、黄如晴2位总监做出相关的决定，那就是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是否选择对外播放。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1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需要说明的是，商家选定了广告曲，有的会选择外放，也有的会选择保密。选择保密的商家一般会等到新产品上市时，在发布会上进行播放，进而引发焦点话题。而抖音公司推出这个政策，也是为了吸引广告主尽量在节目中外放广告曲，如此一来，天籁也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演播厅听到何老师所说的话，外放，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连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几人，也是化身为热心观众，跟着兴奋地喊着。一时之间，严鹏、黄如晴2人也陷入了思考。你有什么意见？黄如晴歪着脑袋问严鹏道。严鹏微笑着道，反正我们公司近期没有新品上，那就直接外放呗。毕竟广告曲的本质就是为了宣传，没有必要藏着掖着的，还不如直接把热度给炒起来，到时候热搜第1、第2都是我们的。黄如晴点点头，便对着话筒道，何老师，我们选择外放广告曲。哦耶！黄总监、严总监，好样的！还没等何老师宣布，台下就已经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一些想听这歌的观众更是欢呼起来。黄如晴和严鹏见状也是非常的开心。这时何老师也是一脸笑容，主持道，感谢2位老师选择外放广告曲，那现在请把歌曲传给我们工作人员，稍后将为大家播放这首歌。耶！众人又是一阵欢呼。很快3分钟时间过去，何老师又开口道，歌曲传送完成，现在开始播放，请看大屏幕。一时间全场安静的落针可闻，而正在各会议室里跟剑歌官交流的歌手也都停下了说话，想要听听到底是首什么样的歌打败了他们。各会谈室的企业工作人员也都是跟着想要一饱耳福。就在这个时候，舞台中央的大屏幕忽的一亮，显示出一首歌的信息，歌名找自己，作词廖仁南，作曲廖仁南，编曲廖仁南。网友们见状顿时议论纷纷，卧槽，又都是廖仁南一个人包办的，哈，这一如既往的廖神的风格啊！这个歌名好期待啊，快播！闹什么幺蛾子？由于只是音频，没有 MV 画面，屏幕上只有音符在不停地跳动着，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期待这首歌。几秒过后，音乐响起，耶啦啦啦啦啦啦！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第一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因为廖仁南有饶舌之神技能，他唱快歌不仅能字字清楚，而且还非常有节奏和律动。他唱出来的每个歌词就像被音符载着一般，都上下不停跳动着，直入人心。再加上这首歌节奏非常的强，引得大家都情不自禁想跟着舞动。而这个时候，歌曲第2段
也唱了出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已然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找自己。第78季生活于歌曲之中，激情澎湃的曲调，简单洗脑的歌词，在场的人都下意识的跟着旋律摇晃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听到这个歌就感觉有一股清凉朝着身体冲击而来，一时间所有人都觉得神清气爽。正在此时，旋律骤然加速，进入了高潮。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动听的音乐，就像是飞舞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也像是叮咚的泉水，在山间流淌。有时候，也像是璀璨的星辰，在夜空中闪烁。现场的观众，包括5位观察团的导师，还有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等，都露出享受的神情。可可乐乐会谈室内，严鹏先指了指屏幕上的广告曲要求，然后竖起大拇指，仿佛在告诉大家，这就是真正好的广告曲。黄如晴也跟着音乐摆动着身体，不过她穿着一身的 OL 装，这跟她知性的外形有点不搭。直播间的弹幕在这一刻炸裂，好听，这歌够洗脑的，廖神又出精品啊，可不是吗？像一盆冰水浇在身上，透心凉啊。尼玛，我上班偷偷看节目，被带的手舞足蹈起来，现在老板正看着我，我应该咋办？在线求解，廖神牛逼 Plus。 其实廖仁南选择的这首找自己原本也是某款汽水饮料的广告曲目，而可可乐乐的这款雪达产品同样也是碳酸类的饮料，所以他觉得十分贴合，毫不犹豫便选了这首歌。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知不觉之中，歌曲也进入循环，挤在公车里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去逃避。和第一遍的演唱相比，这一遍要更加有激情。单是听着旋律和歌声，听众们就能感觉到歌手肯定是挎着吉他边唱边跳狂欢着，而情绪是会传染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畅爽。伴随着这样的情绪，歌曲后半部分开始。躲在我的屋檐下面哦，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哦，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伴随着旋律放缓，歌曲也进入尾声。有些人似乎还没有听够，和同伴一起哼着曲调，直到音乐完全停了，几位观察团导师才落座，并开始商议起来。有人喜欢，有人讨厌。正在其他会谈室投标的叶旭坤听到这首歌时，全程都是懵逼的状态，一直到歌曲结束，他都在质疑，都在鄙视。一场大雨，一棵大树，一口苹果，挤在公车上班下班，滴滴答答。尼玛，这些是歌词吗？怎么这么土？这么小儿科的歌就能够拿到代言？什么鬼？他心里很是不爽。而正在七彩空间会谈室的花泽吕，此刻则是对着几名美女员工做出张开双臂两手摊开的动作。What？ 这么一首垃圾歌就特么拿到代言了？花泽吕顿时有一种痛失3000万的感觉。如果早点过去参选的话，那拿到代言的肯定是他了。想到此，花泽吕看向苏雪，果然后者正一脸恶狠狠的表情看着他。花泽吕觉得完了，今天应该不止一顿骂了，应该是被一顿痛骂吧。歌曲放完，何老师再次现身，主持道：感谢廖仁南先生，也感谢可可乐乐集团为我们带来原创广告曲找自己。那下面有请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首歌曲。镜头转向观察团，好听，真的贼好听。那英操着东北口音道，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旋律很简单，词也很简单，但就是觉得好听。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反正我个人是挺喜欢的。呵呵，何老师笑着点点头，我们懂。他又转向刘焕，问道：那刘老师有什么看法？刘焕拖着下巴笑着道：这首歌是 R&B 的音乐风格，主旋律就是几个和弦往复，但简单的往往是很高级的。另外，我觉得廖仁南的嗓音也有加分，清亮、透彻、干净、纯粹，跟歌的主旋十分贴合，挺完美的一首作品。哗啦啦啦，全场掌声雷动。
谢谢刘焕老师的点评。何老师转向林夕，继续主持道：那不知道林老师有什么意见要说的？闻言，林夕拿起一张歌谱，在众人面前展示一下，道：这是我刚刚拿到的这首广告曲的歌词。有的人可能对歌曲的创作背景不了解，不懂这首歌要表达什么，那么我们就细细的分析一下。歌词第一段讲了一个离奇的梦，第二段讲了现实的一些无奈。正是因为这些无奈，于是作者想要回去找那个美丽梦里的自己。此言一出，观众们恍然大悟，纷纷点头。林夕停顿缓口气，继续道：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这样的温度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相当高了，但在撒哈拉沙漠并不是最高的温度。廖仁南通过一场梦寻找自己，然后再描述自己现实中的一天的生活，最后提到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以此来探索自己现实的生活，这是具有批判讽刺意味的，背后蕴含的东西太多了，绝没有字面上那么简单。这就是既生活于歌曲之中，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林夕说完，将曲谱放在一旁，朝廖仁南比了个大拇指。哗啦啦啦啦，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第79，华夏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闻言，谢谢林老师褒奖。廖仁南恭敬的道。林夕也站了起来，对着廖仁南招了下手，算是一个简单的致意。那李阡陌导师呢？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何老师继续主持道。镜头转向李阡陌，李阡陌美眸一眨，拿起话筒道：前面几位导师说的都很好，那我再给大家讲一点吧。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歌的立意，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手法表达出自己的生活态度，就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面对突然的成功或者铺天盖地的压力，都容易迷失了自己。而这个时候，我们要时刻告诉自己，不能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忘记自己，要找自己，找到真正的自己，不放弃梦想。听到这话，找到真正的自己，这句话说的太好了。何老师微微一笑，继续主持道：好的，谢谢5位导师的解析。同时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请可乐乐银策团到后场休息，也请廖仁南继续投标，争取再多拿些代言。闻言，廖仁南又与严鹏、黄如晴一一握手致意，这才告辞离去。严鹏和黄如晴等人也都来到舞台侧边，想要接着看一看热闹。走出会议室，廖仁南便来到农夫集团这边，由低到高，从易到难，就是他的投标顺序。但还没等他走进农夫集团的会谈室，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骚动。只听见叶旭坤高傲地道：你给我的这首歌标出这么多问题，那你知道我这个发不出去在华夏乐坛能够有多火吗？听到这话，挂着汪杰胸牌的男子开口道：能够火爆一时的歌曲，也不能够代表这首歌没糟点。他能火，只是因为他够解压，够直接，够简单，给无数的普通人一个宣泄解压的点。更不要说是做了完整的歌曲，配上了舞美，跑了通告，加上宣发，能火也是非常正常的。两人剑拔弩张，气氛顿时有些尴尬，周围的人更是一脸懵逼，廖仁南也是一脸诧异，这年头都这么刚的吗？这可是实况直播啊！需要说明的是，汪杰是港都乐坛的一位歌手，曾经红遍大江南北，却在最红的时候被人下毒毒坏了嗓子，导致他再也无法唱歌。之后汪杰就淡出了娱圈，做起幕后音乐制作人，并且开始崭露头角。而现在被农夫集团赏识，请过来当见歌官。而两人吵起来的原因是，叶旭坤把原先在可乐乐投的广告曲原封不动地拿到了农夫集团这边，这是拇指娱乐团队的战略。毕竟两家企业，一个是生产汽水，另一个是生产纯净水，他们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他们决定采取一稿两投的方法，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省时省力。更何况他们觉得这两家代言费只有3000万和5000万，比起比亚迪的1个亿代言还是有点差距的，所以他们只计划随便拿其中一个代言就行。可是当汪杰见听叶旭坤 demo 时，忍不住提了几个小建议。叶旭坤好歹也是一位拥有上亿粉丝的顶流，被一个过气艺人指手画脚，他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开对了起来。而汪杰是个钢铁直男，说话也是直来直去，于是便演变成了现在这一幕。此刻听到汪杰的话，叶旭坤也是快气炸了。呵呵，叶旭坤冷笑一声，嘲讽道：你说捧火一首歌很容易，那你来火一个试试。汪杰摇摇头，无语地道：我能不能做到这个都无所谓，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的身份是见歌官，
你拿一首纯英文歌来，竞选农夫集团的广告曲，这个是绝对通过不了的。叶旭坤趾高气扬的道：英文歌怎么了？你敢歧视英文吗？现在可是全球国际化的时代，居然还有你这么老土的人。汪杰丝毫不惧，沉声道：老不老土无所谓，反正只要有我在，你这 demo 就过不了。这时旁边一位挂着刘斌胸牌的男人急忙说道：别，大家消消气，都是为了工作。说完他又扭头看向汪杰道：老汪，你也注意下言辞，这是现场直播呢，喝晚了我不奉陪了。叶旭坤冷笑一声道：又不是只有你这一家广告主，人家的剑歌官比你们有眼光多了。丢下这句话，叶旭坤愤恨地走出了会谈室。叶旭坤出来的时候，正面迎上廖仁南，险些一头撞在一起，幸亏廖仁南反应够快，及时躲了过去。当看到这一幕，坤粉不乐意了：卧槽，怎么都特么针对我家坤坤？是嫉妒吗？这个汪杰就是倚老卖老，刷存在感，还刷到我坤坤面前了。是啊，英文歌多 fashion， 真的老古董。坤坤别生气，拿下比亚迪代言，打他们的脸。大部分的网友持反对的意见。当年汪杰爆火的时候，叶旭坤还不知道在哪里玩泥巴呢。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就因为汪杰不如以前火了，就得受这种奇耻大辱吗？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简直是有些病态了。只能说，华夏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杰哥好样的，刚死这些个伪娘！叶旭坤越来越飘了，走路都不看人了，差点把廖仁南撞倒。顿了顿，汪杰诉苦道：我今天这个年纪，以我的资历，我去说一下晚辈，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我说话直，但只是针对音乐，又没有人身攻击，还让我注意说辞，又不是搞语言艺术的。实在不行，你们另请他人吧。别，还得麻烦你。刘斌连忙道：这可是花重金请过来的老师，反正都已经得罪叶旭坤了，可不能再把这个也惹了，那就一点好处都没落着了。那好吧。汪杰看向其他歌手，朗声道：如果你们能接受我这个剑曲风格，那就来试试吧。第80像拿鞭炮炸露天旱厕。刹那间，汪杰的这句话可谓把在座的几位歌手都给问麻了。不过在荆棘丛生的娱乐圈，从来都是不缺头铁的人。任贤齐把 U 盘递过去，道：汪老师，先听听我的 demo 吧。汪杰微笑一下接过，装载好后便听起来。听了2分钟后，便摘下耳机道：任老师，你的这首歌曲风格太沉着了点，跟我们要的主旋律不符。其实我有尝试着在你歌曲中间找，看有没有匹配的片段，但是很抱歉，没事。任贤齐点点头，苦笑一声道：都被拒习惯了。闻言，汪杰讪笑了声，其他几人也都笑了。汪老师，听听我的吧，看能不能符合。一名歌手把 demo 递了过去，汪杰点点头接过，弄好后听起来。才听了1分钟，他便摘下耳机道：你的歌曲前面加了一段铃声，可能是为了标新立异，但是作为打工人，听到这个铃声实在太吓人了，就像睡觉睡得正沉的时候，突然听到闹钟响起一样。大多数人对于这2个铃声肯定是有 PTSD 的。应激过后是一大段打电话的旁白 OS， 这个旁白的内容是关于一个说唱艺人参加节目的过程中，被经纪人和导演催稿、催歌、催排练的烦恼。那这个主题离普通人实在太远了，代入感很弱，所以很抱歉了。汪杰边说边比划了一下手势，以便让在场的歌手都能听明白。这名歌手闻言勉强挤出一丝笑，道：明白了，多谢汪老师指点。汪杰微微颔首。看到直播间这一幕，网友们热议纷纷。卧槽，3杀了，牛逼！感觉汪杰不知道尺度，太毒舌了吧？楼上的星姐才叫毒舌，汪杰顶多算严格。确实是，汪杰的点评都很专业，又不是胡乱瞎说的。哈哈，有请下一位头铁的。就在这时，花泽吕走进会谈室，也不管还在排队等着的廖仁南和林志璇，径直把 U 盘递给汪杰道：杰哥，听听我的 demo 吧。汪杰面无表情接过，装载好后便听起来。期间，花泽吕露出牙齿笑着，显然对自己作品很有信心。1分钟后，见汪杰还在听，花泽吕看了眼刚才那个汪杰听了1分钟的歌手，脑袋里冒出菜逼2个字。2分钟后，见汪杰还在听，花泽吕瞥了眼廖仁南，之前可乐乐的代言，就是他没有注意到，居然被廖仁南给捡漏了，这次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3分钟后，汪杰终于听完，
摘下了耳机道：“实在是太可惜了。”听到这话，花泽吕眼神猛地一亮，开始脑补：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作品，现在才拿过来吗？哈哈，老子果然是最牛的，高光时刻呀！不过，花泽吕提醒自己，尽量要保持低调点，不能像叶旭坤那个傻鸟一样无脑高调。于是，花泽吕笑眯眯的道：“杰哥尽管点评，我是你的粉丝，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汪杰点点头，叹了口气道：“实在是太可惜了，你这首歌的立意挺好，但也许是用力过猛，最后成了一滩稀烂。”花泽吕闻言，整个人都懵了，这打开方式不对啊，不是要捧的吗？怎么开始踩了？他有一种从天上摔到地下的感觉，而汪杰没有要停下的意思，继续道：“比如这歌的 flow 真的太简单了点，显得非常的小儿科，歌曲厚重感完全没有。”听到这一句，花泽吕脸都绿了。汪杰根本没注意他的表情，还在继续道：“还有这歌整个氛围营造的，确实是非常的炫酷炸裂，但这种炸裂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小时候拿鞭炮去炸那个露天旱厕，整个一大坨都爆裂开来，漫天飞翔的那种炸裂。我感觉这个就像赶集的时候，各个摊位都会把面前的喇叭音量调到最大，放 DJ 舞曲一样，这只是为了招揽客户，而不是去欣赏这歌曲里面的内容。所以说，从抓住听众的耳朵这个角度来说，这歌 hook 是成功的，但除了炸裂之外，值得鉴赏的东西还是比较有限的。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艺术造诣还不够高，解读不出来其他的艺术细胞。抱歉。”汪杰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大堆，最终还是说道：“听到这2个字，花泽吕脸彻底变成了黑炭色。他瞪了汪杰一眼，拿过自己的 demo， 愤恨的冲出了会谈室。看到这一幕后，花粉坐不住了，心痛哗哗，我要哭了。这尼玛分明是故意压花花，为了炒作吧？太他妈可恨了，居然这样贬低花花，大家一起骂死他！天籁节目组是怎么搞的？请来这么一个垃圾的评委，楼上沙雕吗？汪杰又不是天籁请来的，他是农夫集团的剑歌官。花花别气馁，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与此同时，噗嗤，有歌手早就忍不住了，但这才敢笑出声来。直播间网友也都乐坏了，哈，拿鞭炮去炸那个露天旱厕，这比喻好贴切啊！噗，求花泽吕的心理阴影面积，这花泽吕和叶旭坤就是天籁的河豚2人组啊！嘎嘎嘎嘎，感觉刚才这一幕是我今日份最快乐的事了。继续，有请下一位头铁的。紧接着，老汪，这是我的。林志轩将 demo 递给他，汪杰接过，笑着道：“林老师，你也做好心理准备。”林志轩点了点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汪杰便认真听起来。足足过了3分钟，等歌曲结束，汪杰才开口道：“不错，这是到目前为止最符合我们要求的主旋律了。”林志轩闻言，顿时松了口气，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旁边的几名歌手看向他的目光都充满了羡慕，廖仁南也对他投以欣赏的目光。直播间聊天弹幕也在这一刻复评：“卧槽，汪杰难得这么好的语气，看来这个代言应该是林志炫拿了5000万啊！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关键时刻还是稳住了。不一定吧，廖仁南还没投标呢。”就在这时，不过还是有几个问题要讲一讲的。汪杰猛不丁地道。第81，人家在车里，他们在车底。闻言，林志炫刚扬起的笑容瞬间就止住了。汪杰摸着下巴道：“你这首歌的混音编曲部分，我觉得衔接的有点生硬。另外就是在结尾部分你选择煽情，我觉得可以煽情到底，这样就到了另一个境界。”汪杰提出不足和建议，林志炫却陷入了沉思。林志炫思索一番后，点点头道：“你这2点提得很好，是我没考虑到。”见状，汪杰道：“那这首歌我就先待定吧。”行，林志炫坦然道。到现在为止，汪杰松口，给出待定的广告曲就只有林志炫的，而王心凌、关闭局2位女歌手还在一牛集团会谈室争取代言，丝毫没有要过来投标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只剩廖仁南一个未投标了，那也代表着有50%的胜算，这是一个很高的概率。与此同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廖仁南身上，直播间的网友们都热烈地讨论着：“卧槽，你们觉得廖仁南会不会也被杀呀？”这个还真说不好，毕竟汪杰这么毒舌，哈哈，真是好搞笑，我都有点想粉汪杰了，这才是纯粹的音乐人。楼上的
你搞错了主角吧？我廖仁南才是主角，期待廖仁南表现。这个时候，廖仁南走到汪杰旁边，拿出 U 盘连接好，道：汪老师，这是我的 demo， 劳烦你听一下。见到廖仁南如此，汪杰微笑着点点头，毕竟谦逊有礼的人，谁都是会喜欢的。于是，汪杰戴上耳机，开始听了起来。1分钟过去，2分钟过去，3分钟过去，汪杰始终都是同一个表情。要知道，先前汪杰监听几位歌手的 demo， 要么是皱着眉头，要么是脸上充满纠结，要么是微微摆动打节拍，但此刻，汪杰彻底变成了没有表情。一时之间，大家也都懵了。杰神！有观众大声喊起来，直播间弹幕也猛增。汪杰咋是面无表情？至少笑或者怒一下，给个反馈啊！哈哈，这明显是不爽。男粉们等着吧，准备接受暴风骤雨。尼玛，楼上是坤坤的粉丝吗？这就过来黑了。廖神坚挺。足足第4分钟后，汪杰才摘下耳机，主镜头对准汪杰，给了他最大特写。节目制作人知道，大家都等着他开口。那个汪杰刚想说话，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现场所有人更加揪心了起来，在座的几位观察团导师也都纷纷站了起来，想要看个究竟。就连天籁节目组的制作人，此刻也都是面色凝重，死死地盯着摄像机和大屏幕。毕竟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相比之下，廖仁南却是一脸的淡然，没有丝毫的慌乱。这时，同为银测官的刘斌有些等不及了，问道：汪老师，这歌是怎么回事？可以。汪杰闻言，面色平静地道：哦。刘斌点了点头，那就是跟林志玄老师一样，先判定为待选，然后两者中择一。不是。汪杰摇摇头，讪笑一声道：和我说的话有这么难懂吗？有点。刘斌撇嘴，点头道：汪老师，你能多说几句吗？其实他内心想说的是，你不是挺会毒舌的吗？怎么话突然变这么少了？行。汪杰朗声道：我的意思是，廖仁南的这首歌，在曲谱、编曲、节奏、立意、衔接等方面都很好，我们的广告曲就定这首歌了。哗啦，一瞬间，全场沸腾了。会谈室内的几位歌手也是目瞪口呆，看向廖仁南的目光充满了敬佩。就连林志玄，刚才还被众人夸奖，此刻也瞬间觉得自己不香了，反而有些羡慕地看向廖仁南。观测团的导师们，一个个也都激动万分，仿佛要得标的就是他们自己。而节目组的所有人，包括总监制韩尚佑在内，都是一脸激动。如果廖仁南再拿下一个代言，那就真是的史无前例了。廖仁南要火了，天籁之音也要彻底火了。直播间弹幕也猛增。卧槽，廖仁南又拿到代言了，才3个小时拿下2个代言，要不要这样牛逼？看来音乐人都是惺惺相惜。你们都说汪杰毒舌，看他对廖仁南多温柔，所以廖神牛逼 plus， 你们瞎逼逼什么？都还没锁歌呢。那就这样，确定了吗？刘斌问道。实在是太突然了，他有点缓不过神来。听到这话，汪杰把歌曲进度条拉回，提醒道：你们都把耳机戴上，自己听听这首歌，包括后期广告、画面制作什么的，反正廖仁南也在这里，可以试着合一合。闻言，几人点头，都戴上耳机听起来。几分钟后，几人都放下耳机。广告曲剪辑员道：副歌很适合润色，没有问题。后期制作员道：廖仁南形象很眼光，应该很上镜。几人一一都说好。见状，刘斌道：那我去锁歌了。当然了，还有什么好等的？汪杰道。刘斌起身，在靠墙的一块电脑液晶屏上，先选择廖仁南的名字，然后点击广告曲锁定按键。当当当的一声，一道电子播报音在整个演播厅响起。恭喜农夫集团锁歌成功，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是廖仁南先生。一时之间，廖神梅开2度，在场的男粉都兴奋了，并热烈地欢呼起来。正在一牛集团会谈室跟几人谈判的王心凌和关碧菊，此刻也是彻底的蒙圈了。农夫集团的代言又被拿下了，而且又是廖仁南，这可是5000万的代言啊！这帅哥是开挂了吗？拿代言跟闹着玩似的。原本他们准备稍微再聊一会，就过来农夫集团投标的，看来这一趟免了。而其他几位刚刚投过标的歌手，包括任贤齐、林志玄等，都是面面相觑，苦笑着：好家伙，又成了陪衬。我们也是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星啊！
怎么到廖仁南面前就成为了差生，显得这么憋屈呢？至于叶旭坤和花泽吕，两人心里更是极度不爽。人家拿代言，他们俩挨批，这是人家在车里，他们在车底啊。不过还好，两人都有最后的砝码，一个是比亚迪，另一个是华夏移动。苟着吧，这些屈辱，到时一并还给廖仁南。第82，纯粹的音乐人。在这一刻，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等，也都化身为看热闹的观众，站起来为廖仁南鼓掌。至于李千墨，他那双白皙鲜嫩的双手都拍红了。廖仁南又拿到一个代言，这简直比他自己拿到一个代言都还要让他高兴。与此同时，何老师通过视讯连线会谈室主持道：“恭喜农夫集团代表找到了中意的广告曲，同时也祝贺廖仁南先生成功拿下5000万的代言，目前累计获得8000万的代言。”哗啦啦，全场掌声雷动。廖仁南也站起身来，分别与汪杰和刘斌两人一一握手。而在两人握手之时，向来不苟言笑的汪杰却是看向了廖仁南，面带喜色地道：“年轻人，前途无量啊！”过奖了，廖仁南谦虚的道：“谢谢。”这一幕让台下两人的粉丝们发出了一片尖叫声，然后三人也极有默契，一起朝着镜头招了招手。何老师同样面带微笑，主持道：“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稍后节目组会安排两方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另外，需要询问汪杰、刘斌两位剑歌官，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是否选择对外播放？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1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演播厅听到何老师所说的话，外放，观众们齐齐叫道，观察团的几位导师也都激动的大叫起来，甚至连天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都举拳高呼着。一时之间，刘斌看了一眼汪杰，示意他拿主意，毕竟这一次的广告曲荐选决策权已经交给两人了，只要两个人商量好，其他的都好说。汪杰沉吟片刻，一挥手道：“外放吧，廖仁南的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让大伙都听听，开心一下吧。”闻言，何老师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宣布道：“感谢两位老师选择外放广告曲，那现在请把歌曲传给我们工作人员，稍后将为大家播放这首歌。”等等，我有个提议。镜头前的汪杰忽然插话道：“如果直接放 demo， 体现不了这首歌的质感，不如我们干脆现场来。”哗啦，汪杰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哗然，毕竟这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节目组当然不会反对，就是看廖仁南觉得怎样。何老师看了一眼廖仁南，微笑着说道。与此同时，众人的视线齐刷刷地朝廖仁南望去，汪杰也是目光灼灼的看向身旁的廖仁南。没问题。廖仁南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其实廖仁南能体会，作为一名纯粹的音乐人，那种对音乐品质的热烈追求，如果只是因为怕麻烦就让他们放弃音乐品质的话，将就了事，那无异于抹杀他们的艺术生命。耶，廖仁南好样的！观众席上立刻爆发出一片喝彩声。那这样吧，汪杰看着廖仁南，欣慰的道：“你唱歌，我帮你配吉他。”那就太好了。廖仁南微笑着说，然后又看向镜头道：“何老师，我也有一点要求，我想跟剪辑组沟通一下，做点背景画什么的，这要不了多少时间，但能让观众代入感好些。既然已经决定要做，廖仁南自然是要尽力而为，相信这也会为自己带来更多辉煌值。”当然没问题。何老师微笑道：“还要谢谢你的体贴，为我们的观众着想。”汪杰也是向廖仁南投去赞赏的目光。哪里，大家能喜欢我的歌，是我的荣幸。廖仁南一脸谦逊的道。哗啦啦，顿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直播间的弹幕也是疯狂滚动。佩服汪杰和廖仁南这样的歌手，才是真正的音乐人。感觉汪杰很欣赏廖仁南啊，对他说话都不同寻常的温柔，可不是吗？其实这就像上学的时候，老师看到那些成绩好的学生，眼睛都会发光一样。卧槽，汪杰和廖仁南要同台合作了，相信一定很炸，赶紧的，期待in。不多时，何老师开口宣布道：“谢谢大家的等待，下面请掌声欢迎廖仁南为我们带来农夫集团广告曲。”哗啦啦，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此同时，舞台中央大屏幕亮起，显示出歌曲信息：歌名《爱的就是你》，作词廖任南，作曲廖任南，编曲廖任南。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一个动态的画面，
在一片金黄色海滩上，摆着一架黑色的钢琴，旁边是高大的椰子树，远处有蔚蓝的海浪。下一秒，镁光灯打在廖任南身上，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衣，露出阳光般的灿烂笑容，就像完全融入身后的画面般。看到这一幕，网友们炸锅：廖任南好帅啊，廖神太阳光了吧，感觉就是个大男孩。苏雪真是瞎了眼了，这么优秀的男人都放弃了。集美们，我想恋爱了。几秒钟过后，吉他声响起，正是汪杰弹奏出来的。他的表情轻松又自然，而舞台中央的廖任南脑海中响起一道声音：叮！情歌之神技能触发，情歌之神拥有此技能，宿主唱歌娓娓道来，注入心底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抹磁性魅力，让人听了耳朵都会怀孕。待汪杰前奏弹放，廖任南也唱出声：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开头就是一小段副歌，立马抓住听众们的耳朵。3个节拍过后，汪杰拨动琴弦频率变缓，旋律也慢了下来。廖任南深情地唱着：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第83歌能写出这种感觉，真的太高级了。演播厅内，廖任南的歌声是那样的甘甜，就像一股泉水，叮咚叮咚流淌滋润着大家的心田。他那深情投入的演唱，让人听得如临其境，有一种动彻心扉的享受。大家在视觉被抚慰的同时，听觉也得到了极大的舒缓，这简直就是双重盛宴。而伴随着旋律的上扬，歌曲进入到副歌部分，廖任南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润。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做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直白的歌词，简单的旋律，然而从廖任南的口中唱出，却是变得那么的与众不同，将爱一个人的深入骨髓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曲不仅旋律优美动听，还似乎散发着甜蜜的爱情味道，让人不得不爱。一时之间，全场的所有观众，尤其是女歌迷，全都露出了陶醉的表情。这白色衬衫，干净的发型，海边、沙滩、椰子树，还有阳光大男孩，这不就是初恋的感觉吗？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等，也都跟着歌声左右摇摆着。如果再给他们一人发个荧光棒，那他们就跟普通观众无区别了，俨然成了廖任南的铁杆歌迷。其中李千墨最为特别，他的俏脸红扑扑的，双眼亮晶晶的盯着台上的廖任南。这是廖任南自出道以来唱的第一首甜蜜型情歌。他觉得廖任南在唱情歌时，歌声有一抹神奇的魅力，让人听了就像会被卷进他的漩涡一样。当然了，李千墨知道自己早就陷入了他的漩涡。此外，天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们，但凡是不需要时刻保持紧绷状态的，也都一边做事一边偷偷听着廖任南的歌，实在是太好听了，一个节拍都不容错过。直播间的聊天区也在这一刻复评，唱功好棒，好清新的歌词，好优美动听的旋律。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干净，廖任南的声音唱情歌好浪漫。有些人最可悲的是，这辈子都没有遇到一个可以用命去爱的人，不停地放纵自己，伤了自己，伤了别人。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然后狠狠的捂脸笑 JPG， 滴滴滴，楼上的银财，你的尾巴掉出来了。与此同时，歌曲进入到循环部分，廖任南声音变得更加动情。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听到这里，所有人都听懂了这首歌的含义。歌词字里行间透露着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到失去才后悔，要大胆、热烈、直白的把爱情送给唯一爱的那个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爱人心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爱情面前，遇到困难和挫折都不是事，只要有爱人的陪伴、温柔的呵护，以及内心里真心为对方付出的坚定，就一定能够享受爱的幸福。趁着歌曲间隙，廖任南走到汪杰身旁，朝着他挥了挥手，想着跟他有一些互动。汪杰也非常热情的回应，还顺势秀了一波吉他技能。两人的这一波精彩表演，惹得台下粉丝惊叫连连。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就是你，耶！唯一爱的就是你。伴随着旋律淡出，歌曲也进入尾声。有些人似乎还没有听够，仍旧挥手跟着摆动着身体，直到音乐完全停住了。现场的所有人，包括参赛的歌手、几位观察团导师，还有工作人员等，都自发地鼓起掌来。而一向跟廖仁南唱反调、喜欢叫嚣的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人，此刻却是也不蹦跶了，安静地缩在某个角落，显然是被这首歌的逼格所震撼到。歌曲演唱完，廖仁南也邀请汪杰一起朝台下鞠躬致意，这让现场的粉丝们更加激动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喊得满脸通红，一副精疲力竭，随时都会倒下的模样。何老师再次现身，主持道：“感谢廖仁南和汪杰先生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舞台。那下面有请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首歌曲。”镜头转向观察团，呵呵，那鹰脸红红的，害羞的笑了声。他边用手给自己扇风，边舒了口气，点评道：“这样说吧，如果我现在18岁，我也想要追求廖仁南。”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那英还不自觉地看了眼李千墨。观众们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廖仁南、李千墨在一起，有人跟着嚷叫着起哄。这除了让李千墨慌乱外，何老师也有点慌，连忙装作没听见道：“看来那英老师真的很喜欢这首歌，那不知道刘焕老师又有怎样的评价呢？”镜头对准刘焕，刘焕想了想，道：“我觉得农夫集团选这首歌作为广告曲真的非常合适。廖仁南的形象非常阳光清爽，跟农夫集团的山泉水十分贴合，而且廖仁南的声音和这首歌的曲调很配，我甚至都体会到了喝纯净水的那种清澈感，令人心旷神怡。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歌曲能够写出这种感觉，真的是太高级了。”说完，刘焕对着台上的廖仁南做出双手合十膜拜的神情。第84，这明显是陷入爱河了。轰隆隆，全场掌声雷动。点评的好，台下有人高呼，其他人也都齐声附和。好，很显然，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而刘焕老师不愧为专业人士，一下就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主镜头对准廖仁南，他也是微微鞠躬，对刘焕点评表达感谢。那不知王子宋导师有什么要说的吗？何老师继续主持着，摄像也给了王子宋特写。王子宋拿起话筒道：“我觉得廖仁南的嗓音条件特别好，如果非要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清澈、通透、光泽、飘渺，无可挑剔吧。”哗啦啦啦，全场再次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王老师的这几个词形容的真的太好了。何老师笑着称赞，继续主持道：“那林夕老师呢？您有什么看法？”镜头挪到林夕身上，林夕沉吟一下，道：“大家都知道，这首歌里有很多肉麻的句子，比如有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你就是我的唯一，我真的爱的就是你等这几句，可以说是告白的金句。这种歌词写出来不难，但是我们却都不敢写，因为没有人能够驾驭这些词，唱得不好会适得其反，显得很油腻。但廖仁南却表现得恰到好处，这个应该就是他的厉害之吧。谢谢。”廖仁南颔首示意。看样子林老师对廖仁南的歌词也是情有独钟啊。何老感慨一声，笑着说道：“那最后就是李千墨导师了，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这个时候直播剪辑师也是非常调皮，分别给了李千墨和廖仁南特别，然后将画面拼接在一起，所以两人也算是间接同框了。同时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人的表情对比，只见李千墨脸上长起了一层红晕，一双水眸眨了眨，深深地吞了一口气，还很害羞地对着镜头一笑。这些小细节都被特写镜头放大到了极致，而廖仁南却是一脸的平静。待看到这一幕，弹幕直接负评：“同学们，千墨姐姐这是紧张了吗？芭比 Q 了。”李千墨这明显是陷入爱河的表情。呜，我的女神，感觉要失去你了。廖仁南，好好对我的女神，不然唯你是问。楼上的沙雕，又厚脸皮刷存在感，好登对，在一起。顿了顿，李千墨由衷地说道：“真的很好听，歌词也很有诚意，相信写出了很多人心中在恋爱时的那种感觉吧。”听到这话，是的，台下观众纷纷附和，何先生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然后继续主持道：“好的，谢谢五位导师的解析，同时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请农夫集团银测团到后场休息，也请廖仁南继续投标，争取再多拿些代言。由于汪杰、刘斌还有其他的事，所以准备直接退场了。”
汪杰心中一动，向廖仁南伸出了手。那拍摄广告时，我们再见了。好的，廖仁南微笑着与对方握手。谢谢汪老师的特别关照。太客气了，汪杰眉头微蹙道。呵呵，两人都笑了。几人的这一番互动，又是惹得观众们一阵惊叫。不知不觉，就到了午餐时间。节目组非常人性化，给大家准备了食物。其中，广告主代表安排在一个餐厅，歌手们安排在另一个餐厅，这也是为了避嫌。而虽然说，节目组给每个人都准备了午餐，但有的明星艺人及他们的经纪人或助理等，都会另外给准备丰盛的食物。毕竟，大部分的明星是讲究排场的，比如叶旭坤和他的经纪人团队已经开始大吃大喝起来，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比如澳洲大虾、深海鲍鱼、剑鱼、鱼翅等，满满当当摆了一桌，甚至连黑桃 A 和金箔圣代都安排上了。几人用高脚杯喝着酒，显得特别的高雅。花泽吕也不差，上午一个代言都没拿到。苏雪当然免不了骂他一顿，但是面子上苏雪还是顾及的，所以给花泽吕准备了丰盛的食物。一群人边吃菜边喝酒，看起来十分的高调。其他的参赛歌手虽然也打了食堂的饭菜，但大部分人都没怎么动，都是自己经纪人或助理。另外准备了可口的美食，唯独只廖仁南什么都没准备。事实上，曹金明有提议要来为他助阵，但都被廖仁南给严词拒绝了。毕竟工作室才刚刚起步，廖仁南叮嘱他要时刻盯着。至于廖仁南这边，反正也是现场直播，到哪都能够看到的。至于吃饭的话，只是一顿中餐罢了。廖仁南也没有什么讲究，直接在食堂打了一份菜，一个人独桌吃了起来。他自己觉得没什么，但在别人看来却是另一种意味。叶旭坤摇摇红酒，跟贵妇碰杯，瞥了廖仁南一眼，心里暗道：呵，会写歌又怎么样，还不是个土鳖。叶旭坤和苏雪齐齐给了廖仁南一个大大的白眼，一脸的鄙视。就这还能当时尚明星，真掉价。就在这时，廖老师，你自己没另外带菜吗？李千墨笑着道，他手中提着一个餐盒。自从上次聚餐后，李千墨现在跟廖仁南讲话随和了不少。没有。廖仁南点点头道，我什么都可以吃的。哦，李千墨眨了眨水眸道，我带了菜，你吃一点吧，我也吃不完。李千墨一边说着，一边从食盒里拿出一碟碟菜来，都是一小份一小份的，用很精致的盘子装着，这些都是他自己动手准备的。当时也是想着能给廖仁南吃，没想到还真被他给碰到了。谢谢，那我不客气了。廖仁南拿着筷子夹起来，而这一幕落在场其他歌手的眼中，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第85代言刚开始就要结束了。餐厅里，任贤齐及2位男歌手撇过头冲着廖仁南看了一眼，眼神里充满了羡慕。李千墨这样的神仙女朋友，谁不想拥有一个？王心凌也是一副羡慕、嫉妒、恨的模样。不过，她羡慕的对象是李千墨。对于女明星来说，虽有很多的追求者，但真正适合的没几个。她也期待一份甜甜的恋爱。关闭局同样如此，她还朝着花泽吕的方向看了一眼，脸上浮现出一丝无奈。花泽吕则偷瞄了一眼李千墨，嘴上吃着笑着，但心却是在滴血。为什么？为什么女神偏偏会看上廖仁南？廖仁南一个离过婚、奔三的，还有个拖油瓶的老男人，自己不比他好个上百倍，他真的想不通。而苏雪心里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张脸黑得像木炭一般。离婚后的廖仁南，不但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在爱情上更是春风得意，仿佛回到了6年前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他。苏雪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是否做错了。我去下洗手间，苏雪找个理由离开这个餐厅，她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至于叶旭坤，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毕竟是一个年轻人，喜欢青春靓丽的女孩，像李千墨那样的人间尤物，那当然就是更加完美了。叶旭坤天天陪那些贵妇玩球，他都感觉自己要被榨干精力了，欲哭无泪啊。坤，我想吃虾。旁边的贵妇说，来了，宝贝。叶旭坤立马回过神，满脸堆笑道，马上给你包。张嘴。餐桌前，味道怎么样啊？见廖仁南吃了几口，李千墨一脸期待地问。廖仁南没直接回答，反而笑着问道，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因为他尝了几口，就感觉菜咸淡不均，火候也不怎么稳定，绝对出自菜鸟之手。不是，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感受到廖仁南的眼神压力，李千墨直接选择撒了个谎。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反正就是鬼使神差的下意识反应。或许是因为廖仁南实在是太优秀了，而他才刚学做菜，
只懂个皮毛不自信，不想在他的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吧？廖仁南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直截了当的说道：“看来你这位朋友的厨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啊。比如这个黄瓜切片，可以横着切，这样厚度更薄，绿色会更明显，也不容易塌秧。鸡肉如果你怕煮不烂，可以先闹一下水，还要注意用热锅冷油。这个青椒肉丝的话，需要提前腌制，上浆，可以去腥增香，锁住水分，自然就嫩滑多汁。汤想炖成奶白色的话，就要多一些肥肉，因为这是蛋白质脂肪在高温下乳化的结果，肥肉蛋白质更多。青菜焯一下水再炒，就不容易变色了。水里要加一些盐油，能保持脆嫩的口感。”廖仁南一道道的点评着。哦，李千墨听到这么多的专有名词，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头晕晕的，只能应付着回答几声。同时他心里有点失落，自己做出的菜居然都有问题，也太笨了吧。恰巧这时李千墨手机响了，便道：“那廖老师你先吃哈，如果不好吃就别吃，我待会过来收碗。”好，廖仁南点点头。15分钟后，李千墨才忙完过来，发现廖仁南已经吃完，饭盒收好了放在桌上。他无心打开饭盒一看，却发现里面都空空的。廖仁南居然把菜都吃完了。李千墨顿时心里一暖，难道他知道这是自己亲手做的？想到此，他更是疼的一下，脸就红了。下午2点钟，千万代言环节继续，时间过去4个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还剩36个小时。而截止到现在，除了廖仁南拿下2个广告，其他的歌手都是零收获，所以说大家都还挺着急的。不过重头戏都在后面，所以大家虽然着急，但是并不慌乱。一时间大家都把目光盯在了辉腾集团的王者农药代言上。此刻辉腾集团的会谈室里面也是人满为患，所有的歌手包括王心凌和关碧菊2人也都来了。第一次10个人聚集在一间会谈室，其中坐在广告主代表团的分别是电竞主播苏大言，另一位是华夏音乐人中间。苏大言是王者农药的首席电竞主播，拥有接近5000万的粉丝，在游戏界是第一女网红。她的风格是胸怀博大，游戏活好，开车够稳，简称博大精深。中间是高学历著名音乐人，是目前华夏多家歌手综艺比赛的点评导师。看到眼前这一幕，网友们热议纷纷。卧槽，感觉越来越激烈了呀！可不是嘛，这可是6000万的代言，国内数1数2了吧？平民歌手都给我起开，这个代言非我坤坤莫属。尼玛，本来我是冲着苏大言来看的，现在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觉得女神索然无味。廖神加油，再拿下1场！见人都到齐。苏大言笑着道：“大家如果有准备好的话，可以把 demo 拿给钟总监听。”我来。没等大家反应，叶旭坤率先到，并把 U 盘递了过去。不过他没递给中间，而是递给了苏大言，还避着镜头对他放了个电。苏大言当然懂，不过他没什么反应，接过 U 盘递给了中间。中间接过，听了起来。几分钟后，中间笑着对叶旭坤道：“这 demo 非常好，歌曲旋律既酷炫又炸，歌词是中英结合，非常的时尚国际化，加上你唱功也很好，真的是一首完美的作品。”而听到这话，叶旭坤眼神也猛地一亮，评价这么高，这是要被选上了吗？果然劳资才是最屌的。在场的歌手也都是议论纷纷的，难道刚开始就要结束了？第86跌下神坛了吧？刹那间，辉腾集团的会谈室也是人声鼎沸。叶旭坤仍然端坐着，等待着中间的下句话，或者是他希望中间能直接宣布让自己锁定代言什么的，这样多有排面。可这时中间却没再说话，这让叶旭坤有些摸不着头脑。那这个代言？叶旭坤主动问道。哦，要稍等会。中间笑了笑，解释道：公司要求我们最少要拿5首歌进行对比，否则就会被追究责任，这个是公司的采购通则。叶旭坤嘿嘿一笑，点点头道：明白了。他认为这是板上钉钉了，等一会又何妨？而直播间的坤粉也彻底的沸腾了。坤坤终于崛起了，是金子不会被埋没的。嘿嘿，那些黑坤坤的人现在可以闭嘴了吧？尼玛，终于碰到一个有品位的贱哥官僚，泪目啊！我为身为坤粉而骄傲。坤坤牛逼，你是永远第神。见状，叶旭坤笑眯眯的让出位置道：那就请其他的歌手来监听吧，反正这些人已注定成为陪衬。叶旭坤不介意让他们多蹭点流量，鲜花是需要绿叶来衬托的。听听我的吧，
花泽驴把 U 盘递了过去，他表情有些松懈，不抱希望的样子。毕竟叶旭坤的那首歌能得到如此高评价，绝对不是普通的歌，肯定跟主旋律很贴合。中间认真听着 demo， 花泽驴显得有些萎靡，而其他的歌手也都观察着局势，看看这个局面还有没有可能改变的。唯独叶旭坤一个人心情大好。几分钟后，中间听完了 demo， 眉开眼笑的道：“真的太棒了，这首作品太好了。”闻言，花泽吕不由得一怔，中间接着点评道：“尤其是这首歌里的 freestyle 部分，真的是神乎其技，将整首歌的意境提升到一个高的层次。还有你的歌声，辨识度也特别高，让人听了忘不了。”嘻嘻，花泽吕闻言忍不住掩口而笑，居然也被选中了，这惊喜来得太意外了吧？也就是说，后续他将跟叶旭坤进行 PK， 那至少有1/2的概率能够拿到这个6000万代言。花泽吕一下子就得意起来了，直播间的花粉也都活跃起来，感觉这个代言肯定是我花花的，评价这么高了，看了一天了。花花终于扬眉吐气，老子都要哭了，要跟叶旭坤 PK， 真是王与王的对决。尼玛，如果花花这局还不拿到，那我就罢看了。花泽吕，华夏歌坛永远第神，听听我的 demo 吧。任贤齐笑了笑道，他的目光在花泽吕和叶旭坤身上扫过，心中不由叹了口气，看来自己真的老了，都跟不上这个时代。中间笑着接过，开始听了起来。过了3分多钟，中间摘掉了耳麦，嘴角噙起一抹笑容，这真的是超完美的一部作品，就是武侠歌曲的经典代表，听了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江湖侠客的新世界，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希望有机会能够收藏。任贤齐，他真的很惊讶，因为这一天以来，他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否定的，他的自信心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个肯定，不得不说心情十分的好。不过任贤齐有些纳闷，为什么每个投标的都是被剑歌官夸奖的，而在场其他歌手也是一脸的茫然，都看不懂目前的局势了。而之后令他们更不解的事情发生了，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包括林志炫、王心凌、关碧菊等，也都获得了一致好评。这样一来，大家都蒙圈了，难道在这个代言的选拔赛上，大家都表现得如此之好吗？网友们看到这一幕，也纷纷发弹幕讨论，这是个啥情况啊？越来越看不懂了。心理落差最大的应该是叶旭坤吧，毕竟现在大家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啊。原本以为竞选都结束了，怎么反倒越来越激烈了？哈哈，还剩廖仁南没竞选，看他能不能破局吧。见上一位剑歌完，苏大言甜甜一笑道：“那有请下一位歌手吧。”廖仁南站了起来，把 U 盘递了过去，苏大言赶紧接过，然后交给了中剑，同时看向了廖仁南。顿时他心脏猛地一跳，魅力光环，任何人见到你的那刻起，你就成为他心中的男神模板。对于已经见过你的人，效果会根据见面次数部分减弱。这一刻，廖仁南在苏大言心目中简直就是最完美的男神，如果不是在录节目，他早就想贴上去了。然而廖仁南依旧是云淡风轻，对他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没几分钟，中间听完，迟疑着道：“感觉有点瑕疵，歌词有几处不搭。”哗啦一声，会谈室内一片哗然，大家都觉得很意外。廖仁南的本事他们是清楚的，而辉腾集团的剑歌官点评这么松，大家都认为廖仁南肯定会获得更多赞赏，却没想到竟会被指出问题。一时之间，所有人都以为廖仁南肯定是失误了，或者是他写的歌跟广告曲要求不贴合，只有这2个结果了。而现场的很多观众，有大部分是廖仁南的支持者，他们不甘心地看着这一幕，情绪都是非常的低沉。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几人，也都是觉得不可思议。一直以来，他们都知道廖仁南实力可以说是出手必精品，且一手比一手要好，谁都想不到会闹出这么一幕。但转念一想，谁都会有失误的时候，也是情有可原了。至于李千墨，则更替廖仁南感到难过，一双眼眸红红的。他倒不是为这个代言可惜，而是不想看到廖仁南受挫。而反之，廖仁南的黑粉倒是很活跃。噗，廖仁南就是小丑，跌下神坛了吧？哈哈，还以为廖仁南有多神，想不到也有这一刻。土鳖就是土鳖啊，蹦跶不了几天，我坤坤才是最屌的。现在排除廖仁南，那就是9选1了，不知道最终会选谁。第87超级大反转，全场猛圈。闻言，廖仁南是面不改色，像是什么样的结果都能接受一般。他正要说话时，
不过中间却继续道：“这也只是个小问题。”廖仁南一怔，旋即点了点头。其他歌手也有点懵，不明白中间要干嘛。进行到这里，辉腾集团的代表团也开始商议了起来，而那些歌手则在一旁等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电竞女主播苏大妍也在和几人聊着天，闲聊几句，顺便涨粉。她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想到什么，苏大妍撩撩头发，道：“大家平常如果没事的话，可以玩玩王者这款游戏，真的是非常刺激，非常好玩的。”花泽吕闻言，脸上露出笑容，色眯眯地道：“美女推荐的游戏，我们当然会去玩，但是你能不能带带我？我对这个游戏不太会。”听到这话，一旁的关碧菊瞥了花泽吕一眼，只不过没有人注意到罢了。叶旭坤则给了花泽吕一个不屑的眼神，这什么狗逼玩意，还当众泡妞？苏大妍环顾四周，目光落在廖仁南身上，嘴角勾起一抹笑意道：“哥哥们提的要求，妹妹当然不会拒绝。”这时叶旭坤一本正经的道：“玩游戏当然是要玩的，不过真要当上了王者代言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不能玩其他的游戏，要多为王者宣传。”苏大妍夸赞道：“坤哥说的太好了。”叶旭坤笑得合不拢嘴，瞟了眼苏大妍曼妙的身材，他心中萌生出一个想法。见歌团几人还在讨论，苏大妍便起身拿出几瓶水，挨个一一的递给了歌手们。当他把水递给叶旭坤的时候，对方回塞了一个纸条给他，不用看都能猜到上面会写什么。他不以为然的抿了抿唇，继续给其他的歌手分水。当递到廖仁南的时候，苏大妍故意躬身低一点，好让对方能更清楚的看到自己深邃的事业线。活水一起递了过去，还有一张小纸条，那是苏大妍写给廖仁南的，自己的酒店房间号。廖仁南根本没注意这些，正准备接过水的时候，这是干什么？花泽吕忽然察觉到什么，指着矿泉水瓶惊呼一声，众人也是一惊，纷纷侧目。只见苏大妍吓了一跳，手中的纸条掉在地上，花泽吕连忙过去捡起，大声道：“廖仁南你可以啊，居然在节目上玩这一套。”花泽吕心里爽极了，终于可以治治廖仁南了。你不是很拽吗？现在就让你翻车。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廖仁南无语的道，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就嘴硬吧。花泽吕咄咄逼人道，这如果不是你约炮的证据，我录完节目直播吃翔，现在就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是啥样的。花泽吕一边说着，一边展开了纸条。观众们都是惊诧万分，迫不及待想看纸条内容。几位观察团导师，也包括李千墨，则是持观望的态度。他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不相信事情是花泽吕描述的那样。会谈室其他歌手也是一脸的好奇。花泽吕拆开纸条，镜头给了大特写，只见上面写着凯撒608，还有一团英文的签名，廖仁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你的酒店房间号吧？花泽吕摆摆纸条，傲然的说道。廖仁南嗤笑一声道：“我很久没住过酒店了，而且这后面也不是我的署名。”花泽吕闻言，脸色有些难堪，仔细看了看签名，随后有人说道：“这个签名应该是3个英文字母 YXK YXK。” 另一人道：“叶旭坤。”顿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叶旭坤给吸引了过去。什么情况？花泽吕更是目瞪口呆。与此同时，直播间热议纷纷。叶旭坤写的纸条怎么在廖仁南手里？然后廖仁南递给苏大妍，托，会不会是叶旭坤喜欢廖仁南，所以托苏大妍递给廖仁南的？楼上的卧龙凤雏，你们出门没带小脑吗？根本就不关廖仁南的事，他只是个受害者。尼玛，我只关心花泽吕何时直播吃翔。此刻叶旭坤只以为是自己递给苏大妍的那张纸条被他给弄掉了而已，便赶紧解释道：“没错，这张纸条是我写的，我后续有个游戏的通告，想跟苏大妍请教一下，所以就给了个地址。不过我的办公室团队都在，绝对不是我个人约哦。”是的。苏大妍一脸茫然，但还是点了点头。现场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也是七嘴八舌的讨论了起来，显然都是不太相信这样的回答。这时，好了，各位观众和老师通过视讯出面解围道：“刚才剑歌团的结果出来了，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吧。”钟老师，不知道您最终挑选了哪一位歌手作为辉腾集团王者农药的代言人？闻言，中间面带微笑道：“我们准备直接锁歌了，还是听广播来宣布吧。”此言一出，在座几位歌手是既紧张又期待，直接锁歌那就等于没得改了。他们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结果，毕竟这是好不容易才有的机会，万一幸运之神降临了呢？
说话间，中间起身，在液晶屏上操作一番。见此，歌手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观众们也是紧张兮兮的模样。紧接着，只听得当当当一声，一道电子播报音在整个演播厅响起。恭喜辉腾集团锁歌成功，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是廖仁南先生。声音落下，全场陷入一片寂静。参与竞选的几位歌手都是个个懵逼的模样，在他们看来，这9位歌手之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被选上，可他们唯独没有想到，廖仁南居然会被选上了。毕竟，中间唯一对廖仁南的 demo 提出了意见。钟总监，你不会是选错了歌手吧？叶旭坤不敢置信地问道。第88球俩二货心里阴影面积，在叶旭坤的理解里，肯定是中间想着选自己，但不会操作锁歌软件，而做出了失误的操作，一定是这样的。闻言，没有输入错啊。中间摇了摇头，一本正经的道：我们要选的就是廖仁南先生，他的这首歌非常的热血澎湃，十分贴合王者荣耀团结坚韧不服输的主旋律。我们代表团一致商议，觉得这首是最好选择，等这首歌外放的时候，你们也就会明白的了。中间说的轻描淡写，但这些话落在其他歌手耳中，却像是一道惊天轰雷劈在身上。所有的歌手都有一种美梦破灭的感觉，尤其是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人，他们刚刚还觉得自己站在了巅峰，可这一刻他们就像是坠入了地狱一般。其他的几位歌手，包括王心凌和关碧菊等，也都好不到哪里去，纷纷羡慕地看向廖任南。廖神，好样的！观众席上一片欢呼声，刚才还替廖任南感到憋屈难过的人，此刻却是无比的激动和振奋。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几人，都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样才符合常理嘛。而原本眼睛都红了的李千墨，也露出一抹妩媚的笑容，他太为廖任南感到高兴了。而天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当然也包括总导演韩尚佑，都是脸上挂着欣喜的神色。这尼玛简直就是惊天大反转啊！都说综艺有剧本，但就算是有剧本，也没这么精彩吧。看着直播间节节攀升的观众数量，韩尚佑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另外，这次获得代言的又是廖任南，只能说自己真的太特么的有眼光了。韩尚佑觉得这期节目录制完，董事会必须得给自己加鸡腿。欣喜之余，但大家心中都装着一个疑问：这尼玛是有剧本吗？强硬制造反转，哈哈！看见叶旭坤和花泽吕两个傻逼样，今日份的快乐又加倍了。实话实说，真的有点看不懂中间的这个决定，的确是让人始料未及，不少人都对此表示不解。而很快，直播间里的万能网友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兄弟们，我搞清楚了，你们可以去看看中间的音乐综艺，他有个外号叫夸夸教主。卧槽，还真是的，夸得越高，摔得越惨，哈哈，笑死劳资了。尼玛中间才是真正懂综艺的，把节目效果拉得满满的。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廖任南实力最强啊！廖神牛 B+。就在这时，廖任南也跟着站起身来，与中间苏大言一一握手。其中，苏大言在趁着握手的时候，轻轻捏了捏廖任南的手，还挤了挤自己的大熊猫，对着廖任南抛了个媚眼。对此，廖任南没有理会，还绕到中间身边，站得离他远了点。见此，苏大言嘴角抽了抽，脸色都暗了几分，然后三人一齐朝着镜头招了招手。捕捉到这一幕，网友热议纷纷，这苏大言好会撩啊，真是任何机会都不放过。噗！叶旭坤和花泽吕泡不到的妞，居然在舔廖任南，求这俩二货的心理阴影面积。尼玛，如果我是廖任南，也会这么做的，毕竟网红价太低了。楼上的，你不装逼会死吗？看到苏大言的对播，估计你就缴械投降了。集美们，找男人就应该找廖仁南这样的。与此同时，和老师视野训连线，主持道：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稍后节目组会安排两方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另外，刚刚钟总监似乎已经提前透露了一个消息，就是贵公司准备把广告曲外放是吗？是的。中间闻言点点头。好的，何老师也笑着道：谢谢贵公司的支持，按照节目设定，贵公司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1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那现在请把歌曲传给我们工作人员，稍后将为大家播放这首歌。中间应了声，便去操作。耶！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欢呼，连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及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也是化身为热心观众，跟着兴奋地喊着。很快，3分钟时间过去，何老师又开口道：“歌曲传送完成，现在开始播放，请看大屏幕。”刹那间，现场鸦雀无声，在场的几位歌手都竖起了耳朵，他们想要听听究竟是怎样一首歌击败了他们。其他人都翘首期盼着，想要一饱耳福。紧接着，舞台上大屏幕一亮，显示出歌曲信息：歌名《逆战》，作词廖任南，作曲廖任南，编曲廖任南。与此同时，激昂的旋律响了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网友们听见了，顿时议论纷纷。卧槽，这旋律好带感，听着就热血沸腾。廖任南这是要唱 rock 的歌了吗？这是第一次啊！兄弟们，我在上班偷偷看直播，但好想跟着节奏跳，忍不住啊！廖神出手，必属精品。摇滚之神拥有此技能，宿主能轻松转换成摇滚老炮，一开口便震撼全场，让人激情澎湃，鼓舞人心。就连古稀老人听了都忍不住跟着摇摆。就在这个时候，歌曲前奏播完， demo 中唱出声。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各色英雄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王者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戾气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第89华夏第一嗓音，动感的音乐，热血的歌词，火爆形象的游戏场面刻画描写，配上廖任南带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听了之后让人仿佛自己穿越到了王者时期，手拿利器站了起来，朝着敌方疯狂厮杀。前方一个个敌人倒下，而自己的脸颊也被飞来的利剑擦出一条血痕。在这首曲子的带动下，有的观众高举起了手臂，随着旋律打着节拍。而在这个时候，副歌唱了出来 Come on， 逆战逆战来也，英雄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哦，逆战逆战狂野，英雄要发现，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这场龙战在野。这战场10大热血勇士一路向前飞驰，捍卫世界的英雄 Fighting 在一绝。整个高潮部分全程高能，一气呵成，前面积攒的所有力量在这一刻下喷涌迸发。廖任南用他有力的歌声告诉我们，就算前方有再多的艰难险阻，也要勇往直前，逆流而上，努力拼搏出属于自己的天下。其实廖任南最终选择这首歌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纵观几首游戏广告曲，他只觉得逆战够热血和洗脑，关键歌词还朗朗上口，这样传唱度必然高。而唯一不太合适的地方是，逆战原本是机甲类游戏的主题曲，现在换成王者荣耀的广告曲有点不太合，但这也难不倒廖任南，他稍微调整下歌词就行，所以就如是实施了。而结果显然是令人满意的。此刻现场观众们听到这个已经彻底的嗨了起来，有的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有的跟着摆手打着节拍，还有的跟着歌声嘶吼着，气氛火热非凡。观察团的几位导师也都跟着嗨唱起来，特别是那音和刘焕导师，在听到廖任南飙高音的部分，脸上出现了难受扭曲的神情。毕竟这么高的音，如果给他们2人唱，那也是十分有挑战的。可是等廖任南唱出来时，2人又是露出舒畅的表情，还对着荧屏上的廖任南竖起了大拇指。李千墨也跟着歌曲旋律做着一些可爱的小动作，显得非常的有朝气和活力。听着这首歌，他都感觉自己变得精力充沛了。而在这个时候，歌曲进入循环，联盟一场，未来继续顽强，看着战火飘摇，瓦解对手力量，熊熊气势再出发，逆战逆战来也，英雄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相比于第一遍的那种陌生感，此时所有人更多的是享受，就好像沉浸到歌曲之中，在游戏中肆意厮杀一般，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令人上瘾。这战场10大热血勇士一路向前飞驰，捍卫世界的英雄 Fighting 在一绝。随着旋律淡出，歌曲也结束了。何老师再次现身，笑着主持道：感谢廖任南先生，也感谢辉腾集团为我们带来原创广告曲逆战。那下面有请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首歌曲。镜头转向观察团，真的很棒。那英站了起来，显得手足无措，带响了一下，他羞涩一笑，看向镜头道：还是那句话吧，我永远挺廖任南。哗啦啦啦，那英这话一出，现场一片掌声。
廖仁南也笑着点头示意。镜头顺位到刘焕面前，刘焕摩挲着下巴，思索几秒钟道：“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是廖仁南第一次唱 rock 类型的歌。”廖仁南的嗓音清晰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的渗透了网游产品的那种热血感，同时传达出一种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这个真的挺让惊艳我的。哗啦啦啦，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换作以前，刘焕如此夸赞一位歌手，肯定会引起观众的欢呼。或许是因为廖仁南带给大家太多的震撼了，大家已经慢慢习惯了他的这种无所不能。谢谢。廖仁南躬身，谦虚的道。紧接着，镜头对准王子颂，王子颂真诚的点评道：“从节目开播到现在为止，我发现廖仁南的音域相当宽，3个8度内是非常稳定的，高音从 B4 进行到 B6， 跨越2个8度基本没问题，这在国内是比较稀罕的。而且，廖仁南的音色辨识度很高，咬字还非常的顺畅，高音部分爆发力十足，声音较圆较松，非常的开阔通畅。总体来说是没有任何缺点，当之无愧是华夏第一嗓音吧。”王子颂这话一出，全场掌声雷动，就连刘焕、那英两人看向王子颂的目光也是充满了震惊。毕竟，王子颂自身就是高音方面的强者，属于华夏歌坛最顶尖的那批人。王子颂能够给出这么高评价，无疑是对廖仁南的绝对欣赏。谢谢王导师的褒奖。廖仁南躬身致意，王子颂同样起身，对着廖仁南回礼。下一秒，镜头移到林夕面前，林夕想了想，点评道：“从作词的角度来说，这首歌能够涵盖游戏描写以及情绪的抒发和渲染，两者兼具且做得非常完美，这是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的。”哗啦啦啦，观众们自发的鼓起掌。这个时候，唯一没有点评的就剩李千墨了。镜头一转，给了李千墨一个大特写，他嫣然一笑道：“几位评委说的太好了，那我就说一点别的吧。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映射出一种人生态度，我们不论在生活、工作还是成长道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很多阻碍和质疑，而这首歌就好像在告诉我们，无论阻碍有多难，质疑有多大，只要我们不停的战斗，我们就都能逆流而上，用自己的坚毅、顽强、勇往直前，这就是逆战，逆流而战。”哗啦啦啦，全场掌声雷动。阡陌女神点评的好，有观众呼喊道：“第90强势霸占热搜榜。”听此，何老师微微一笑，继续主持道：“好的，谢谢5位导师的精彩解析，同时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请辉腾集团银策团到后场休息。”中间闻言，与廖仁南握了握手，跟观众打了个招呼，这才告辞退场。何老师接着说道：“由于时间已经过去8个小时，那么我们今天的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现在来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共锁定3个代言，金额总计1亿3000万，得标者全部是廖仁南先生，大家鼓掌祝贺他吧。”镜头给了廖仁南大特写，廖仁南微微鞠了一躬，向观众们和导师团说了一声谢谢，又转身朝栏目组那边挥了挥手，表达了自己的谢意。哗啦啦啦，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全场所有人都在热烈的鼓掌，掌声之大，能够把顶棚掀掉。廖神！有观众还兴奋地喊道，在场的其他歌手都是一脸羡慕地望着廖仁南，这不就是他们梦想中的高光时刻吗？其他广告主的剑歌官们也是一脸炙热地望着廖仁南，将这个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导师团和节目组工作人员也都一脸欣赏地看着廖仁南，直播间弹幕区也是瞬间屏幕，一天拿1亿3000万代言，这是又破了天籁的节目记录啊！卧槽，廖神这完全是一枝独秀，简直就是毫无对手。廖仁南大吼一声，还特么的有谁？廖神牛逼 plus！ 待现场安静点，何老师继续道：“1000万代言环节今天就告一段落，还剩下宝洁集团、一牛集团、华威集团、华夏移动、比亚迪集团5家广告主，共计3亿1000万的代言，等待10位歌手继续收割，请大家继续努力吧。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见。”哦耶！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欢呼声，歌手们心情都好受了些，重新燃起了斗志。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人刚才还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顿时又嚣张了起来。廖仁南拽个毛线，重磅戏还在后头呢，走着瞧。1刻钟后，今天的节目彻底收尾。廖仁南来到休息室，曹金明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提议要一起聚餐什么的。廖仁南一听，直接给回绝了。曹金明本来就有轻微脂肪肝，这样3天2头的聚餐喝酒，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进 ICU。当然了，曹金明自然明白廖仁南对自己的关心，心中暗暗记下了这份人情。两人便约定等比赛结束，一定要好好的庆贺一番。之后简单收拾了一下，廖仁南便出发去贝贝幼儿园，准备接女儿放学。节目结束刚好4点半钟，跟朝9晚5的上班白领一样，这点让廖仁南很是满意。5点钟准时接到廖恩背后，父女俩一同去了菜市场。虽然廖仁南戴了口罩做遮掩，但仍被几个卖菜大妈给认出来了，不仅给他的菜多点斤两，还要非要收他的钱。廖恩贝看着这一幕，顿时呵呵大笑起来，看来老爸是真的红了，没枉费他一直为老爸鼓劲啊。另外，廖仁南也不会占这样的小便宜，等着离开大妈的摊位点距离，按买菜的数额用灰信付了款。晚上，廖仁南做了丰盛的晚餐，父女俩饱吃一餐，那就是完美的一天。吃完之后，随意玩了会，然后洗漱，哄贝贝睡觉。老婆孩子，不，老婆还在路上，事业孩子热炕头，这对于廖仁南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没一会，贝贝便睡着了。廖仁南准备看会电影，放松一下。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几声，是他的助理发来的灰信，都是微博热搜消息。井号 No.1 天籁之音廖仁南破纪录，8小时拿下1亿3千万代言。井号 No.2 天籁之音1小时所歌，可可乐乐广告曲找自己。井号 No.3 天籁之音辉腾集团广告曲逆战重磅发布。井号 No.4 天籁之音农夫集团广告曲爱的就是你强势首发。井号 No.5 廖仁南李千墨 CP。井号 No.6 天籁之音夸夸教主中间。井号 No.7 从缅甸逃回男子自述水牢满地是血。井号 No.8 叶旭坤以挑逗王者主播苏大言。井号 No.9 井号。廖仁南看着榜单上清一色都是自己的名字，他心中早有准备，相信几家广告主看到这一定也非常的开心，毕竟能够上热搜前10名就相当于给自己产品做了一次免费的宣传。而且网友们的热议留言也都很积极正面。尼玛，这个廖仁南是谁啊？也太牛皮了吧，一下子拿3个代言，简直就是包场，都可以做张专辑了。哈哈，每一首歌都好好听，完全听不过来啊。卧槽，苏雪居然是廖仁南的前妻，这么有颜有才还有才的男人，苏雪居然都错过了，他脑袋是被驴踢过了吗？粉了粉了，廖仁南牛逼。随便看了会，廖仁南便关掉手机。就在这时，他的脑海中响起那熟悉的系统音，叮，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达到300万，自动兑换3次奖品。廖仁南闻言顿时欣喜不已，又是累计兑奖3次，现在刷系统奖励的频率真的提高了不少啊，这才是廖仁南最想要的，比什么节目奖金都诱人。而没等廖仁南多想，系统声音继续道，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神级体力。神级体力拥有此技能，宿主将变得体能十足，百发百中，力持千斤，活力四射，持续输出24小时不觉得累。听到这话，廖仁南眼珠一转，百发百中，力持千斤，活力四射，持续输出24，这系统果然还是跑偏，开始安排这种技能了吗？第91，争取华为8000万代言。就在这时，系统的电子音继续，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5G 精湛。5G 精湛拥有此技能，宿主对任何舞蹈看一眼便精通，且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跳出的每一个舞蹈瞬间都是风暴高光时刻。叮，奖品自动兑换成功，恭喜获得控场精通。控场精通拥有此技能，宿主将获得1万场万人活动控场经验，包括顶级演唱会、突发事件处理等，控场将会变得易如反掌。紧接着，随着系统电子音落下，廖仁南的头脑中就多出了很多的信息，其中包括各种舞蹈的诀窍，他现在已经是舞王了，还有各种会议的控场经验，他甚至都可以主持国会了。当然了，也包括各种演唱会的控场经验，都是万人起步的。同时，廖仁南感觉体力变强了很多，一天忙下来的那种疲惫感在这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听到这里，廖仁南也明白了，原来系统是让他获得更全方位的音乐技能，现在有了这3个技能，连开个10几场巡回演唱会完全就跟闹着玩似的。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妙用。不错，廖仁南喃喃自语，满意的点了点头。
便打开电脑，继续美滋滋的看电影了。与此同时，盛雪鱼乐茶餐厅，一大群人正围坐在摆满美味佳肴的餐桌前，边吃边喝着。不过，大家似乎很拘束，有一些放不开，因为此时的苏雪正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给人很大的压迫感。从天籁开播到现在，投资了好几千个 W 了，今天居然一个代言都没拿到。想到此，苏雪便恶狠狠地瞪了花泽吕一眼，真是没用的东西。苏雪在心里决定了，如果这个1000万代言环节结束，花泽吕没有任何贡献的话，就直接把他扫地出门。或者雪藏，你自己没用，就不要怨人无情。苏雪这辈子最讨厌没用的男人，以前是廖仁南，接着是冯坤，现在是花泽吕。在他眼中，这几人都是没用的男人。一想到廖仁南，苏雪就更来气。单就1000万代言环节开始第一天，3家广告都被廖仁南给收割走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不过现在苏雪也不得不佩服廖仁南了，他已经今非昔比，不但恢复到了6年前的巅峰状态，更是在这6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创作能力完全是惊人的。后悔，他真的后悔死了。不过现在他已经彻底跟廖仁南闹掰了，对方还拉黑了他的所有方式，苏雪也是没有办法联系廖仁南的。但是苏雪觉得事情还有回旋余地，毕竟6年的感情摆在那里，两人还有共同的女儿廖恩贝，一切都会有转机的。当然了，苏雪还有最后一丝的高傲，哪怕是重新回到廖仁南身边，她也要让廖仁南对她百般讨好，然后再顺势找个台阶下把话说开。所以她目前还是会继续斗气下去。另一边，凯撒酒店 VIP 包间，叶旭坤正在和几名贵妇以及公司的一众高管一起吃吃喝喝着。他一会给贵妇包下，一会给高层敬酒，忙得不亦乐乎。这时，其中一位高管笑着道：“坤坤啊，新给你接了2个通告，一个是亲爱客栈，另一个是快跑吧，都是综艺。”闻言，叶旭坤面露苦涩道：“飞哥，我最近工作都排得满满的，哪还有时间去参加综艺啊？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说到这里，他对着身边的贵妇投去一个暧昧的眼神，那名贵妇也对他挑了挑舌头。听到这话，名叫孙正飞的男子一愣，他也看了一眼贵妇，然后沉着脸道：“这有什么的，就是综艺而已，又不让你动脑动手，你去录一下面，跟着做做节目比赛什么的，非常简单的。其实这些综艺都是新接的，而且也是这些贵妇的意思，他们毕竟是幕后的投资者，在这场1000万代言环节中，那也是投入了大笔的资金，结果现在的反馈是差强人意，他们当然不爽了。毕竟玩归玩，钱还是首位，要赚的。所以几人商议后决定加大对叶旭坤的工作量，勤能补拙嘛。当然了，明面上他们当然要说的漂亮点。叶旭坤想了想，点头道：“那好吧，我去参加。”孙正飞笑着露出一口黄牙道：“这才对吗？你毕竟现在是刚出来的新人，什么都是需要经过磨练的。等你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了，就可以开工作室自立门户，而且到那时你也是有实力的老艺人，自然会受到各方的尊敬。”“对啊，坤坤，我们还会让你受苦吗？”几名贵妇也在旁边附和着，开始给叶旭坤画大饼。叶旭坤喜笑颜开，端着酒杯道：“那就谢谢各位的提携，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的。”睁眼闭眼，便到了第2天，魔都崇明岛，何老师身着正装，笑着主持道：“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天籁之音1000万代言。今天是环节第2天，5天40个小时倒计时，还剩下32个小时，其中还有宝洁集团、一牛集团、华威集团、华夏移动、比亚迪集团5家广告主为所割，请各位歌手多多努力，争取多拿下代言吧。”何老师话音落下，好几位歌手都朝着华威集团的会谈室走去。毕竟比赛进行到了现在，大家目标也都非常明确。像比亚迪集团已经内定叶旭坤，可以说是天籁内部传开的消息。而华夏移动的门槛也很高，有些歌手都试着去打关系，但是得到的反馈非常之少，所以大家也都是不太抱希望的。现在算下来，那唯一能有点盼头的就是华威集团的代言了，广告费高达8000万，而且还相对比较公平，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时候，廖仁南不急不忙地看着，反正争取代言没有先后之分，讲究的是广告曲的质量，廖仁南不介意让其他人先。没一会，第一位歌手任贤齐已经把 demo 递过去，华威集团的剑歌官也开始听了。其中华威集团的剑歌官
是一位华裔 ABC， 名叫赵慕琪，年龄约50多岁，在国际音乐界斩获过不少大奖。不过这个人脾气有些古怪。此刻才听了半分钟，赵慕琪便摘下了耳机，皱着眉头说了一段英语。他旁边的翻译连忙解释道：“赵总监说，您投的歌旋律太古典了，跟我们要求的主旋律完全不适合，您另投其他家吧。”第92对女神都这么凶残。赫人贤齐讪笑了一声，脸上露出一抹失落，然后拿起 U 盘退出了会谈室，遭遇再一次的挫败袭击，他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时坐在会谈桌前的名牌上写着柳燕2字的打扮的光鲜亮丽的女人轻声宣布道：“接下来请下一位歌手林志璇老师来试歌了。由于参赛的10位歌手都来了，所以代表团干脆把 demo 都收起来，按照顺序挨个的来监听，这样效率会更高些。”林志璇闻言坐在会谈桌前，神色恭敬，丝毫没有架子。赵慕琪戴着耳机听着，脸色不是特别好看。同样是听了半分钟，他摘下耳机摇摇头，对翻译说了2句英文。听词，一旁的翻译点点头，然后看向林志璇道：“不好意思，林老师，您的歌也不太符合。”林志璇一怔，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问道：“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可以调整的。”比赛进行到这一步，所有人都有些着急了。如果连这个机会都错过了，那越往后就更加难了。翻译员传达了林志璇的意思。赵慕琪闻言斩钉截铁地回了一句。翻译员听了之后有些尴尬的道：“对不起啊，林老师，这个改不了了。”哦，明白了，呵呵。林志璇勉强挤出一丝笑，接过自己的 demo 坐到了后排去。哗啦一声，现场的观众们顿时一片哗然。而看到这一幕，弹幕区也复评：“尼玛，林志璇老师好失望的神情，真的是心疼啊！卧槽，任贤齐和林志璇老师都是半分钟就给否定了，这个会不会太草率了点啊？”是的，感觉这个剑歌官派头超大，说话也忒直接了点，完全不给人留余地的。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赵慕琪很有范的，在国际上都是出了名的，曾给好莱坞影业做过配乐，一首歌都是上千万了的。我倒是喜欢赵慕琪的风格，直来直去的非常果断。噗，感觉这个翻译员夹在中间好为难的样子，没给大家过多的反应时间。柳燕总监又宣布道：“那有请下一位歌手关闭局来试歌了。”关闭局点点头，收拾了下自己的仪表，在会议桌前正襟危坐。赵慕琪已经戴上耳麦听着 demo， 只听了约10多秒钟，可以说才刚刚进入到歌曲的开头部分。哐嚓一声，赵慕琪便摘下耳机扔在了会谈桌上。这一个突然的举动把关闭局吓了一跳，其他的歌手也都是一脸的惊讶，即便是赵慕琪背后的那些公司代表也都是相互看了一眼，面面相觑。赵慕琪捋了捋络腮胡，对着关闭局说了一串英文。关闭局听不明白，将目光投向翻译。翻译员顿了顿，不知该怎么解释，欲言又止的模样。倒不是他听不懂这些词汇，而是其所表达的意思太难听了。就在这时，叶旭坤看向翻译员，笑着道：“你如果不会的话，我来帮你翻译吧。”说完，他看向关闭局，道：“为什么？华为的广告曲要求展现成长，要求突出梦想，可你的投标曲唱调有气无力的，哪里有丁点梦想了？为什么拿这样的作品来浪费我们的时间呢？”叶旭坤一字一句直译了出来。关闭局原本被吓了一跳，心里早就有些发怵的，此刻听着这一番犀利的话，顿时哭出了声来。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目光扫过歌手中的几人，找到花泽吕的身影，正打算走过去，而花泽吕则是侧过身，假装什么都没看到。见此，关闭局掩着面离开了会谈室，哭声也越来越大。等关闭局走后，花泽吕偷偷白了叶旭坤一眼，心里暗骂着：“特么的，就你会懂 ABC， 脑残！”这个时候，柳燕总监又宣布道：“那有请下一位歌手王心凌来试歌了。”王心凌闻言，笑容满面的坐了下来，等待着监听的结果。突然砰的一声，赵慕琪一掌重重的拍在桌上。啊！王心凌惊叫一声，吓得站了起来。赵慕琪一把扯掉降噪耳机，用蹩脚的中文冲着王心凌吼道：“我搞不懂真的，你们怎么想的？梦想 dream， 我要的是梦想，你们拿这么悲伤旋律能唱出梦想 could it really waste my time。 王心凌眼眶红红的，小声抽泣起来。做音乐不能偷懒的，拿一首垃圾来 PK， 这不就是
糊弄人！赵慕琪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额头上的血管都鼓了起来，嘴里喋喋不休地念叨着。一时间，会谈室一片寂静，连演播厅的观众们也都目瞪口呆，鸦雀无声。直播间聊天区倒是异常热闹。卧槽，录个节目而已，要不要这么激烈？赵慕琪真是顶级钢铁直男，对女神都是这么凶残的。呵呵，你们乡巴佬懂个屁！艺术家都是有脾气的。好家伙，连着4杀了，连女神都不放过，这个代言真的有看头。糟老头别骂了，心灵女神都哭了，再骂老子进来锤死你！就在这时 ，Stop， 停一下！一道身影上前，朗声制止道：“此人正是廖仁南。”只见他微微蹙眉，神色淡然自若。所有人都喘了一口气，终于有人出面说话了。但同时，大家也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而赵慕琪则是有些发愣，懵逼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廖仁南走到王心凌身边，目光直直地看向赵慕琪，朗声道：“音乐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存在即合理。每位歌手都有各自的风格，这是容不得任何人评头论足的。而且，这是一场双向选择的游戏，谁都没有权利指责另外一方，更别说这样涉及到人身攻击的了。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们有权利罢录这期。”第93，竞选要不要这么刺激？一旁的翻译员也不断的把廖仁南说的话都翻译给赵慕琪听。赵慕琪的面色愈发的难看了起来，但他却没说任何话。此刻，一直待在赵慕琪身后的几位企业代表团高管也凑过来对他说着什么，类似的注意这是直播，再这样下去就没广告曲选了，需要先待定几个等。赵慕琪听到这些话，心中的怒火更甚，连手都开始颤抖起来。他避开这些人，从背包掏出一瓶药，倒出几颗，就着水吞了。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是面面相觑。柳燕赶紧站出来，对着镜头解释道：“赵老师这是在服药，不是别的东西哈。他身体有点小问题，不过没什么大碍的。”在场的人闻言都点了点头。赵慕琪吃了药一会儿，手颤抖的幅度小了许多。王心凌也止住了哭，拿过自己的 demo， 回坐到歌手席后。当看到廖仁南时，他露出一丝微笑，道：“廖仁南，谢谢你啊。”廖仁南点一下头道：“不用谢。”一切恢复正常。柳燕总监宣布道：“那有请下一位歌手，叶旭坤来试歌了。”叶旭坤闻言，一脸傲娇的坐了下来。其实试歌到现在，他对自己的这首歌也没有太大的信心，而且这个老头够难缠的，跟个神经病似的。反正能否拿到代言无所谓，架势格调绝对不能输，毕竟这么多粉丝看着呢。赵慕琪戴着降噪耳机，认真的听了起来，也是才20多秒钟，刚进入到主歌1、2句，赵慕琪便摘下了耳机。叶旭坤心里一颤，估摸着没好事了。赵慕琪刚准备咆哮，但又压下了怒火，绷着脸说了几句英语。翻译员刚准备说话，却被叶旭坤给拦住了。他是懂英语的，这个老头说的是华而不实，与主题不符。叶旭坤可不想他翻译，不然被全国网友听到了，那多有损颜面的。眼看拿代言无望，叶旭坤刚要拿过 demo， 便听见赵慕琪身后的代表团议论着什么。他想着事情或许有转机，便决定继续等一会儿。代表团几人轮流表达着意见，大概是叶旭坤是当红小鲜肉，粉丝基础很多，是值得考虑的。仅有几位歌手没试歌了，这样下去就可能轮空了。闻言，赵慕琪板着脸标出几句英语，翻译过来是：就算后面都选不上也没关系，轮空我也不要这一首歌。我虽然是 ABC， 但是我讨厌英语，华夏的产品为什么要用英文歌？听到这话，叶旭坤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换作是另外任何一位评委，他肯定都要过去怒怼了。而面对的是国际音乐家赵慕琪，叶旭坤却是不怎么敢造次，毕竟赵慕琪在国际音乐圈都是有一席之位的，并经常在各种大型比赛中充当点评的嘉宾。如果现在得罪了赵慕琪，说不定哪天就会因此吃亏。直播间看到这幕，网友们热议纷纷。哈，叶旭坤这次怎么这么老实？看来也是欺软怕硬的呀。尼玛，想不到赵慕琪这么爱国的哈，挺有态度的。还好廖仁南先前有出头，在前面对了赵总监，不然坤坤那首英文歌投标，肯定是要被骂惨的。所以说，这些歌手都比较中立啊，只有廖仁南是敢作敢为的。而坤粉看到不好留言，也纷纷都开始反驳，这个赵慕琪老头真是什么品味啊，弄得很牛的样子。还是我坤坤心胸大度，都不追究别人责任的。
廖仁南算个什么球？跟我家叶旭坤能比吗？赶紧上吧，廖仁南，坐等你被赵老头骂成什么逼样。紧接着，又有2名歌手参与了监听，都是直接被刷掉。赵慕琦一点情面都没有讲。就在这时，柳燕宣布道：“那有请下一位歌手，花泽吕来试歌了。”花泽吕撅着小嘴，忐忑地坐了下来。赵慕琦戴耳机听着，眉头越皱越深。20秒钟，他摘下耳麦，叹息一声，正要说话，却被花泽吕一把拦住道：“赵老师，你不用说了，这首歌可能不合适。”哈哈哈哈！所有人听到这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花泽吕又补充道：“这首歌我自己还挺满意的，准备放到下一张专辑算了。”花泽吕说完，拿过 U 盘，转头看了苏雪一眼，想着自己至少留住了颜面，苏雪应该要夸奖自己的。而殊不知，苏雪正看着花泽吕，无语的摇了摇头，这真是太不争气了。等榨干他的剩余价值后，雪藏看来是迟早的事了。有意思，现场观众欢呼着，根本就不嫌事大。直播间弹幕也瞬间负评，哈哈，花花好怂，求生欲太强了吧？尼玛，居然连着9杀了！赵慕琦真够严苛的，大家也见怪不怪了。可以看看赵慕琦以往参加节目的视频，都是这种变态风格的。呵呵，只剩廖神还没有上场了，不知他能不能改变这个局面。坐等廖仁南被批，还真把他当个神了。他能拿到之前的代言，不过是没碰到这么严格的导师。楼上的是坤粉还是花粉，这就开始无脑黑了。就连天籁总导演韩尚佑，此刻也是眉头紧蹙着。选广告区按照这个进度下去，还真的有可能要被轮空了。其实，按照1000万代言环节设定，如果投标的所有歌手都轮空，那么广告主就要进行2次筛选，从中挑选出相对满意的广告曲。而如果最后一首都不选的话，那是要赔给节目组违约金的。但华为集团本就是天籁赞助商，所以它是属于有特权的单位组织，是能够把广告曲进行轮空的。所以一时间，大家对这场竞选结果也是充满了好奇。这时，柳燕开口宣布道：“那有请最后一位歌手廖仁南来试歌了。”第94创作界天花板。廖仁南闻言，面色平静地坐了下来，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情绪。赵慕琦则绷着脸，戴着耳机听着。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2人，现场的气氛也是非常的凝重。廖仁南的死忠粉们都期待他能有好的表现，而像花泽吕、叶旭坤这样，他们本来以廖仁南为竞争对手，又或是廖仁南的黑粉等人，他们更希望看到的就是廖仁南被羞辱的一幕。按理说，先前廖仁南为了维护王心凌，对的赵慕琦这么的不爽，现在肯定是要被针对的。他们都等着看好戏了。当赵慕琦按下播放键那一刻，大家都在心中默默读着秒，1秒、5秒、10秒、15秒。这时，花泽吕和叶旭坤2人，以及廖仁南的黑粉们等，都在心中暗暗揣摩着，赵老头要拿下耳机，现场开始发飙了。然而，他们期待的一幕并没有出现。赵慕琦还继续监听着，20秒、30秒，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在这一刻，对于所有人来说，每一秒都是漫长的。尤其是廖仁南的黑粉，此刻已经坐不住了，在直播间里嘲讽：“这不对劲啊，应该进入到主歌了呀！赵老头有点安静啊，赵老头骂起来啊，给我对死廖仁南！”特么的赵老头摔耳机拍桌子啊，快，这应该是暴风骤雨前夕吧，末日快点来啊！而廖仁南的支持者也疯狂发弹幕为他加油打气，都是廖神坚挺住，黑粉退等留言。40秒、50秒，镜头持续给着赵慕琦特写，55秒。就在这时，赵慕琦双眼放光，原本阴沉的脸上也浮现出一抹笑意，然后他的手微微颤抖了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赵老师，怎么了？旁边几人一头雾水，语带焦急地问着。我的药。赵慕琦道。柳燕恍然大悟，赶紧把赵慕琦的药翻出来，给他倒了几颗，又递上一杯清水。赵慕琦就着水把药吃了，这才感觉好受一些，手也不再颤抖了。看到赵慕琦状态好点，周围的人才松了口气。直播间弹幕也瞬间负评：卧槽，这尼玛，我的小心脏，怪吓人爹！兄弟们，我看见了，这药是咪达唑仑，是抗焦虑和镇静作用的。楼上的牛逼，你不去当特务可惜了。赵老头刚才是被什么刺激了？难道是廖仁南的广告曲吗？好家伙，这样说来，廖神哥一定不差，期待快点放出来。想到什么？柳燕问道。赵老师，您没事吧？要不要？没什么。赵慕琦摇了摇头。
说着，他又戴上耳机，道：“我先把歌听完啊。”于是便听了起来。只见这一次，赵慕琪脸上没有了之前的阴沉，反而露出了一丝激动和欣喜，偶尔还会咯咯的笑几声，开心的像个小孩子一般。众人看到这幕，更是好奇起来。又过了几分钟，赵慕琪笑容满面，将耳麦摘了下来。赵老师，柳燕轻轻唤了一声：“锁歌吧。”赵慕琪指着廖仁南，开心笑着对柳燕道：“您是说廖仁南得标了？”柳燕询问道。赵慕琪点点头 ：“Of course。”他说的轻描淡写，但听在众人耳中，却如同晴天霹雳。所有人都是一愣，旋即齐齐看向廖仁南。就在这时，赵慕琪越过会谈桌，向廖仁南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廖仁南一怔，但还是伸出了右手，两只手握在一起。赵慕琪呵呵一笑，用生涩的中文道：“年轻人，好样的！我对广告曲比较急，所以脾气不好，请别怪。你的音乐我喜欢。”然后赵慕琪皱眉，努力地回想着，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突然他抬起头看向屋顶，道：“天花板。”同时对廖仁南竖起了大拇指。哗啦一声，现场一片哗然，大家显然都被这一幕所惊住了。其他的歌手也都是用一种羡慕的目光看向廖仁南。正如赵慕琪所言，廖仁南对于他们来说无疑就是天花板。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等，全都目瞪口呆。李千墨也是惊喜交加，这一幕显然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即便是天籁节目组工作人员，包括总导演韩尚佑，也是觉得出乎了他们的意料。毕竟赵慕琪对这首广告曲要求有多么的严苛，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可现在赵慕琪完全是另一副态度，可见他有多欣赏廖仁南的作品。也就在这一瞬间，弹幕区直接负评：“好家伙，天花板！”赵慕琪对廖仁南评价好高啊！尼玛，看赵老头都那样了，显然是很满意廖仁南的歌了。卧槽，廖仁南也太牛掰了，居然连赵老头都征服了！哈哈，不愧是廖神，出手必精品啊！节目组赶紧外放吧，老子等不及了。一时间，所有人都很好奇，这到底是一首怎样的歌，能让赵慕琪如此欣喜若狂？而在这个时候，柳燕已经锁歌，当当当的一声，一道电子播报音在整个演播厅响起。恭喜华为集团锁歌成功，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是廖仁南先生，廖神！在场的男粉都兴奋了，并热烈的欢呼起来。哗啦啦，全场掌声雷动。廖仁南也站起身来，与赵慕琪、柳燕一起面向镜头。何老师通过视讯连线主持道：“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稍后节目组会安排两方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另外，按照节目的安排，现有一件事情需要赵慕琪、柳燕两位总监做出相关的决定，那就是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是否选择对外播放。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1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外放！”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不光是他们，连观察团的5位导师以及节目组工作人员也化身为狂热观众，纷纷呐喊起来，声势浩大，震撼人心。第95，惊人的海豚音。闻言，柳燕若有所思。来参加选曲时，公司高层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对歌曲暂时保密，等恰当的时候再公布。但他是做宣发的，此刻看到观众们声势这么大，如果直接否定而吊观众胃口，似乎也是不太好的决定。考虑到此，柳燕便道：“请允许我打一个电话确定下。”当然可以，何老师笑着道。柳燕便退到会谈室角落，护着话筒拨通一个电话。所有人的心都跟着提了起来。几分钟后，柳燕通完了电话，快步走到镜头前。在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时，柳燕点了点头，对着话筒道：“何老师，我们选择外放广告曲。”哦耶！华为，好样的！还没等何老师宣布，台下就已经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一些想听这歌的观众更是欢呼起来。赵慕琪和柳燕见状，也是非常的开心，感谢两位老师选择外放广告曲。何老师一脸笑容，主持道：“那现在请把歌曲传给我们工作人员，稍后将为大家播放这首歌。”耶！众人又是一阵欢呼。很快，3分钟时间过去，何老师又开口道：“歌曲传送完成，现在开始播放，请看大屏幕。”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很好奇，这到底是一首怎样的歌，能够碾压其他所有歌手？就在这时，舞台中央大屏幕一亮，显示出歌曲信息：歌名《我的梦》，作词廖仁南，作曲廖仁南，编曲廖仁南。网友们见状，便议论纷纷：厉害了，我的歌，又是词曲唱全部操办，好家伙，2、3天一首歌，廖仁南的创作灵感都不会停滞的吗？廖神出手，必属精品啊！期待 in， 廖仁南牛逼 plus。紧接着，一段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响起来，那别有一番铿锵的曲调，给人莫名其妙的力量。一段旋律过后，歌声传了出来，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demo 里，廖仁南的声音很好听，婉转但充满力量，那嗓音特别细腻，宛如在人耳边诉说一般，一下就让观众沉浸进去。随着这小段旋律结束，他的音阶也拔高几分，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神级歌喉宿主拥有此技能，不管是高中低音、绵羊音、海豚音，还是各种类型的音，通通完美唱出，不在话下。刹那间，廖仁南的歌声如同一阵微微的春风，拂去了大家的悲伤，如同一泓潺潺的细流，洗涤着大家的心灵，如同一缕灿烂的阳光，照亮大家的心扉。短暂的停顿后，廖仁南唱出副歌，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是我的梦。随着歌曲之中空灵的海豚音响起，所有人都释然了。现场有的观众虽然嘴角弯着，但眼眶已经红了，他们哭了，既是因为凄美伤感的歌曲，也是因为这惊人的海豚音。观察团的几位导师有2位对视了一眼，还有3人都是一脸震惊的摇了摇头，显然是被这歌声给镇住了。天籁工作人员包括总导演韩尚佑在内，所有人都停滞了那么几秒，瞠目结舌地立在原地，显然也被惊讶住了。至于华为集团的代表，每个人都是一脸的赞许，尤其是首席剑歌官赵慕琦，更是闭着眼睛沉浸在了这首歌中。与此同时，直播间弹幕瞬间炸锅，卧槽，海豚音要不要这么惊艳？好听，廖仁南真是帅气，实力兼备，不愧为天花板。喷子们听到了吗？都跪着膜拜吧，醉人醉心。随着旋律放缓，歌曲进入循环，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溅起伤口的美。哦，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这一遍，虽然旋律不变，但是歌词变了，大家都听懂了这首歌传达的意思。不是所有的梦都能实现，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不是所有的爱都有结果，但在梦想面前，我们还是应该不惧困难，勇往直前。有些恨，有些爱，有些痛，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人生怎样能不留遗憾？因为你是我的梦，世界会怎么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这一段歌曲中加入了说唱部分，更加阐明歌者对人生的态度。梦想可能遥远，但并不是遥不可及。这个世上没有末等生，人人都能以梦为马，去往一心向往的地方。纵然沿途无人喝彩，心有挚爱，终会拨开云雾，望见碧水蓝天。所以当廖仁南看到华为公司用梦想作为广告曲主题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歌。歌词是何等的深刻，何等的精辟，同时他传达的理念与华为集团发展历程不谋而合。华为集团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硬是凭着坚韧与执着，在冷眼与嘲笑中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华夏人引以为傲的龙头企业。这就是对梦想勇敢追逐的精神。第96，这波狗粮来得猝不及防。舞台音响之中，歌声还在继续，泪就让它往下坠，溅起伤口的美。哦，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你是我的梦，因为你是我的梦。在一段空灵的海豚音后，伴随着旋律放缓，音乐也慢慢结束。而虽然歌曲结束了，但其给人的感染却是更加深刻了。追梦的路上可能困难重重，充满荆棘，但保持乐观的心态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你的人生终将辉煌。哗啦啦！演播厅所有观众，包括观察团的导师、天籁的工作人员，还有广告主代表团等人，全都不约而同的起立，自发为廖仁南鼓掌。掌声雷动，廖神！观众席上很多人边鼓掌边呐喊，直播间弹幕数量也创下历史新高。这首歌有深度，我一个大猛男都听得落泪了。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粉了！廖仁南，廖神牛逼 plus！ 见状，廖仁南面色平静，对着镜头微微鞠了一躬。这一下，哗啦啦啦啦，台下的掌声更大了。全场唯一没有鼓掌的，大概只有叶旭坤团队以及苏雪、花泽吕几人。可此刻却没人理会他们，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廖仁南的身上。视讯中，何老师也在鼓掌，脸上满是兴奋之色。等掌声稍稍平息后，他才继续主持道：感谢廖仁南先生，也感谢华威集团为我们带来原创广告曲《我的梦》。那下面有请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首歌曲。镜头转向观察团，那英仍然站着，沉吟了一下道：网上都说我音域宽，能跨越高中低音的。我今天想对大家说的是，廖仁南才是真正音域宽的歌手。从比赛出到现在，不论是低音、中音还是高音的歌曲，他都能轻松驾驭，不但坚固，还音色统一，穿透力强，听感绝佳，这是相当厉害的。哗啦啦啦，那音点评完，现场掌声雷动。镜头对准刘焕，刘焕也站立着，他蹙眉想了下，笑着道：其实除了唱功实力、经验和技术之外，情感表达也是一个好歌手必备的素质。在这方面，我认为廖仁南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他有着非常强烈的表演欲望和灵魂力量，每次演唱时都能够将自己完全投入到歌曲中。他的嗓音透彻而又富有感染力，让人听了会感到非常舒服。说到这里，刘焕也学着赵慕琦的动作，指了指房顶道：天花板级别吧。哈哈哈！台下一片哄笑。接下来，王子颂和林夕老师两位导师也分别从唱功技巧和词曲协调方面对廖仁南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末了，也都笑着指了指天花板，把所有人都逗乐了。最后，轮到李千墨点评了，镜头给了他大特写。只见李千墨一双大水眸，还带着一丝丝红晕，显然是刚刚哭过了。不过这样一来，显得他更加的娇艳动人。李千墨沉吟片刻，动动粉唇道：这样说吧，这首歌我准备单曲循环，现在直接把这 demo 录下来，等正式版出来了再替换，反正每天都要听一听。此言一出，全场掌声如雷。李千墨、廖仁南在一起，有观众起哄喊道。李千墨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说的有些暧昧，顿时就羞红了脸。谢谢。廖仁南微微欠了欠身，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而节目组立马把李千墨羞红脸的镜头和廖仁南微笑的镜头拼接在一起，直播间弹幕区立马就爆炸了。哇哦，好养眼的一对，这波狗粮来的猝不及防啊！节目组剪辑好有心，必须要加鸡腿了。李千墨、廖仁南在一起，看着节目蹭蹭上涨的热度，节目组工作人员包括总导演韩尚佑等在心里也非常感谢两人，为天籁制造了不少热度。同时他们慢慢也磕起了两人的 CP， 这不就是男才女貌吗？视讯中，何老师微微一笑，继续主持道：好的，谢谢五位导师的点评，同时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请华威集团银策团到后场休息。由于时间已经过去4个小时，那么今天上午的环节到这就结束了。现在来为大家总结一下，截止目前共锁定4个代言，金额总计为2亿1千万，得标者全部是廖仁南先生，大家鼓掌祝贺他吧。哗啦啦啦，又是一阵掌声响起，镜头给了廖仁南大特写，他与赵慕琦、柳燕两人一一握手致意，这才冲着镜头摆摆手，待掌声小点。何老师继续道：千万代言环节今天上午就告一段落，还剩下宝洁集团、一牛集团、华夏移动、比亚迪集团4家广告主，共计2亿3千万的代言，等待10位歌手继续收割，请大家继续努力，咱们下午2点准时再见。这时镜头扫过台下的观众们，哦耶，所有人都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对着镜头挥挥手暂时告别。镜头再一次扫过参赛歌手们，除了廖仁南保持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其他几名歌手都是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来，而像花泽吕、叶旭坤更是垂头丧气的，脸黑的就像要马上哭起来似的。不过也情有可原，
比赛1天半，得个零鸡蛋，谁笑得出来？第97，打得火热。天籁宽敞的餐厅，午餐时间，本来应该是欢天喜地、吃吃喝喝的时间，可是现在所有人都没有那么高兴了。要知道，这才1天半的时间，廖仁南就以一己之力，将可可乐乐、农夫集团、辉腾集团以及现在的华威集团等这4家公司的代言，全部收入囊中，这是何等的让人嫉妒！所以，哪怕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但众人却没有心思去吃了，只是时不时的偷瞟一眼廖仁南，不自觉的想看一看他在干嘛。哪怕廖仁南那边发出一丁点动静，都足以吸引他们100分的注意力。而另一边，廖仁南倒是十分的泰然，在节目组餐厅点了几个简单的饭菜，准备对付着吃一餐。就在这时，一双娇小玲珑的美脚，配着奢侈品牌的高跟鞋，映入廖仁南眼帘。廖仁南抬头一看，俨然就是李阡陌。李阡陌提着一个粉色饭盒，正笑盈盈地看着廖仁南。廖老师，我多带了一点菜，你可以帮我吃一点吗？求之不得呢。廖仁南笑了笑，拉开一把椅子道：你也坐吧。谢谢。李阡陌应了一声，便落座，把菜摆出来，有青菜烧牛肉、山药炖排骨、宫保鸡丁、蒸蒜苗、孜然蘑菇、胡萝卜炒青菜等，菜色非常的丰富。除此之外，还有一份浓汤。廖仁南有神级厨艺加身，只要一闻，他就能分辨出里面的主料，有百合、雪梨，还有少量枇杷和甘蔗，都是对嗓子好的食物。他心中顿时涌起了一股暖流。廖仁南想起了什么，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道：这些都是你那位朋友的手艺吗？不是，是我做的。李阡陌如实说道。他也猜到了上次应该是被廖仁南识破了，不然他也不会硬着头皮把菜吃个精光。你尝尝吧。说出这句话，李阡陌有点没底气了，便补了一句道：可能味道差点。不会啊，闻着很香。廖仁南说着，夹了一块放进嘴里，津津有味的吃完后，又加了一句道：味道也很好。其实说来也奇怪，这是廖仁南有生以来真真正正吃到的第2位女人，专门为他做的饭菜。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第2个就是李阡陌了。至于苏雪，当时从结婚到离婚，他就从没下过一次厨房。就算有一次廖仁南高烧不退，苏雪也没动手为他准备一丁点什么。不过这样也好，谁也不欠谁的。此刻，李阡陌看见廖仁南吃得这么大口，心里也是暖暖的，便跟着他一起吃起来，明显是放松了许多。廖老师，我感觉做荤菜还是挺不稳定的，时好时坏的，你什么时候教教我呗？当然可以啊，我告诉你啊，做荤菜最讲究火候，就是廖仁南笑着道，正准备解释一番，却发现脑中全是专有名词。上一次就因为全是术语，让李阡陌听得一头雾水。于是廖仁南便道：算了，还是改天现场教你吧。好呀。李阡陌花痴一笑，改天现场教，那不就是变相约会吗？苦尽甘来啊。李阡陌想到什么，又问道：廖老师，接下来的2个代言都是比较棘手的，你有什么打算吗？廖仁南闻言笑了笑道：继续忙呗，我头很铁的。噗嗤，李阡陌也被这话逗笑了，笑着举起一个拳头道：那加油。哈哈。2人都笑了。而这个画面被其他人看见，餐厅所有人，特别是参赛的其他几位歌手，心里都是五味杂陈。任贤齐和林志炫是坐一桌的，2人朝着廖任南方向看了一眼。林志炫苦笑一声道：看来咱们真的是老了，是时候该退出歌坛了，让位置给年轻人了。任贤齐闻言也笑道：可不是吗，真的是有点跟不上现在的潮流。不过咱们华夏乐坛有这么新鲜的血液，我还是挺为他们高兴的。这倒是。林志炫点点头道：生生不息，才能永传不止。王心凌和关碧菊2人也在同一张桌上用餐，2人虽是竞争对手，但是比赛到现在碰过了不少的面，早已从对手变成朋友。看见这一幕，关碧菊疑惑地问道：你说他们都是当红一线，特别是李阡陌，家世还那么的好，他们这么光明正大交往，都不怕影响事业的吗？王心凌柳眉微蹙，思索了片刻道：他们应该不怕吧，不然也不会这么自在了。李阡陌那显赫的家世早就支撑他无所畏惧了，而廖任南是创作型歌手，靠实力来闯荡娱圈的，也是不惧怕流量的。再说了，如果2人真的都喜欢对方，就更加不会在意这些了吧。关碧菊闻言偷偷看了花泽吕一眼，陷入了沉思。再说花泽吕所坐的那一桌，
气压则是低到了极点。苏雪本就对花泽吕在这一次的代言活动中表现非常不满，所以节目一结束就批了花泽吕一顿，连午餐都没来跟他一块吃。花泽吕自然也是心里很不爽，而现在他看见廖任南和李千墨打得火热，心里更是羡慕嫉妒恨。不过花泽吕却是没任何办法，现在他只祈祷能够把华夏移动的代言拿到，这样至少算有个交代。而另一桌的叶旭坤心情也是不爽到了极点，他廖任南一个离过婚的二流明星，居然能够有这么大的艳福，想到这，廖任南就要气得吐血。只能说这个李千墨也不是什么好女人，就算是家庭背景雄厚有钱怎么了，反正劳资也是不缺钱的少爷。叶旭坤决定了，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去高级会所挑个美一点的公主，好好的放松发泄一下，反正关了灯都一样，无所谓了。时间飞逝，眨眼就到下午2点钟，千万代言环节继续。时间过去12个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还剩28个小时。而截止到现在，除了廖任南拿下4个广告，其他的歌手都是零收获，所以说大家都还挺着急的。第98，这就是体制，真是太腐败了。现在的状况是只剩下华夏移动、比亚迪集团、一牛集团、宝洁集团，一共4家广告主了。其中一牛集团要求广告曲演唱者性别为女，所以只能在王心凌和关碧菊之间挑了。到目前为止，一牛集团还在持续比稿中，让关碧菊、王心凌调整了几遍歌曲，倒不是说他们的作品都很好而难以从中取舍，而是广告主对双方的作品都不太满意，这个就比较尴尬了。此外，还剩下一个宝洁集团的七彩空间产品，广告主倒是不排斥男性代言，但一名男歌手代言女性产品，怎么也会被人诟病一番的，所以大部分歌手也是比较排斥的。于是节目一开场，叶旭坤一屁股坐到了比亚迪集团的会谈室，而花泽吕则是径直走向了华夏移动的会谈室。至于其他的歌手，则是一脸的茫然，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有几位歌手索性坐在歌手席位上，静观其变。看到了这一幕，网友议论纷纷：尼玛，这叶旭坤还翘着2郎腿，也太嚣张了吧！可不是，看花泽吕那逼模样，目中无人的很啊。这俩人基本内定了代言，看其他歌手一点反抗想法都没有，爱终究还是斗不过资本，有点没意思了。廖任南上，你不是很牛逼吗？哈哈，现在知道怂了。楼上的，你中午吃屎了吗？嘴这么臭。就在这时，只听得哐嚓一声，林志炫站起身来，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那消瘦的身躯上。林志炫推了推后框眼镜，迈步走进华夏移动会谈室。而此刻，华夏移动代表团席位上居中坐着的是营测部部长，名牌上写着林圣英3字，一副大腹便便的模样。林部长旁边是部门经理，名牌上写着江辉2字，也挺着一个圆肚子。靠边坐着的是监听官，名牌写着胡志勇3字，身材不胖不瘦的。林老师你好，赶紧请坐吧。见林志炫走进了会谈室，江辉非常圆滑的打招呼，另外2人也点头示意。而花泽吕却是白了林志炫一眼，他居然有胆子进来。不过也没有关系，谁进来让他好好吃扁。这是我的 demo。 林志炫把 U 盘递了过去，江辉笑着接过，递给了胡志勇，然后道：我们华夏移动的广告曲要求早就已经公布出去了的，主旋律就是青春、张扬、个性，适合我们动感地带的卡配套的。明白。林志炫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点点头。趁着这个空隙时间，胡志勇已经接入 U 盘，开始戴上耳机听广告曲了。见状，江辉搓了搓手，微笑着道：到现在为止，只有花泽吕一人投标了，不知道其他人为什么不投，也可能是要求比较高吧。但就花泽吕的广告曲，我们还是挺满意的，多谢领导的厚爱。花泽吕闻言插话道，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了一抹笑容。呵呵。林志炫讪笑了声，却没有说话。当然了，江辉略感尴尬，解释道：我们是严格按照正规流程办事的，一切也都还没有定。林老师您尽管是歌，我们的剑歌官胡志勇是懂行的，他也是音乐专科生出来的。江辉这段话既是说给林志炫听的，同时也是说给所有的参赛歌手听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不投稿是你们的事，我还是非常公平公正的。林志炫微笑颔首。这个时候，胡志勇听完歌，摘下耳机。林老师的广告曲怎么样？江辉迫不及待地问道。胡志勇迟疑一下，道：歌曲是非常好听的，相信一定会很受欢迎。
但是跟主旋律还是有点远了。其实这番话是早就准备好的说辞，只是借胡志勇的口说了出来，那真的太可惜了。江辉露出遗憾的表情，看向林志炫道：“不过林老师，您这歌完全可以投其他平台，绝对会火的。”没关系，林志炫微笑道。事实上，他也知道网上的传闻，只是还有点不太相信。而当他踏进会谈室，感受到里面的氛围，就已经猜到了结果。那你们先忙吧。林志炫接过 U 盘，起身道。居中的林圣英也起身，对林志炫伸出手道：“谢谢林老师能投稿，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行。林志炫握了握手，我送您。江辉把林志炫送到会谈室门口，这才转身看到这一幕，观众席位嘘声一片，直播间弹幕也开始猛增。尼玛，好假呀！这铁定是内定了，这还用怀疑吗？不知道盛雪娱乐砸了多少钱，应该还有其他的投入吧。卧槽，这就是体制，真是太腐败了，看着恶心。对啊，真是没意思，只可惜不能快进啊。乔花泽吕那个嚣张样，真是太受不了了。谁给我去灭灭他！你们这些酸柠檬，为什么看我家花花不爽？他也是靠实力争取的，有错吗？花泽吕，华夏歌坛永远低神。一时间，华夏移动会谈室再次陷入沉默，直播间的气氛也变得古怪起来。而天籁节目组导演连忙把镜头四处切换，分别给导师团、歌手席位，甚至一些漂亮的美女观众等多一些分镜头，不然真的没什么看点。就在这时，哐嚓一声，廖任南站起身，朝着华夏移动会议室迈步走去。原本他想等其他歌手先投标的，可是见大家一直都没动静，他也就不打算继续等下去了。而看到廖任南起身，导演连忙给了他特写。廖任南是一脸泰然，但台下的观众、节目组工作人员，还有华夏移动代表团几人，都是眉头紧锁了起来。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反倒花泽吕是喜出望外，他正期待廖任南能来投标，这是一个报仇雪恨的好机会。第99歌曲开头就是王炸。廖任南走进会谈室，找到位置径直坐下。江辉也回过神来，满脸堆笑道：“廖任南你好，欢迎欢迎啊。”廖任南微笑着点头，与几人一一握手，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他还是会的。打过招呼后，江辉也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道：“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大力支持，那请让我们听听你的广告曲吧。”廖任南把 U 盘递了过去。谢谢。江辉接过 U 盘，回头看向了胡志勇，吩咐道：“快给听听，仔细点啊。”虽然名额内定了，但江辉知道，在镜头面前要做得漂亮些。知道胡志勇应了一声，接过 U 盘，认真操作起来。事实上，胡志勇之前很少关注娱圈，所以并不知道廖任南。但是这2天里，他以广告主代表身份参加节目，算是间接认识廖任南。他对音乐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廖任南创作出这么几首经典的广告曲，是需要多少音乐才能做支撑的。所以，胡志勇打心底里其实很佩服廖任南，算是一位新晋男粉了。镜头前，江辉说着官方客套话，廖任南也随意的打几句。旁边的胡志勇准备就绪，聚精会神的听起 demo 来。然而，才刚听一个开头，原本微弓着背的胡志勇腰杆便猛地挺直了些，随后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夸张，之后更是惊喜的几乎快叫起来，就像中了几个亿的大奖。而胡志勇动静太大了，哪怕是隔着几个座位的花泽吕也感觉到了他的反常行为。花泽吕立刻不爽了，这胡志勇给廖任南的作品这么大反馈，那不就是在变相打自己的脸吗？于是避着镜头，花泽吕给江辉使了个眼色。江辉几人都收过好处的，自然跟花泽吕一个鼻孔出气，便连忙瞪了胡志勇一眼。而胡志勇完全沉浸在歌曲里，根本就没发现周围的异常，反倒是越来越兴奋起来。迫不得已，江辉用手肘撞了一下他，胡志勇这才反应过来，他摘下耳机，便迫不及待道：“这首歌真的挺标新立异的，风格非常的新颖，完全是颠覆性的存在。而且他还拿咱们移动动感地带卡做歌词，真的是太惊喜了。要不你们也听一听吧。”胡志勇开口噼里啪啦的说了一通，就像是发现大宝藏要跟人诉说一般。只听得哗啦一声，全场一片哗然。观众显然被胡志勇的话给惊讶到了，都很好奇他到底听到了什么样的歌曲。而反观江辉、林圣英以及花泽吕几人，则是眼睛都绿了。尼玛，这小胡怎么回事啊？
平时挺机灵的，这个时候犯浑，真操蛋。江辉面露一丝尴尬，但仍挤出一丝笑，冲镜头道：“我也是有点音乐造诣的，那就试着听听看是不适合。”说完，江辉一把将胡志勇的耳麦拿过，还逼着镜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居中而坐的林胜英也一副不信邪的模样，拿起另一副耳麦戴上。胡志勇脸色一沉，将歌曲播放条拉回原点。0.1秒钟，超强的旋律响起，开头就是王炸。江辉和林胜英两人虽然绷直身体，佯装镇定，但他们的眼睛却骗不了人，就像通了高压电的灯泡一样，蓦地亮了起来。可以说，只需要听开头一段，如果是平常正规比赛的话，他们肯定果断选择这首歌。但是，这不是正规竞赛，他们已经和盛雪娱乐是绑在一条船上的人，哪里还能更改的呢？如果稍稍有操作不好的话，几人的前途都将毁于一旦。所以，他们很清楚该如何做。江辉摘下耳机，沉着脸道：“还行吧，曲风是很新颖的，但是感觉有点偏了，怕很多用户接受不了啊。”而旁边的胡志勇听到这句话，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下来。这么一首新颖的，完全贴合年轻人个性、张扬标签的广告曲，他竟然要直接排除，真是暴殄天物啊！要知道，胡志勇是华夏移动内部人员，自然也知道广告曲早就定好了。如果没听到这首广告曲还好，但听到了，他心里就过不去这道坎。而他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执行者，完全没有任何的实权，所以也是于事无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大胆尝试，说不定会引起一阵音乐狂潮。而且这首歌的立意很独特，至少有近7层的年轻人会喜欢的，至少我就非常喜欢。胡志勇迟疑了片刻，还是忍不住说道，连手都在颤抖着。新颖虽然新颖，但这也意味着风险。一直没说话的林胜英开口说话：“咱们公司现在普及5G 网络，做到华夏每一处都有信号塔，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表现。所以我们宁愿选择保守的策略。”林部长说的有道理，江辉也在旁补充道：“那既然大家产生分歧，我们还是投票决定吧。刚好我们这里有5位代表，赞成留下这手的举手吧。”而听了这话，举起手来的只有胡志勇一个人。那还是直接排除掉吧。江辉佯装很失落的神情，对廖仁南道：“实在是对不起了您，您可以另投其他家。”闻言，廖仁南淡然的笑了笑。其实他也料到会有这么一个结果，不过他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想着尽可能的挣辉煌值，那才是对他最有用的东西。但是，轰！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嘘声，大家显然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们所听到的事实与这最终的结果明明是背道而驰，可是却被这些人死死控制着，让人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就像胡志勇的那种无力感一般。而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等，也都是表情非常凝重。他们当然知道一点其中的内幕，只能说在资本运作面前，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李千墨也是神色很不悦，他后悔自己没有暗暗的帮廖仁南打通一下关系。原本这么高评价的作品，却不能享受其应有待遇，这种打击对于创作者来说应该是非常巨大的吧。与此同时，直播间的弹幕也是密密麻麻。尼玛，这几个移动的糟老头明显是睁着眼说瞎话，委屈廖神了，白瞎了这么好的作品。操，这就是现实吗？好想哭啊。反观花泽吕则咧着嘴笑着，他还挑了挑眉，就像在对着廖仁南挑衅一般，俨然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就在这时，林部长，您的电话，董事长找您。几人身后，一言未发的秘书道：“第100连资本都给撼动了。”闻言，这个时间点，董事长找我干嘛？林胜英喃喃道。而他虽然嘴上念叨着，还是屁颠接起电话：“喂，董事长，我是林胜英。”林胜英一边说着，一边往角落走去。江辉往这边望了眼，对着镜头随便说几句，维持着当前的局面。很快，电话那头传来几句话：“哦，这件事情啊。”林胜英点点头，微笑着道：“您不用派人来了，我们马上就搞定了。”电话那头吼了一声，又大声说了几句话。林胜英脸色一沉，低声应道：“好的，知道了。”嘟嘟嘟，一阵忙音响起，林胜英挂断通话。林部长，怎么了？江辉看到这幕，立马上前问道。林胜英沉着脸道：“董事长秘书马上要过来。”江辉皱眉道：“那个老头过来干嘛？”我也不知道。林胜英摇摇头道：“还有这个广告选取的事，先对外宣布暂停吧。”啊！江辉傻眼了。“个屁！
林胜英瞪他一眼道：“董事长亲自发的话，快点照做。”哦，江辉应了声，心有余悸。他连忙跟节目组说了声，然后宣布道：“我们公司对广告选取临时有点小的改动，所以就暂时搁置，稍后会继续处理。”观众席又爆发出一阵嘘声。由于正好是广告播出的时间，直播间便暂停了一会儿，轮流播放赞助商的广告。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现场的观众可以看到，华夏移动会谈室里多了一位瘦削的中年人，他正在与林胜英、江辉以及胡志勇等人交谈。林胜英和江辉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看向胡志勇的目光充满了怨毒，胡志勇却是别过头，一脸的坦然。又过了5分钟，直播间重新开启，胡志勇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中年男子挨着他并肩而坐，名牌上写着冯涛2个字。林胜英和江辉两人则是坐在了后排，脸色都十分的难看。面对主镜头，冯涛微微一笑道：“现在我要向各位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由于我们公司高层有了新的指示，所以关于广告曲之前做的任何决定现在重新推翻，我们将重新挑选所有歌手的广告曲。”听到这话，哦耶！观众席顿时响起一片喝彩声，连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等，也都是一脸的喜色。李千墨更是眉开眼笑，直播间弹幕区也是一阵沸腾。卧槽，这是有转机了吗？意外的惊喜啊！廖仁南出手就是不一样啊，连资本都给撼动了。哈哈，瞧华夏移动2个狗官那怂逼样，真的是太解气了。所以现在算是重头来过，而且是绝对公平的竞选了。节目才正式开始，期待in。反观花泽吕，先前还十分嘚瑟，现在完全傻逼了。确定好的竞选，想重新开始就重新开始的吗？什么情况？而坐在台下嘉宾位的苏雪，此刻也是有点蒙圈了。原本盛雪娱乐拿到华夏移动代言，几乎就是临门一脚的事情，现在发生这一番变化，不知意味着什么。想到了什么，苏雪给江辉发去一条信息：“怎么回事啊？”那头很快回复：“听天由命吧。”苏雪不懂，刚准备再问些什么的时候，直接显示你与对方不是好友关系。见此，苏雪差点原地石化，但她还是心存侥幸，希望这次的洗牌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就在这时，冯涛扭头看向胡志勇，道：“歌手提交的 demo 呢？让我听一听吧。”胡志勇闻言点了点头，连忙找花泽吕、林志璇以及廖仁南几人重新要来 U 盘，并调试做好准备。冯涛戴着降噪耳机听起来，胡志勇也戴上另一副耳机。在听的时候，胡志勇还在平板上写画画，给冯涛讲解着什么。冯涛听后连连点头。几分钟之后，冯涛摘下耳机，对着镜头道：“这几位歌手的广告曲质量都很高，现在都暂时待定吧，最后再一起做决议。另外，其他歌手如果有准备广告曲，也可以来投标试一试。”闻言，原本坐着不动的几位歌手纷纷起立行动了起来。他们都知道，这是大主管亲自下来控局了，应该能找到所谓的公平。于是，一时间，华夏移动的会谈室也热闹起来。冯涛和胡志勇两人的办事效率非常的高，大约20分钟时间过去，另外6名歌手，一共6首 demo， 全部是歌完成。其中，叶旭坤是没有准备的，直接弃权。他此刻也是有点后悔，哪知道还会出现这反转。谢谢各位歌手的支持，请允许我向上级禀报下。冯涛对着镜头说道，然后退到会谈室角落，他避开节目组的收音器，跟董事长通了个电话。几分钟后，冯涛重新回到镜头前，便对胡志勇说了句话。胡志勇点了点头，然后去到锁歌台前，开始操作起来。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要干什么，顿时一个个心中紧张到了极点，尤其是那些参选的歌手，更是感觉自己的鼻孔里好像灌了水泥一样，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这可是9000万的大代言啊，华夏数1数2的存在了吧？这马上就要揭晓了，能不让人紧张吗？就在这时，当当当的一声，一道电子播报音在整个演播厅响起。恭喜华夏移动集团锁歌成功，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是廖仁南先生。一时之间，廖神，廖神，廖神，在场的男粉都兴奋了，并热烈的欢呼起来。而观察团的几位导师以及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包括总导演韩尚佑在内的，都是露出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廖仁南居然真以一己之力撼动了庞大的资本。第101，廖仁南成了精神象征。这个时候，
何老师连线会谈室，主持道：“恭喜华夏移动代表团挑选到中意的广告曲，同时也祝贺廖仁南先生成功拿下9000万的代言。”廖仁南闻言，与冯涛、胡志勇等华夏移动的代表一一握手。至于后面的林胜英和江辉，廖仁南却是没有理会。冯涛也十分欣赏廖仁南，邀请他到最中间的位置，三人一起朝镜头挥了挥手，哗啦啦，全场掌声雷动。何老师一脸笑容，继续主持道：“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廖仁南共拿到3亿的代言费，提前锁定本环节第1名。根据节目组规则，廖仁南将额外获得金色徽1枚，这枚徽代表着廖仁南在参加冠军之夜能获得 3% 的投票加成。那么综合前2个环节的累计，廖仁南共获得总计 9% 的投票加成。”就在何老师主持着间，一位礼仪小姐来到会谈室，用红布托盘把1枚金色徽端到了廖仁南面前。廖仁南微笑着接过，挂到了自己衬衣口袋处。金色的徽在镁光灯的照射下十分的耀眼。哗啦啦，演播厅再一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廖仁南也隔着镜头对着观众们鞠了一躬，表示自己的谢意。何老师略微停顿了下，继续主持道：“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稍后节目组会安排两方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另外，请冯总做出相关的决定，就是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是否选择对外播放。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1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演播厅听到何老师所说的话，外放，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欢呼声。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几人，也化身为热心观众，跟着兴奋地喊着。毕竟这一首广告曲可是撼动了资本，那肯定是非同寻常的，谁不想一饱耳福呢？面对大家的欢呼，冯涛拱了拱手，表示感谢。等掌声小了点，他才继续道：“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高的热情，但今天锁定的这首广告曲是要跟我们的动感地带卡同步发布，所以说今天就不能对外公布了。不过好消息是，我们动感地带卡的上市时间就在下个星期3，也只需要几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不会等太久。”观众席上一片哗然，显然所有人都有些失望。好事多磨吗？冯涛一反严肃的形象，撒了个娇道：“而且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董事长刚刚确定了，这首广告曲将会赶拍 MV， 届时会邀请廖仁南一同参与，所以到时候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哦耶！观众们终于是欢呼了起来，这真是意外的惊喜啊！哪怕要等上几天，大家也觉得值了。好的，何老师微微一笑，继续主持道：“那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请华夏移动营测团到后场休息，也请廖仁南继续投标，争取再多拿些代言。”闻言，冯涛和胡志勇2人一一跟廖仁南握手致意，这才告辞离去。而江辉和林胜英2人则是耸拉着跟在后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城、廖神。好样的！观众们齐声呐喊起来，直播间也都是廖仁南、廖神牛逼 Plus、华夏歌坛真神等留言。反观盛雪娱乐的花泽吕、苏雪几人，个个都是脸黑的像木炭一般。要知道，苏雪这一次可是将全部的赌注都压在了华夏移动的身上，而现在所有的计划全部泡汤，这对他的工作室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真可谓是人财两空。而花泽吕也是目瞪口呆，再也不敢去对视苏雪，他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般，一脸茫然地走出了会谈室。而此刻正在比亚迪会谈室的叶旭坤看到这一幕也是觉得很好笑，平民就是平民，就算是捞到点内幕，那也是会被推翻的，真可谓是阴沟翻船，贻笑大方啊！这么一对比，叶旭坤越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毕竟他的这个代言可是比亚迪高层、拇指娱乐以及天籁节目组3方一起约定的，所以这是板上钉钉，没得改的事情。因此看到廖仁南再次拿到代言，叶旭坤心里确实会有点不爽，但却并没有觉得那么的膈应。特别是当叶旭坤看到盛雪娱乐一众人这么落魄的模样，他反倒有一股优越感，反正金额最高的代言已经被自己拿到了，还有什么需要去争的呢？到时候就如此宣传，一样是逼格满满的。叶旭坤觉得可以了，更何况叶旭坤觉得自己一人坐在比亚迪会谈室，高枕无忧的样子，有一种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感觉。而且这是在华夏全国直播，俨然就是高贵的象征。廖仁南他比不了。想到此，叶旭坤心里更爽了，
与此同时，歌手席位的几人也都释然了，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比亚迪的代言完全没可能拿到，所以他们甚至都没准备投比亚迪的广告曲，直接躺平了。而就在这时，只听得哐嚓一声，坐在席位上的廖仁南起身，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廖仁南的身上。这个时候，廖仁南迈步朝着比亚迪的会谈室走去，哗啦一声，全场轰然声一片。廖神，观众席上有人兴奋地喊着，就连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也都是热情地鼓着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要廖仁南站出来，所有人就都相信这件事一定会成功。廖仁南俨然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李千墨也是目光灼灼地盯着廖仁南，在他的心中，廖仁南已经是最后的胜者。直播间弹幕区也再次刷爆了，廖仁南加油，廖神，我们看好你，往前冲，廖神牛逼，廖神威武，廖神霸气。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名字。第102音乐还能这样玩。另外，天籁的工作人员，包括韩尚佑在内，他们虽然都很欣赏廖仁南，但此刻却更多的是感到惋惜。不得不说，廖仁南这份魄力还是很值得称赞的。可是就这样收尾不也很好吗？何必追求尽善尽美？难道一定非要撞了南墙才肯回头吗？毕竟这是三方共同商议的结果，根本就是没有更改的余地。即便是韩尚佑这个总导演也是无法干涉其中的，只能按照指示去行动。换句话来说，廖仁南这就是在挑战绝对的权威，挑战不可能。而当看到廖仁南走进会谈室的时候，比亚迪的代表团成员们脸上都露出友好的笑容。其实说到底，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他们全都只是工具人，配合着演一场戏罢了。当然，他们其中的几位还是非常欣赏廖仁南，所以几人准备给廖仁南一个台阶下，这样双方都相安无事。而正坐在会谈室里悠然自得的叶旭坤则是一副看起盖的模样，用眼角看着廖仁南，噗嗤，还真当自己是哪吒，想要逆天改命吗？可笑啊！当然了，叶旭坤自然是求之不得，正需要一片绿叶来衬托自己呢。就在这时，廖仁南已经走到比亚迪的会谈桌前，代表团几人都被廖仁南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场所震撼到，一个个的都微微有些发愣。廖老师你好，快请坐吧。汪晴第一个回过神来，他是银策公关分组的主管。廖仁南微笑着点了点头，在汪晴的对面坐了下来。这位是我们银策的最高主管肖南肖总。汪晴指着右手边的一位中年人向廖仁南介绍，说完他又指着左手边的一位身穿格子衬衫的男士道，这是我们的建歌官杨鹏杨主任，你们好。廖仁南站起身来，伸出右手道，你好。你好。肖南杨鹏两人也跟着站了起来，依次与廖仁南一一握手，简单寒暄几句后，汪晴微笑着朗声道，感谢你能来给我们公司广告曲投标，这是对比亚迪的一份宝贵的支持。反正先不管这个广告曲的挑选，可能最后结果会不尽如人意，但是就你对比亚迪的这份关注，比亚迪将为你提供一辆坐骑作为感谢，其中车型随你选，费用全免。听到这话，哗啦，观众席上的人都是一片热议，而歌手席的几人也是窃窃私语着。很显然，比亚迪送的这份奖励让他们有点动心了，想不到随便投标就能白拿一辆车，早知道就做个准备去试一试了。只可惜世上没有早知道，直播间的网友也都坐不住了。卧槽，廖仁南也太有排面了，出面就弄到一辆车，楼上的你格局太小了吧？感觉这汪晴就是在推搡，就是送你辆小破车，让你别参与这个选歌了，可不是吗？这一辆车也值不了多少钱，还能够借助廖仁南打播广告，这比亚迪高管不愧是做银策的呀！尼玛 demo 都不听了，就开始推搡了，要不要这么坚决？虽然我是廖神的无条件支持者，但是感觉他这波真的悬了。廖仁南闻言微笑着道，那感谢比亚迪的好意，车我就先收下了。不谢的。汪晴和杨鹏都是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道，心里想着，想不到这么轻易就劝退了，这会师之谋计策不错。然而就在两人暗自庆幸之时，廖仁南话锋一转，又接着说道，不过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不是来给你们使绊的，而是给贵公司添油助力的，所以现在我收了你们的礼物，那就更加要好好争取这个代言了。汪晴、杨鹏
两人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我知道，现在贵公司正处于弯道超车的关键时期，我觉得我的这首广告曲能够助贵公司一臂之力。廖仁南接着说道，其实在这个平行世界，现在正值比亚迪车企与国外车企势力相抗衡的时期。在此之前，华夏车市的一大半份额都是被国外品牌霸占。近2年来，比亚迪集团率先开拓新能源市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而取得不错的成绩，正处于弯道超车的好时机。而众所周知的是，大型企业都是非常注重广告效应的，一首高质量的广告曲不仅能够让产品迅速打开口碑，还能够凸显产品的格调。所以说，这也是比亚迪愿意花1个亿去挑选广告曲的原因。一时之间，廖仁南此言一出，汪晴和杨鹏两人皆是脸色一变。实在是廖仁南的这句话太傲气了，他完全是以一种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高傲最犀利的话。汪晴和杨鹏都感受到了一股沉重的压力，都快有些招架不住了。廖神加油！观众席中有人高呼，他们当然明白这其实就是一场博弈，心里都给廖仁南打着气。观察团的几位导师也都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廖仁南，期待着他会有什么精彩的表现。而歌手席位的几人，包括王心凌和关碧菊，还有任贤齐和林志炫等，都是面面相觑，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们显然都被廖仁南说出的这些话给惊讶到了，可能在他们喝醉了，才有勇气说出这番话来吧。会谈桌上，廖仁南不给两人踹膝的机会，又补充着说道，我的这首广告曲就是为车企量身创作的，它的拓展价值绝对是物超所值，你们可以听一听。对了，贵公司该不会不打算听我的 demo 吧？廖仁南一边说着，一边把 U 盘放在会谈桌上。当然不会的，汪晴讪笑一声，对着镜头道，这是在参加直播节目，我们当然是按规则行事。说完，他拿过 U 盘递到杨鹏面前。杨鹏见状抿唇笑了下，作为路人，他挺佩服廖仁南的勇气的，但作为任务执行者，他觉得廖仁南有点过于自傲了。杨鹏将 U 盘插入电脑卡槽，稍稍调试一番之后，戴上耳机开始键听。才0.1秒钟，一段强烈而有节奏的如心脏跳动般的汽车引擎发动机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杨鹏张大嘴巴，双目瞪圆，听到这音乐后，脑袋细胞里的那种愉悦、刺激、兴奋感完全是压都压不住，推使着杨鹏立马跟着兴奋起来。卧槽，音乐还能这样玩？他感觉自己几十年积累的音乐观瞬间彻底被颠覆了。这歌香，真特么的香。第103，这才是超级公关。才半分钟，杨鹏都有点等不及，再多听一会这歌了。他就急不可耐地取下耳麦，越过汪晴，对同排的肖楠道，肖总，这歌……等等。没等杨鹏多说什么，肖楠便抬手阻止道。肖楠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看向廖仁南道，我相信你的歌曲质量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的，但选曲维度是多样的，有些质量很高的歌不一定是最适合的。当然了，廖先生您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不适合，不单单指歌曲方面。肖楠说的这一段话可谓是隐喻又直白，他算是再次点明了这首广告曲是3方约定的。话都说到这份上，那我懂了。廖仁南便笑了笑道，不过也没关系的，华夏现有的车企也不止贵公司一家，如果贵公司觉得不合适，完全没有必要勉强的，我相信肯定有其他的车企会对这首广告曲有意愿的，反正我这首歌是不能浪费的。哈哈，现场观众都是捧腹大笑，廖神厉害，还有人忍不住喊出声来，所有人都很兴奋，就像是廖仁南在带领着他们与比亚迪对抗一般。呵呵，确实有点意思。观察团的几位导师也都相互议论着，对廖仁南的言行啧啧称奇。李千墨也是欢呼雀跃着，虽然代言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但他觉得廖仁南已经胜利了。而一众歌手们也都是纷纷愣住了，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他们都对廖仁南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一次不单单是对廖仁南创作才能的佩服，更是对他人格魅力的佩服。而直播间网友也是瞬间炸锅，卧槽，哈哈，皮肤撼大树，动了动了，楼上的家伙会不会用词？廖神只是皮肤吗？怎么也得是大象吧？感觉必须得有绝对的实力，才能像廖仁南这样霸气，不然容易被人围殴。廖神牛逼，廖神威武，廖神霸气。而在直播镜头里，比亚迪代表团几人的表情都是给了特写的，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只见廖仁南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而他对面的汪晴、萧楠两人却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反转。其实汪晴和萧楠两个也想笑对镜头，但一想到廖仁南的话中话，他们实在是笑不太出来了。如果廖仁南的这首广告曲真是一把锋利的武器，那如果让给了其他车企，不就是变相打自己的脸吗？而且现在是全华夏直播，声势已经造出去了，到时两首广告曲都会发布，如果拿来一比较的话，那不就更加会扩大舆论吗？所以在这一刻，廖仁南的这首广告曲变相价值已经成倍增加，如果真投标给其他车企，肯定会有人愿意买账的。所以从廖仁南坐在会谈桌的那刻起，已定的三方协议就被挑战了。当然了，是否让这个挑战出现，那就看比亚迪的决定了。想到这些，汪晴和萧楠两人的后背都不禁要渗出一阵冷汗。尼玛，他们哪里算得上是银策公关？这廖仁南才是真正的超级公关吧？而此刻看到汪晴和萧楠两人左右为难的模样，叶旭坤也是有点慌了。尼玛，这代言名额不会真要改吧？说好的约定呢？要不要这么玩？叶旭坤也是急了，连忙插话道：萧总，咱们这个可是商定好的。明白。萧楠摆了摆手，示意叶旭坤不要多说。紧接着萧楠又勉强挤出一丝笑，面向镜头道：这个代言的事情我们需要开会讨论一下，可能会有所调整，也可能维持原样，等到时候再向大家公布。观众席爆发出一阵嘘声。汪晴和萧楠见状，脸色有些难堪。而这个时候刚好也到下午5点钟，临近今天的节目结束，何老师便出面微笑着主持道：好了，由于时间已经过去4个小时，今天的环节就告一段落。至于比亚迪集团的代言，咱们明天8点准时继续。再次感谢飓风地产、金大福黄金、华为人工智能对本节目的联合赞助，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观众席上依然是一片嘘声，显然观众们都没得到答案，心里都是不愿意这样结束。但韩尚佑还是下令停止了直播，因为他看到直播间热度还在增加，有好几条相关消息还上了热搜，这些数据是骗不了人的，证明大家对节目越来越感兴趣了。10分钟后，节目彻底收尾完成。廖任南来到休息室，曹金明仍旧是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接通后就是对廖任南一顿的吹捧。廖任南谦虚几句之后，便转问公司的情况。他决定等天籁之音录制完，就好好的规划娱乐公司了。他的目标可不局限于这档节目，只能说这只是一个跳板吧。毕竟廖任南现在人气也上来了，而且刷得的系统奖励也很齐全，他完全有实力在影视歌等方面全面开花，进而驰骋娱乐圈，这才是廖任南想要的。挂断电话后，廖任南便简单收拾下，便直接开车回去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有晚点，已经赶不上去接贝贝，所以他提前通知了梅姨，让他去幼儿园代接。没一会儿便到了家，一进门廖任南就闻到了香喷喷的饭菜。这个时候廖恩贝也冲了过来，一把就抱住廖任南的大腿，这样持续了1分多钟。见廖恩贝还不松开，廖任南便笑着问道：咋地，干嘛还不松手？嘻嘻，廖恩贝眼睛弯成一道月牙道：我在抱爸爸的大腿啊，怎么能松手呢？廖任南笑了笑道：为什么这么说啊？廖恩贝挑挑眉道：你拿下了几个亿的代言，那不是很有钱吗？我要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了。第104，你以后的老婆可是我的后妈。听到这话，噗嗤，廖任南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捏了捏贝贝的小肉脸蛋，问道：你听谁说的？就是我的音乐老师呀。廖恩贝露出2颗小虎牙，一脸认真的道：他是爸爸你的粉丝，知道你赢了比赛，都高兴坏了，所以今天还让我们多看了会儿动画片。廖任南笑着点点头：哦，这样啊。爸爸。廖恩贝2颗葡萄似的眼珠滴溜溜的转动着，然后他想到了什么，又拉着廖任南蹲下身子，凑到他耳边低声说道：爸爸，我告诉你啊，我们音乐老师也是大美女，大长腿，小蛮腰哦。不过反正你有阡陌阿姨了，我就不给你介绍了。廖恩贝一边说着，一边冲着廖任南挤眉弄眼。廖任南站起身，轻敲了下他的小脑瓜，道：你说你这么小一个人，专门盯着爸爸干什么？整天都不操心一点正事的，哪里不是正事了？廖恩贝白了他一眼，扁扁嘴道：你以后找的老婆那可是我的后妈，你前面的那一位就是因为我没有管，所以才弄成这样，所以你现在选择的我是必须有发言权的。
廖任南，他也是被廖恩贝这一套一套的歪理给吓唬住了，便笑着道：“那好吧，爸爸的终身大事就交给你操心了。”没问题。廖恩贝翘起小嘴巴，满意的点点头道：“那我都好几天没有见到阡陌阿姨了，什么时候约着见一面呗？”廖任南道：“这是你们两人的事情，我不管的。”廖恩贝努嘴道：“那好吧，我随意安排罗。”另一边，比亚蒂魔都总部，一场紧急的会议正在进行着。宽大会议桌的最中心位置上，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年男人，他手中拿着一份资料，正是有关廖任南的信息。想到什么？中年男人朗声问道：“这个廖任南的人气，现在具体怎么样？在娱乐圈算几线泥？”陈副总，是这样的。汪晴闻言，连忙回复道：“廖任南出道时间虽短，但他的名气增长飞速，在天籁近2期的人气榜排名中，他把其他参赛者都给压下去了，目前已经能算得上是一线明星了。而且在天籁的这期节目中，廖任南的夺冠呼声是最高的，一共8个代言，他就拿了5个，其中还包括华夏移动的大单。”陈副总微微颔首，又问道：“那歌曲你们听了吗？质量怎么样呢？”肖楠立刻探出头，回答道：“这首歌质量非常高，比拇指娱乐的要强，如果推出来必定会火。”事实上，肖楠这是撒了个谎，他根本就没听过廖任南的那首 demo， 当时他只想着是3方约定，没必要那么多此一举，谁曾想会出现后续的局面。不过杨鹏是专业做广告曲的，他能够给予肯定的，那质量绝对不会差。更何况拇指娱乐叶旭坤的广告曲，肖楠也是提前有听过的，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陈副总点点头，问道：“那你们的解决方案呢？”肖楠咽了一口唾沫，道：“我们营测部门开会，提出了2个方案。第一个是维持与拇指娱乐的协议，同时签署与廖任南的协议，这个优点是不违约，2方都能够兼顾，缺点是代言费增加。第二个是直接解除与拇指娱乐的协议，然后转跟廖任南合作，这个优点是成本维持不变，缺点是会跟拇指娱乐闹得不愉快。”陈副总闻言，眉头微蹙道：“那照你这么说，廖任南的广告曲是 B 选项罗？”肖楠点点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愧疚，道：“廖任南的这首广告曲名气已经打下去了，如果给其他车企拿走，那对我们是最不利的。”陈副总沉吟着，点了点头。锦绣高档小区，时间1分1秒的过去，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廖任南已经哄着贝贝进入了梦乡，其实说是哄着，也不完全准确。贝贝现在喜欢用娃娃把自己后背给围起来，然后再紧紧地贴着廖任南，这样他就能够轻易入睡。廖任南查过了，这是因为孩子还小，缺乏安全感，看来以后在这方面要对贝贝多加注意了。没一会儿，廖任南就收到一条微信消息，这是李阡陌给他发过来的，有关华夏移动的内部消息。原来今天华夏移动总秘会临时到场，是因为胡志勇趁着空隙时间偷偷把广告选曲真实情况汇报给了公司的最高层，而江辉和林胜英2人为了吞得更多的钱财，竟然将盛雪娱乐上交给华夏移动的一笔佣金全部都据为己有了，这样等于华夏移动上下都没打点到，钱全部都进了江辉和林胜英2人的口袋。原本2人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一个廖任南，而胡志勇也早就看不惯2人的作风，于是一根导火索将事情彻底带了出来。现在江辉、林胜英2人都被撤掉了职务，并正在接受审查，而胡志勇则因为举报有功直接升职了。之后跟李阡陌随意聊了几句，廖任南便结束了对话。本来他今天忙碌了一天，也是觉得有点疲惫，所以便果断关掉手机，给贝贝盖下被子，然后闭着眼睡觉了。城南别墅区一张宽敞的粉色大圆床上，李阡陌看着微信对话框中廖任南发过来的月亮晚安表情，一双水眸睁得圆圆的，他知道自己完蛋了，今晚肯定也要失眠。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入睡之前，只要跟廖任南聊过天，甚至是突然间想到了他，李阡陌就会莫名的大脑不受控制，像蝴蝶效应般越想越多，而且还有一些稀奇古怪少儿不宜的画面。李阡陌觉得自己有病，得去挂诊治一治了。第105，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与此同时，盛雪娱乐工作室，花泽旅瑟缩地站着，耷拉着个脑袋，而坐在老板椅上的苏雪正怒目狠狠地瞪着他，他嘴唇都有些发紫了。
胸口也在不停地起伏着，隐隐有一种刺痛的感觉。苏雪的这个毛病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她还因此去了趟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说她的胸部长了许多纤维瘤，主要是因为她情绪太紧绷，动不动怒吼发脾气导致的。所幸的是，这些纤维瘤都很小，而且是良性的。如果能够保证心态好，慢慢修身养性调理的话，是可以自行消退的。可是碰到最近这一档子破事，她如何能够做到心态好？而更加可惜的是，无论她骂的有多难听多狠，也改变不了华夏移动9000万代言被廖仁南抢走的事实。正在这时，办公室门滋啦一声被打开，一名助理快步走了进来。助理径直走到苏雪旁边，准备凑到她耳边说什么。直接说吧，苏雪板着脸道，这里也没外人。助理闻言点点头道，根据内部消息，比亚迪集团那边说是准备取消与拇指娱乐的协议，然后考虑与廖仁南的合作了。闻言，嘶一声道抽凉气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花泽吕眼珠瞪得滚圆，一副怀疑人生的表情。卧槽，这廖仁南居然把拇指娱乐的3方协定都给推翻了，这可是拇指娱乐、华夏娱乐的龙头啊！这家伙还是个人吗？特么的是禽兽吧！再看苏雪，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刻，他居然一点都不生廖仁南的气了。如果一个敌人，他跟你的差距只有一点，可能你会羡慕、嫉妒、恨，想着把对方给拉下来。而当这个敌人已经甩你一大截，站在了天花板的高度，你只会放弃抵抗，开始仰望他。就在这一瞬间，苏雪完全释然了，对廖仁南没有任何埋怨，反倒还有点欣赏起他来。这至少证明自己的眼光不错，看中的男人如此的出类拔萃。就在这时，学姐花泽吕抬起头，开口道：“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赶制一首广告曲，然后与廖仁南进行对标，说不定会有希望的。”苏雪闻言质疑道：“你可以吗？”失败了这么多次，他真的不太相信花泽吕了。花泽吕突然很振奋的道：“我觉得我可以的。”好吧，那你去做吧。苏雪很淡然的道，他已经不在乎花泽吕的表现了，倒是开始盘算起另外的主意。转眼间便到了第二天，天籁节目组正在筹备中。歌手席位上，除了叶旭坤和花泽吕，其他人都到齐了。人呢？没催吗？总导演韩尚又问道。催了，助理连忙回答道，应该快到了。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阵拖沓的脚步声，叶旭坤出现在大家面前。只见他穿着昨天的衣服，身上还有点点污渍，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昨晚叶旭坤在会所待了一整宿，走路能不飘吗？韩尚又见他这个样子，也是无奈的摇摇头。而下一秒，花泽吕顶着2个很重的黑眼圈跟在后面走了进来。可韩尚又轻咳了声，眼睛都快绿了，对着助理吩咐道：“赶紧叫化妆师过来，给他多补一点颜粉。”忙碌中，时间过得飞快。3、2，伴随着几声倒计时，天籁之音节目开始，直播间也同步开启。何老师简单做了开场后，便连到昨天结束的内容，主持道：“关于比亚迪广告曲的问题，不知道商议的怎么样了？咱们来请代表团回答一下。”镜头给了汪晴和肖楠2人特写。肖楠朗声道：“关于本公司的广告曲，我们最后决定择优挑选，就是廖仁南。麻烦等一下。”一旁的花泽吕突然出声打断道：“见此，所有人都一愣。我们也专门为贵公司量身定做了一首广告曲。”花泽吕站起身，继续说道：“虽然是连赶着制作的，但我们也十分认真，希望贵司能见听一下。”说着，他走到了会谈桌前，将 U 盘放在上面。整个过程，花泽吕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他都差点被自己感动哭了。而看到这一幕，花粉也沸腾了。花泽吕，华夏歌坛永远第一神，我永远支持你。呜呜，花花好认真，真的是辛苦哥哥了，有实力还这么认真。那些黑花花的，你们还是人吗？期待奇迹出现。肖楠闻言点点头，随即向杨鹏使了个眼色。杨鹏心领神会，拿过花泽吕的 U 盘，然后操作一番，开始渐听起来。持续半分钟，杨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的嘴角倒是抽了抽，而只是因为有一点痒。1分钟后，杨鹏摘下了耳机，摇了摇头。见此，肖楠微笑着道：“对不起，可能您的广告曲与我们的主旋律不太符合。”轰的一声，花泽吕只感觉犹如一道炸雷，重重地劈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最后的梦也破碎了，人像失魂落魄一般的拿着 U 盘出了会谈室。噗嗤哈哈，
演播厅内爆发出一片哄笑声，就连嘉宾席的苏雪也是无语的摇了摇头。还好他没对花泽吕这出抱任何希望，不然又要被他给气得纤维瘤发作了。直播间弹幕也再次刷屏，尼玛，感觉这花花脑袋是不是有坑？不弄点花样出来誓不罢休！哈哈，笑死劳资了！这家伙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卧槽，还真以为谁都是廖人男啊！想着要来逆天改命，想问一下，廖人男到底逆天改命没？结果到底是啥样啊？而就在这时，节目终于恢复了正常。萧楠面对镜头，朗声宣布道：“鉴于对歌曲质量的再次考察，我们决定选择廖人男的投标，作为本公司新的广告曲。”而在这个时候，汪琴也起身到了液晶屏边，开始操作起来。之后，当当当的一声，一道电子播报音在整个演播厅响起：“恭喜比亚迪集团锁歌成功，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是廖人男先生。第106王者风范，无辈楷模。”刹那间，观众们一开始还有点懵，但很快就都回过神来。廖神，廖神，廖神！所有的人都齐声呐喊了起来，一众歌手们也都是集体傻眼。这廖人男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一路过关斩将，无人能敌。最关键的是，他连人家三方约定的代言都给掀翻了，这尼玛简直就是让他们仰望。廖人男，好样的！观察团的几位导师也是满脸不可思议，他们互相对视一眼后，也跟着欢呼了起来。其中叫声最为响亮的，当之无愧是李千墨。这种激动是他自己获得金鹰女神时都不曾有过的。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不像是一个国际巨星，俨然就是一个忠实的男粉。天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包括总导演韩尚佑在内，也都情不自禁的点了点头。他们是提前知道消息的，不然肯定会被惊掉下巴了。而全场最震惊的人莫过于叶旭坤了，他完全是搞不懂状况，疯狂地给萧楠使眼色。萧楠却并没有理睬他。在昨晚凌晨，比亚迪和拇指两方紧急召开会议，已经都谈妥，原定的叶旭坤那首广告曲不会被取消，但将挪用到比亚迪低端车型的推广上，并且代言费用要进一步再谈。毕竟廖人男这么高质量的广告曲，要价也才是相应的那么多。其实一切早已谈妥，只是叶旭坤在昨天晚上偷偷去会所嗨皮了，而大家都找不到他，也就没法通知他了。此刻看着萧楠那张冷冰的脸，叶旭坤也是无可奈何，怒气冲冲的出了会谈室。待到跟助理了解到全部情况后，叶旭坤一拳猛地砸在沙发上，让他去代言旧款型号的燃油车。而比亚迪现在主推的是新能源，这不就约等于间接把他给踢掉了吗？完全就是糊弄人。而且廖人男的代言费是1个亿，并且是真金白银，而他原本的代言费虽然也是1个亿，但却包含了折扣以及一系列额外推广，比起廖人男要掉价不少。更何况现在换成代言旧款的燃油车，那费用不知道还要砍掉多少呢。此刻叶旭坤感觉自己弱爆了。就在这时，何老师连线会谈室，主持道：“恭喜比亚迪代表团挑选到中意的广告曲，同时也祝贺廖人男先生成功拿下1个亿的代言。”萧楠闻言连忙迎了上去，对廖人男伸出手，笑容满面地道：“恭喜恭喜，希望咱们前面的插曲过往不究，以后能够相互合作愉快吧。”过往不究，合作愉快。廖人男笑着与萧楠握手，汪琴、杨鹏紧随其后，分别和廖人男握了握。随后萧楠非常客气地邀请廖人男站到最中间的位置，4人一起朝镜头挥了挥手。哗啦啦，全场掌声雷动，直播间弹幕也热闹纷纷。卧槽，廖神跟他们社交，好有王者风范啊，真是无辈的楷模。可不是吗？这就是真正有实力的表现，一点都不带虚的。尼玛，6个代言，4个多亿，全被廖神收割，要不要这么霸气？廖神牛逼 Plus。 镜头前待掌声稍微小点，何老师继续主持道：“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稍后节目组会安排两方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另外，请萧总做出相关的决定，就是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是否选择对外播放。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1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演播厅外放，听到何老师说的话，观众们适时欢呼着，好想听，外放吧。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包括那英、刘焕、王子颂、林夕、李千墨等，也都站立起身，举着拳头兴奋喊着。毕竟这一首广告曲可是掀翻了3方约定，
如果说廖仁南给华夏移动写的那首广告曲属于星耀级别的话，那这首给比亚迪的无疑就是王者了。这绝对不是一般的东西，谁不想听啊？面对大家的欢呼，肖楠鞠躬致意道：“感谢大家对比亚迪的关注。那廖仁南的这首广告曲呢，就像比亚迪的新能源车一样，听了能够让大家斗志昂扬、朝气蓬勃、神采奕奕、意气风发、青春飞扬、心潮澎湃、生龙活虎、激情四射。”肖楠一边说着，一边数着指头，准备表演4字成语的10连贯口。但到了最后，他发现自己知识储备不够，都有些词穷了，而且最关键的是，画风有些不对劲了。他便果断闭上了嘴巴。其实，肖楠虽然说的夸张了点，但是却并没有太过离谱。今天他特意听了下廖仁南的这首广告曲，他才明白当时杨鹏的那些表情有多么的真实。用2个字来形容：得劲。噗嗤，哈哈，观众们也是被逗笑了。见此，肖楠笑了笑，继续说道：“你们说这么好的歌，如果直接听 demo 版本，那不是暴殄天物吗？所以，我们营测部也决定了，根据广告区加拍画面版。现在，我们的制作团队已经动工了，那成品效果绝对堪比好莱坞电影的，请大家拭目以待吧。”大家终于听懂肖楠的意思，就是不对外开放 demo 呗。霎时间，全场哗然。看到这幕，肖楠便赶紧道：“不过都请放心哈，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最多5-6天的时间吧。届时，我们也会邀请廖仁南先生加盟助阵的，一定会让大家感受到视听方面的双重享受。”哦耶！观众们这才买账，纷纷发出欢呼声。第107，廖神这是要干嘛？镜头里，好的，何老师微微一笑，继续主持道：“那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请比亚迪营测团到后场休息，也请廖仁南继续投标，争取再多拿些代言。”闻言，肖楠、汪晴、杨鹏3人再次跟廖仁南打了个招呼，然后对着镜头招了招手，便离开会谈室去到后台。哗啦啦，廖仁南，好样的！廖仁南也坐回歌手席位，观众们纷纷鼓掌为他欢呼。这时，主镜头重新给到何老师身上，他微微一笑，主持道：“根据的比赛规则，廖仁南是1000万代言环节的第1名，率先拿到直通决赛的入场券。至于第2名和第3名还是暂缺的，希望歌手们都继续努力吧。”在场歌手一下子就明白了何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6个代言全部都被廖仁南一个人给收割了。他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可剩下其他的歌手都是零蛋，所以另外2个直通席位还是空缺的。这也就意味着，只要谁能够拿下一个代言，那就是至少是第3名，甚至是第2名了。如此，便能取得天籁决赛入场券，还能获得相应的投票加成。一时之间，这几位歌手，包括花泽吕、叶旭坤，甚至是林志炫和任贤齐等，都涌向了宝洁集团的会谈室。与此同时，王心凌、关碧菊2人则是重新的回到了一牛集团的会谈室。毕竟这家公司要求的是女性歌手，而且代言费还是3000万，他们2人至少各有 50% 概率拿到，而且一旦拿到，那就是本环节第2名，能够直通决赛了。这个逻辑概率，就算他们是思维能力稍弱的女生，也是算得清楚的。于是乎，转眼之间的功夫，歌手席位就只剩下廖仁南一人了。他倒是坐得稳如磐石。看到了这一幕，网友热议纷纷。尼玛，看来这些明星都被逼急了，连面皮都不顾了。可不是吗？乔花泽吕和叶旭坤2个怂逼样，现在怎么不装高贵了？特么的，只能说节目组真会玩，把明星逼到绝境了呀！卧槽，真的很难想象林志炫和任贤齐老师去代言七彩空间啊，那些女孩敢用吗？说句公道话，这也不是节目组能预测的，毕竟谁也料不到廖仁南一人就能收割6个代言。楼上小哥头脑清晰，话说廖神现在是最爽的，可以提前开香槟庆祝了。唉，等等，廖神这是要干嘛？不会也要去争宝洁集团的代言吧？观众们便看到主镜头中的廖仁南没一会也站了起来，往会谈室的方向走去。顿时，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勾了起来，尤其是花泽吕、叶旭坤2人的粉丝，更是在第一时间就开始对廖仁南嘲讽：“尼玛，廖仁南这是要抢七彩空间代言吗？要不要逼得这么急？卧槽，手握几个亿，还不放过2000万，这吃相太难看了。所以说，平民就是平民啊，那格局推小了点，掉价呀！”看到这样的评论，一些男粉很生气，但是他们却是无力反驳。
如果廖仁南真这么做，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那真的是有失身份了。一时之间，所有的廖仁南粉丝也都绷紧了神经。不过，他们也都不相信自己心目中的大神格局会如此的小。而就在这时，廖仁南越过宝洁集团会谈室，连看都没往里面看。见此，一众男粉们顿时被正身，并开始回怼：“黑子们，都看见没？啪啪啪，当场被打脸了吧？哈哈，我廖神有王者之风，怎么看得上这些鸡肋？心中有屎的人，看别人都是屎，所以格局小的是你们，这些黑廖神的喷子。廖仁南牛逼，廖仁南威武，廖仁南霸气。咦，廖神这是想去干嘛？有点想不通啊。不知道从何时起，廖仁南已经成为天籁节目组的焦点人物，他的一举一动，导演组都会优先给特写。于是，只见主镜头里的廖仁南走到一牛集团会谈室门口，随后一脚迈了进去。众人见状，更加疑惑了：一牛集团的代言不是只限女性吗？这一刻，从现场观众和观察团导师到天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等，大家全都非常好奇，廖仁南到底要干嘛？此刻，在一牛集团的会谈室里，坐在主位上跟王心凌交谈的是一位名叫周亮的剑歌官，而挨着周亮坐着的，正在和关闭局商讨的那位是宝洁集团的营测主管，名字叫做刘芬兰。两人见到廖仁南也都是一愣，连忙站起身来，笑着点头打招呼。通过这2天时间下来，他们对廖仁南有一定的了解，对廖仁南的能力十分钦佩，也乐意让他来为一牛代言。但是如果真让一个男性来代言酸酸乳，那尴尬程度应该仅次于代言卫生棉吧。这就是为什么一牛集团酸酸乳的广告明确写定代言者为女性。因此当廖仁南走进会谈室，无论是周亮还是刘芬兰都是有点蒙圈的。而此刻廖仁南走到王心凌旁边，十分客气地道：“王小姐，能不能借一步说话？有件事想跟你谈一谈。”“当然可以啊。”王心凌眨眨眼睛，毫不犹豫的道。这时两人走到会谈室一角，廖仁南微笑一下，开门见山道：“我看你们2人的代言目前还在僵持当中，不如我们一起合作，早点拿到这个代言。”“可以啊。”王心凌点了点头，但又撩了下头发，问道：“可是我们要怎么合作呢？”事实上，为了争取这个一牛集团的代言，王心凌前后请人改了好几版 demo， 几趟下来钱是没少花。但王心凌感觉一牛集团的代表对她的作品似乎越来越不满意，所以她觉得中标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廖仁南能够提供帮助，她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再者，经过这2天的比赛，特别是廖仁南帮她解围，王心凌对廖仁南的好感度仅次于男女之间的爱慕了。廖仁南提出的建议，她当然会认真考虑。廖仁南闻言解释道：“就是我提供广告曲，你来唱，如果拿到代言，我们按比例分。”王心凌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却又问道：“可是现在都是比赛中了，如果现在去录 demo，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应该没问题的。”廖仁南沉吟一下后微笑着道：“我马上开始作词写歌，然后就是编曲润色，最后你来演唱，很快就能弄好。”“啊？”王心凌瞪着卡姿兰大眼睛，惊讶地道：“你的意思是你词曲都还没写？”第108强者的世界，若女子真的不懂。闻言确实还没写。廖仁南微笑着点点头，漫不经心地说道：“不过这也无妨的，很简单就能弄完。”“哦，呵呵。”王心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目光中满是崇拜。他这才想起来，廖仁南在前面的写歌环节那可是表现惊人的，完全是一人单挑整个制作团队，一枝独秀啊。于是王心凌跟宝洁的代表简单打了一个招呼，说是会优化歌曲。随后两人又和天籁节目组提出了几点的需求，希望对方能提供一间独立的会议室，以及写歌、编曲等相关的音乐器材。10分钟后，一间简易的独立制作室就出现在观众的面前。廖仁南迈步走进去，王心凌则紧随其后。廖仁南，加油！台下的观众也看明白了廖仁南的用意，开始为他呐喊助威。而看到这一幕，网友热议纷纷，哈哈，还是廖神有想法，他这是看不下去了，想早点结束比赛啊！期待廖神估计要7杀了，如果不是有宝洁，那肯定全部收割。话说，难道没人觉得王心凌看廖神的眼神不对吗？有点含情脉脉哦。还真是，大家应该没忘吧？廖神之前可是帮王心凌出过头
哦，我嗅到了一丝浓浓八卦的味道。廖仁南还真敢想敢做呀！观察团的几位导师纷纷对廖仁南赞不绝口，称他开启了一个新的代言模式。其中，对廖仁南的做法，李千墨也颇为认同。毕竟，只要有表现机会，就一定要把握住。只是，当看见王心凌跟廖仁南挨得近些，他心里就泛起一种难受的味道，那感觉就像吃了乌梅一般。制作室内，廖仁南伏在长桌上，抽出一张曲谱卡纸，开始写起了词和曲。王心凌则安静地待在一旁，看着一脸认真的廖仁南。不得不说，廖仁南是真的长得特别帅，360度无死角的那种。尤其现在他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更是让人觉得帅到了极点。对了，王心凌，廖仁南想到什么，抬头问道：“我给你写的这个，是一首甜歌，你应该能接受吧？”其实，在这个平行世界里，王心凌的风格和人设与地球上的他完全不同。他当时是通过我会好好的这首歌崭露头角的。我会好好的，花还香香的，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我是想着你，一直想着你，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到现在还是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他苦苦的，因此从那以后，王心凌就一直在走伤感情歌的路线。可是后面不管他如何努力，却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他自己也想不明白是为什么。正因为如此，王心凌曾经也想过改变风格，但这个想法被他的前经纪人否定了，也就断了这个念头。可以啊。王心凌一听廖仁南这么说，立刻点了点头。他又有点担心，便问道：“只是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效果没问题的，相信我。”廖仁南微笑着道：“你会很适合唱甜歌的。”廖仁南的笑容宛若一道彩虹，在王心凌心中划过。王心凌甚至都有一种错觉，怎么感觉廖仁南比他都还要懂他自己？王心凌点了点头，那就按你说的做吧。那行。呵呵，廖仁南笑了声，想到什么，便又问道：“对了，你的经纪公司应该没意见吧？我跟公司合约到期了，还没续签呢。”王心凌嘴角笑着，眼神却有些黯然，或许是他们觉得我没潜力吧。啊，真的吗？廖仁南停下笔，问道。王心凌点点头。廖仁南沉吟一下，说道：“那既然如此，不如加入我的工作室吧，酬劳分成，以及通告资源什么的，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真的吗？王心凌闻言，眼眸一亮，想到什么，他却又道：“可是我怕拖累你，因为我……不会的，一定要有信心。”王心凌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廖仁南给打断了。廖仁南爽朗的笑道：“以后你要是火遍歌坛，指不定我能跟着沾点光。”在平行世界地球上，王心凌可是红遍一时的人物，这样摆在面前的好资源，怎么能够这样埋没呢？闻言，王心凌立即起身，双目通红，对着廖仁南鞠了一躬，道：“那就真的感谢你了。”这段时间，王心凌可是节目不顺遂，公司又不太理睬他，两头都没有着落，真的是跌到谷底了。他都有点想回自己的护士行业了，虽然没钱，但是轻松。而此刻，廖仁南的这番话，无疑是让他看见了努力下去的方向，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芒。见王心凌这么激动，廖仁南也是一怔，笑着安慰道：“没事的，你放平心态啊。”王心凌情绪平复了点，抹了一把眼泪，道：“不好意思啊，打扰到你做正事了，我不说话了，你专心写歌呗。”廖仁南拿起卡纸，递到他面前，道：“没关系的，我已经弄完了。”啊！王心凌惊呼一声，仔细地看着曲谱，音节工工整整，字迹飘逸洒脱。他目瞪口呆，这廖仁南写歌都不用思考的吗？从写到现在也才10分钟不到吧，而且还是一直在讲话的情况下，这就给弄完了，要不要那么夸张？这时，王心凌尝试着哼唱了几句曲，旋律还挺复杂的，而且词也朗朗上口，只能说厉害，强者得世界，若女子真的不懂。第109，李千墨吃醋了。要知道，廖仁南、王心凌两人是在简易制作室里，虽然声音没有外放，但是可以看到画面。于是乎，观众们看到王心凌对着廖仁南又哭又笑，还鞠躬，大家也是摸不清楚状况了。在一起，台下观众起哄喊道。而正在宝洁集团会谈室里进行广告曲竞选的几位歌手，也注意到了直播间主屏的动态。一时间，他们对廖仁南是羡慕嫉妒恨，尤其是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人，简直对廖仁南嫉妒到了极点。
这不是在节目上明目张胆的撩妹吗？怎么没有人来对他？不公平啊！更可恶的是，廖仁南根本就没直接参与竞争了，却还是把风头给抢走了，这完全就是骚操作呀！见此，直播间弹幕也热闹非凡。卧槽！以王心凌看廖神的眼神，这完全就是沦陷了吧？尼玛，先有李千墨，后有王心凌，有才华真的了不起啊！兄弟们，我决定了，以后大学报读音乐，我要做廖神第二。大家可以看看李千墨，刚刚分镜头切到他，女神都没有笑了。也对啊，王心凌这么来插一腿，千墨女神该难过了吧？而节目组也很清楚，观众们想要什么，便不断的把分镜头往观察团李千墨的方向切。可以看到，李千墨两只玉手扣在一起，扁着一张嘴，似乎很想看主屏幕，却又不敢看，显然被观众们猜中了。你说有些人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都瞎起什么哄呢？八卦就是这样出来的。那英笑着道：还真是啊。旁边的刘焕接话道：这廖仁南明显是在写歌，哪像他们说的这么不堪。李千墨听到这话，小嘴松弛了一些，心里也好受多了。制作室内，廖仁南舒了口气，淡淡地道：咱们继续吧，我要把曲子录出来，然后再加编曲和润色。哦。王心凌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然后问道：那需要我给你帮什么忙吗？廖仁南沉吟了一下，道：那你先熟悉一下这首曲谱，或者找几首甜歌听听，先找一找感觉吧。好的。王心凌连忙应道。说完，廖仁南也忙碌起来，录音、编曲、润色、调和，整个过程也是井然有序。而旁边，王心凌虽然在看曲谱，搜歌听找感觉，但她的目光却是情不自禁的被廖仁南所吸引。他之前合作的那几位制作人，一个个脾气拽得跟258万，搞起创作时完全不让人靠近，还把纸张丢得到处都是，有一些情绪偏执暴躁的，还动不动捶门捶桌子。优雅点说，这是艺术家脾气，实质就是神经病。王心凌现在明白了，这些人就是没实力，真正有能力和实力的，就应该像廖仁南这样游刃有余，手到擒来。太有魅力了。不知不觉便到了中午时间，廖仁南的出版 demo 做好了，就差加入王心凌的声轨。他准备中午就不休息了，直接跟王心凌一起加班，这样的话成品下午就能出来，等节目一开始就能去投标了。而宝洁集团那边的竞选目前是处于焦灼状态，有6位歌手，包括叶旭坤、花泽吕、任贤齐、林志炫等，作品都被待定，只等最终决断。廖仁南，咱们先去吃饭吧。王心凌晃了晃手中的大饭盒，对着他道：行啊。廖仁南点点头，微笑着道：咱们快点吃完，再来录几遍。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王心凌悲情的歌唱太多了，使得他面部的表情以及唱法的声线都是非常的僵化，一连唱了好几个版本，都没能达到廖仁南想要那种干净甜美的效果。对不起啊，麻烦你了。王心凌有些愧疚的道。没事，多试几次就好了。廖仁南笑了笑，安慰了一句：你这是转变风格，难度不小的。那我们去吃饭吧。王心凌指了指饭盒，握拳做加油状，道：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呵呵，那走吧。廖仁南被逗笑了。很快，廖仁南在天籁餐厅打了份盒饭，然后两人随意找了个没人的空桌，一起吃起来。王心凌显得很热情，说廖仁南帮他重新找回自信，便不停地给他夹菜。廖仁南拗不过他的执着，也就欣然接受了。餐厅里其他的歌手，包括任贤齐、林志炫等人，都对廖仁南投去了羡慕的目光，而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人更是快羡慕嫉妒疯了。这廖仁南把代言搞走也就算了，现在连美女也泡走了，要不要这么过分？而且叶旭坤自诩都是男人，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了解廖仁南的。廖仁南表面上装的是正人君子，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禽兽呢。更何况他冲着直播镜头就敢同时泡李千墨和王心凌2位女明星，那闭着镜头还得了，肯定有一起玩过，爱羡慕。正在这时，一道曼妙绝伦的身影出现在餐厅门口处。李千墨提着一个粉色的饭盒，他今天也是亲自下厨做了菜，准备来跟廖仁南一起吃的。可李千墨刚刚踏进餐厅，便看到王心凌在给廖仁南夹菜，而他一点都没有拒绝。顿时李千墨僵在原地，心里咯噔一下，降到了冰点，粉唇不自觉嘟起，眼眶也红了。一旁的叶旭坤见状，立刻放下筷子，笑着迎了上去，
柔声道：“李老师，这边还有空位置，要不过来一起吃饭啊？”李千墨根本没有理会。见此，叶旭坤望着廖仁南方向，嘲讽道：“这个男人一看就很渣，怎么值得你为他这样？”李千墨闻言，狠狠瞪了叶旭坤一眼，道：“他再渣我都喜欢，要你个傀儡多嘴，滚一边去吧！”一口气骂完，李千墨转身离去。叶旭坤听到这话，傻愣在原地，心中五味杂陈。而廖仁南坐得比较偏，根本没注意到这一幕。他很快和王心凌吃完饭，两人则继续回到制作室，开始录制起歌来。王心凌毕竟还是有实力的，在经过廖仁南的几次指导下，改变了唱悲伤情歌的惯性，声线语调都变得甜美起来。终于，在1点钟的时候，成品 demo 加工完成。时间飞逝，眨眼就到下午2点钟。千万代言环节继续。D110真当自己是金字招牌了。节目一开场，跟上午的竞选模式一样，大部分的男性歌手都涌向了宝洁集团会谈室。至于廖仁南，他则是在歌手席上看着，他已经做好了自己该做的，接下来就是静观其变了。一牛集团会谈室，关闭局递过 U 盘，一脸笑容道：“这是我们修改的版本，完全按照2位要求调的，应该能够满足贵司的需求。”在这场代言争夺中，关闭局前后也改了4版。好在的是，一牛集团见歌官周亮和刘芬兰都是给出了好评，且改到后面都是一些微调，这让关闭局很是欣慰。他相信，只要这版交上去，代言就能到手。几分钟的时间，周亮听完了 demo， 果然点点头，道：“效果确实好多了，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希望你们不会嫌麻烦。”“当然不会了，应该的。”关闭局笑眯眯的道：“只要能够拿到3000万的代言，还顺带着拿到天籁决赛入场券，这点折腾还是挺值得的。老师，也听听我的吧。”待在一旁的王心凌也微笑着道：“这个是我的新版本，廖仁南老师帮我做的。”哎呀，周亮还没来得及回答，关闭局就先惊呼了一声，道：“你们居然还做了新的版本，那还真的是太辛苦了吧，并且这么短时间就弄好，不得不说真的挺厉害的。”关闭局嘴上说的好听，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对王心凌的行为感到有些好笑。既然见歌官都明确肯定了，那还能有什么改变的呢？还把廖仁南的名号也搬出来，真当他成了金字招牌了啊。但既然王心凌愿意费这个力，就让他折腾个够吧，反正结果是不会变了。哦，周亮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道：“可以啊。”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对王心凌的歌不太认可，越往后改了几个版本，周亮就更加坚定这个想法。而现在他同意听这个最新版，也是看在廖仁南的面子上，毕竟廖仁南可以横扫所有歌手，其实力之强可见一斑。而现在周亮还是偏向关闭局的，如果早一点拿出来，他或许会考虑一下，但到了现在，他觉得关闭局的广告曲很贴合了，所以就这么定了。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也是热议纷纷。尼玛，怎么总感觉关闭局皮笑肉不笑，有点心机婊啊？楼上看得挺内在啊，我只感觉他牙不整齐，估计有一点硌得慌。所以说，还是心凌妹妹够味，只可惜她的风格有点丧，不然可以边唱边玩。卧槽，赢才几时有，今年何其多，上面就有2位。话说，周亮看样子已经指定关闭局了，王心凌这把估计没什么戏了吧？廖神出品，必属精品，期待南哥能够逆转乾坤吧。很快，操作好后，周亮也开始听起王心凌的广告曲来。才刚听了个开头，周亮顿时眼前一亮，王心凌居然换风格了，甜甜的，粉粉的，感觉很不错哦。周亮一边打拍子，一边继续听着。广告曲进入了副歌部分，才听了2句，他脸颊疼得爬上一丝绯红，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兴奋和喜悦。这广告曲不就是为一牛酸酸乳量身定做的吗？原本周亮觉得关闭局的歌算是非常不错的了，可是和王心凌的这首一对比，那完全就是缺点满满啊。都没等听完，周亮便摘下耳机问道：“这首歌是廖仁南制作的吗？”“对啊。”王心凌点头如捣蒜，心里还是挺紧张的，笑了声道：“呵呵，有什么问题吗？”周亮眉开眼笑道：“恭喜啊，我们非常满意这首广告曲，那希望后续合作愉快吧。”“哦，谢谢。”王心凌一脸的茫然。“不是，周老师，我的歌。”旁边的关闭局猛圈了，焦急地问道：“抱歉啊。”周亮道了声歉，对关闭局解释道：“因为你的这首广告曲
声线是显得有些成熟的。而我们一牛酸酸乳的产品定位是面向年轻一代的朋友，并且你的广告曲里面也没有非常贴合我们产品的元素，在这一点上是减分的，所以真的不太合适，希望你能够理解。关闭句闻言，一副有苦说不出的模样，王心凌这才回过神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同时他心里对廖仁南充满了感激。如果不是廖仁南出手，现在被淘汰的铁定就是他了。见状，心凌，好样的！有观众喊道，但更多的观众是在欢呼着廖神厉害。观察团的几位导师也纷纷起立鼓掌，廖仁南的实力让他们又一次见识到了。李千墨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但他更多的是为廖仁南感到开心。直播间弹幕也瞬间负评，兄弟们，我随口说的一句话居然成真了，廖神牛逼！尼玛，这一牛集团的剑歌官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可不嘛，廖神没出手之前你什么都是好的，廖神出手了你什么都不对劲，大家看到没？阡陌女神笑了，王心凌不是他情敌吗？这看不懂啊！楼上的哥们，你这智商还是回炉发育吧。而且阡陌一直都是正牌的，哪来什么情敌了？我想听听到底是什么歌曲啊？这次会外放吗？与此同时，刘芬兰也在液晶屏幕上操作起来。之后当当当的一声，一道电子播报音在整个演播厅响起，恭喜一牛集团锁歌成功，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是王心凌女士。哗啦啦啦，全场掌声雷动。第111，到底是什么歌值得3000万？就在这时，何老师连线会谈室，主持道：恭喜一牛代表团挑选到中意的广告曲，同时也祝贺王心凌女士成功拿3000万的代言。王心凌闻言，依旧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连忙站起身来，与周亮、刘芬兰等人一一握手，然后三人也极有默契，一起朝着镜头招了招手。何老师一脸笑容，继续主持道：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王心凌获得了3000万的代言数额，位列1000万代言环节的第2名。根据节目组规则，将获得天籁歌神之战直通入场券，同时获得1枚银色勋。这枚徽代表着王心凌在参加冠军之夜的比拼中能获得2%的投票加成。就在何老师主持着间，一位礼仪小姐来到会谈室，用红布托盘把1枚银色徽端到了王心凌的面前。王心凌微笑着接过，挂到了自己的胸口处。哗啦啦啦，演播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谢谢大家！王心凌隔着镜头对着观众们鞠了一躬，并冲着镜头道：另外，真的谢谢廖仁南，如果不是他的帮助，我可能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已经决定正式加入廖仁南先生的南明娱乐公司，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开始吧。在一起。又有观众起哄道：你们在交往吗？而一个人喊出声，其他人也跟着起哄。节目组的执行导演也很精明，立马给了廖仁南和李千墨2人各自一个分镜头。当分镜头切到李千墨时，可以看到他一张俏脸上挂着淡淡的失落，而廖仁南却是很坦然。他跟工作人员要了个话筒，准备说一些什么。直播镜头也给了他一个大特写。廖仁南面带微笑，朗声道：欢迎王心凌女士加入到南明娱乐，希望你能和南明一起走向成功。说完，廖仁南转头看向台下，道：另外，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和王心凌女士都是非常纯粹的音乐人，我们仅限于在音乐上相互交流和合作的关系，绝对不会牵扯到其他，所以请各位不要再胡乱猜测了，那样只会让大家都陷入麻烦。王心凌闻言也点点头道：是的，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的音乐，也多支持南明娱乐。事实上，他的确对廖仁南有好感，但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只能把这份喜欢埋藏在心底，力挺南明娱乐。观众们也都听懂了，纷纷回应道：导师席位。李千墨听到这番话，心中先前的阴霾都烟消云散，顿时变得美滋滋的。廖仁南能站出来澄清，他还是特别开心的。要知道，之前自己和廖仁南传绯闻，他没有丝毫的避讳，而现在他跟王心凌传出谣言，却是如此努力的撇清，那岂不是证明廖仁南对自己的确有好感？嘻嘻，想到此，李千墨都高兴的差点笑出声。当然，在这一刻，李千墨才彻底理解林佑威说的那番话，廖仁南实在是太出色了，想接近他的女孩不知有多少，看来他真的要抓紧机会，争取近水楼台先得月，跟廖仁南把关系定下来，不然
哪天廖仁南看中别的女孩，他就真的要哭瞎了眼的。主镜头前，何老师微微一笑，继续主持道：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稍后节目组会安排两方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另外，按照节目的安排，现有一件事情需要周亮和刘芬兰两位代表做出相关的决定，那就是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是否选择对外播放。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1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闻言，刘芬兰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对着话筒道：何老师，我们选择外放广告曲。在来参加节目之前，一牛集团就商定了，这首广告曲只是用来替换掉旧的到期广告，所以没什么需要保密的。哦耶！一牛集团，好样的！还没等何老师宣布，台下就已经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一些想听这歌的观众更是欢呼起来。周亮、刘芬兰见状也是非常的开心。这时何老师也是一脸笑容，主持道：感谢两位老师选择外放广告曲，那现在请把歌曲传给我们工作人员，稍后将为大家播放这首歌。耶！众人又是一阵欢呼。很快3分钟时间过去，何老师又开口道：歌曲传送完成，现在开始播放，请看大屏幕。一时间全场安静的落针可闻，而正在宝洁集团会谈室参与竞选的几位歌手也都停下了说话，想要听听到底是首什么样的歌值得3000万。关闭局也皱起了眉头，竖起了耳朵，想要听一听究竟是什么样的歌能够让剑歌官瞬间改变主意。如果王心凌的广告曲还不如他的那首，他一定会在微博上声讨一牛集团。就在这个时候，舞台中央的大屏幕忽的一亮，显示出一首歌的信息，歌名酸酸甜甜就是我，作词廖仁南，作曲廖仁南，编曲廖仁南，演唱王心凌。直播间网友见状顿时议论纷纷的，尼玛，果然词曲编都是廖仁南一个人包办，好霸气啊。感觉这个歌名跟一牛酸酸乳有点搭哦。挺好奇廖仁南给王心凌写这首广告曲分成是怎么谈的，不知道廖神会不会吃亏。楼上的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王心凌都是南明娱乐的人了，还能够占得了老板的便宜。快播，我是重度急性子患者，闹什么幺蛾子。由于只是音频，没有 MV 画面，屏幕上只有音符在不停地跳动着，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期待这首歌。几秒过后，音乐响起，耳朵里塞着小喇叭，躲在被窝里看漫画。虽然我还在象牙塔，我多么想一夜长大。亲爱的爸爸妈妈，别叫我小傻瓜，虽然我很听话，不代表我没有想法。第112让人感到一股青春无双的气息。这首歌曲节奏欢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王心凌的声音非常干净和甜美，带着几分18岁少女的单纯和稚嫩。于是这首歌在她的演绎下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瞬间就抓住观众们的耳朵。就在这个时候，副歌也唱出来，我喜欢酸的甜，这就是真的我。每一天对于我都非常新鲜，我挑剔的味觉有最独特的区别，我喜欢酸的甜，这就是真的我。青春期的我有一点点自恋，大人们的世界等待着我去冒险。动感的节奏，青涩的歌词，每一个音符都如丝绸般顺滑，不仅饱含感情，还很悦耳动听。一瞬间，所有人都被感动了。听着这首歌，他们都很享受，这种感觉就像是大家都被这首歌带回到了那个懵懂未知的青春时光。这一刻，其他的歌手也都愣住了，这真是王心凌的歌声，真是出自苦情教主之手，怎会如此的甜美，如此的酥脆。关闭局也很意外，可以说这首歌旋律不复杂，歌词也很普通，但两者结合在一起，偏偏就能让人感受到一股青春无双的气息。相比之下，他的歌还真是老气横秋。与此同时，直播间弹幕也瞬间炸屏。卧槽，我没听错吧？王心凌这是改唱甜歌了？不过好好听啊，真的好纯啊，我感觉身体某处的 DNA 在不安分地跳动着。尼玛，廖神这是老司机啊，就一个中午的时间把王心凌调教得这么好，楼上的2位淫才不开车就不会说话了是吧？而在这个时候，歌曲进入循环，耳朵里塞着小喇叭，躲在被窝里看漫画。虽然我还在象牙塔，我多么想一夜长大。其实廖仁南之所以会选择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正是因为在平行世界地球，它也是一款酸酸乳的广告，本身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当时还拿下最佳广告曲奖。
而恰好廖仁南还在这个节目上遇到了女歌手王心凌。王心凌在那个世界可是甜心教主，什么样的甜歌是她不能驾驭的？并且如果她在节目中转换角色，还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反差的震撼，只能说这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果不其然，现在观众们听到王心凌的 demo， 一个个是既震惊又兴奋，这印证廖仁南的决定是正确的。就在这个时候， demo 中的音乐进入新的节拍，哈快长大，快快长大，对这个世界 say hi， 我要我自我最像我的自我，人群之中我要最最的独特，唱我自己的歌，要唱出我的性格，我要我自我最爱我的自我，笑过哭过我会全部都记得，梦想总会有沙漠，梦想就是种快乐。伴随着旋律放缓，歌曲也进入尾声，有些观众似乎还没有听够，仍哼着曲调摆动着身体，几位观察团导师也听得很认真，直到音乐完全停了，他们才落座，并开始商议起来。歌曲放完，何老师再次现身，主持道：感谢王心凌小姐，也感谢一牛集团为我们带来原创广告曲《酸酸甜甜就是我》。那下面有请观察团的几位导师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首歌曲。镜头转向观察团，好听，我完全被带入了。王心凌唱得太棒了，那英笑眯眯地说道，真的挺意外的，想不到廖仁南能够写出这么细腻温柔的歌，相信现场的姐妹们都听得很开心吧？开心，很多女观众回应道，廖仁南我爱你。也有廖仁南的迷妹尖叫了起来。紧接着镜头对准刘焕，他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节目组也明白刘焕的意思，把镜头挪到王子颂面前。王子颂呵呵一笑道，我觉得廖仁南能够想到给王心凌写一首甜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创意，而事实证明两人的尝试非常成功，这个太厉害了。说完，王子颂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哗啦啦啦，台下的观众也纷纷鼓掌，谢谢王老师。王心凌也鞠躬感谢道，然后镜头给到了林夕的身上，林夕沉令一下道，这首歌的词写得非常生动，刻画了青少年的生活与思想，道出了他们对学校、家庭等的感受甚至不满，很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强烈共鸣。而整个高潮部分则给人一种向往，向往明天，向往更好的未来。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而歌曲最后的一段更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表达了生活的真谛是痛并快乐着，只有痛的生活那叫折磨，只有快乐的生活那就不叫做生活了。生活原本就是得失平衡，以一种我们了解或是不了解的方式。哗啦啦啦，台下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精辟，有观众调侃了一句。而这个时候，镜头顺位到了李阡陌。哇，李阡陌都还没说话，观众席上已经响起一片喝彩声。节目组执行导演也很鸡贼，赶忙给廖仁南和王心凌一人一个分镜头。虽然廖仁南已经出面澄清，但观众们哪这么容易买账，总期待发生点什么新鲜事，比如李阡陌能拿出李小刀风范，把王心凌给对哭，那就精彩了。镜头前，李阡陌大放一笑道，从今天开始，我的歌单里又多了一首歌，因为这是廖仁南写的。哗啦啦啦，不少男粉和墨粉都热烈鼓起掌来。阡陌女神说得好，还有观众喊出声。李阡陌的这番话可以说是不褒不贬，记在明面上表态接受了王心凌，同时又明确表态接受他是因为廖仁南，这也是间接表明了立场，真可谓是说得太得体了。谢谢。王心凌微笑着感谢道，而分镜头里的廖仁南也是赞赏的点了点头。第113，怎么都是夸廖仁南的？一时间，除了刘焕之外，其他导师都点评完了。镜头再次挪到他的身前，刘焕轻咳了一声，朗声道，我之所以选择最后一个点评，是因为我不想讲太多技巧、技术方面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廖仁南已经被夸得够多了，所以我想夸夸其他的方面。大家应该知道，我也搞创作，也给人写歌，其实为自己写一首歌很难，但为别人写出一首成功的歌却是难上加难。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很熟悉，但对其他人则是比较陌生的。但是截止到目前，廖仁南给任贤齐写了《伤心太平洋》，给花火娱乐写了《那些年》，还有现在给王心凌写了《酸酸甜甜就是我》，几乎每首都是经典。只能说廖仁南的创作灵感真的是太宽泛了，天花板级别的。众人闻言纷纷点头，廖神厉害。有观众激动地喊道。所以呢，刘焕的声音还在继续。
并且话锋一转，对着廖仁南方向道：“我觉得，将来找廖仁南写歌的人，肯定很多很多，因此，我决定先邀约一首，希望廖老师你别拒绝哈。”哈哈哈哈！观众们也都明白刘焕的用意，顿时哄堂大笑。谢谢刘焕老师抬爱，我一定抽空帮您写一首。奋镜头的廖仁南也毫不犹豫的道。刘焕闻言微微颔首，拱手表示感谢。哗啦啦，现场掌声雷动，而看到这一幕的歌手们也都对廖仁南羡慕红了眼。关闭局此刻也是释然了，输在廖仁南的手下，他心服口服。直播间弹幕也瞬间炸锅。卧槽，看得出来刘焕对廖仁南是真欣赏，都快给夸上天了。别说是刘焕喜欢，廖仁南这样的精品才子，谁会不喜欢啊？羡慕，感觉李千墨和廖仁南真有戏了，估计很快就会传出好消息。尼玛，这不是王心凌得了代言吗？怎么都是夸廖仁南的呀？主镜头前，何老师微微一笑，继续主持道：“好的，谢谢5位导师的点评，同时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请一牛银策团到后场休息，也请王心凌继续投标，争取再多拿些代言。”